北疆狼峰口，腊月17，暴雪已经肆虐了3天3夜，将整个北境裹成一片素白。林川是被冻醒的，破败营帐的缝隙里钻进来的寒风像刀子般割着他的脸。他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结满冰霜的帐顶和四面漏风的营壁。这时一阵剧痛突然袭来，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大周边军小卒林二狗，父母双亡，从军3载，特种兵王林川，掩护战友突围时中弹。2种记忆在脑海中撕扯，最终融为一体。哗啦，帐帘被粗暴掀开，寒风裹着雪粒灌进来。武长刘武那张满是横肉的脸出现在门口。林二狗，装什么死？校尉大人发媳妇，去晚了，连母猪都轮不上你。林川起身看了一眼走进来的武长，融合的记忆告诉他，这个刘武3年来抢了他所有军功，昨日更是因为分到的物资太少，拿自己出气，直接将自己打得昏死过去。多谢武长挂念，我还差几个月才成年，就不去了吧。林川慢慢坐起，声音平静的让刘武一愣。按照军规，自己再有1个月交不出军功，他就要被发配到十死无生的死字营。老子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刘武准备伸手来拉林川，却被他巧妙避开。如今的林川又岂会猜不透刘武的打的什么算盘？每隔半年，大周朝廷都会押解一批戴罪之身的女犯到边关，供边关士卒挑选。当然也不是无条件的，若是不能在1年内生育子嗣，为大周补充人口，2人都将被发配到死字营。而且平日里女子也是要劳作的，若不能完成任务，则需要用丈夫的军功进行相抵。以自己前身的懦弱性格，等自己把人领回来之后，他只要一句话，自己还不得乖乖将其送到自己床上，而且他还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只可惜如今的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林川了。既然你想坑我，那小爷就陪你好好玩玩。老子堂堂特种兵王，要是不把你屎碾压出来，都算你拉得干净。演武场上积雪被踩成黑泥，30多名女子站在高台上，像待宰的牲口，一双双暗淡的眼神看不到半点神采。那些容貌白皙、身段姣好的女子，一看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小姐。毕竟这里是战乱频繁的边关，好看的皮囊显得一文不值，反而有可能为自己招来祸端。反倒是那些身强体壮、干活厉害的，亦或是腰粗臀圆好生养的，却成了抢手货。校尉陈景尧的声音在寒风中格外刺耳。领了媳妇的，1年内生不出崽子，一起发配死字营。哟，这不是林二狗吗？战场上吓得尿裤子，挑媳妇你倒是跑得挺快啊。几名满身痞气的男子大声嘲讽。二狗，你行不行啊？别选个婆娘回去，只会干瞪眼。哈哈哈！你看左边那个，年龄跟你妈差不多了，你娶回去又能当媳妇又能当妈。这几人都属于刘武手下，但是平日里同样没少欺负自己。对于他们的嘲讽，林川神色平静，看向身旁的周豪、周扒皮，只要你喊他一声妈，小爷今天高低把他娶回去。周豪先是一愣，没想到这软蛋竟然敢顶嘴。很快他就意识到林川是在占自己的便宜。你找打！周豪脸上顿时涌现出怒意，抬手就要收拾林川，却被刘武瞪了一眼。看上哪个赶紧挑，一会好赖都没了。刘武一把将林川推上前去。林川走上台，目光从这10多名女子身上一一扫过，现在剩下这些，要么是年纪大，或是有残疾，再则就是身体羸弱，一看就干不了活的。忽然他的目光突然盯在角落，有个女子蜷缩在人群边缘，脏乱的头发遮住大半张脸，但露出的一截脖颈却白得晃眼。更引人注目的是她身上那件破旧的绸衣，虽然沾满污渍，但隐约能看出是上好的云纹锦，居然还有漏网的珍珠。林川心头一动，二狗子，你该不会是看上那个病秧子了吧？这细胳膊细腿的能干什么活？他估计以为自己在金凤楼找姑娘呢，哈哈哈。林川没理会嘲讽，径直走向高台。随着距离拉近，他注意到那女子虽然衣衫褴褛，眼神却异常坚定，身上更是散发出一股普通人不具备的气质。就在林川看向她的时候，那女子也在看着林川。他已经走了10多处地方都没有人选，这位置最偏的狼风口便是最后一站，若是还没有人选，自己将沦为娼妓，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如果今日再落选，自己将找机会自尽，保全清白。当然自己落选的原因，除了一看就没干过粗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己是戴罪之身。自己的父亲身为南疆主帅，却因战局失利被大周皇帝赐死，所有家眷全部发配边关，曾经的大周脊梁3朝忠烈竟落得如此下场，着实令人唏嘘。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以至于就算有那个色心的人，也因怕被自己牵连而不敢选自己。好在狼风口校尉陈景尧曾是自己父亲手下的兵，多少有些香火情。不过
他能做的也只是不把自己的身份当众公布，仅此而已。小相公，你选我呗，虽然我年纪大点，但我还能生，保证明年让你抱上一个大胖小子。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只见那位年龄最大的中年女子凑到林川身边，两排大黄牙跟满脸褶子让林川头皮发麻。见林川要走，那中年女子更是直接拉住他的手臂。小相公，你听我说，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处，懂得心疼人，而且经验丰富。吓得林川连忙挣脱，见对方还要追上来，林川立马指着那高挑的女子，我要那个。此言一出，顿时偌大的演武场一片哗然。二狗子疯了，选这么个累赘，听说这种千金小姐连茅厕都不会用，他这是要娶回去当祖宗供起来啊！哈哈，看来他是自知3个月后要发配死自营，这是豁出去了。面对众人的嘲讽，林川只是心中冷笑，一群土鳖，你们懂个锤子，这颜值要是放在自己上一世，那绝对是妥妥的顶级大明星。林川径直来到那女子跟前，蹲下身，轻轻撩开女子额前的乱发，丝指间乱发下面竟然藏着一张虽然脏污却难掩精致的脸。最让人心惊的是，那双眼睛像2潭死水，却在看到他时泛起一丝涟漪。叫什么名字？醉女苏黎，声音轻得像片雪花。林川的手突然一顿，苏大周有这个姓氏的贵族不超过3家，最近获罪的只有见他露出犹豫之色，苏黎心中涌出一丝不好的预感。可下一秒，眼前这少年竟然露出一抹笑容，夸赞道：好名字，就你了，跟我走吧。苏黎也没想到这少年竟然会选自己，莫不是被那中年女子逼急了，才病急乱投医。他再次抬起目光看向那少年，发现对方同样在看着自己，不同于他这一路走来见过的任何一种眼神，没有贪婪，没有怜悯，也没有嫌弃，只有如溪水一般的清澈。你小子可要想清楚了，一旦选定，可是没有反悔的余地。校尉陈景尧出言提醒道。苏黎顿时紧张起来，生怕林川会改变主意。校尉大人，咱们大周男儿从来都是说一不二，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更改的道理。林川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好，不愧是我的兵，领着媳妇去分住所吧。陈景尧拍了拍林川的肩膀，随后又饶有深意地看了那女子一眼，说道。林川点头答应，随即上前拉起女子的手下台。然而刚跨出一步，苏黎便一个趔趄，险些摔倒。林川连忙扶住她，顺势撩起她的裙摆，只见一双脚踝因为长期佩戴镣铐已经磨破了皮，加之长时间没有得到治疗，已经感染化脓。林川眉头一皱，他实在难以想象这一路他是如何熬过来的。场下众人见状更是一阵嘲笑。我擦，你们看他的脚还在流脓，太恶心了。周豪等人更是一脸嫌弃，说道：这也太晦气了，谁要娶回去还不得倒8辈子血霉啊！现在还没下台，你反悔也来得及。出身将门的他无论何时都不会摇尾乞怜。见林川眉头紧锁，还以为他也是嫌弃自己，冷声开口说道：放开我！此刻的他骄傲得像一只孔雀。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女人。林川咧嘴一笑，随即直接一把将他抱了起来。啊！苏黎惊呼一声，连忙搂住林川的脖子，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林川抱着走下了高台。哈哈，一个傻子娶了个瘸子，简直就是绝配。林川紧紧抱着苏黎离开了演武场，对于众人的嘲笑置若罔闻。苏黎只感觉心砰砰直跳，从小到大除了家人之外，他哪曾与男子这般亲密接触过？可不知为何，这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男子却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也让他感受到了这人世间的一丝温暖。一直来到无人处，苏黎羞红着脸颊，小声说道：你还要抱多久？抱一辈子。林川一脸坏笑道。风雪中，他感觉到有2滴温热的东西落在自己颈间。苏黎内心微微一颤，只能将通红的脸颊埋进林川的胸口。来到营房，私领了钥匙，径直来到分配的小院。说是小院，其实就是独立的土坯房，2间屋子带一个小院子。由于长时间没人住，院子里一片杂乱，屋内更是积了厚厚的灰尘，但也比集中营的大通铺要好得多。这就是咱们暂时的家了。苏黎点了点头，羞涩道：那你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吗？林川把他放下，又找来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你先坐会，我把这里收拾一下。院子里除了厚厚的积雪，还有不少枯草和树叶。苏黎局促地攥着衣角，显然他并没有做好为人妻的心理准备，但目光却时不时地打量着这个男子。我叫苏黎，你叫什么？我叫林川。苏黎犹豫许久，最终还是忐忑开口：你选我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为什么？我父亲是南疆总督苏定方，被朝廷……苏黎还未说完便被林川给打断。我只知道
你是我老婆。言语中带着几分霸道，却让苏黎内心为之一暖。林川用了半个时辰，便将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看天色也差不多到了开饭时间。我去领吃的，你在家里等我。林川说完便出门了。按照规定，士族每人2个馒头1碗粥，苏黎这种身份则只有1个馒头半碗粥。领了吃的，返回途中路过医药司的时候，又跟宋老头要了些雄黄。宋老头作为狼风口唯一的军医，这些年救了很多士族的命。二狗子，新婚之夜，雄黄可不顶用。宋老头，你瞎说什么呢？小爷我金枪不倒。林川抓起雄黄便离开了。回到小院外，远远就听到吵闹声，隐约间还夹杂着苏黎无助的哀求声，这让林川心头一紧，赶紧跑回去。来到门口，林川顿时目眦欲裂。只见周豪几人将苏黎围在中间，一个个满脸坏笑，邪恶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苏黎身上打量。小妞，咱们伍长让你去暖床，那是对你的恩赐，你可别不识好歹。周豪目露凶光，沉声说道。呵呵，到了这里就认命吧，还当自己是豪门大户的千金小姐呢。带走。周豪一声令下，身后的吴德和王恩就要动手。住手！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声冷喝。或许是前世作为特种兵，以守护祖国和人民为天职，哪怕穿越到这个世界，心中的那份正义依旧不曾消失，所以尽管事先已经猜到这样的局面，可内心的怒火还是忍不住升腾起来。几人动作一顿，转身看向门口，只见林川怒目而视，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不过想到林二狗往日的懦弱，几人心中的震惊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屑与鄙夷。林川一步步走进院子，一股凛冽杀意自双眸之中席卷而出，让几人神色为之一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向软弱的林川竟然有如此凶狠的一面，那眼神让人不寒而栗。前身懦弱忍让，结果换来的是他们变本加厉的欺凌。如今自己进入这具身体，往日的账也该算算了。怎么，你这软蛋想英雄救美？林川没有理会几人，而是走上前，将手中的馒头和粥交给苏黎，问道：你没事吧？双眼通红的苏黎接过食物，摇了摇头。你先进屋，我不叫你别出来。苏黎看着林川的目光中写满了担忧，林川微微一笑，示意他不用担心，他这才拿着东西进屋。林二狗，你长本事了，竟然敢对老子呲牙！你要是识相，就赶紧乖乖把你媳妇送去给武长暖床，否则老子今天废了你。听闻此言，林川更加印证了自己之前猜的没错，刘武果然是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我要是说不呢？林川声音异常冰冷，眼眸中杀意绽放。林二狗，你他娘的长胆了！王恩大喝一声，抬手便是一巴掌朝着林川扇来。这几年林川没少挨过他们的耳光，可现在不一样了，自己前世可是堂堂兵王，现在这副身体虽然瘦弱，但杀人的技巧早已刻进骨髓。砰！一声闷响，王恩直接倒飞出去，重重倒地，吐出一大口鲜血。前世所修的军体拳和黑龙18手可都是几百家武术之长的杀招，招招致命，没有半点多余的招式。周豪与吴德神色一变，没想到林川竟然敢动手，而且刚才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林川的动作，王恩便飞出去了。狗东西，反了天了！周豪短暂愣神之后，直接拔出一把匕首，朝着林川胸口刺来。林川眼神平静，面对迎面刺来的匕首，他只是微微侧身便巧妙避开，随即快速出手，一记擒拿手扣住周豪的手腕。周豪还没反应过来，手中匕首便被夺去，紧接着脖子传来一股凉意，只见那把匕首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一旁的吴德原本想要上去帮忙，可临时改变了主意，直接朝着屋内冲去，显然是准备拿住苏黎，让林川投鼠忌器。可吴德还没跑到门口，一把匕首直接从身后飞来，洞穿了他的小腿。啊！吴德扑倒在地，捂着流血不止的小腿，惨痛哀嚎。林川，你个狗东西，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周豪虽心生震撼，却不忘放狠话。然而林川对着他的面门就是一拳，砸得他鼻血直流。随后林川一把抓住他的咽喉，5根手指死死扣住喉骨，冷声说道：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看着那双杀意弥漫的眸子，周豪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袭遍全身。他第一次对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少年生出了畏惧。林川，你别乱来，不然我常不会放过你的。周豪颤声说道。你大可以让他来找我。林川冷声说道，随着他手一松，周豪直接瘫倒在地。滚！林川一声冷喝，三人连爬带滚地离开了院子。林川关上院门，满脸担忧的苏黎便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我不是说让你待在屋里别出来吗？我担心你。苏黎低着头，有些紧张。我担心你。简短4个字让林川内心为之一颤，前世的他是一个孤儿，
进入部队之后，面对的都是残酷训练和危险的任务。这一世家人惨死于战乱，自己流落边关，备受欺凌。两世记忆中关心他的人屈指可数。我没事，吃饭吧。林川笑道。屋子虽然简陋，但苏黎却打扫得很干净。看得出来，苏黎很饿，但他依旧吃得很优雅。林川将自己的馒头分给他一个，苏黎连忙摆手拒绝。这是你的口粮，我拿着吧，我今天不饿。林川将馒头硬塞到他手中。对于出身豪门的他而言，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可此刻拿着这个馒头，他的手却在颤抖，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滚落而出。自父亲被问斩，自己与家人被发配的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命运将身不由己。这一路上更是没吃过一顿饱饭，很多人要么饿死，要么死于疾病，自己也是抱着能活一天是一天的想法。可现在林川这一个馒头却让他的内心再次出现了一丝光亮。谢谢，谢谢你。苏黎哽咽道。林川笑道，你是我老婆，我不护你护谁。听到老婆这个称呼，苏黎俏脸一红，低头小声道，不知琳琅的父母身在何处？我们还不曾拜天地呢。我父母3年前便死于战乱，如今我孤身一人。林川轻叹一口气，回答道。苏黎也悲叹道，你我2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吃过饭之后，天已经黑了。林川从怀中取出雄黄，磨碎之后兑上清水，端到苏黎面前。来，我帮你伤口消毒。林川轻轻捞起她的裙摆。苏黎起初有些抗拒，毕竟在这个时代，脚对于女子来说属于私密部位，但想到眼前的是自己的丈夫，也就不再抗拒。看着他脚踝处触目惊心的伤口，林川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有点疼，你忍忍。林川小心翼翼地帮他清除伤口的脓血和腐肉，尽管他已经很小心，可苏黎还是疼得不住颤抖。除了疼痛之外，还有浓浓的羞耻感涌上心头，让他都不敢去看林川。好在林川全程都在认真处理伤口，直到清理干净之后，又用雄黄水洒在上面消毒，最后又剪下2条纱布，用开水煮后给他包上。好了，静养几天就会结痂，不出10天就能康复。谢谢你，林川。都说了别见外，咱们是一家人。林川笑着回应道。可咱们还不曾拜过天地呢。苏黎声若蚊蝇，满脸羞涩。虽然2人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但拜天地这种仪式还是必不可少的。等过2日，你腿伤好了再拜不迟。林川笑道。砰！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打破了小院的宁静，只见院门被暴力踹开，气势汹汹的刘武带着几名兵卒直接闯了进来。林川，给老子滚出来！若是在以前，这一声怒喝便足以让林川浑身颤抖，屁滚尿流。屋内，林川轻轻拍了拍苏黎的肩膀，示意他不用担心，随即转身走了出去。武长，你找我。林川径直来到院中，挡在刘武面前。刘武神色微变，以往林川见了自己就像耗子见着猫，哪敢像现在这般大刺刺地挡在自己面前。刘武感觉眼前这么少年给他一种陌生感。林二狗，你好大的胆子，给我跪下。林川看着他冷漠开口，我堂堂7尺男儿，跪天地，跪父母，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下跪？刘武顿时一愣，没想到林川忽然之间变得如此硬气，与之前的唯唯诺诺判若两人。哟，翅膀硬了是吧？刘武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林川毫不畏惧地看着他，说道：刘武长，这些年你抢我军功13次，辱我27次，打我9次，这笔账咱们是不是该算了？刘武目光阴冷，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少年，似乎这是他第一次认识林川。你想怎么算？从今往后，我自己的军功自己领。呵，刘武冷笑，一对3角眼中闪烁着杀意，凑到林川跟前，说道：你信不信，我只需要一句话，便能让你消失得悄无声息？林川目光坚定，冷声道：那刘武长信不信，我能在一个呼吸之内，让你体验3种不同的死法？刘武神色一惊，脚下更是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因为就在刚才，一丝冰冷的杀意从林川的眼底闪过，让他脊背生寒，头皮炸裂。林二狗，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武长不敬！刘武身后的狗腿子立马站出来呵斥他们几人跟周豪一样，都是刘武的兵，只不过相比起刘武与周豪，欺负自己的次数没那么多。林川冷冷扫视了几人一眼，笑道：你们愿意把他当祖宗供起来，受他压榨，那是你们的事，从今往后小爷就不伺候了。很好，看不出来你林二狗还真长出一根硬骨头。刘武怒极反笑，只见他缓缓拔出腰间的战刀。我怀疑林川通敌叛国，屋内那女子便是胡杰的奸细，给我拿下，胆敢反抗，就地格杀。随着刘武一声令下，身后几人也都果断拔刀，朝着林川逼来。林川神经紧绷，目光如电，他在脑海中盘算着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刘武，
让其他人投鼠忌器。刘武虽为武长，但他自身说是酒囊饭袋也不为过，全仗着自己的姐夫是漠北节度府的一名参军，才捞了个武长的位置。住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道声音，紧接着只见校尉陈景尧迈步走了进来，2名亲兵紧随其后。陈景尧目光扫视一圈，最终停留在刘武等人身上。干什么？陈景尧双目一瞪，怒喝道：战场上对胡杰人的时候，一个个吓得双腿打颤，对自己人你们倒是挺威风啊。校尉大人，我怀疑林川勾结胡贼，我等正要拿下他去听候您的发落。刘武没想到校尉大人会出现在这里，只能将计就计，坐实林川通敌的罪名。陈景尧心中冷哼，刘武是什么德行，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年霸占手下士兵的军功，他也是有所耳闻。不过碍于他姐夫的情面，自己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有证据？陈景尧问道。属下怀疑屋内那女子便是胡杰派来的奸细，专程来跟林川接头的。刘武信誓旦旦地说道。陈景尧点了点头，沉声说道：你放心，此事我定会彻查，若是有人通敌卖国，我一定亲手砍下他的脑袋。紧接着陈景尧话锋一转，但若是我查出来他并非奸细，而是你陷害同袍，那我就砍你的脑袋行不行？此言一出，刘武等人脸色巨变。校尉大人，我目前也只是怀疑，这就去进行核实。刘武连忙解释了一句，便匆匆带人离开了。林川不知陈景尧为何到自己这里来，但还是行了一礼。校尉大人。陈景尧点了点头，笑道：不用紧张，我就是来给你们送床被子。说完，从亲兵手中接过棉被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不过却没有交给林川，而是看向屋内，喊道：小黎，我都上门了，也不愿意出来见见我吗？苏黎连忙走了出来，盈盈一礼：罪臣之女见过校尉大人，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如此。陈景尧将东西交给他，叹息道：苏老将军对我有提携之恩，他遭人陷害，我却无能为力，愧疚万分啊。陈大哥无需自责，这个时候你还能来看我，小黎已经感激不尽了。林川也没想到他二人竟然相识，不过想到苏黎的父亲苏定方曾经是大周4征大将军之一，镇守南疆多年，军中很多年轻将领都曾是他手下的兵，陈景尧想必也是其中之一。陈大哥，进屋坐坐吧。屋内只有一张瘸腿的木桌，2个凳子。陈景尧示意林川坐到自己对面，苏黎则是为二人倒了2碗热水，毕竟家里实在是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待客。这半年来，我一直在调查苏老将军的事情，奈何我身在北疆脱不开身，也只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陈景尧喝了一口热水，继续说道：你既然到了这狼风口，就安心住着吧，不过身份的保密，免得给自己惹来麻烦。苏黎点头道谢：多谢陈大哥，你我兄妹何须言谢。陈景尧摆了摆手说道，随后他又看向林川，笑道：你小子真是祖坟冒青烟了，能娶到我这如花似玉的妹妹。小黎虽然家道中落，但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校尉大人放心，老婆是用来疼的，我怎么舍得呢？站在林川身后的苏黎听到这话，顿时心中一暖，俏脸也随之一红。以后刘武若是再敢私吞你的军功，直接告诉我，我替你做主。陈景尧站起身来，拍了拍林川的肩膀，说道。林川起身抱拳：多谢校尉大人。哈哈，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陈景尧出门，带着2名亲兵离开了。深夜的狼风口，寒风如刀，风雪肆虐。苏黎铺好了床铺，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床边。林川也升起了火炉，却丝毫没有上床的意思。他找来一些木头，用木炭在上面画出一些奇怪的线条。夜深了，要不明天做吧。苏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声音细如蚊蝇，全程低头不敢看林川。你先睡吧，我做点东西。林川回答。眼下自己与刘武等人已经结下梁子，虽然今日陈景尧为自己解了围，但自己终究还是刘武手下的兵，他想要给自己下绊子，简直不要太容易。而最简单也是最危险的，便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动辄便会丧命。而且就算事后陈景尧问起来，完全可以说遇上敌军战死。更何况林川心里很清楚，陈景尧今日帮自己解围，更多是念及他与苏黎父亲的香火情。若想要让他成为自己的靠山，首先自己得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和价值。所以执行任务对于自己来说，是结束也是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也是反杀的机会。一直到深夜，林川终于将一堆木头上的线条勾勒完毕，又为炉子里添了些木材，便准备休息。尽管苏黎给他留了位置，可林川并没有去床上睡的打算，并非是装什么正人君子，而是不想趁人之危，搬来草垫铺在火炉边，正准备入睡，便听到床上的苏黎发出一语，随即猛然惊醒。爹娘，不要不要啊！苏黎猛然惊醒，已是满头冷汗，那满是惊恐的眼神充满了无助。
直到看见站在床前的林川，才逐渐安定下来。别怕，我在。短短4个字，让苏黎内心防线彻底崩溃，扑进林川怀里，放声哭了起来。犹记得当初父亲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告诉他不许哭，因为你姓苏。自此之后，这一路发配到北疆，哪怕受尽折磨，他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可这一刻，他却哭得梨花带雨，或许是内心有太多委屈，亦或是情绪压抑太久，没有得到释放。而林川这句别怕，我在，就像是一把利剑，将他内心本就千疮百孔的防线彻底击溃。林川轻拍着他的后背，一直到他停止抽泣。我的父母，我的亲人都没了，你还有我，你会一直在吗？当然。两人聊了很久，苏黎道出了他的身世。尽管此前林川结合他与陈景瑶交谈中的只言片语已经猜到了一些，但并不知道细节。听完苏黎的这番叙述，林川意识到大周帝国气数将尽，皇帝昏聩，奸臣当道，地方贪腐，门阀自重，周围邻国更是群狼环伺。原本大将军苏定方镇守南疆，如今随着苏定方被问斩，苏家军也彻底瓦解，导致边关连连失守。如今的大周已是病入膏肓，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将彻底被周围的恶狼啃食殆尽。只有真正身处乱世，才知道生在和平年代是何等的幸运。后半夜，苏黎一直抓着林川的手入睡，这一觉睡得很踏实，他自己都不记得有多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看着身边熟睡的苏黎，他要说一点杂念都没有，那是骗人的。但让他对这个本就命运多舛的女子做出趁人之危之举，他实在良心难安。半躺在床上，林川是一点睡意都没有，毕竟刚穿越过来，有太多的信息需要消化。而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自己堂堂特种兵王，若是在这种环境下还不能混出个名堂，那实在是对不起这次穿越。次日一早，林川早早起来，顶着风雪去借来一堆工具，开始对那一堆木头捣鼓起来。琳琅这是在做什么？就在这时，苏黎从屋内走了出来。林川抬头一看，顿时呆住了。梳洗之后的苏黎宛如出水芙蓉，尽管不施粉黛，却依旧惊艳的让林川挪不开眼睛。哪怕昨日林川已经从她五官的轮廓看出苏黎绝对是个大美人，但洗尽尘埃之后的惊艳程度还是大大出乎了林川的预料。被林川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苏黎顿时俏脸一红。琳琅，你这么盯着人家做甚？林川一张脸都快笑烂了，说道：叩谢列祖列宗，我是真捡到宝了。琳琅不嫌弃我，那是我的福气。林川起身扶着他，你脚伤还没好，快坐下。昨晚敷了药，已经好多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林川将一根根木头打磨成奇奇怪怪的形状，还有2个手镯大小的轮子，顿时露出疑惑之色。琳琅这是在做什么？苏黎好奇地问道。我在做一把弓。林川回答道。弓？我以往在父亲军中也见过不少弓，唯独没见过这种样式的。无论是常见的长弓、角弓、烧弓，还是极少有人拉动的铁胎弓，都与眼前这一堆木头相差甚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些造型怪异的木头如何能跟弓扯上关系。可他又哪里知道，林川要做的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的复合弓。虽然没有碳纤材料，也没有高精度加工设备，但对于林川来说，想要做出一把复合弓也不是难事。复合弓无论是射程还是准度以及杀伤力，都绝非传统弓箭所能比的，就算是比起铁胎弓也不遑多让。最主要的是，复合弓对于臂力的要求不高，哪怕是普通人也能连开数次。传统弓对于臂力的要求极高，军营之中能开40弓都不多见，至于铁胎弓，能拉开的无疑不是臂力无双的强者。林川笑了笑说道，我这把弓跟其他弓不一样，等我做好你就知道了。中午时分，刚吃过饭，门外便传来一个声音，林二狗，军营集合。这声音让苏黎神色一紧，连忙问道，是有任务了吗？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应该是轮到我们武巡边了。苏黎闻言，担忧地抓着他的手臂，说道，你要小心。林川轻拍他的手背，笑道，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林川心里明白，苏黎是提醒自己小心刘武等人。毕竟这个时候漫天冰雪，胡杰人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进攻，但他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日常巡边是必不可少的。在家里等我，天黑前我就回来了。苏黎依依不舍地将林川送出门。来到营中，除了正在养伤的吴德之外，武长刘武已经带着周豪和王恩到场。面对3人投来的冰冷目光，林川置若罔闻，拿起自己那套缝补了很多次的破旧皮甲套在身上。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制式战刀，这把刀也不知道历经了几代主人才传到林川的手中。准备好了就出发吧。刘武冷声说道。狼峰口位于北疆最前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直以来就像是一根楔子，死死定在那里，阻挡胡杰大军的进攻。
而他们巡边的地方便是位于狼风口周围的几处小路。这几个地方虽然无法大规模行军，但若是敌人派出少量人手摸过来，也是极有可能。只不过这些要道皆布有机关陷阱，且极为险要，以至于通常巡边也都是走过场，林川走在最前方，刘武三人跟在后面，眼底不时闪过凶狠之色。一直来到前方的峡谷深处，刘武不动声色地弯弓搭箭，瞄准了前方的林川。与此同时，周豪与王恩也已经将右手搭在刀柄上，只等刘武这一箭射中林川，他们便立马扑上去补刀。要是以往，他们杀林川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可昨日的经历让他们对林川多了几分忌惮。怎么，终于忍不住要动手了吗？就在此时，林川冷漠的声音传来。三人神色一惊，只见前方的林川缓缓转过身，嘴角勾起一抹不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三人。见事情败露，几人索性直接摊牌。周豪直接拔出战刀，指着林川说道：“林二狗，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不识好歹的东西，竟敢与老子作对，记得下辈子长点记性。”刘武目露凶光，弦上之箭瞄准林川的胸口。林川一脸淡然地看着他，问道：“刘武长，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反派死于话多？”随着最后一个字出口，林川身形猛然窜出，宛如一头猎豹，直接扑向刘武。嗡！刘武松开弓弦，离弦之箭直奔林川的胸膛而去。他深知自己的箭术，如果瞄准对方咽喉这些地方未必能命中，但胸膛的目标大，就算有皮甲抵挡，不能一箭穿透，也能让其受伤。咻！就在那支箭即将射中林川的刹那，他猛然一个转身，那支箭几乎是擦着胸口的皮甲而过。唰！林川顺手拔出腰间战刀，刘武只感觉一道寒芒斩落而下，紧接着他手中的角弓便径直朝着地面掉落。与之一起掉落的还有他的一条手臂，鲜红的血液洒在雪地上，无比妖艳。啊！刘武一声惨叫，捂着断臂连连后退。而此时林川已经来到他跟前，毕竟双方也就不到10步的距离，几乎是眨眼即至。给我宰了他！刘武暴喝一声，周豪与王恩果断拔刀朝着林川砍来。林川一脚踢在王恩的胸口，使其连连后退，摔倒在地，随即横刀挡住了周豪砍下来的战刀。当！伴随着一道金铁交鸣之声，两把战刀撞出一连串的火花。周豪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两根手指在瞳孔中迅速放大，宛如两根尖刺径直插向他的眼球。吃吃！啊！周豪丢掉战刀，捂着双眼惨叫不止，可鲜血依旧从指缝中渗出。然而林川并无停手的意思，手中战刀直接划过他的脖子。周豪的叫声戛然而止，身体缓缓倒在地上，可林川却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朝着不远处的王恩走去。脚踩雪地的咯吱声宛如恶魔在啃食骨髓，让他浑身冰凉，头皮发麻。别杀我！王恩不断后退，连连求饶。林川不为所动，继续朝他走去。林川兄弟，我以前欺负你都是被刘武逼的，求求你别杀我，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王恩连连求饶，后心更是被冷汗湿透。放过你也行，去杀了他。林川声音冷漠，用战刀指向不远处的刘武。王恩看向刘武，眼底明显带着畏惧，毕竟刘武作为武长，长期建立的威信还在。可当他再次感受到林川身上散发出的杀意，以及躺在不远处已经失去生机的周豪之后，也只能咬牙站起来，朝着刘武走去。王安，你想干什么？此时的刘武面色苍白，面前的雪地已经被染成鲜红。见王安面带杀意朝着自己走来，颤声呵斥道：“武长，我不想死，只能对不住你了。”王安目露凶光，紧握着战刀走向刘武。这些年他们都被刘武抢过军功，只是忌惮他才甘愿给他当狗。此时王安积累多年的怨气也都彻底释放出来。刘武见状不妙，转身就要跑。林川见状，手中战刀猛然掷出，直接贯穿他的一条小腿。刘武一个趔趄，直接扑倒在地。王安此时也扑了上去，手中战刀狠狠刺进刘武的后心。去死吧！王安大吼一声，接连刺出几刀，直到刘武彻底失去生机。杀掉刘武之后，王安也虚弱地坐在雪地里，目光呆滞，双手颤抖。按大周军律，同袍相残，那可是死罪。他不傻，自然明白林川之所以让自己动手杀了刘武，就是要把自己拉上贼船。而他现在担心是的，林川会不会过河拆桥，毕竟没有什么比死人最可信。噗！就在这时，一支铁箭飞射而来，瞬间贯穿了王恩的眉心。王恩闷哼一声，仰面倒地，不断抽搐。林川顿时一惊，他来不及思考，直接朝着一旁闪开。只见一支铁箭射在他刚才的立足之处，要是自己反应慢半拍，这支铁箭射穿的就是他的身体。敌袭！林川的脑海中第一时间闪出这个念头，他迅速找到一个掩体，同时
依靠自己前世的经验寻找敌人的位置，从刚才那2支箭来判断，至少有2名敌人，而且对方使用的还不是胡杰士兵常用的箭族。很快，林川便根据射向自己那支箭的轨迹锁定了1名敌人，但此时他不敢乱动，因为对方肯定在等着他现身。嗡，弓弦颤动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林川就地一滚避开了这一箭，同时顺手捡起刘武留下的那把弓箭，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走刘武留下的箭壶。找到新的掩体之后，迅速弯弓搭箭，对着之前锁定的位置射去。前世的自己受过弓弩训练，但所用的都是复合弓，这种角弓用起来很不顺手，再加上对方隐蔽得很好，以至于林川连射几箭都未能射中敌人。反倒是自己没有很好的掩体，好几次都险些被对方射中，要不是自己身手敏捷，此时恐怕已经跟王恩一样变成一具尸体了。忽然，林川猛然起身，朝着最近的那名隐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敌人冲去。石头后方，那名金发碧眼的男子见林川朝着自己冲来，嘴角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果断放箭。林川一个闪身避开这一箭，不等对方再次搭箭，便已经冲到跟前。后者也果断拔出弯刀，朝着林川迎了上来。结果他刚一冒头，一个雪球径直砸向他的面门。男子顿时一惊，出于本能的劈刀斩下，雪球应声爆开。与此同时，林川一跃而起，手中战刀横扫而过，将其脖子划开，鲜血如泉涌一般。男子那双臂瞳之中写满了惊骇与不甘，缓缓倒下。而就在此时，另外2道身影一左一右朝着林川杀来。林川冷笑一声，若是他们一直靠弓箭压制自己，还真是有点麻烦，可他们既然选择近身战斗，那等同于找死。只见林川手中战刀一横，直接扑向一人，双方一见面便对拼3刀，随后一记撩阴脚将其踹飞。那胡杰男子面色一阵扭曲，痛苦地夹紧双腿，眼底更是闪过一抹惊骇之色。一直以来，无论是单兵对抗还是团体作战，胡杰都占据绝对的上风，每次交战，大周的战损比都是胡杰的5倍以上。不仅是因为胡杰人善骑射，是天生的战士，更因为他们民风彪悍，身形普遍比周人魁梧。然而眼前这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却让他极为震惊，特别是那双眼神令人心悸。林川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再次欺身而上，趁着对方吃痛，一刀穿透皮甲，刺进他的胸口。几个呼吸间，林川便干掉2人，剩下那名胡杰人当场被吓傻。他简直不敢相信周人军中还有这么彪悍的军卒，而且这少年看起来不过15、16岁的年纪，可出手却像是身经百战的汉族老兵。林川捡起地上的弓箭，对着那人的背影射去。噗！这一次箭足直接穿透那人后心的皮甲，那名胡杰人扑倒在雪地里。他努力爬起来还想跑，可林川却已经追了上来，再次将其扑倒。去死！只听咔嚓一声响，林川直接抱着他的脑袋扭断了他的脖子。解决掉3名敌人之后，林川大口喘气，相比起前世，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虽然一直在边关摸爬滚打，可营养却严重跟不上。此后，林川又查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确定没有其他敌人之后，他才放下心来。这场遭遇战对于林川来说未必全是坏事，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刘武等人的死推到胡杰人身上。尽管他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如此一来定然会更逼真。不过林川也很疑惑，按理说这个季节胡杰人不应该出现在狼风口一带才对，莫非他们准备趁着年关时节狼风口守卫松懈，冒着大雪发起进攻？林川割掉这3名胡杰人的脑袋，顺便将他们的弓箭和战刀都收了起来，带回狼风口。天色渐晚，狼风口宛如一头巨兽，匍匐在漠北的风雪中，遥望北方。浑身是血的林川拎着3颗人头回到狼风口，顿时引发了轰动。所有士卒闻讯赶来，就连校尉陈景尧也被惊动。林川，怎么回事？陈景尧看着他用拎在手中那3颗人头，惊愕问道。巡边的时候遇到胡杰人的斥候了。陈景尧闻言顿时一惊，连忙追问道：这3名敌人都是你杀的？林川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杀了1个，另外2个是伍长和周豪他们杀的。他们人呢？都死了。林川面色沉重，声音中带着几分悲伤。啊！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就在这时，林川忽然昏了过去，好在陈景尧一把将他扶住。传令全军备战，加大兵力巡查边关。是。林川被抬进校尉营，很快军医老宋头便赶了过来，对着林川检查了一番之后，发现他虽然浑身是血，却只有几处轻微的皮外伤，他只是严重脱力，并无大碍，休养一下就好了。老宋头对陈景尧说道。林川自然是装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演得更逼真一些。1个时辰之后，陈景尧的亲兵来报，启禀校尉，刘武3人的尸体带回来了，带我去看看。听到这话，装睡的林川心头一紧，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以陈景尧的经验，
肯定能从刘武和周豪身上的伤口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林川缓缓睁开眼，可就在此时，他发现陈景瑶就站在不远处，一双虎目死死盯着他。林川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响，他自认为已经做得足够逼真，没想到却被对方给摆了一道。但他实在想不通，陈景瑶还没看到刘武与周豪的尸体，为何就会怀疑自己？属下见过校尉大人。林川装作一副虚弱的样子。好了，这里只有你我，就不要再装了。陈景瑶淡淡说道。随即他迈步来到林川跟前，说道：你小子可以啊，不仅反杀了刘武等人，还以一己之力干掉了3名胡劫斥候。你说我是该处置你呢，还是该奖赏你啊？听到这话，林川知道已经没有装下去的必要了，索性摊牌。不过他并没有回答陈景瑶的问题，而是反问道：校尉大人是如何得知的？陈景瑶笑道：昨日你得罪了刘武，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肯定会在今日巡边途中对你下手，所以我便派人暗中跟着。林川恍然大悟，难怪他都不看尸体，便一口道出那么多细节。原来自己回来之前，他便已经得知了所有情况，多谢校尉大人。林川主动行礼，感激道。陈景瑶倒了2碗酒，其中1碗递给林川。北疆的冬天基本都靠饮酒取暖，你不用谢我，我是看在小黎的份上才照顾你的，只是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深藏不露，一口气干掉3名胡劫斥候，自己却毫发无损。林川喝了一口米酒，这酒浑浊且度数不高，跟前世的白酒完全没有可比性。你难道不知道同袍相残那可是军中大忌，按大周军律，我完全可以将你就地正法。陈景瑶看着林川又问道：我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为了活命我别无选择。紧接着林川抬起目光看着陈景瑶，继续道：更何况若是校尉真要处置我，我回营的时候就已经被拿下了。陈景瑶眼神之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没想到林川小小年纪，心思竟然如此缜密。这次如果不是自己派人跟着，或许还真会被他蒙混过关。只见他重重放下酒碗，正色道：林川，你给我听着，刘武3人是死于胡劫人之手，我会让人上报战功，连同抚恤银一起送到他们家人手中。刘武虽然不成才，但他姐夫却是一名实打实的参军，他若得知刘武战死，肯定会派人来调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是说漏嘴了，咱们都得掉脑袋。显然陈景瑶已经决定要把林川给保下来了，不仅仅是因为苏黎的关系，更因为他今日所表现出的智慧与能力。林川点头答应：大人放心，我心里有数。陈景瑶又给各自倒了1碗酒，说道：小黎是大将军留下的唯一血脉，你一定要好好待他，一会去领取赏银，买置办些家用吧。寝宫的迟些才能到。按照大周军律，杀敌1人可着5掌，3人可着10长，10人可着标长。虽然林川杀了3人，但只能报1人，不然定会露馅。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推门而入。琳琅。苏黎满脸的担忧之色，见到林川没事，他顿时长舒了一口气。陈景瑶见状笑道：哈哈，你们还真是间谍情深啊。大人恕罪，小女子无意冒犯。苏黎连忙行礼。陈景瑶摆了摆手，说道：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事实上是陈景瑶跟林川谈话之前已经将清兵给支走了，要不然苏黎不可能进得来。好了，带着媳妇去领赏银吧。林川领到10两银子，随后便与苏黎一道来到市集。狼峰口虽然地处边关，但除了这一营守军之外，还有不少原住民在关内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市集。10两银子已经足够买很多东西了。林川一口气将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买齐，如今2人有了小家，肯定是要在家里开火。此外还买了些家庭常用物资，最后来到一家首饰店，给苏黎选了一把牛角梳，足足用了300钱。哟，小川子，你这媳妇可真俊啊，头发又长又直，这牛角梳太合适了。老板是一名中年男子，与林川是熟识。事实上这里集市上的商贩跟边军都很熟。琳琅，咱们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银子得省着点。苏黎小声说道。他虽出生名门豪族，但并非那种生性奢侈之人，如今与林川结为夫妻，更要懂得精打细算。林川捋了捋他额前的头发，笑道：银子本来就是挣给娘子花的，以后我会立更多战功，挣更多银子。回到家中，林川亲自下厨，用牛油、辣椒、花椒以及各种香料熬了一锅红汤。琳琅，这是什么吃法？我为何从未见过？苏黎好奇地问道。这叫火锅，是我在一本奇闻录中看到的吃法。林川笑着回应道，他并没打算将自己穿越的事情告诉苏黎，并非不信任，而是太过于离奇，就算说了，估计也不会有人信。哇，好香啊！不一会，锅里便散发出浓郁香味，令人食指大动。很快，林川将准备好的牛肉、
粉条以及各种菜都放了进去。当一大锅火锅端上桌的时候，饶是苏黎也忍不住吞口水。好了，快吃吧。苏黎第一次吃火锅，显然适应不了辣，不一会，嘴唇和小脸都辣得通红，煞是迷人。可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他对火锅的热爱。琳琅，这火锅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喜欢吃我以后经常给你做。林川给他夹了一大块牛肉，说道。苏黎内心充满了感动。琳琅，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两个苦命的人阴差阳错走到一起，他成了他的一束光，而他成了他的一颗糖。吃过晚饭之后，苏黎开始收拾碗筷，而林川则是继续捣鼓他的复合弓。当他将复合弓组装完毕，拉上弓弦，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效果。看着这把造型怪异的弓，苏黎满脑子疑惑，不过看林川一脸的自信，他也有些期待这把弓到底有多大威力。随着林川拉动弓弦，两端的偏心轮在弓弦带动下缓缓转动，林川几乎是没费多大力气便将其拉至满弦。这也是复合弓的一大优点，相比起传统弓越拉到后面越费力，而且满弦状态下瞄准目标的准度将大大提升，复合弓却用两个偏心轮巧妙消除了这一弊端。满弦状态下两个偏心轮有效锁住力量，不仅大大降低了瞄准目标的难度，而且还能将力量储存在两个轮子中，松开弓弦的刹那，所有的力量瞬间爆发，射程和杀伤力将成倍增长。嗡！一声颤鸣，随着弓弦松开，那支羽箭飞射而出，深深插入1尺多厚的院墙中。这一幕让苏黎震惊地捂住嘴巴，许久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这1尺多厚的土墙可不是一般的夯土，而是相比铁甲也不遑多让的冻土，普通弓箭根本钉不进去，哪怕是4弹弓，也最多只能没入3-4寸。而现在，整支羽箭直接没入了一半，近乎将整堵墙穿透，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弓？苏黎不可置信地喃喃道。事实上，林川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做就能成功，毕竟这东西是自己根据记忆纯手工打造的，有没有经加工设备，若非他前世对复合弓很熟悉，也很难成功。不过他也发现了其中的缺点，那就是准度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且一般的羽箭根本承受不住复合弓的力量，需要换成铁箭才行。晚上，林川又对复合弓的很多细节进行了改造。次日一早，他便拿着昨日从那3名胡劫斥候手中缴获的几10支铁箭，来到市集铁匠铺。狼风口的铠甲兵器都是由漠北大营军械司统一打造发放，但日常修补却只能找狼风口市集的铁匠铺代劳。杨铁匠世代打铁为生，手艺不错，不过性格乖张，很多人想找他打一件兵器，却都遭遇碰壁。这似乎是手艺人的一个通病，而且手艺越好的脾气越大。简陋的铁匠铺中烧着熊熊炭火，与街道上的积雪形成鲜明对比。杨铁匠正在喝酒，这是他唯一的爱好。林川走进铁匠铺，将途中买的一坛酒放在他面前。听说你小子昨天杀了一个胡贼。杨铁匠瞥了他一眼，淡淡问道。林川点头笑道，运气好而已。老头冷笑一声，战场上从没有运气一说，我想请你帮我改造一批箭卒。林川取下身后的箭壶，里面有30余支铁箭，皆是昨日缴获所得。胡劫人的铁箭。杨铁匠拿起一支铁箭，对着箭卒打量了一番后问道，你想怎么改？胡劫本是草原部落起家，铁器稀缺，冶炼技术也十分落后。这些年他们频频侵扰北疆边关，每次破城之后都大肆掠夺财物，而铁器以及锻铁匠人更是他们劫掠的重点对象。要不然以胡劫人的技术根本打造不出如此精致的铁剑来。看在你干掉一名胡劫斥候的份上，我就帮你改改。说吧，你想怎么改？杨铁匠问道。林川拿起一块木炭，画出一个3棱形状的箭卒，并补充道，箭卒的3道棱锋要等分，锋线笔直无曲，不然射出去会发生偏移，而且还得给要做出3个倒钩，这样中箭之后拔出来会造成2次伤害。杨铁匠看着林川画出的这种连自己都没见过的箭卒，神色逐渐凝重起来。这种箭卒你是在哪里看来的？杨铁匠眼神中带着几分惊愕，问到我自己琢磨的。杨铁匠也没追问，此时的他就连最爱的酒都觉得无味，只想尽快将这箭卒改造出来，看看它的威力。凭着一名老铁匠的眼力，他自然能看出林川琢磨出的这种箭卒，无论是稳定性还是杀伤力，都非比寻常。世代打铁为生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最难打的兵器并非是刀枪剑戟，也不是铠甲重盾，而是那不起眼的箭卒。小小一枚箭卒，不仅需要将坚固和锋利完美结合，更需要考虑重量和形状比例，差之毫厘，射出去就会差之千里。天黑之前来拿。丢下这句话，杨铁匠便不再搭理林川，撸起袖子，将一根根铁箭放入通红的炉中。回到家中，林川又帮苏黎检查了伤口，通过那天的消毒和敷药，
如今伤口已经好多了，不过想要痊愈还得几日才行。看来得去找老宋头要些金创药。想到金创药，林川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名字。要说治疗外伤的金创药，还有什么比得上前世的云南白药？要知道，云南白药的配方，就算是放在前世，那都是国家绝密。而自己身为特种兵王，经常执行一些高危任务，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配方，以便于危急关头救命。事实上，云南白药的配方大多数都是常见的草药，只不过对于制作方法和流程非常讲究。林川找到老宋头，拿到所需药物之后，便回到家中将其捣碎磨成粉，又按照记忆中的制作方法进行配制。林郎，你这又是在做什么？苏黎好奇地问道。我在做一种金创药。林川笑着回答道。有了它，你的伤几天就能好了。真的吗？想不到林郎还懂医术。在见识过复合功的威力之后，苏黎对于林川充满了好奇与信任。忙活了一下午，林川终于将药粉做好，他将其轻轻撒在苏黎的伤口上，然后又包扎了起来。感觉怎么样？林川看着苏黎问道。这药粉好香啊，感觉伤口热热的。苏黎回答道。那就对了。从苏黎的描述来看，自己制作的药粉与前世的云南白药大致吻合。看天快黑了，林川来到市集上的铁匠铺，不得不说杨铁匠的手艺不错，30多支剑簇已经全部改造完毕，每一支剑簇的3条齿锋都磨得异常锋利，3条血槽能大幅度增加伤害，且按照他的要求改造出了3根倒钩。怎么样？杨铁匠一脸自傲地问道。杨师傅的手艺自然是没得说，我很满意。虽然比不上前世的合金剑簇，但能用传统工艺做到如此精致，已经十分难得了。我老杨家祖传的手艺，还用你说？老杨一脸得意，紧接着长叹一声，伤感道：只可惜这门手艺到我这一辈就要失传了。林川知道他的儿子也是边军，几年前就战死在这狼风口，只见他往嘴里灌了一碗酒，说道：使这铁剑至少需要30弓，你这小身板能拉开30弓，我自己做了一把弓，轻松就能把这铁剑射出200-300步。杨铁匠白了他一眼，再吹下去，牛见了你都得绕着走。林川笑了笑，并未与之争辩，问道：多少银子？杨铁匠摆了摆手，说道：银子就算了，争取多杀点狐贼。那就当我欠你一壶好酒。这狼风口的酒都跟白水差不多，哪有什么好酒？杨铁匠嗤之以鼻。回到家中，林川迫不及待地拿出复合弓进行测试。这一次，铁剑直接将1尺多厚的土墙穿透，让林川大为惊讶。林郎，苏黎来到身边，眼神中带着几分羞涩。怎么了？夜深了，该就寝了。说完这句话，他一张脸更是直接埋进了胸前。躺在床上，林川心跳加速。虽说两世为人，可悲催的是自己还是个处男。苏黎将头贴在他的胸口，同样以上紧张。林郎，你是不是不喜欢人家？哪有？你别胡说。那你为何还不要了人家？苏黎抬起目光，就这么近距离地看着林川的眼睛。四目相对，林川的目光无处躲闪。如果说之前是不想趁人之危，那么现在人家都主动了，你还有什么借口来逃避？林郎，快要了我！这话无异于干柴烈火之下的导火索，瞬间将林川内心那头野兽唤醒。只见他一个翻身，将苏黎压在身下。苏黎见他气喘如牛，也娇羞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低沉的号角声自城楼方向传来，林川浑身神经一紧，他很清楚这号角声意味着什么。嫡媳。林川一个翻身，迅速穿好皮甲，并对苏黎说道：有嫡媳，你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你要小心。苏黎面露担忧。林川笑着点头，示意他放心，随即拿起战刀，将复合弓和剑壶也挎上，火速赶了过去。营地和城关相隔并不远，林川一路上看到不少军卒也都在朝着那边赶。狼风口常年交战，守城士兵已经习以为常，各标分工也是十分明确。如今林川这一伍只剩下他跟吴德2人，吴德在养伤，就只剩下他一人。所有人都十分熟练地将石头、滚木等守城物资搬上城墙，而陈景尧则是迅速对5名标长分派守城任务。狼风口一共就500人的一营兵力，每个标长统领100人。不到一盏茶的时间，狼风口外的雪原之上便出现一大片黑影，迅速朝着这边靠近，看规模至少有1000人。对于这种情况，狼风口的边军已经是习以为常，并没有太多紧张。狼风口作为直通中原的门户要塞，一直都是胡杰大军的重点进攻目标，虽依靠险要地势挡住了胡杰大军的连番进攻，但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边军将士战死在狼风口。在城内的一座矮山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土堆，那是战死军卒的坟墓，可大多数坟墓连墓碑都没有，
胡杰人身形魁梧善骑射，而且他们的弓箭射程远比周军的要强得多。轰隆隆，随着那片黑影逼近，沉重的马蹄声让本就算不得雄伟的狼风口微微颤抖。终于，敌军兵临城下，借助月光和白雪，只见一名魁梧壮汉御马上前，身上铁甲闪泛起道道冷光。陈景尧，见到你家爷爷，还不赶紧开城投降？壮汉手持一杆长枪，遥指城楼，大声喝道。陈景尧目光一沉，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死对头穆尔扎。此人乃是胡杰南征主帅拓跋杰麾下7大战将之一，此人狠辣残暴，勇猛过人，这些年多次率军攻打狼风口，双手沾满了边军将士和大周百姓的鲜血。其手下有500骑兵和800部族，十分勇猛。穆尔扎，你我交手这么多次，你难道不知道我大周将士只有战死的，没有投降的吗？陈景尧沉声回应道。哈哈哈哈！穆尔扎仰天大笑，要是曾经的大周，我或许还会忌惮3分，奈何如今的大周已经烂到骨子里。你扪心自问，帝都龙以上那位天子已经满朝贵胄，何时在乎过你们的死活？陈景尧神色凝重，他知道对方是试图以这种方式攻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所言非虚。但作为一名将领，守护边疆国门是他的职责，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穆尔扎，你觉得这种雕虫小技对我有用吗？陈景尧冷笑道。咻！忽然一道破空声传来，一支铁剑划破夜空，直奔陈景尧而来。唰！陈景尧猛然拔出腰间战刀，一道寒芒闪过，将那支铁剑直接斩断。陈景尧顿时一惊，他知道胡杰人善骑射，但这么远的距离，自己还站在城楼上，却还有人能射这么远，看来穆尔扎手下有神箭手。同时他也明白，穆尔扎刚才与自己对话，竟是要锁定自己的位置，好让隐藏在队伍中的神箭手对自己实施斩首。几名亲兵迅速围上来，挡在陈景尧跟前。可就在这时，又是几道破空声接连响起，紧接着城墙之上响起几声惨叫。临川不远处，一道身影猛然栽倒，赫然是彪长老马。临川快步冲上去扶着他，只见那支铁剑已经贯穿了他的咽喉，血流如注。老马！临川目眦欲裂，嘶声大喊道。老马满脸痛苦，双手死死抓着临川的手臂，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霍霍的声音。临川能够清楚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快速流逝，直至那双眼睛彻底失去色彩，抓着自己的双手也无力垂下陈景尧。你看到没？爷爷我随时可以取你狗命。穆尔扎的嘲讽在寒风中异常刺耳。欺人太甚！一名彪长大喝一声，随即便命人放箭。然而这一轮抛射下来，所有羽箭全部在穆尔扎身前30步的位置落下。临川也果断取下自己的复合弓，弯弓搭箭，瞄准了敌阵前方的穆尔扎。嗡！一道弓弦颤动的声音响起，只见一支铁箭飞射而下，直奔穆尔扎而去。噗！穆尔扎只感觉胸口一痛，低头一看，一支铁箭穿透了自己的铁甲，没入身体之中。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要知道自己距离狼风口城楼足有200多步，这个距离周军的弓箭根本达不到，更何况自己还身穿铁甲，就算是铁胎弓能射这么远，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破不开自己的铁甲。这也是自己为何敢在阵前挑衅，无视对方在城墙上放箭的原因。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人能在250步之外一箭射穿自己的铠甲。穆尔扎从马背上栽倒在雪地之中，他感觉无尽的黑暗朝着自己席卷而来。城墙之上，无论是校尉陈景尧，还是几名彪长乃至普通士卒，皆是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在这么远的距离射杀了敌军主将穆尔扎。好样的！陈景尧一拳砸在城墙上，激动大喊道。紧接着城墙之上响起了阵阵欢呼，呼声如浪潮，席卷整个狼风口。这一突变让胡杰大军瞬间慌乱，几名穆尔扎的亲兵冲上来，将其扶起来退了回去，却发现穆尔扎已经气绝。作为始作俑者的临川，为了防止那一箭落空，在射出那一箭之后，便立马取出第2支铁箭，拉满弓弦。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敌军阵营前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黝黑汉子手持一张大弓，再次朝着这边拉动弓弦。他那张弓比其他人的弓粗了许多，临川严重怀疑，之前对陈景尧放箭和射杀彪长老马的都是此人。临川果断放箭，铁箭划破夜空，直奔那射手而去。然而那人的反应异常敏捷，在察觉到危险的瞬间，迅速朝着一旁闪开。那支铁箭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在他黝黑的脸上划出一道血痕。那人脸上写满了震惊与后怕，他不敢相信周军之中竟有如此恐怖的神射手。若非自己刚才捕捉到了一丝破空之声，加之长期训练对于危险有着一种本能的直觉，此时的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而就在此时，破空声再度传来，紧接着一声脆响，胡杰阵营的旗杆应声而断，那面大旗直接掉落在地上，将其一倒，军心必乱。如果说林川刚才射杀主将穆尔扎只有阵营前排的人看见，那么此时将其被射落，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意味着什么？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咚咚咚，狼峰口城墙上方传来了沉重的战鼓声，所有军卒激动无比。两国交战以来，虽然狼峰口一直都是首方，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处于下风。可就在刚才，有人一箭射杀了敌军主将，紧接着又是一箭射落敌军将旗。如此振奋人心的事情，哪怕是亲眼所见，也令人难以置信。很快，城下的胡杰大军便缓缓撤去，城墙之上呼声震天，连刺骨寒风似乎都缓和了许多。快去查，刚刚那3箭是何人所射？陈景尧看着胡杰军队撤退的方向，对亲兵下令。这不仅是他关心的问题，其他人也同样迫切想要知道。很快，亲兵来报，启禀校尉，刚刚查到是甲标师长曹询所射。陈景尧点了点头，他大致已经猜到，毕竟狼峰口就500兵卒，箭术好的就那么几个人，而曹询便是最拔尖的几人之一。就在这时，又一名亲兵来报，启禀校尉，属下查到是务标的林川所射。陈景尧一愣，他没想到会查出2个人，更没想到会听到林川的名字。荒唐，林川是谁？竟敢冒领军功！甲标长曹正怒声喝道：“把他们2人带来见我。”陈景尧的脸色也十分难看，沉声说道。很快，林川与曹询便被带到陈景尧跟前。刚才那3箭是你们谁射的？陈景尧看着面前的2人问道。启禀校尉，是属下所射。曹询抢先回应道。林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抢占军功的事情并不少见，就如这些年他的军功几乎都被刘武给抢走，只是他没想到这种军功还有人敢冒领。林川正要说话，甲标长曹正便瞪了他一眼，说道：“林川，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冒领军功那可是要吃军棍的。”林川虽与曹询不熟，但也曾听人说过他是甲标长曹正的儿子，担任师长。现在看这情况，显然是这父子2人要强占自己的军功了。启禀校尉，那3箭是属下所射。林川不卑不亢地回答道。这个回答让陈景尧都为之一愣。虽说前日林川斩杀了3名胡杰斥候，但他以往并未在箭术上有过人表现。林川，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校尉大人的面，你也敢冒认军功？陈景尧还没说话，曹正便率先指着林川一顿呵斥。曹询不屑地瞥了林川一眼，冷笑道：“哼，林二狗，你还真是什么牛都敢吹啊？就凭你，能拉开30弓吗？”林川正欲开口，陈景尧开口道：“林川，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实交代，那3箭是不是你射出去的？”林川毫不畏惧地迎上陈景尧的目标，字字铿锵：“确实是属下射的，如有半句虚言，甘愿受罚。”笑话，你说是你射的？那你告诉我，你拿什么弓射的？曹询冷笑着问道。那你说说，你开的什么弓，用的是什么箭？林川反问道。曹询一脸得意，取下自己的角弓，说道：“我开的是40牛角弓，箭是花木羽箭配柳叶足。”林川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随即取下自己的复合弓递给陈景尧，说道：“校尉大人，属下所用的是这张自制破甲弓，所用的箭是特制的3棱箭足，整个狼峰口仅我一人使用。”此言一出，曹询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不过很快就被他掩饰了起来。曹正瞥了一眼陈景尧手中那把造型怪异的弓，不屑笑道：“你说这是你自己做的弓？”林川点头说：“不错，这弓除了花里胡哨之外，我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杀伤力。你是觉得校尉大人好糊弄吗？”曹正声音渐冷，目光凌厉：“哼，校尉大人，恕我直言，这把弓别说是铁箭，就算是普通羽箭，也很难射出100步之外。”曹询也开口说道，作为狼峰口箭术最好的弓箭手之一，他的发言有足够分量。陈景尧没有理会这父子2人，而是拉动那松松垮垮的弓弦，上手感觉轻飘飘的，哪怕是拉至满弦也没用多大力。箭！陈景尧向林川伸出一只手，林川从箭壶之中抽出一支铁箭递了过去。陈景尧上下打量着这支铁箭，箭足部分与胡杰士兵所用的铁箭明显不同，显然是经过改造。3棱锥形有利于破甲，3条血槽能加大敌人的出血量，而且就算对方中箭不死，拔出箭足的时候也会被那3根倒刺勾下一大块肉来。陈景尧暗自点头，对林川问道：“出自杨铁匠之手？”“属下前日巡边，从胡杰斥候身上缴获得来，请杨铁匠改造的。”林川局势回答。“来人，去请杨铁匠来。”陈景尧直接对一名亲兵下令。“是。”
那名清兵领命之后迅速离去。紧接着陈景尧又叫来2名清兵，你们去城外寻找这种铁剑。是。听到这话，曹询内心不由得一紧。他很清楚，若是在城外寻到铁剑，再加上杨铁匠的证实，真相将彻底水落石出。可他实在想不通，那把看上去松垮垮的木弓怎么可能射到200步之外，而且还能破开铁甲。至于曹正，却是一脸的胸有成竹，他并不知道是自己儿子在冒领军功，因为放眼狼风口这几百号士卒，剑术能与自己儿子相比的不是没有，但绝对不包括临川。当然，就算知道真相，他也一定会帮助自己儿子去抢夺这份军功。要知道4大军功，这可就占了2样，尽管一箭射落敌军将其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夺旗，但也绝对是大功一件。校尉大人，卑职觉得此事已经很明了，就是临川想要觊觎曹询的军功，根本没必要再查了。曹正一脸自信地说道。陈景尧依旧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曹询与临川，问道：你2人射箭之时，可有旁人作证？临川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曹正嗤笑一声，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儿射出那3箭，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手下其他人也都看见了。来人，去甲标带2个目击者过来。陈景尧再次吩咐亲兵。校尉大人，我看这就没必要了吧？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曹正笑着说道。陈景尧看着这个比自己年长不少的下属，笑道：曹彪长的为人，我自然是信得过，但正因如此，我才要查一个水落石出，以免你们父子遭人非议不是。这番话让曹正哑口无言。不多时，3名士卒便被带了过来。陈景尧直接开口问道：你们之前可有看到曹询射杀敌君主，将和射落敌军将旗？3人面面相觑，并未第一时间作答。曹正连忙呵斥道：校尉大人问你们话，一个个都哑巴了吗？还不把你们看到曹询射杀木尔扎的经过如实禀报？3人立马议会过来，连忙说道：启禀校尉大人，我确实看见曹询师长射杀了敌军主将木尔扎。对，我也看到了，那一箭刚好射中木尔扎的胸口。另一人也连连点头说道。第3名士兵目光之中带着犹豫，随后抱拳说道：启禀校尉大人，属下确实看到曹询师长射了几箭，至于有没有射中目标，并没看清楚。听到这话，曹询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狠色。可就在此时，带人出城寻找铁剑的那2名亲兵回来了，其中一人拿着2支铁剑，而另一人则是拿着半截丈余长的旗杆。校尉大人，找到了。那名亲兵将2支铁剑的给陈景尧，补充道：那片区域就只有这2支铁剑，没怎么费力就找到了。陈景尧拿着铁剑与旗杆断裂处的豁口进行比较，竟然是严丝合缝，丝毫不差。见到这一幕，曹询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原本想着以自己的剑术和父亲的身份，就算是摊掉这军功，临川一个小卒也只能忍气吞声，奈何不得他们。可他没想到陈景尧在这件事情上竟然如此较真，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以至于他现在是骑虎难下。曹正见儿子神色中透着不安，已经大致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但他同样难以相信临川能在200步之外一箭破甲，射死木尔扎。校尉大人，杨师傅到了。只见一名亲兵带着杨铁匠来到城头。草民见过校尉大人。杨铁匠对陈景尧行了一礼，至于曹正父子，则是假装没看到。陈景尧将手中那支铁剑递给他，说道：认识这支剑吗？杨铁匠仅一眼便认出这是他白天才给临川改造的那批剑，这是今日白天临川拿到我铺子里，让我按照他的要求改造的那批铁剑。杨铁匠看了临川一眼，回答道。此言一出，等同于彻底实锤，曹询也彻底慌了，连忙狡辩：校尉大人，林二狗他撒谎，就凭他这把破弓，怎么可能射出250步开外？随即又一脸凶相看着临川：别以为你串通杨铁匠就想抢夺我的军功，你确定是你的军功？陈景尧转过目光看着曹询，声音也略显冷漠。事到如今，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正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陈景尧还是对曹正问道。曹彪常觉得此事应当如何处理。曹正咳嗽一声说道：既然双方各执一词，我看不如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比试剑术，这样真相就一目了然了。陈景尧又看向临川问道：临川，你觉得呢？可以。好，明日到教场比试，一辨真假。林二狗，你可要想清楚了，现在坦白还来得及。曹询用警告的眼神看着临川，丢下这句话便跟他老子走下了城墙。陈景尧看着2人离去的方向，对临川问道：你有把握吗？对付他绰绰有余。临川不以为意地说道。一旁的杨铁匠则是满脸茫然，问道：校尉大人，这件有什么问题吗？陈景尧苦笑一声说道：半个时辰前，有人用这种箭射杀了胡杰主将木尔扎。什么？
杨铁匠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林川，我弟个乖乖，好小子，牛逼啊！250步开外射杀敌军主将，而且还是对方身着铁甲的情况下，他实在难以想象那得是一把多强的弓。可当他看到林川的复合弓之后，眼神中带着深深的怀疑。你当时用的是这把弓？林川点了点头。你骗谁呢？这不过是一把木弓，而且弓弦松松垮垮，能射100步就顶天了。杨铁匠的这番话跟曹询之前如出一辙。你明天看了就知道了。林川将复合弓挎在肩上。好，我一定来。杨铁匠说完也离开了。陪我四处看看。陈景尧问道。林川点头。好。陈景尧沿着城墙走在前面，查看沿途的设防，林川紧随其后。想不到你的剑术如此了得，以前还真是没看出来啊。林川暗自苦笑，不知作何回答，总不能直接告诉他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吧。无奈只能岔开话题问道，校尉大人相信是我射杀了穆尔扎？陈景尧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问道，我看起来很愚蠢吗？林川。陈景尧不过30出头，身上带着几分书生气，听苏黎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世家，觉得读书无用才弃笔从戎。你觉得胡杰人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攻打狼风口？陈景尧再次问道。对此林川也有些不解，毕竟这个季节北疆完全被冰雪笼罩，行军将异常困难。狼风口虽然只有1营守军，但占尽天时地利。这些年胡杰骑兵几次攻破北疆防线，劫掠大州北境7州，却没有攻破过狼风口。而且狼风口位置特殊，只要没有占领这里，就算攻破了其他地方的防线，也如无根之萍，无法长期占领。这也是为何他们每次攻破防线之后，都是大肆劫掠一通，随后便退出关外。胡杰人不傻，他们既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穿越河套草原突袭狼风口，定然是有一定的把握能将其拿下。最坚固的雄关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的。林川喃喃道。陈景尧脚步一顿，猛然转过身，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许久之后，他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你觉得会是谁？林川淡笑着回应道，把饵放下去，只要有鱼就一定会咬钩。事实上这也只是林川结合前日巡边遇到胡杰斥后才做出的猜测。不得不说，陈景尧是一名合格的将领，他沿着城墙将所有布防都巡查了一遍，这才回应。林川也回到家中，发现灯还亮着，刚进屋，苏黎便迎了上来，一边帮他掸去身上的血，一边问道，怎么样，胡杰人退走了吗？林川点头，已经被打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这个年怕是过不清净了。随后他又将之前与曹询争夺战功的事情说了一遍。苏黎听后顿时满脸愤懑，怎么会有这般无耻之人？而且冒领战功可是大罪，他们难道敢无视军法吗？林川笑着安慰道，娘子不用生气，我的战功谁也抢不走。不多时，天色放亮，林川喝了一碗米粥，便再次出门。按照约定，接下来要与曹询到教场比试。对于这场比试，林川并未放在心上，毕竟真金不怕火炼。当林川来到教场的时候，这里已经围了不少人，曹询父子2人也早早到场，身边围着不少假标地士族，恭维与祝贺之语接连不断。林川刚到场，便有几道身影迎了上来，其中一人是他的10长李长龙，另外几人也都是他们这一标的神长。昨晚标长老马被敌人射杀，他们这一标群龙无首，而林川所在那一伍更是只剩下他一人。林二狗，你给老子听着，是你的东西就给我抢回来，别丢了咱们务标的脸。显然他们都已经听说了，今日是专门来给林川站台的。怎么说，林川都是他们务标的人。几人看了不远处的曹正父子一眼，说道，真以为老马不在了，咱们务标就成了人人拿捏的软柿子了。这一刻林川感觉内心暖暖的，他用力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这军功他抢不走。哼，看不出来你小子有点骨气。李长龙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等回头赏银下来了，我请大家喝酒。林川笑道。就在这时，假标的一名10长来到林川身边，林二狗，咱们标长要见你，跟我走吧。我不是假标的兵，曹标长若是有事儿，让他来找我。林川平淡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硬气。此言一出，哪怕是李长龙等人都为之一愣，刚刚还夸你小子有骨气，没想到你这般生猛，哪怕就算不去，也不能说的这般直白吧。大胆，你竟敢抗命！那名假标识长面色一怒，呵斥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命令咱们务标的兵？李长龙也站到林川身边，直接回对道，虽说狼风口属假标独大，但他们都是刀口舔血的边军，谁身上没点血性？更何况刚刚林川一个兵卒都硬刚了，自己这个10长怎么能怂？务标几名10长都盯着他，那名假标10长也只能灰溜溜回去，
将情况禀报给曹正。不多时，曹正亲自前来。临川，能否借一步说话？临川淡然一笑，说道：大家都是敞亮人，曹标长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就行了。曹正见临川不上道，只能将目光看向李长龙等几名目标的使长，奈何李长龙等人假装没看到，依旧站在临川身边，没有挪步的意思。无奈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你年纪轻轻，能力也不错，不如来我贾标，我给你各省长做。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明显他已经从儿子曹询口中得知了真相，所以才会在此时用这种方式希望收买临川。临川淡然笑道：曹标长的好意我心领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我觉得还是自己挣来的东西拿着心里更踏实一些。这话一语双关，曹正自然能听懂。不过此时他根本没心思跟临川计较这些细节，继续说道：要不这样，这次节度府发下来的赏银全部给你，使长的位置我依然给你留着，如何？临川依旧摇头，我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那本来就是我的，不需要经你的手给我。临川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曹正虽然面不改色，可身体却被气得微微颤抖。他没想到一个小小兵卒竟敢当众忤逆自己。临川也明显察觉到了他眼底闪过那一丝阴冷杀机，不过他并不在乎，正如那日对刘武所说，自己的战功谁也抢不走。你可要想清楚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曹正话中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威胁。不劳费心。临川丢下这4个字，径直朝着不远处走来的杨铁匠走去。给你活路你不走，非要找死。曹正看着那道消瘦背影，嘴唇颤抖。不多时，陈景尧带着2名亲兵来到教场。教场有现成的靶子，一名亲兵测出250步距离之后，便让临川与曹询就位，看着远处模糊的靶子。曹询面色无比凝重，他虽能开40弓，但却并不能满弦，所以他心里很清楚，就算能射到250步的距离，箭也已经毫无杀伤力可言。而且这么远的距离，想要命中靶子几乎是不可能，至少自己做不到。不过当他看到临川手中那张造型怪异的木弓之后，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林二狗就更无可能了。每人3支箭，谁中靶多算谁胜。陈景尧直接宣布了规则。请问校尉，若是都没中靶怎么算？曹询问道。陈景尧一脸怪异地看着他，问道：那就要问问你自己，是如何在黑夜中一箭射杀木尔扎，然后又精准射中敌军将旗的了。曹询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被陈景尧一句话对得哑口无言。准备好了就开始吧，你们谁先来？我来。曹询率先出列，走到中间。此时的他迫切想要证明自己，尽管他清楚自己无法命中靶子，但却有碾压临川的绝对信心。周围聚集了200-300士卒，一个个满脸期待，毕竟能看到曹询射箭的机会可不多。昨晚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知晓，但知道真相的并不多，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林二狗恬不知耻，想要冒领军功。只见曹询来到场中，先是侧过目光瞪了临川一眼，随即拿起自己最引以为傲的40弓，随即取出一支羽箭，缓缓拉动弓弦。嘎吱嘎吱，有人惊呼道：曹询果真恐怖，整个狼风口估计也就他能开4弹弓了吧。随着弓弦被拉开，曹询双臂之上青筋暴露，整张脸都憋得通红，可终究他还是未能拉至满弦。嗡，一道弓弦颤鸣之声传来，那支羽箭脱弦飞出，直奔正前方的靶子而去。然而这一箭飞至200步的时候，便明显后继无力，飞行轨迹开始下坠，最终这支羽箭插入地面泥土之中。啊，竟然差了足足30步！围观兵卒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若说这第一箭未能命中目标，他们都能理解，可现在的问题是连距离都不够，这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了。曹询的脸色也十分难看，周围的嘘声与一道道质疑的目光宛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曹询深吸一口气，只见他再次弯弓搭箭，这一次弓弦比之前拉得更满，已经无限接近满弦。咻，羽箭飞射而出，这一次明显比之前更远，距离靶子只有不到10步，可终究还是未能抵达。周围的嘘声小了很多，但众人脸上的怀疑之色却愈发明显。如果说第一箭是发挥失常，那么这一箭又该作何解释？许多原本不明真相的人，此时脑海中都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该不会冒领军功的人是曹询吧？看着仅剩的一支箭，曹询内心生出一股无力感，因为他知道自己短时间内已经无法再开弓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刚才连开2箭都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此时双臂都载不住颤抖，就算强行射出第3箭也毫无意义。校尉大人，第3箭我放弃。曹询极为不甘地说道。此言一出，不少人为之惊愕，只有为数不多的弓箭手看出了其中的究竟。他已经没有力气
拉开第3次弓了。黄琛，你箭术不在曹询之下，你有没有把握射中靶子？有人对同为弓箭手的黄琛问道。名为黄琛的年轻男子苦笑着摇头道：我只能开30弓，200步已经是我的极限。随着曹询走下场，就该轮到林川出场了。小子，你行不行啊？杨铁匠拉着他问道。今日一早他便赶了过来，就为了亲眼目睹到底是一张多强的弓，才能在250步之外一箭射杀木尔扎。林川一脸轻松笑道：你看着吧，很快就有结果了。只见林川缓步来到场中指定位置，他手中的复合弓立马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哎，你们看林川那把弓怎么怪模怪样的？饶是那几名见多识广的镖长也都满脸疑惑，因为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样式的弓。杨师傅，这种弓你见过没？李长龙来到杨铁匠身边问道。杨铁匠摇了摇头说道：我是铁匠，怎会认得这种木弓？曹询本以为林川昨天拿出这把弓只是一个幌子，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拿着这把弓来比试。看那弓弦松松垮垮的，还加装了2个花里胡哨的轮子，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的玩具。黄琛也点评道：林川，你准备好了吗？陈景尧问道。回校尉大人，我准备好了。林川目光坚定地回答道。陈景尧点了点头说道：开始吧。林川快速取出一支铁剑，搭箭上弦，迅速拉开。咻！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支铁剑已经脱弦飞出，直奔正前方那个靶子。砰！紧接着一道碎裂声传来，只见那个靶子直接碎开，准确说是固定靶子的木桩直接碎开。我的天，这怎么可能？现场所有人张大嘴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碎开的木桩。要知道这可是250步开外啊，能命中靶子就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了，还能连同固定靶子的木桩给干碎，这简直不敢相信。最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整个过程林川都表现得毫不费力。这不可能，就算是5弹弓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估计也只有传说中的铁胎功能与之相比了。杨铁匠瞪大双眼呢喃自语，曹询父子2人同样瞪大双眼，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林川手中那把造型古怪、弓弦松松垮垮的木弓竟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威力。看来是我们搞错了，是曹询想要抢夺他的军功才对。有人小声说道。曹询拼尽全力，可射出的2箭都未能抵达靶子的位置。林川一箭中靶不说，连木桩都干碎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射杀木尔扎和射落敌军将旗的正主是谁了。尽管抢夺军功的事情在边关早已是家常便饭，可依旧还是有许多兵卒对曹询的行为感到不耻。曹询也察觉到了那些落在他身上的异样目光，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场中的林川看向陈景尧问道：校尉大人，还要比下去吗？陈景尧对他招了招手说道：过来吧。你这弓叫什么名字？林川看了看手中的复合弓说道：就叫他破甲吧。陈景尧点了点头，破甲，好名字。随即他直接带着林川来到曹询跟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曹询面如死灰，他知道在铁证面前说什么都是苍白的。原本以为他林二狗一个毫无背景的窝囊废，就算自己吃了他的军功，他又能怎样？可谁曾想这林二狗竟如此不识好歹，陈景尧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非要彻查到底。现在自己非但军功没捞着，还得接受处置。看着跟随陈景尧朝自己走来的林川，曹询内心涌现出一股浓烈杀意。曹询，回话。陈景尧声音陡然拔高。曹询低着头，事到如今他还能说什么？逆子，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一旁的曹正见势不妙，连忙站出来，狠狠一耳光甩在曹询的脸上。啪！紧接着曹正对着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陈景尧全程没有阻止，林川也当作是在看戏。曹正看似下死手，实际上打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地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演戏给陈景尧看。见陈景尧迟迟没有叫停的意思，曹正不由得加大了力道。曹询顿时惨叫连连。曹镖长，可以了。陈景尧实在看不下去了，出声叫停。校尉大人，这逆子竟然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今日定要好好罚他。曹正满脸愤怒，实则确实在用这种方式以进为退。陈景尧点头说道：军法如山，犯了错当然要罚，从现在开始免去曹询师长职位，贬为普通军卒。啊！曹正宛如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感情自己这出大义灭亲的戏码，对方压根不买账。躺在地上的曹询更是心如死灰，今日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还遭受一顿毒打，就连师长职位都被免去了。丢下这句话之后，陈景尧便径直离开了。不多时，林川以及务标的几名师长都被叫到了校尉营之中。老马死了，
接下来谁来担任务标标长？你们给个人选。陈景尧直奔主题。几名师长面面相觑，要说心里没点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都清楚，自己无论是战功还是能力，都未必能服众陈景尧目光扫视一圈，见大家都不说话，再度开口道：“既然你们都没有人选，那我推荐一个你们看看。”此言一出，众人顿时精神起来，心里也都在猜测陈景尧会推荐谁。我觉得林川就不错，虽然年纪小了点，但有勇有谋。其实不少人已经察觉到了这个信号，要不然陈景尧不会将林川这个普通军卒叫过来。校尉大人，卑职觉得不妥。就在此时，一名师长起身抱拳说道：“此人名为梁胜，年纪在40岁左右。务标的几名师长中，按照资历和战功，他是最合适当这个标长的。有何不妥？”陈景尧问道。卑职觉得林川从无带兵经验，打仗可不是儿戏，仅靠个人勇猛是不够的，得为手下兄弟们的性命负责。将务标交给他，卑职不放心。这番话避重就轻，不谈林川的战功，而是着重强调林川没有带兵经验。陈景尧哪怕有心提拔林川，但这种时候还得林川自己站出来，用实力让对方闭嘴，才有足够的说服力。林川站起身来，对着众人抱拳行了一礼，说道：“在下虽然年轻，但也看过几本兵书，用兵之法和带兵之道也略懂一些，自认为统领300-500人还是不在话下。”这种时候，林川可不会讲所谓的格局去推辞谦让，而是要尽全力坐上这标长之位。毕竟两世为人的他心里很清楚，只有权力才是站稳脚跟乃至出人头地的根本。丛林法则哪怕是放在上一世的文明社会一样适用，更何况是这种乱世。然而他的这番话却立马遭到了梁胜的呵斥：“狂妄，乳臭未干，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林川则是当仁不让，不过他并未发怒，而是面色和煦地说道：“时常若是不信，咱们可以比一比。”“行，你说怎么比？”“很简单，咱们双方各调遣500兵力，在沙盘上推演，看谁获胜。”林川回答道。梁胜冷笑一声说道：“原来是纸上谈兵，那我就陪你玩玩。”按照规则，双方各400步兵100骑兵在沙盘上展开厮杀。林川率先出招，他率先派出100骑兵正面冲锋，杀向对方阵营。见此举，围在沙盘周围的几名师长不由得摇头，哪怕是陈景尧也觉得林川太莽撞了。在一场战斗中，骑兵可是制胜法宝，都是在决胜负的阶段才会派上战场，谁家好人一开始就将王牌打出去？梁胜见状不由得冷笑道：“可笑，枪阵御敌。”随即他立马拉开步兵阵营，以长枪列阵对抗骑兵的冲锋。当骑兵冲至步兵阵营100步开外的时候，林川直接命骑兵分2路，从两侧绕过了梁胜的步兵阵营。梁胜神色一愣，只觉得不明所以。放箭！林川一声令下，那些手持长枪准备抵御骑兵的步兵还没反应过来，对方的步兵阵营中大片箭雨便飞射而至。由于之前林川一方的骑兵挡住了梁胜这边步兵的视线，当骑兵从两旁掠过，箭雨便已经射了过来。梁胜大吃一惊，连忙喊道：“盾牌抵挡！”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林川这边的步兵阵营抛射3轮之后便直接冲锋。与此同时，两路骑兵也绕至梁胜阵营后方，与己方步兵一同发动冲锋。反观梁胜一方，步兵阵营在长枪和盾牌切换间，阵型便已经出现了松散。此时前后同时发起冲锋，他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到了这一刻，梁胜知道这一次对抗自己输了。陈景尧的眼底闪过一丝惊愕，随即便是深深的欣赏。虽说林川是剑走偏锋，以奇招制胜，梁胜输得不明不白，可战局本就是瞬息万变，胜负往往只在刹那之间，而且从来不给人复盘的机会。前世林川从小就是军事迷，特别是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尤为热衷，再加上自己特种兵王的军事素养，排兵布阵自然不在话下。梁胜，你再不认输，那就真要被杀得片甲不留了。李长龙笑着说道。梁胜长叹一声，只能无奈丢下将其认输，随即他用极为不服气的眼神看着林川，纸上谈兵而已，而且你也不过是侥幸获胜，这做不得数。嘿，梁胜，你是不是男人？说出来的话还赖账。另一名神长指责道。不是我梁胜输不起，而是我不想拿务标的100余兄弟的性命当儿戏。梁胜再次将目光看向林川，纸上谈兵算不得什么，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势，真刀真枪干一场。梁胜方才这番话让林川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毕竟他并非单纯的争夺权力，而是在为手下军卒考虑。按理说林川已经赢了，但对于梁胜提出的实战比试，陈景尧并没有阻止，因为他也很想见识一下林川到底是有真本事还是只会纸上谈兵好。林川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咱们各带一伍进行实战对抗。你要是还能赢，我不但赞同你当标长，以后对你唯命是从。梁胜说道。没问题。林川也点头答应。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说。我毕竟没有自己的兵，我得挑选5人进行训练。林川说道。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梁胜也爽快答应。行，那就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咱们演武场见真章。不用3天，3个时辰即可。林川摇了摇头说道。包括陈景瑶在内的众人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3个时辰，开什么玩笑？可林川却是一脸的成竹在胸。李长龙拍了拍林川的肩膀，说道：咱们5的人，你自己去挑。很快，林川便挑了5名士兵，跟自己一样，都属李长龙手下的兵，彼此都比较熟悉。如今，林川3箭退敌的壮举早已是人尽皆知，就连城内百姓都奔走相告。毕竟，在与胡杰交战这些年中，还从未有人取得过如此惊人的战绩。这几名士兵接到李长龙的命令之后，都非常愿意，对林川的态度也不像以往那般，甚至还带着几分敬意。林川并未急着训练，而是带着李长龙和5名士兵来到家里，亲手做了一盆红烧羊肉款待大家。苏黎出生名门，礼节自是不必多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林川，3个时辰真的足够吗？李长龙有些担忧地问道。林川却是一脸轻松，足够了。吃过饭之后，林川带着几人来到教场，但他并未急着训练，而是让几人围拢，他则是拿着一根木棍，在地上一边画一边讲解。川子，这能行吗？一名士兵用怀疑的口吻问道。放心，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做，别说是5对5，就算是5对10也有很大胜算。3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只见梁胜带着5名兵卒来到演武场，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士卒也听说了此事，准备前来看热闹，就连校尉陈景瑶都来了。林川，我不想占你便宜，实在不行我再给你2天时间如何？梁胜走上前来说道。林川笑道：不用了，开始吧。很快，双方便拉开阵型，准备开打。梁胜一方的5名部族个个彪悍健硕，5人手持木刀，一字排开，在气势上边压了林川这边一头。而林川在挑选5名部族的时候，似乎很是随意，参差不齐。但这5人的站位却颇有讲究，除了配备战刀之外，还配备了不同的兵器。其中2名较为高大的士兵，除了挂在腰间的木刀之外，各持一面盾牌站在前方，后面2人手持一杆长枪，最后1人则是配了一把弓箭。按照规定，双方刀枪剑卒均涂抹白灰，以白灰代刃，中躯干者退，中4肢者跛行3步穿子，这能行吗？其中一名士兵小声问道。很明显，在见到对方那5个大块头之后，他们心里也没底。放心，只要按照咱们操练的来，一定能轻松取胜。林川信誓旦旦地说道。此时，不光是务标的几名时常到场，其他几标也都有不少标长、师长乃至士卒前来观战。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这场比试应该没什么悬念。丙标标长朱谦摇了摇头说道。另一边的李长龙也面带担忧，说道：实战不是纸上谈兵，林川相比起梁胜，经验差了太多，想要取胜太难了。开始。随着陈景瑶一声令下，梁胜一方的5名士卒直接举起战刀冲了过来。林川这边的5名士卒见对方来势汹汹，下意识就要后退，忽然想起林川之前的交代，一定不能退。盾！林川清脆的声音在后方传来，2名盾兵直接举起手中盾牌，挡住这5人劈来的木刀。枪！林川的命令再次传来，2名枪兵瞅准时机，将手中去了枪头的木杆从盾牌的缝隙中呲了出去。顿时，梁胜一方2名部族被木杆捅中胸口，直接倒地。2名盾兵见状，再次举起盾牌往前压，枪兵紧随其后。最后，那名弓箭手则是瞅准时机放箭，5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仅片刻时间，梁胜的5名士卒全部被打翻倒地。反观林川一边，5人毫发无损。林川将前世冷兵器时代的5行追阵给现搬了过来，盾阻刀锋，枪破中门，弓射后方，5行相生。这种战阵看似简单，可都是在无数次战斗中摸索打磨出来的，威力巨大，而且非常实用。最主要的是，这战阵演练起来并不复杂，只需分工明确，彼此配合默契就行。现场一片记取，所有人都瞪大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哪怕是陈景瑶也没想到这场比试会结束得这么快，更不敢相信林川能以这种近乎碾压的方式胜出。也是直到此时，人们才意识到林川一方那5名部族的站位是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刚才比试的画面一次次在陈景瑶的脑海中回放，他也终于明白这个5人小阵的可怕之处。将防御和进攻分配到不同的人身上，依靠彼此默契的配合，竟然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梁胜目光呆滞，他不敢相信他将自己手下最强的5人挑选出来，
结果却是完败。只见他长叹一声，说道：“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从今以后，你临川便是务标标长。”临川抱拳回应道：“梁大哥承让。”“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临川担任务标标长。”陈景尧当众宣布道。听到这话，不少人的脸上都不出震惊之色。临川才不满16岁，竟然当上了标长，这对于大多数部族来说，简直就是一步登天。毕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就算熬一辈子的资历，也难以当上标长，而且身处边关，一旦开战，谁都有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临川成为务标标长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狼风口，人们虽然觉得诧异，但想到他这次立下的惊人战功，也就释然了。日落黄昏之时，临川与务标的几名时长一起来到城中小山的一座新坟跟前，祭拜了老马。老马算是狼风口的老族了，本事一般，但对人却十分和善，以至于全标上下对这位老标长都十分敬重。临川买了一坛酒以及一些纸钱，临川泪酒于坟前。马标长，这碗酒敬你，务标兄弟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在，必不教胡马入关一步。与此同时，狼风口以北30里处，20余座帐篷矗立于风雪之中。中军大帐，一具魁梧的尸体静静躺在那里，赫然是被临川一箭射杀的胡杰大军主将穆尔扎。10多名军中将领坐在周围，一个个面色阴沉。主将被人一箭射杀于阵前，这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就在此时，一名长相与穆尔扎有几分相似的魁梧男子直接闯了进来。众人见状皆是面带恐惧，蹭的一下站起身来。只因他手中提着一颗人头，身后跟着的10几名魁梧汉子同样人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些人头还在不断淌血，显然是刚砍下来不久。男子将手中那颗血迹未干的人头直接丢到地上，身后一众汉子有样学样，10几颗人头咕噜噜在地上滚动，众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因这些人头赫然是穆尔扎的亲兵。魁梧男子来到穆尔扎的尸体跟前，双目通红，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穆尔扎的弟弟巴查尔。巴查尔同样是胡杰南征主帅拓跋杰麾下的7大战将之一，无论是战力还是功勋，都在哥哥穆尔扎之上，特别是冷血与残暴程度，比穆尔扎更胜一筹。今日凌晨，他们将穆尔扎战死的消息上报，没想到巴查尔竟然这么快就赶了过来。面对巴查尔那野兽般的目光，所有人都只能下意识地低头，不敢与之对视。说话！巴查尔怒喝道：“启禀将军，是在狼风口被周军射杀的。”一名副将颤颤巍巍地说道。巴查尔大步来到那名副将跟前，一把将他给举了起来，咬牙说道：“把当时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我。”那名副将浑身冷汗直冒，将当时的情况一一告知。唰！只见一道寒芒闪过，那名副将直接被一刀削手。巴查尔将副将首级置于毡毯，猩红浸透羊毛。他抚着兄长铁甲上的箭孔，目眦尽裂。250步，周人的箭何时能射透重甲？帐中诸将噤若寒蝉，唯闻帐外风雪呜咽。那件孔边缘的螺旋血槽，赫然是夺命3棱族的印记。扑通！一众将领吓得当场下跪，哀求道：“将军，我们没有说谎，穆尔扎将军确实是被城墙上的周军一箭射杀。”只见一名面色黝黑的汉子双手捧着一支铁剑，递到巴查尔跟前，说道：“就是这支箭射杀了穆尔扎将军。”巴查尔接过一看，不由得目光一缩，他一眼就认出这是胡杰所铸的铁剑，不过剑足经过2次改造。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这支剑的不凡之处。3条矢锋能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剑足之上，同时3条血槽能加大伤害，3根倒钩更是会让中箭者遭受2次伤害。好恶毒的剑，好恐怖的弓箭手！巴查尔拿着这支箭足仔细端详，那难道？随即他看向面前的男子，厉声问道：“铁勒，你是我大枪10大射雕手之一，你告诉我，250步之外，你能否一箭破甲？”这位名为铁勒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当晚在狼风口城下一箭射杀老马的那名神射手。面对巴查尔的质问，铁勒沉默片刻，随即摇头道：“属下做不到。”此言一出，就算是巴查尔都为之一惊。铁勒虽然在哥哥帐下，但他的剑术自己是很清楚的。大枪帝国10大射雕手，最差都是能开5弹弓的存在，可就连铁勒都表示做不到，让他很是意外。周军之中何时出了这等神射手？禀将军，250步已是雕弓极限，纵用铁剑破重甲需150步内方见血槽之效。铁勒补充道。巴查尔紧握着那支铁剑，冰冷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说道：“从现在开始，由我接管这支军队，哥哥的大仇我亲自报，但属于你们的耻辱，必须由你们自己去洗刷掉。告诉我，你们应该怎么做？”巴查尔陡然提高声音，
喝问道：“攻破狼风口，杀他个片甲不留！”一众将领大吼道：“尽管刚才巴查尔才斩杀了穆尔扎的10多名亲兵，但众人却没有丝毫怨恨。毕竟在大羌帝国，从没有亲兵死在主将之后的先例。”铁勒的眼神中也涌现出熊熊战意，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腰间的雕弓亲手干掉狼风口那名周军射手。就在这时，一名身着貂皮衣、浑脱帽、留着2撇小胡子的中年男子凑到巴查尔跟前，小声嘀咕了几句。巴查尔眯起双眼，问道：“此人可靠吗？”那人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狡黠，说道：“此前正是他主动写信给穆尔扎将军，愿主动献降，来我军中换取一个职位。本将担心这其中有诈。”巴查尔摸了摸下巴，说道：“他虽然四肢发达，可头脑却一点也不简单。毕竟是拓跋桀亲手培养出来，若仅有勇猛拓跋桀，又怎么可能放心让他独当一面？半个时辰前，他再次传来密信，明日亥时打开城门，与我军来个里应外合。”名为查干的小胡子男人将密信递给巴查尔，后者简单看了一下，随即直接将其丢入火堆之中。狼风口，林川与苏黎正在吃晚饭。自从昨日尝到火锅的滋味后，苏黎便欲罢不能，主动要求吃火锅。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陈景尧提着2坛酒走了进来。“陈大哥来了，快坐。”苏黎起身相迎。陈景尧用力嗅了嗅，笑道：“听说你小子做菜有一手，我没来晚吧？”“校尉大人哪里话，你可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林川笑道。苏黎连忙添置一双碗筷，又拿来2个酒碗，亲手为2人倒酒。陈景尧也不客气，直接在翻滚的红汤里加了一筷子吃起来。“呼，谁教你这么做菜的？还真好吃。”陈景尧赞叹道。“这是琳琅自己发明的吃法，叫火锅。”苏黎解释道。“火锅，这名字还真没听说过，看来我今天是有口福了。”然而没多久，陈景尧便辣得嘴唇通红，额头冒汗，可即便如此，还是忍不住往碗里夹菜。还好林川备菜足够多，要不然还真不够吃。不多时，一大锅菜便被扫荡一空，2坛酒也所剩无几。陈景尧摸着已经装不下的肚子，一脸的意犹未尽。趁着苏黎收拾碗筷的空档，陈景尧问道：“你小子可是给我惊喜不断啊！老实交代，今天下午的战阵你是哪儿学来的？”下午散场之后，陈景尧回到营帐，仔细琢磨了一遍又一遍，这让他愈发觉得这看似简单的战阵实则相当不凡。若是狼风口所有人都按照这个战阵操练，战力将呈直线上升。以前看过几本兵书，具体出处记不得了。林川笑着胡诌。陈景尧也没有追问，而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年后我准备让狼风口所有兵卒都按照这个战阵操练，你担任教头。”“啊，我可能不行。”“少跟我扯犊子，要是你都不行，还有谁行？”陈景尧瞪了他一眼，说道。林川倒也没有推辞，而是用只有2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胡杰并未退兵，这个年怕是过不清静。”陈景尧闻言也神色一凝，说道：“你觉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林川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那得看于什么时候上钩了。半个时辰之后，陈景尧起身离开，林川跟苏黎打了个招呼，便亲自送他出门。半路2人分别，林川前往城墙巡查，因为今夜是务标巡防，他作为标长得亲自去看看。来到城墙，大家都按照往日的布防，见到林川到来，一个个主动打招呼。标长，林川也丝毫没有摆架子，跟大家亲切交谈。很多人看着这个几日前还跟他们一样的少年，短短几天便升任标长，眼神中除了羡慕，还有深深的敬重。毕竟林川3箭退敌的事迹，大大鼓舞了士气，同样也让许多人看到了晋升的希望，心中已经将林川当成了自己的榜样。返回途中，林川远远看到一道黑影一闪而过，这让他顿时警觉起来。“谁？”“林标长，是我。”一道消瘦身影从黑暗中走出，走近之后，林川借着月光认出了他的身份。来人是贾彪的一名兵卒，昨晚曹询想要抢夺自己的战功，陈景尧叫来3名兵卒，其中2人都表示看到曹询射杀穆尔扎，唯独眼前这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少年表示只看到曹询射出几箭，并未看到他射中穆尔扎。此时他脸上大片青紫，走来也一瘸一拐，显然是遭到了曹询的报复。属下名叫余生，是贾彪的部族。少年抱拳说道：“你这伤是被我连累的吧？”林川问道。少年点了点头，低下头说道：“我没事。昨晚你明明可以跟另外2人一样帮着曹询做假证，你为何要说自己没看见？”林川好奇问道。少年抬起目光看了他一眼，说道：“俺娘说过，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要是你因此被打死呢，你还会这么做吗？”林川又问。少年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林川顿了顿，问道：“
你找我有事？余生点了点头，小声说道：昨日校尉大人交给属下一项任务，说如果有消息便向他或者林彪长你汇报。林川一听，大致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毕竟这是他跟陈景尧共同商议的对策。有情况？余生点了点头，随后在墙头的积雪上写下子时3刻，城门旋即抹去。次日，林川早早起床，来到教场开始锻炼。如今这具身体跟前世相比还是太瘦弱了，战力连前世的一半都不到，自己得抓紧时间提升身体素质才行。回到家中，苏黎已经起床，正在做早饭。你脚伤还没好，要多休息，让我来吧。我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种事情本该我来做，你要把心思放在建功立业上。苏黎一脸柔情地说道。林川笑着回应，谁说建功立业就不能心疼娘子了？今日除夕，校尉大人让咱们一起去吃年夜饭。提到年夜饭，苏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惆怅与哀伤。往年每次除夕夜，一家人都能团聚在一起，可如今自己的家人都不在了。林王去就行了，我去不方便。苏黎说道。这一次林川并未劝说，因为他知道这顿年夜饭多半有事情发生。中午，林川做了一桌子饭菜，与苏黎提前吃了团年饭，谈不上丰盛，却十分精致。林王，咱们银子不多了，得省着些花。苏黎提醒道。林川笑道，娘子不必担心，校尉大人已经为我请功，估计年后赏银就下来了。这次立的战功不小，得上奏漠北节度府，而且节度府会亲自派人来核查战功。按大州律，镇斩敌酋赏银3000两，超擢3级，当封校尉。然如今的大州朝廷，无论是对地方政权还是各大军团，都已经失去了掌控力。昨晚吃饭的时候，陈景尧便曾透露，校尉就别想了，赏银顶破天也只有1000两。表面上大州的政权与疆域都还在，可真正掌控大州的已经不是皇家天子，而是世家豪阀与执掌兵权的将领统帅。特别是苏定方老将军倒台之后，这些世家豪门与执掌兵权的将领更加肆无忌惮。照这样下去，不出3-5年，大州必亡。到那个时候，天下又将陷入群雄逐鹿、遍地狼烟的局面。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论最终谁夺得天下，苦的终究是百姓。想到这里，林川内心一阵唏嘘。下午，林川应邀前往校尉营，可半路上陈景尧的一名亲兵前来告知他，今日的年夜饭改到了城中吞雪楼。吞雪楼是城中唯一的酒楼，毕竟这座只有几千人的边关小城，人们生活本就不易，哪有钱天天去酒楼潇洒。听到这个消息，林川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异色，不过他并未多问，与那名亲兵一起前往吞雪楼。途中交谈得知，这次是贾彪彪长曹正做东，邀请所有的彪长跟师长前去一聚，就当是为他儿子曹询赔罪。林川心中冷笑，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猜测。一盏茶的功夫，林川来到酒楼，只见吞雪楼匾额下悬红绸羊角灯，门首贴胡不归桃符，此乃北疆一代旧俗。进入大堂之中，只见各彪长、师长都来了不少。林兄弟来了，快坐快坐。曹正一脸笑意地迎了上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林川敷衍了几句，便被曹正拉着来到主桌，几位彪长都坐在这里，而空缺的主位明显是给陈景尧留着的。曹正与他手下的几名心腹一直都在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林川目光扫视一圈，却并未发现曹询的身影。此时还没到饭点，桌上只有几坛酒和一碟花生米，一碟蚕豆。林兄弟，你这次可是让兄弟们开了眼了，来我敬你一碗。以彪长雄广主动向林川敬酒。老哥过奖了。林川连忙端起酒碗，与之一饮而尽。有了雄广带头，其他人也都纷纷向林川敬酒。毕竟林川不仅得校尉赏识，自己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更是让他们折服。这样的人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林兄弟，你以后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咱们这帮老兄弟啊。秉彪长朱谦也举起酒碗笑道。林川一一应对，他的酒量本就不错，前世的高度白酒、干一斤也不在话下。至于现在喝的米酒，于他而言比前世的醪糟水也好不了多少几碗酒下肚。林川装作微醺的样子，起身问道：怎么还不上菜？我去后厨催催。说完便摇摇晃晃地朝着后厨走去。后厨之中就只有老板两口子在忙活，毕竟这生意也请不起伙计。林川假装喝高了，大着舌头说道：掌柜的，搞什么呢？再不上菜，大家就都喝饱了。林彪长稍等，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老板娘是个40多岁的妇人，虽常年承受边关风雪的侵蚀，但依旧是颇有几分韵味。林川也不理会，摇摇晃晃地朝着后院走去。刚到门口便被掌柜给拦住了。林彪长，茅房在那边。掌柜拉着林川笑道：谁说我要去茅房了？我就到处转转。嘿嘿，这后院没什么看的，林彪长先坐着，我这边马上就给你们上菜。
掌柜继续陪笑。林川眯着眼睛看向他，问道：“你这后院该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掌柜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过立马就掩饰了起来，笑道：“林彪常说笑了，这后面养的都是些鸡鸭，臭着呢。”林川皱了皱眉，在掌柜的搀扶下回到大堂，路过李长龙等人身边的时候，他一个不稳险些摔倒，好在梁胜眼疾手快将他扶住。后院，林川小声吐出2个字，随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在这时，陈景尧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并没带亲兵，而是独自前来。校尉大人来了，快请上座。曹正连忙将陈景尧迎到主位坐下，随即对掌柜招呼道：“掌柜的，赶紧上菜。”很快，几桌酒菜便已上计，猪肉炖粉条、红烧鱼、香酥鸡，还有一些下酒菜，这对于军营的伙食而言已经是相当丰盛了。紧接着，几名兵卒端着几坛酒放到桌上，曹正清了清嗓子说道：“今日除夕夜，曹某就喧宾夺主一次，请大家前来一聚，还望校尉大人勿怪。”陈景尧笑着摆了摆手，表示无妨。曹正继续说道：“前日我那逆子做出有违军规的事情，是曹某教子无方，让大家笑话了。今日一是请大家吃个年夜饭，二是借此机会向诸位赔罪。”曹正指着桌上的酒说道：“这酒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灵州醉仙楼淘来的10里香，大家今日一醉方休。”听到10里香的名字，很多人不由得眼前一亮。对于北疆的兵卒而言，严冬腊月就靠着酒过日子，可平日里喝的大多都是米酒，10里香这种高档酒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得到。曹彪长要一醉方休的话，这每桌一坛酒怕是少了点。朱谦笑着说道：“哈哈，朱老弟放心，酒管够，喝完我立马让人去拿。10里香这种酒可不是谁都能喝得到的，大家可别辜负了曹彪长的一番美意。”陈景尧也开口说道。见陈景尧都发话了，大家也不再客气，直接拍开风泥倒了起来。霎时间，醉人的酒香弥漫整个大堂，不少人肚子里的酒虫也都被勾了起来。来，我们一起敬曹彪长一碗。以彪彪长雄广端起酒碗，起身说道：“咱们应该先敬校尉大人才对。”曹正笑着说道，随即也举起酒碗。陈景尧也端起酒碗，说道：“诸位不必客气，今日放开了吃，敞开了喝。”所有人连声叫好，随即将碗中美酒一饮而尽。现场一片欢声笑语，有的人大快朵颐，有的人则是接连豪饮，有的3、3两两划起了拳。林川见陈景尧朝着自己投来目光，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酒过3巡，只见曹正端着酒碗径直朝着林川走来。“林兄弟，之前的事情虽是一场误会，但也给你添麻烦了，今日我带犬子向你赔罪，希望你别往心里去。”曹正一脸真诚，就算是林川都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他是真心赔罪。此时的林川一脸醉态，摆手说道：“曹彪长言重了，虽说曹巡想要抢我军功，但那毕竟不是你曹彪长指使的，你犯不着给我赔罪。”曹正嘴角微微抽动了几下，但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来。“校尉大人，这胡杰大军撤而不退，一直在30里外虎视眈眈，他们这是要做什么？”曹正对陈景尧问道。陈景尧看了他一眼，说道：“自然是伺机而动，想要攻破我狼风口。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数十年来他们攻打狼风口的次数不下100次，5年前更是出动1万大军，还不是被我们挡在关外。”熊广重重放下酒碗，一脸傲然道：“狼风口易守难攻，胡杰就算再增派2000兵力，也无济于事。”陈景尧顿了顿，继续说道：“可若是有人与胡杰人暗中勾结，想要来个里应外合呢？”此言一出，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彪长、师长皆是一脸震惊地看向陈景尧。“校尉是说有人通敌？”朱谦一脸凝重地问道。砰！熊广一拍桌子，猛然站起身来，喝问道：“是谁？站出来，看老子不撕碎他！”一时间，现场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曹正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暗忖道：“莫非自己的计划暴露了？”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这个计划除了自己的几名心腹之外，没有人知道，更何况自己提前在10里香之中下了蒙汗药，就算他们知道，也为时已晚。曹正刚回过神，发现一张脸不知何时已经凑到自己跟前，吓了他一跳。“曹彪长，你想什么呢？”林川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问道。我没想什么啊。”曹正惊慌说道。林川却是摇了摇头，说道：“以前有位奇人教了我一门神通，可以猜到别人心中所想之事。”曹正尴尬一笑，说道：“哈，林兄弟，你遇到的多半是江湖骗子，当不得真。”林川若有所思，说道：“是吗？那今日正好做个验证。”说完，林川双手中指跟食指抵住太阳穴，双目紧闭，一阵摇头晃脑。曹彪长现在在想，
胡杰人的1000锐族应该已经抵达狼风口关外，只需自己打开城门，他们便可入关，兵不血刃拿下狼风口。此言一出，曹正脸色巨变，怒而起身，喝道：“林川，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陈景瑶拍了拍他的肩膀，镇定自若地说道：“就当他的酒后胡言，你不必紧张。校尉大人，我堂堂标长，岂能容他这么污蔑我？”就在这时，林川再度开口了：“我还猜到曹彪长现在想着最多1刻钟，酒里的蒙汗药效就会发作，然后你后院的清兵就会冲进来，将我们全部杀死。林川，你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吗？”曹正满脸怒意，眼神中杀意绽放，可心里却无比震惊，因为林川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他甚至怀疑林川是不是真的会听取他人心声的邪术，要不然这种秘密他怎么可能知道？而其他人在听到这番话之后也彻底坐不住了。熊广与朱谦二人见状，更是起身将曹正摁住。曹正，你个狗日的，想不到你竟然真的通敌，放开我！林二狗他借机污蔑我公报私仇，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曹正想要挣脱，却被二人死死摁在桌上，无法动弹。就在这时，林川也睁开双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曹正，说道：“曹彪长，我猜得对吗？我对你妈，林二狗，你这卑鄙小人，我曹某人堂堂正正，何时做过通敌之事？我看是你心怀不轨吧？”曹正怒声斥道。原本其乐融融的大堂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不少人已经猜到了什么，也有一些人一脸茫然地看着这边。此时的林川脸上再也看不到半点醉态，反而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到底是不是污蔑你，很快就知道了。只见林川拍了拍手，李长龙、梁胜等几名目标时常压着2名士兵走了出来。这2人被五花大绑，嘴巴也被堵住，满脸绝望之色。此外，吞血楼老板夫妇2人也被带了出来，虽然没有绑他们，可2人也被吓得瑟瑟发抖，直接跪在地上求饶。校尉大人，我们2口子并不知情，只是曹彪长之前交代要用他带来的酒，而且他还说这酒贵重，得他手下人亲自看管，不让我们碰。掌柜的浑身颤抖，解释道。陈景瑶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跟你们无关，起来吧。”2人连连道谢，起身站到一旁，小心到连呼吸都不敢幅度太大。看到自己安排在后院的2名手下被绑了上来，曹正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他自问自己所有环节都做得滴水不漏，为何会败露？曹彪长，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校尉大人，你听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忽然曹正眼中闪过一抹凶光，只见他手腕一翻，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一把匕首，直接划破了朱谦的手臂。朱谦吃痛，曹正也顺势挣脱，只见他快速朝着门口冲去。砰！就在这时，一条板凳飞了过来，砸在曹正的后背。曹正闷哼一声，扑倒在地。他一边起身，一边大喊道：“动手！”砰！正堂的门被暴力撞开，寒风裹带着风雪席卷进来，让大堂的温度陡然骤降。与此同时，10多名换甲执兵的士卒便冲了进来，领头的人正是贾彪那几名本该在狼风口值守的师长。曹正瞬间有了底气，转身看着众人冷笑道：“各位都吃好喝好了吧？接下来我就要送你们上路了。曹正，你个狗日的，你想干什么？”熊广指着他怒喝道：“熊老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看不明白吗？这摆明了是想将我们一网打尽，然后开门迎接胡杰大军。”林川的声音清楚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如果说他们只当林川之前的话是酒后的风言风语，那么此时再度说出来就不得不令人重视了。被当众揭穿，曹正也不在乎，而是满脸冷笑地看着众人，说道：“林二狗，你确实很聪明，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他原本是想着借着这顿年夜饭将狼风口的高层悄无声息地干掉，然后再以最快速度控制狼风口的兵力，这样便能轻松打开城门，配合胡杰人拿下狼风口。可他没想到林川竟然识破了自己的计策，还好自己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外面布置了人手。就算他们这群人没有被蒙汗药迷倒，在这毫无掩体的大堂一轮乱射下去，有几人能活下来？王八蛋，你果然要通敌当走狗！朱谦捂着手臂怒声喝道：“话别说的这么难听，正所谓人各有志，咱们当兵为的不就是飞黄腾达吗？反正都是当兵，管他主子是大周皇帝还是胡杰单于。”曹正满脸愤懑不平，嘶吼道：“那些豪门贵胄一餐抵我辈10年饷，这身铁甲穿了20载，不及世家子腰间玉带，凭什么？为了升官发财，你这是连祖宗都不认了吗？”一直没有说话的丁彪彪长五星帮指着他喝道。曹正冷笑一声，回应道：“哼，少跟我扯这些。胡杰人答应我，只要帮助他们拿下狼风口，便给我一个千夫长的职位。叛徒！”
走狗！一时间，各种谩骂声响起。这些声音让曹正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眼神也变得异常阴狠。这都是陈景瑶逼我的，若非他一意偏袒林二狗，我何至于此？陈景瑶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起身说道：到现在，你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错误！哈哈哈！曹正狂笑几声，指着众人喝道：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对错也是我说了算，因为你们马上就要死了。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林川却缓步走了上来，说道：我劝你还是回头看清楚局势，再下结论。你什么意思啊？曹正一脸不解，也是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从始至终，陈景瑶与林川的脸上都没有半点慌乱，这不符合常理。他下意识扭过头看向身后，只见几名师长站在最前方，不过一个个身形呆板，有气无力，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忽然，几人直接倒地，露出他们身后之人的面孔，赫然是陈景瑶的亲兵。这一幕让曹正惊骇欲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手下的几名神长早就被干掉了，更想不通陈景瑶是如何识破自己计划的。拿下！随着陈景瑶一声令下，几名亲兵迅速朝着曹正扑去。曹正能从一名普通士卒一步步爬上来，成为标长，自身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只见他抡起手中匕首，直接迎了上去，想要冲出重围逃走。然而，陈景瑶的亲兵也都是百战汉族，实力相当厉害，他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情急之下，曹正想要破窗逃走，结果刚来到窗边便被人挡住，定睛一看，赫然是林川。去死！曹正手中匕首一翻，径直朝着林川的咽喉划来。林川的脸上没有半点畏惧，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只见他使出小秦拿手3根手指，宛如铁钩一般扣其曲池穴。曹正顿觉半身麻痹，匕首也脱手掉落。林川眼疾手快，另一只手接住匕首，随后快速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挑断了他双臂手筋。啊！曹正惨叫一声，一张脸严重扭曲。紧接着，林川又是一脚踹在他的胸口，曹正直接倒飞回来，刚落地便被2名亲兵擒住。林川的这一番动作让现场不少人为之震惊，这身手之敏捷，出刀之精准，整个狼风口恐怕也找不出几个。感受到架在脖子上战刀传来的寒意，曹正内心也是一片冰凉。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全面落空了，不出意外的话，儿子曹寻在狼风口的行动也已经失败了。他满脸的不甘，内心更是充满了疑惑，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陈景瑶，问道：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识破我的计划。陈景瑶淡漠回答道：不是我，是林川。曹正移动目光看向林川，后者只是淡淡一笑，回应道：我说我是猜的，你信吗？不可能，我的计划如此隐秘，除了身边的亲信，没有人知道，你绝不可能猜得到。林川看着他，笑问道：很隐秘吗？那我就跟你盘点一下，你都犯了哪些错误。首先是几日前狼风口外隐秘小道上出现了胡劫斥候，要知道这条小路胡劫人是不知道的，除非有人给他们提供消息。然后是胡劫大军这个时候出兵攻打狼风口，这更加不符合常理，再结合之前出现的斥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狼风口有人通敌。老实说，这2日我与校尉大人在诸位标长身边都安插了眼线，结果就在当晚便有人看到你的人出关。林川继续说道：不可能，我的人如此谨慎，不可能有人看到。曹正依然不相信。你做的确实很隐秘，想要瞒过其他人并不难，但是想要瞒过你贾彪却并不现实。曹正一愣，他已经听出来是自己手下的人泄露了消息。是谁？曹正怒声问道。林川原本并不想暴露对方的身份，可他没想到一道身影却主动站了出来。是我。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余生。看到他，曹正目眦欲裂，咬牙说道：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老子杀了你！当日因为余生没有为曹寻作证，结果被狠狠揍了一顿，他没想到正是此人坏了自己的大事。事实上，当日陈景瑶与林川有了猜测之后，陈景瑶便选定余生来监视曹正父子。当晚，余生原本是准备将消息禀告陈景瑶的，没曾想在途中正好遇到了回营的林川，便将消息告知了他。老子认栽，要杀要剐赶紧的。事到如今，曹正也知道多说无益。陈景瑶走上前来，从林川手中拿过那把匕首，缓步走到曹正面前。念在多年同袍的份上，我给你个痛快。陈景瑶话音刚落，手中匕首直接刺入他的心口，吃！鲜血迸溅而出，曹正双眼猛然瞪大，随即便倒地气绝。深夜，狼风口大雪纷飞，巴查尔亲率1000名胡劫精兵矗立在关外3里的风雪之中，他们在等狼风口传来的信号。巴查尔立马前方，遥望着狼风口方向，除了漫天飞舞的风雪，
他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时辰了？巴查尔问道。尽管他们这支马背上的民族长期与风雪为伴，但如此寒冷的天气，在风雪中待久了，士兵和战马依然承受不住。快到子时了。身旁的副将看了看马蹄沙漏，回道：查干，你确定此人可靠？巴查尔看向另一边的小胡子男人，查干那两撇胡子已经被冻成了冰锥，颤抖着说道：应该可靠，毕竟他此前在信中表露，陈景尧对他各种打压。如果子时3刻收不到信号，我就取你的脑袋。巴查尔的声音宛如这漫天风雪，冰冷刺骨。查干脊背生寒，他现在只希望曹正不要耍他，准时发出信号。时间一点点过去，眼看曹正与他们约定的时间就要过去，查干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就在此时，远处的狼风口上空亮起一抹烟火，虽然被漫天风雪遮挡，但依旧隐约可见。将军快看，信号！狼风口传来信号了。查干激动得快要跳起来，因为信号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项上人头保住了。巴查尔的脸上也浮现出冰冷的笑容，只见他拔出腰间弯刀，高高举起，所有人听令，直奔狼风口。地上厚厚的积雪减缓了行军速度，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马蹄声。3里路程对于骑兵而言不过是片刻间的事情。当巴查尔带人来到狼风口城下，发现城墙上静悄悄一片，看不到半个人影，同时下方的2扇城门大大敞开。成了，曹正果然得手了。查干激动地说道：杀进去，粮食、银子、女人都是我们的。巴查尔大喝一声，一马当先杀入城门。后方一众胡骑如长蛇入穴，生怕落于人后而捞不到军功。穿过城门进入瓮城，发现整座瓮城依旧是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仿佛这就是一座空城。这让巴查尔内心隐隐感觉有些不安。可狼风口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些年来为了夺下狼风口，他们损失了不知道多少人马，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狼风口的城内，岂会轻易放弃？瓮城并不大，400-500人便塞得满满的，黑压压一片。这种极致的安静让巴查尔感受到了一丝压抑的气氛。正当他准备下令让手下进城的时候，瓮城上方响起成片的呐喊声，四周的城墙上方忽然亮起了大量火把。刹那间，黑压压的瓮城便被照亮，一起被照亮的还有胡杰人那一张张惊恐的脸庞。不好，快撤！巴查尔顿时一惊，他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果断下令撤退。轰隆隆！就在这时，城门正上方落下大量的滚石，当场将下方的数十名胡杰士兵砸死。不仅如此，那些动辄数百斤的巨石与滚木直接堵死了城门。巴查尔，我等你多时了！一道爽朗的声音自上方传来，只见身披铠甲的陈景尧出现在城墙之上。巴查尔顿时一惊，他与陈景尧交手虽然不多，但也都认识彼此。陈景尧，你卑鄙！巴查尔怒目而视。正所谓兵不厌诈，你想与曹正里应外合，难道我就不能瓮中捉鳖吗？陈景尧话音刚落，一具被绑着双手的尸体被推了下去，吊在瓮城的城墙上。那尸体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寄希望打开城门的曹正。放箭！随着陈景尧一声令下，上方成片箭雨泼洒而下。下方的瓮城中率先冲进来的都是500骑兵，所配的除了弯刀便是弓箭，佩戴盾牌的部族都被挡在城门外。这种局面，刀盾能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只能成为别人的活靶子。更要命的是，城门已经被丢下来的巨石和滚木堵死，彻底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巴查尔的亲兵立马拥上来，用身体为他挡箭。尽管他们个个身披铁甲，可依旧还是不断有人倒下。从不到冲上去！巴查尔大喝一声，指着依附在两侧城墙上的步道大吼道。很快，2批数十人的骑兵直接下马冲向步道。然而这2支队伍没冲多远，便死于成片箭雨之下。继续冲！巴查尔再次下令，他知道冲上去的可能性不大，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这一次胡杰士兵学聪明了，他们拔下死去同袍的铠甲举在头顶，以此来抵挡上方射下来的箭雨。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很快2支队伍便冲到了2道拐的位置。虽然沿途折损人员过半，但只要再坚持一下，冲过第3道拐，就有很大可能冲上城墙。瓮城之中，500人已死伤过半，士兵惨叫声与战马嘶鸣声响成一片。剩下的人也知道继续留在这里只能等死，也都纷纷朝着步道冲去。忽然一支铁箭自瓮城中射来，目标正是校尉陈景尧。好在陈景尧早有准备，2名亲兵一左一右举着盾牌候命。噗！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一箭的威力。只见那铁箭直接洞穿了盾牌，箭足冒出来半尺长，那名亲兵冷汗都被吓了出来。射出这一箭的不是别人，正是铁勒。作为一名出色的射手，他对于危险有着异于常人的直觉。
事实上，进入瓮城之中的一系列反常都让他感到了危险，可他还来不及说出来，便已成为了瓮中之鳖。眼下他能做的便是射杀敌军主将陈景瑶。然而上次陈景瑶险些被他射杀，这一次又岂会没有防备？他第一箭被挡下之后，直接拔出3支铁箭，迅速搭在雕弓之上。咻咻咻，3支铁箭同时射向城墙之上。可就在此时，他也感知到了一道冰冷的气息，那种感觉与猎物被天上的猎鹰盯上如出一辙。噗！铁勒出于本能地朝着一旁闪开，可惜还是慢了半拍，一支铁箭从上方斜射而来，直接穿透了他的后脑，带着3根倒刺的箭足从他的咽喉穿出，死死钉在地上。鲜血自铁勒的咽喉喷射而出，他缓缓转过身，看向上方的城墙，借助火光，他隐约看到一张年轻的面孔，手持一把造型怪异的木弓，俯视着他。他终于找到射杀穆尔扎将军的那名神射手了，只可惜自己却无力为穆尔扎将军报仇。铁勒的身体不甘地倒在地上，脖子和后颈的血洞还在汩汩淌血。步道之上，胡杰士兵也已经冲到了第3道拐，城墙已经近在眼前。而就在此时，上方忽然丢下大量火把，只听轰的一声，2条步道瞬间被点燃。开战之前，陈景瑶听取了林川的建议，先将胡杰人引入瓮城，然后关门打狗。他原本是想毁掉2条步道，林川却建议他留着步道，故意给对方留一线生机的假象，他们定然会不遗余力地冲击步道，而他们则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消耗对方的兵力，而不至于让敌方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尽全力去搬开堵在城门的那些巨石和滚木。同样，为了保险起见，在步道上泼洒了许多火油，等时机成熟，直接将其点燃。熊熊火焰直接将步道之上的胡杰士兵吞没，凄厉的惨叫声如恶鬼嘶吼，许多人直接从步道上滚落下去。瓮城之中的尸体越来越多，巴查尔的亲兵用士兵和战马的尸体在角落筑起一圈肉墙，以此来抵挡上方射下来的箭雨。巴查尔面如死灰，他知道彻底完了，不仅未能替哥哥报仇，自己也将葬身于此。一直以来，周军在他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两脚羊，他曾以500轻骑击溃5000周军，这也让他忽略了草原上流传的另外一句话，那就是周人狡诈。这一次他终于领略到了，只可惜为时已晚。就在这时，林川却下令减缓攻击，至少要确保巴查尔活着。这是为何？丁彪彪长武兴邦不解地问道。就连陈景瑶也是面带疑惑，只要巴查尔还活着，城外的几百胡杰士兵便会不遗余力地疏通城门，想要将其救出去，而咱们只需站在城墙上便可以将其射杀。反之，他们一旦得知主将死了，便会撤离，咱们想要杀他们就没那么容易了。听到林川这番话，二人恍然大悟，连连称妙。林兄弟，你可真是个天才，如此妙计，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武兴邦满脸崇拜地说道。林川笑了笑，这不过是前世的围点打援战术，虽然简单，但却极其有效。城内的进攻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主要集中兵力射杀胡杰人城外的兵力。林川补充道。城外一批又一批的士兵顶着盾牌冲到城门跟前，想要将堵住城门的巨石和滚木搬开。然而即便是有盾牌保护，很多人还没靠近城门便被射杀了。这些年来，狼风口发生的战斗很多，但像这般惨烈的却是极其少见。战斗持续了1个时辰，周军守在城墙之上，以逸待劳，伤亡几乎为零。反观胡杰一方，城内500骑兵已经被射杀殆尽，只剩下巴查尔的亲兵与几十名伤员躲在角落苟延残喘，而且这还是周军故意放水的结果。城外数百胡杰部族同样死伤惨重，已经有近半人在倒在了冲往城墙的途中。此时2名百夫长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照这样下去，先不谈能否救出巴查尔将军，他们这500兵卒估计都要全部打光。不对劲，咱们还是撤吧。其中一名百夫长面色凝重地说道。救不出巴查尔将军，咱们所有人都得死。另一人满脸杀意，死死等着他说道。咻！就在这时，一道破空声传来，那名百夫长还没反应过来，只感觉胸口一痛，噗！一抹血箭喷射而出，他的身体也直接从马背上栽倒下来，倒在地上狠狠抽搐了几下，便彻底没了生机。好剑法！城墙之上，武兴邦激动的一拳砸在城墙的砖头上，尽管风雪太密，他看不清这一剑的轨迹，但却清楚看到那名百夫长从马背上栽倒下来。一旁的陈景瑶眼神之中也写满了震惊，要知道现在双方的距离足有300步，而且如此密集的风雪会让准度大打折扣。林川却依然能一箭将目标射杀，如此惊人的箭术，就算是整个北系军也绝对是极其罕见的存在。剩下那名百夫长神色巨变，他脑海中不由自主想起了几日前的那个夜晚，穆尔扎将军被射杀的场景，恐惧之感瞬间袭遍全身。他来不及多想，连忙调转缰绳，
朝后撤去。那些还在舍命冲锋的部族见2名百夫长一死一逃，也彻底失去了斗志，纷纷转身逃走。可就在此时，远处传来阵阵喊杀声，透过风雪，只见一支骑兵从正面杀来，彻底挡住了他们的退路。杀！这支骑兵虽然只有不足100人，可对于他们这支残兵而言，却是不可战胜的。看着那风雪中迎面杀来的数十骑，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刚才逃得太狼狈，以至于很多人连兵器都丢了。杀光这群狐贼！领头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以彪彪长熊广。只见他手持长枪，一马当先杀向那名百夫长。后者早已被林川那一剑吓破了胆，面对杀气腾腾的熊广，他在气势上自然弱了一大截。当一道金铁交鸣之声传来，长枪与弯刀碰撞出一串刺目的火花，两人的身形一触即分。那名百夫长无心念战，正欲策马逃走，结果2名周军却挡住了他的去路。死！那名百夫长怒喝一声，猛然一刀劈出。那名周军士卒抡刀格挡，却被巨大的力道震得从马背上掉落下来。与此同时，熊广也杀了上来，只见他一枪横扫，重重砸在那名百夫长的肋下，哪怕隔着铠甲也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紧接着，熊广又是一枪刺出，枪锋直接穿透其铠甲上的护心镜，将其扎了个透心凉。与此同时，剩余那些胡杰士兵也被收割得差不多了。这支骑兵同样是事先被安排在城外的，等的就是这一刻，彻底切断胡杰人的退路，将其全部干掉。最终，这支骑兵以极小的代价将100余名胡杰残兵全部斩杀。当他们带着一颗颗人头出现在狼风口城外的时候，城墙上的陈景瑶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同时内心对于林川的敬佩也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就是敬佩，而非欣赏。要知道，这场战斗的整体布局都是出自林川之手。一开始的时候，他内心也多少有些怀疑，万一战局并未按照他计划的方向发展怎么办？事实证明，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推进，可以说是分毫不差。若非对林川出于绝对的信任，他甚至都怀疑这是他与胡杰人商量好之后演的一出戏。先是将计就计，将巴查尔引入瓮城，然后来个关门打狗，同时将敌人一分为2，各个击破。最终连同主将巴查尔在内，1000敌军被屠杀殆尽。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战下来，己方阵亡不足10人，20余人受伤，相比起以往5换1的战损，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估计这战报要是传到漠北大营，他们都严重怀疑自己虚报战功。毕竟就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战斗彻底结束的时候，天已经放亮，随着一具具尸体被搬走，地上只剩下斑斑血迹，宛如锦缎之上的点缀。林川虽见惯生死，可前世所执行的都是一些秘密任务，从未见过这种动辄死伤上千人的战斗，内心不免有些动容。很快，战场便被打扫干净，所有尸体都被搬走，瓮城内那些巨石滚木也都被清理干净，只有斑驳的血迹在无声诉说着昨晚那一战的惨烈。今日是大年初1，预示着新年的到来。一大早，城中百姓得知胜利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庆贺。很快，城墙上便支起几口大锅，揉面的揉面，擀皮的擀皮。苏黎与其他发配到狼风口的女子也都参与其中，忙得不亦乐乎。只片刻光景，热腾腾的饺子便出锅了。鏖战了一夜的士兵们，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胜利的喜悦和新年的欢快全部融合到这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里面。这一战，狼风口大获全胜，是近10年来最为耀眼的一战，几乎是兵不血刃将1000敌军全部吃下。陈景瑶已经派人去往漠北节度府传讯，为所有人申报战功，同时也将曹正通敌的事情如实上报。于情而言，曹正作为多年的同袍，陈景瑶本想给他留个体面，就当是战死。可这件事情，整个狼风口几乎是人尽皆知，根本隐瞒不了，只能如实上报。这一战，林川是当之无愧的首功，无论是识破曹正的通敌计划，还是后面一系列的战略布局，都出自林川之手。只不过节度府会给多少封赏，就不好说了。如今贾彪彪长与使长之位全部空缺，陈景瑶便派自己的几名亲兵前去带领贾彪。这一次，胡杰人在狼风口吃了这么大的亏，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再加上他们对狼风口早就是虎视眈眈，相信下一次大战不会太久。陈景瑶看着几名彪长，开口说道：“来多少，咱们杀多少，就怕他娘的不来。”熊广满身豪气说道。林川却是摇了摇头，说道：“经历此战之后，胡杰若是再出兵，定然做好充足的准备，咱们这一营兵力未必能挡住他们。”听到林川这么说，几人的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毕竟这几日，林川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用兵布局，乃至智慧谋略，都比他们高出太多。哪怕是陈景瑶，也不得不承认，林川各方面能力都在自己之上。刚从校尉营出来，便看到军医宋老头，只见他满脸激动地抓住林川的手，
生怕他跑掉一样。二狗子，你那金创药还有吗？昨晚为了给受伤的士兵治伤，林川给了宋老头一些药粉，并称这是自己秘制的金创药，效果极佳。一开始宋老头还不信，可用了之后却震惊地发现，这药粉撒上去不仅能快速止血，甚至一些皮外伤在几个时辰内便开始结痂。饶是他世代行医，也不曾见过如此神奇的金创药。就在这时，一旁的朱谦也拆开了他手上的纱布，发现昨日被曹正用匕首划伤的伤口已经部分结痂了，这让他大为震惊。正常来说，这伤口没有10天半月根本愈合不了，可这才1个晚上就开始结痂，简直是神药啊！林川笑道：“这是我祖传的秘药，药方不能外传，不过我可以多制作一些给你。”好，好。宋老头激动无比，连连点头。他本就没希望林川能把药方给自己，毕竟他很清楚这药方的价值。林川答应多制作一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你帮我准备一些药材，回头送到我家里，我先回去睡一觉。林川一口气说了10几种药材，宋老头行医多年，轻易就能记下。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林川故意多说了几味似是而非的药。事实上，就算将药方给他，他也制作不了，因为这云南白药的核心在于药物配比和制作工艺。回到家中，苏黎已经帮他准备好了1大桶热水。林郎，我来帮你。苏黎主动上来帮林川卸甲，随后又为其宽衣。我自己来就行了。林川显得十分拘谨，尽管两人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可毕竟没有突破那一步。相公可是嫌弃奴家？苏黎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带着几分幽怨。娘子误会了，我……最终林川只能答应下来。不过在苏黎为他宽衣的时候，身体却在微微颤抖。想不到相公还会害羞呢。这一说，林川更加手足无措，他只能强作镇定。事实上，苏黎一张俏脸也早已通红。林川进入木桶之中，微烫的水温让他舒服的快要叫出来。苏黎则是细心的帮助林川搓背洗头。昨晚的战斗我都听说了，想不到相公不仅身手敏捷，谋略更是如此出众，连陈大哥都对你赞不绝口呢。苏黎一边给他搓背，一边说道：“回头等赏银下来，咱们风风光光办一场婚宴，宴请狼风口所有人。”听到这话，苏黎只感觉内心一暖，原本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不曾想此生竟能遇到良人，林川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他昏暗的人生。忽然，林川感觉到温热的水珠滴在自己的后背上，转身一看，苏黎早已是满脸泪痕。好端端的，你哭什么呀？林川温柔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相公，你对小黎太好了。苏黎哽咽道：“小傻瓜，你是我娘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林川满脸温柔，情不自禁朝苏黎吻了上去。刹那间，宛如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相公，要了我吧。苏黎眼神迷离，双臂搂着林川的脖子，一直到深夜，直到二人精疲力尽，才沉沉睡去。林川前晚激战一夜，昨晚又这么一折腾，哪怕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迷迷糊糊中，林川听到苏黎在与人说话，开口问道：“娘子，家里有客人？”苏黎闻言走了进来。相公，宋大夫送了几大箩筐药材过来，让我交给你，你再睡会吧。林川拉过苏黎的手，将其搂进怀里，问道：“你也累，怎么不多休息会？”“我不累，相公一天没吃东西，我熬了些粥，一会我给你端过来。”真正成为林川的女人之后，苏黎更加温柔贤惠。“我又不是病人，哪里需要你这么伺候？”吃过晚饭之后，林川便开始制作云南白药，苏黎就在一旁给他打下手。夜晚，两人又在床上缠绵到深夜，苏黎躺在他怀里，满脸幸福。“相公，小黎爱你，我也爱娘子。”林川轻轻刮了刮他的小鼻琼，说道：“快睡吧。”次日，林川依旧早早起床锻炼。回到家中，苏黎已经起床做好了早饭。“娘子怎么起这么早？你累了多休息会啊。”林川温柔说道。苏黎娇嗔道：“都怪你，也不知道怜惜人家，人家那里现在还疼呢。”林川心里涌出一丝内疚，说道：“都怪我，娘子快歇歇着，我来吧。”苏黎扑哧一笑：“我逗你玩呢，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富家小姐。”上午，林川准备去铁匠铺让杨铁匠再帮自己打一些铁件，但走到市集才想起今天是大年初二，铁匠铺都没开门。林川转了一圈，想到上次答应杨铁匠送他一坛好酒，便去酒房买了些米酒回家。路上遇到了余生，只见他埋着头，一脸沉重。“余生，你干嘛呢？”“膘朝，我去祭拜爹娘去了。”余生这才抬起头，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林川。之前了解到，余生本是这一代的人，父母死于战乱，如今跟自己一样都是孤儿。林川拍了拍他的肩膀，叹息道：“别太伤心，至少你还能祭拜，我爹娘连坟都没有。”林川说的是事实，
当年胡杰人从其他地方破关，大肆屠杀，林川的父母带着他逃跑，然而双腿怎么跑得过战马？林川的父亲为了保护他们娘俩，直接被一刀砍倒在地，紧接着被战马踩死，自知脱险无望。林川的母亲将他藏在一堆草垛之中，他自己却独自引开胡杰骑兵。林川藏在草垛之中，那2名胡杰人朝着母亲追去，一直到第2天才被巡边的周军寻到，带回了狼风口。尽管自己是穿越而来，但对于前身的这段记忆，每次想起依旧是心如刀绞，杀意止不住外溢。对了，我跟校尉打过招呼了，把你调到目标来，以后你就跟着我吧。听到这话，余生脸上露出激动之色。真的吗？当然，我骗你干啥？尽管现如今执掌假标的是陈景尧的亲兵耿良，但假标欺负过他的可不止曹正父子，继续待在那里多少有些心理阴影，这种感觉林川深有感受。回到家中，林川又去砍了些竹子回来，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蒸馏器。他需要将米酒进行蒸馏提纯，虽然无法制作出前世那种高端白酒，但与现在的米酒和黄酒相比，简直高出不知道多少个品级。制作过程也并不复杂，事实上林川自己也懂得酿酒工艺，只是现在的条件不满足，只能以米酒为原材料。相公，你这又是在做什么？苏黎满脸好奇，他发现林川总能高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自己从未见过。我在酿酒。酿酒？这不就是米酒吗？苏黎十分不解。我要酿的酒比这好多了，不仅质地清澈，而且奇香无比。那10里香在他面前连弟弟都算不上。苏黎有些不信，这世上真有如此好酒？那岂不是传说中的仙酿吗？跟传说中的仙酿差不多吧。林川点头说道。蒸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产量不高，5坛米酒最多也就能产出1坛白酒，而且这1坛白酒的品质依旧有些浑浊，这源于米酒的酿造工艺过于落后。若是有时间，林川都准备自己做一个酿酒坊，这样不仅品质高，而且产量也会大大提升。就在这时，余生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貂蝉，嫂子，什么事？慢慢说。林川示意他不用着急。漠北节度府来人了。余生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据说来人是刘武的姐夫，校尉大人让我来叫你过去。听闻此言，林川剑眉微蹙，一旁的苏黎也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安。尽管他从未问过林川刘武与周豪等人是怎么死的，但直觉告诉他这其中有蹊跷。当然林川不说他也不会问。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了，你告诉校尉大人，我马上就到。余生快速离开了，林川则是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出门朝着校尉营而去。陈景尧之所以让余生来通知自己，并且专门提到来人是刘武的姐夫，显然陈景尧是想提醒自己，对方此行是要追查刘武的死因，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此前林川便知道刘武有个姐夫在北疆大营做参军，那可是跟随北疆主帅左右的红人，职位或许并不高，但很多时候一句话比你10次战功都有效。但凡刘武争气一点，也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当一个小小的武长。当然刘武那个姐姐也并非正妻，其原本是风尘女子，被那位参军看上之后赎了身那为小妾。林川整理了一下情绪，来到校尉营之外。目标貂蝉林川，前来听命。进来吧。营中传来陈景尧的声音。林川迈步而入，只见原本属于陈景尧的主位之上，坐着一名40出头的中年男子，头戴如巾，面相寡瘦，眼底不时闪过阴鸷之色。林川，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节度府的张大人，此次前来稽查战功。陈景尧介绍道。林川走到张大人跟前，抱拳行了一礼。属下林川见过张大人。然而本名为张继的张大人依然是自顾自把玩着青瓷茶瓯，似乎根本没听到。身后的2名亲卫同样是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神色之中带着几分不善，扫了林川一眼。一时间现场的气氛变得极为尴尬，就连陈景尧也露出为难之色。终于张继缓缓放下茶杯，抬起那双3角眼打量着林川，问道，你就是林川？属下正是。听说你一箭射杀了穆尔扎？是。听陈校尉说除夕夜狼风口一战的整体布局也是出自你手？是。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张继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点头说道。短短数日时间便从一个边军小卒直接爬上了貂蝉的位置，这就算放眼整个北疆也不多见。谢大人夸赞，朱葫芦以报圣恩，乃我边军本分。林川站得笔直，声音铿锵有力。谁知就在此时，张继脸上的笑容霎时收敛，一抹阴狠之色跃然脸上。可惜你不该杀刘武，他再草包也毕竟是我的小舅子，你杀了他，我得拿你抵命。此言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凝至冰点。陈景尧内心也猛然一紧，得知来人是张继的时候，他便有了猜测，为防不测，还特意让人通知林川。
张继到场之后，既没有过问除夕夜那一战的情况，也没有询问胡杰人的动向，而是指名道姓要见林川，这让陈景瑶更加不安。此时，张继以如此笃定的语气，一口咬定是林川杀了刘武，让他都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事情败露了。面对质问，林川却是丝毫不慌，直接抬起头直视张继投来的目光。张大人何出此言？刘武常是死于胡杰斥候之手，怎么能说是我杀了他？哼，那你告诉我，为何其他人都死了，唯独你活了下来？张继冷声追问。因为属下身手好。林川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说什么自己运气好之类的话。张继先是一愣，随即冷笑道：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把人带上来。随着他一声大喊，一名亲卫带着一名兵卒走了进来，那兵卒不是别人，正是吴德。当日吴德被林川所伤，没能参与巡边，这也让他侥幸逃过一劫。然而在当晚得知他们那义务出去巡边的4人，除了林川之外全部都死了，他内心一下子慌了起来。那一晚他彻夜未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巡边遇到胡杰斥候是真的，但刘武的死林川绝对脱不了干系。因为他了解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刘武因为贪图林川领来的媳妇，想要据为己有，彼此已经发生过冲突。刘武更是对他们几人提及要趁着这次巡边做掉林川，可结果死掉的却是刘武等人。在以往的认知中，林二狗怂货一个，就算骑在他头上撒尿，他也不敢吭一声。然而就那天开始，林川仿佛变了个人一样，不仅言谈举止乃至气质都与之前截然不同。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林川的战斗力变得极其恐怖，他们几人联手都不是其对手。他严重怀疑林川是不是像话本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得到了盖世秘籍，一夜之间蜕变成了绝世高手。所以他推测他们当时肯定是遇到了胡杰斥候，一番激战之后，他们干掉了胡杰斥候，林川却趁机偷袭，将刘武等人也一并干掉，然后将他们的死因归结于胡杰斥候。毕竟林川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恐怖身手，绝对有反杀刘武等人的实力。可吴德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川是先杀了刘武3人，然后才遇到了胡杰斥候，并以一己之力干掉了3名胡杰斥候。此时吴德被带进来，林川与陈景瑶都心感不妙，不过林川依旧是面不改色。他很清楚，吴德就算有所猜测，也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陈景瑶也只能强作镇定，这种局面下，自己最好是什么都不做，否则只会加重张继的疑心。吴德，你是刘武的兵，现在你如实交代，刘武是怎么死的？张继冷声问道。吴德眼神之中满是畏惧，看了看林川，又看了看陈景瑶。你不必担心，本参军在此，只要你所言属实，定会为你做主，而且还会给你记检举之功。张继再次开口，言下之意便是在告诉吴德，他在这里不用害怕陈景瑶。吴德这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回禀大人，当日属下被林川所伤，未能前去巡边，后来听说刘武长等人全部死在巡边途中，只有林川活了下来。吴德把事情始末加上自己的猜测说了一遍，显然张继此前已经派人跟他接触过。林川，你还有什么话说？张继再次看向林川问道。张大人，刚才吴德所说大多是他的臆测，并无实质性证据。当日遭遇胡杰斥候的情况，属下已据实禀报，如果张大人非要将刘武长的死归结在我身上，属下无话可说。林川依旧是神色镇定，眼神中看不到半点慌乱。陈景瑶见时机差不多了，也上前抱拳说道：张大人，此事我当日已经派人核实过，大致与林川所说一致，而且刘武、周豪以及王恩3人的伤口我也亲自看过，确实是死于胡杰人的弯刀与铁剑。张继的目光变得更为凌厉，死死盯着陈景瑶说道：陈景瑶，你可知道包庇残害同袍的凶手，哪怕你身为校尉也是要杀头的。我自然知道，但我所言句句属实。陈景瑶字字铿锵。好，很好。张继一脸冷笑，他知道今日想要处置林川是不可能了，哪怕他知道刘武10有8九就是死于林川之手，但他却拿不出证据。若是强行抓人，陈景瑶肯定不会袖手旁观。按品级自己高他不少，但这里是人家的地盘，自己根本压不住他。紧接着张继再次将目光看向吴德，问道：你说此前林川伤了你？是的，大人。吴德连忙撩起裤子，露出小腿上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大胆林川，竟然对同袍兄弟下此死手，你可知罪？陈景瑶本想说清事情原委，可林川却抢先回答道：属下知罪。张继眼神中闪过一抹错愕，他本以为林川会为自己辩解，如此一来自己便可借题发挥处置他，没想到林川竟然直接认罪了，这让他原本的计划直接落空。张继顿了顿，说道：念在你杀敌有功的份上，罚你10军帐，同时补偿吴德10两银子的汤药费，另外战功奖赏减半。
属下领命。林川抱拳说道。张继也没再停留，直接起身离开。路过林川身边的时候，他驻足小声说道：小子，今日让你躲过一劫，但不要以为就这么完了，你最好祈祷不要让我查出什么。说完，张继便带着自己的几名亲卫离开了，陈景瑶则是跟着送了出去。张继一走，吴德顿时慌了，毕竟这次没能承办林川，如今没了靠山，林川若想报复自己，那自己定会死得很惨。林川来到吴德面前，笑了笑，说道：你不用紧张，我林川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回头我会让人把银子给你送过来，你可以走了。是，属下告退。吴德如蒙大赦，顾不得腿上的伤痛，逃一般离开了校尉营。很快，陈景瑶返回，看着林川，他长舒了一口气，说道：刚才实在是太险了，我生怕你沉不住气。林川笑道：我还好，反倒是校尉大人比我还紧张。你这不是废话吗？要是事情败露，我也得跟着遭殃。陈景瑶瞪了他一眼，又问道：你刚才想都没想直接认罪，是因为小黎吧？林川点了点头，他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唯一能让自己担心和牵挂的只有苏黎。而且张继明显是在针对自己，就算证明自己伤吴德是事出有因，他也会想其他借口克扣自己的战功，但因此将苏黎牵扯出来就得不偿失了。毕竟苏黎的身份太敏感，林川不想节外生枝。陈景瑶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小子有情有义，我没看错你。当日下午，节度府的封赏就到了。为了避免上级私吞士卒的赏银，大州有专门的军公司，由他们亲自下发到每一位士卒手中。当然，这样也只能是尽可能避免，而无法彻底规避。毕竟此前像刘武这种侵占军功的情况绝非个例。同样，谁敢保证领到赏银低士卒不会被其他人抢走？这一次狼风口大捷，战功人人有份，最少的也有10两。至于战死低士卒，其赏银则是会送到其家属手中，若没有家属的，则是送至家乡亲戚手中。大周作为雄踞300年的强大帝国，治军方面自然有着完善的制度。尽管如今日薄西山，不复曾经的辉煌，但这些制度依旧还在，只不过执行力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林川前后多次立功，本次一并封赏，共计赏银2000两，任标长之职。事实上，谁都知道这是张继从中作梗，不仅千户没了，赏银也只有2000两。至于标长，那不过是个顺水人情，这哪里是减去一半，都扣得只剩下零头了。要知道，仅林川射杀莫尔扎的斩将之功，便足以领千户，赏银3000两，封校尉。更何况除夕夜一战同样位居首功，还射杀了一名敌军副将，这些战功加在一起，就算是领3000户，封都尉也绰绰有余了。林川没有计较，而是拿到赏银的第一时间，便带着苏黎来到市集，直奔绸缎庄。掌柜的，把最好的料子拿上来。掌柜见是林川，顿时笑着迎了上来。哟，林彪长，您这是带夫人来做新衣？把好料子都拿出来，让我娘子挑选。林川十分豪气地说道。俗话说，兜里有钱，说话的时候腰板都挺得更直一些。林川算是真正感受到了。有，年前才刚从灵州进了几匹上好锦缎，我这就拿出来给2位挑选。很快，掌柜就抱着几卷上好锦缎出来。林川并不知道这锦缎好在哪里，但这相比起普通人家麻布、棉布，无论是色泽还是织造密度，乃至上手的触感，都有着天壤之别。苏黎自然是识货的，也知道这锦缎价值不菲，一般人根本穿不起。相公，要不咱们还是到别家看看吧。苏黎虽然喜欢，但也不是物质的女人，更何况如今她与林川成了家，得为以后的日子精打细算。掌柜见苏黎要走，连忙说道：夫人，这街上除了本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锦缎，而且不瞒您说，这几匹料子已经压手里几个月了，一直卖不出去，我都准备退回去了。随后他压低声音说道：如果2位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林川也看出苏黎确实喜欢，索性也不再考虑，直接说道：行，我们全要了。啊，全要？苏黎与掌柜异口同声地问道，就连脸上震惊的表情都如出一辙。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对，娘子喜欢就行。掌柜的，你看能做几套衣服，一起算算。掌柜都没用算盘，直接说道：这4匹料子我进价是30两，每匹不给2位各做1套衣服，还有余料，算上手工钱，林彪长给35两就行。行，另外几套不着急，先把红色做成喜服，3日后咱们成亲要穿。林川直接给了2锭10两官银。哟，林彪长要成亲啊，那我一定要来套杯喜酒喝。掌柜找了5两碎银子回来，随后又叫来老板娘，分别给2人量了尺码。见林川一下子花了几10两银子，苏黎有些心疼，但想到是为自己花的，心里又瞬间被幸福填满。掌柜的，
边角料麻烦您给我留着。苏黎交代道。掌柜笑着点头，夫人就算不交代，我也会给您留着。2天后，我亲自把衣服送到军营。两人走出绸缎庄，林川不解问道：娘子，边角料你拿来做什么用？苏黎脸上闪过一丝羞涩，小声说道：我给自己绣几件亵衣，而且以后给娃娃做衣服做鞋帽都用得上。听到这话，林川内心无比幸福，凑到他耳边问道：你有了？苏黎俏脸羞红，娇嗔道：相公，这才1天，人家哪里知道。随后二人又来到一家首饰店，给苏黎买了一对玉镯和一只金钗。虽说前世林川也对天价彩礼嗤之以鼻，但给心爱之人花钱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之后苏黎提议买了些红纸回去，用于剪喜花、血洗连用。相公，咱们成亲，你准备请哪些人啊？人太多的话，估计小院容不下。苏黎问道。咱们到时候就在军营大摆宴席，宴请所有人。林川拉着他的手说道。啊，那得花多少银子？苏黎惊讶地说道。对于这种大摆宴席的情况，在神都并不罕见，特别是一些达官显贵有喜事，都会这么显摆一番，以此彰显自家的地位和财力。可他们现在明显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娘子不用担心，我这次的赏银可是足足2000两，花不了多少银子的。林川笑了笑，继续说道。而且成亲这种喜事一辈子就一次，当然要跟所有人分享了。相公，你刚刚说什么？苏黎一脸严肃地看着他问道。赏银2000两啊？不是这句，后面一句苏黎继续追问。我说成亲一辈子就一次，自然是要跟所有人分享啊。林川有些发怵，因为他从未见过苏黎这般严肃的表情。呸呸呸，相公可千万别这么说。苏黎连忙说道。娘子你怎么了？林川不明所以。相公有勇有谋，将来肯定能立下更多战功，封王拜将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得纳几房小妾，怎么能说一辈子就成一次亲呢？苏黎解释道。我不纳妾。林川想都没想，直接摆手拒绝。苏黎眼底闪过无奈之色，摇了摇他的手臂，说道：相公，你要是不纳妾，别人会说我不懂事的。林川停下脚步，双手抓着他的肩膀，认真说道：我林川这一辈子有你就足够了，我的心里也只能容纳你一个女人。苏黎的身体微微一颤，只感觉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呲了一下，泪水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相公，遇到你是小黎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傻丫头，大过年的你哭什么？林川温柔地为她擦去泪水。当天下午，林川便亲自到军营通知所有人，3天后喝自己的喜酒，还特意交代不许随礼。所有人都为之叫好，毕竟林川现如今可是狼风口的英雄人物，能喝到他的喜酒自然是非常乐意，纷纷送上祝福。就在这时，余生前来告知校尉陈景尧请他去一趟。林川顺手烧上一壶自酿白酒，便朝着校尉营而去。陈景尧也是爽快人，一见面便直奔主题，让他将之前的5行追阵画出来，接下来便准备在各标推行演练了。林川没有半点藏私，不但详细画出了战阵排列，还将每一个兵卒的作用详细写了出来。此外，林川还将战阵的几种变化以及多个5行战阵如何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大的联合战阵也进行了详细介绍。陈景尧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标注，内心早已震惊得无以复加。这段时间他私底下也没少对这战阵进行拆解研究，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80%，直到此时听到林川的讲解，他才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不过冰山一角。此阵看似简单，实则精妙绝伦，若是加以训练，将5行追阵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士兵的战力将直线飙升。或许1对1不是胡杰人的对手，但若是5对5，他们至少有50%胜算。陈景尧激动地说道。林川却是摇了摇头，说道：不止50%，而是80%。80%？陈景尧有些不敢相信。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校尉大人可曾想过，为何我们1对1打不过胡杰人？胡杰人体型高大，且弓马娴熟，天生善战。陈景尧几乎想都没想，便给出了答案。谁知林川却是摇了摇头，说道：不然，那是为何？陈景尧不解地问道。在战斗中，体型和力量确实占优，但他们体型在大能大过大象吗？力量在大能大过猛虎吗？可人却能驯服大象，杀死猛虎，这是为何？听闻此言，陈景尧顿时陷入沉思当中，忽然他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说道：因为智慧。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我们的士兵之所以单挑打不过胡杰人，体型固然有一定关系，但绝非主要原因。想我大周鼎盛时期，无论是北方胡杰还是南方蛮子，亦或是东疆众多岛国和西域强敌，都无法与我大周战兵阴风。归根结底，是这些年我们被外敌打怕了，以至于所有人的骨子里都认为我们打不过别人。这一次
陈景尧许久都未能接上话。对于一名军人，特别是一名将领来说，谁愿意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所以他一直都在逃避这个问题，甚至是以各种理由为借口自欺欺人。然而林川却毫不留情地将这层遮羞布扯掉，将血淋淋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霎时间，陈景尧猛然醒悟，不仅羞愧难当，更是无言反驳。只因他知道林川说的对，因为这些年被胡杰人打怕了，以至于很多人在听到胡杰人这个名字，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恐惧。胡杰人的马蹄声就像是催命符一般，让很多兵卒双腿不住颤抖。胡杰人弓弦颤动的声音就像是恶鬼的嘶吼，哪怕隔着老远，就让无数人为之胆寒。试问，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打胜仗？陈景尧只感觉喉咙发干，用颤抖的声音问道：那如何才能打胜仗？一支合格的军队，除了需要士兵拥有强健的体魄之外，锋利的兵器和坚固的盾甲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想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除了这些，还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求上至主将，下至每一位士兵都能做到令行禁止。林川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想要成为一支纵横沙场的无敌之师，以上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条件。陈景尧没有打断林川，只是满脸渴望地看着他，静等他的下文。谁知林川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话锋一转，说道：纵观历史，细数那些常胜之军之所以能横扫疆场，所向披靡，甚至很多时候能以少胜多，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是什么？陈景尧满脸迫切地问道。那是勇往无前的气势，舍我其谁的霸气，以及视死如归的决心。战阵如棋，落子无悔，兵锋所指，万灵晋升。真正的无敌之师，不败非因无敌，而是无人敢敌。林川目光犀利，看着陈景尧，最后说道：这就是军魂。军魂这两个字宛如一道惊雷，在陈景尧的耳畔炸响，让他久久无法平静。此时的陈景尧内心早已卷起惊涛骇浪，只因林川这一番话远胜他苦读10年兵书。霎时间，林川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再一次拔高，同时他心中生出一个念头：这少年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若是一支军团交给他，给他足够的时间磨练，或许真能扫平北疆关外。他想将自己的校尉让给林川，但他知道以林川的性格断然不会接受，而且他这种为战场生的奇才，注定要在更为辽阔的疆场大放异彩。小小的狼峰口容不下他，自己也不会把他囚禁在狼峰口这座牢笼，而是尽可能的帮他走向更高处。而眼下最重要的是，趁着林川还在，得尽快让他给自己练兵。林川，你告诉我，眼下我们应该从哪一步做起？陈景尧拉着林川的手，激动地问道。林川一脸苦笑道：校尉大人，我是来请你喝喜酒的，你这明显是想把我当苦力啊！你帮帮我，回头你们承请我随10两银子。林川本想拒绝，可到了嘴边的话，却被这10两银子给堵了回去。倒也不是他贪财，而是实在不忍心拒绝。陈景尧多次帮自己，这份情林川一直记在心底，尽管他是出于苏黎的关系，但终究是帮了自己。林川便将前世军队那一套搬了过去，当然在整理内务方面降低了要求，体能训练方面也做了变通，要不然这些士兵根本吃不消。练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3-5天或许不见成效，但若能不折不扣地坚持训练，不出3月，他们每个人都将发生蜕变。探讨完已是亥时，陈景尧让亲兵准备了点宵夜，还顺带拿来半坛10里香。林川一眼就认出这是上次除夕夜曹正在鸿门宴上喝剩下的那批酒，不由打趣道：校尉大人好歹也是世家出身，拿喝剩下的酒待客，就不怕被人笑话？陈景尧不以为意笑道：你小子别挑肥拣瘦，也就是你，要换做其他人想喝还没有呢。林川拿过自己带来的那壶精酿白酒放到桌上，你这个留着吧，今天尝尝我亲自酿的酒。你酿的酒？扯什么卵蛋？陈景尧一脸不屑，这可是你说的不喝啊。林川说完，直接撤掉酒壶的木塞，霎时间一股浓郁的酒香飘了出来。陈景尧深吸了一口气，顿时两眼放光，好香。说完夺过酒壶给自己倒了一大碗，看着碗中清澈的酒水，陈景尧一度怀疑这就是一碗白水，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酒。陈景尧二话不说，端起酒碗直接喝了一大口。林川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嗨嗨，刚一入喉，陈景尧只感觉一条暴力的火龙从喉咙直冲胸腹，让他止不住剧烈咳嗽。我操，你这酒里加辣椒了吗？怎么这么辣口？陈景尧满脸通红，一脸怀疑地看着碗中白酒。忘记跟你说了，我这酒不宜豪饮，得慢慢喝，才能品尝出其中精髓。林川脸上带着几分坏笑，说到陈景尧严重怀疑林川是故意想看自己出糗。不信邪的他
再次端起酒碗递到嘴边，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豪饮，而是浅尝了一小口，入口如冰刃破血，清冽锋芒刺透味蕾防线，酒精的侵略性裹挟着良香，在口腔中炸开一道灼热的闪电。紧接着酒液划过舌面，似岩浆暗涌，绵柔的酒体突然暴起，辛辣感如千军万马冲关，入喉刹那，它化作一条火龙，俯冲直下，从喉头直捣胸腹。少顷，余味反刍，辛辣渐退，沉香始现。前后不过片刻光景，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陈景瑶眉宇间浮现出一抹陶醉，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世间竟然有如此美酒。相比之下，这半坛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十里香简直就跟白水一样寡淡。这酒叫什么名字？你从何处得来？陈景瑶满脸激动地问道。他并非嗜酒之人，可依然挡不住这般诱惑。饶是他饱读诗书，自认见识过人，这样的酒却是闻所未闻。都说了是我自己酿的，你怎么就不信呢？林川也给自己倒了一碗，浅尝一口之后说道。要是其他人说，陈景瑶定然不信，可林川已经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匪夷所思，从自制破甲弓到改造铁剑，以及后面的战略布局和五行追阵，每一样都颠覆了他的认知。那你这酿酒之法从哪儿学来的？陈景瑶继续追问。从一本古籍之上看到的。书叫什么名字？何人所著？我不敢说学富五车，但也读过不少书，说不定我知道。陈景瑶不依不饶，继续追问。那书封已经损坏了，只有部分内容。林川端起酒碗，掩饰内心的紧张。陈景瑶自然知道他没说实话，但也没再追问，而是指着他笑道：你小子防着我是吧？我真怀疑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此言一出，林川顿时神色一凝，莫非陈景瑶知道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可看他的样子似乎只是随口玩笑，林川这才放下心来，连忙岔开话题。我听小黎说，校尉大人出身关陇世家，自幼饱读圣贤书，为何选择来这边关过刀口舔血的日子？陈景瑶深深看了他一眼，沉默良久后长叹一声：我祖上确实辉煌过，但如今家族已然没落。我跟家族的其他男孩一样，一出生便被家族寄予厚望，从小便背负上重振门楣、光宗耀祖的使命。陈景瑶又喝了一口酒，眼神中透着几分无奈。可他们又哪里知道，如今的大周，读书人的晋升通道早已被那些顶级世家门阀给垄断，像我这种寒门出身的子弟，就算有一身治国之才，终其一生也跨不进那道门槛。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那些世家门阀，给他们做幕僚。可他们不过是一群附身在大周身上的吸血虫，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至于帝国昌盛、造福百姓乃至民族存亡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所以你才决定弃笔从戎，想要在边关战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林川看着他问道。陈景瑶先是点了点头，随即又摇头说道：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的想法，可我到了边关之后才发现，边关与朝堂并无什么两样，就算你有勇有谋，屡立战功，也抵不过人家宗族血脉之情。林川点了点头，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存在，根本无法避免。那你当初为何不留在南疆，继续跟在苏老将军身边呢？林川从前身的记忆中得知，南疆主帅苏定方，也就是苏黎的父亲，忠君爱国，且任人唯贤，培养了不少出身贫寒的将领。苏老将军固然爱才，可当时的南疆已经被他平定，南蛮退走不敢再犯，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事，所以我才来了北境。陈景瑶又自顾自己倒了一碗酒，说道：然而北疆主帅卢运筹却是一心想着拥兵自重，表面上他是替帝国镇守北疆，可实际上北系军早已是他卢运筹的私军，军中高层大多都是他的心腹，我这种外来户根本进不了他的法眼。可事实上这些年卢运筹大多是在被动挨打，偶尔出兵也不过是做样子给朝廷看，好以此让朝廷播放军饷，这样的人执掌大军，简直就是帝国的悲哀。说完，陈景瑶将碗中白酒一饮而尽，立马又剧烈咳嗽起来。从他的言语中，林川感受到了他对如今大周帝国的失望，以及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这不由让他想到前世的一位真豪杰面对绝境时喊出的那句悲壮名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林川借着酒劲继续问道：校尉大人，据我所知，如今的大周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你觉得帝国还能存在多久？陈景瑶猛然抬起目光瞪着他，随后看了一眼帐外，压低声音说道：你小子真敢说，不怕掉脑袋吗？林川知道他并未责怪自己，只是笑了笑，静等他的回答。大周确实是气数将尽，这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朝中权臣当道，武将拥兵自重，地方豪强林立，世家豪门只顾小家，就算真出一位盖世明君，面对这千疮百孔的帝国，也是回天乏术。陈景瑶满脸通红，显然已经上头，只见他双眼通红，看着林川问道：若是你林川能挽狂澜于既倒，
福大厦之将倾，你会不会取而代之，自己去做那龙椅呢？一时间，林川不知如何回答。此时的他也想不到，在将来的某一天，自己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之时，是陈景尧今晚的这番话让他做出了决定。书上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王朝更迭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或许后人读到这一段只是轻描淡写的寥寥数笔，却没人知道这些大人物追逐权力的背后，有多少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又有多少无辜之人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说完这番话，陈景尧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可林川却坐在凳子上，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作为一个穿越者的他，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对大周帝国，都没有太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正如陈景尧刚才所问，若是机会真的摆在自己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坐上龙椅，过一把皇帝瘾，如此一来也不枉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可听完陈景尧这番话之后，他内心犹豫了。离开校尉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林川远远看到家里的灯还亮着，进屋一看，只见苏黎正在剪纸，红纸被他剪成一个个喜字，在灯光映射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相公回来了。苏黎放下手中的剪刀走上来。怎么还不睡？林川笑着问道。人家一个人睡怕冷，等你呢。苏黎娇羞地说道。林川露出一抹坏笑，直接一把搂着他说道，那让我给你暖和暖和。相公好坏，嘻嘻。次日一早，林川照常锻炼，吃过早饭便来到教场。此时陈景尧已经将除了值守和巡边之外的所有士兵全部召集起来，包括标长、师长全部到场。他先是以校尉的身份宣布，现在开始所有人进行新式训练，由林川担任教头。训练期间，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得无条件服从教头的命令，若有违抗军法处置。还有，若有人无法完成训练任务，不许吃饭。对于陈景尧的这个决定，现场所有人都为之错愕。要知道，这个时代等级制度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景尧却能自降身份与他们共同训练，如何不令人折服？林川也没废话，直接以5为单位，拉开架势开始训练。由于大家基础都比较差，以至于上手较慢，很多时候林川都要亲自示范和纠正。好在他威望足够，再加上陈景尧刚才的命令，大家对他还算服从。经过整整1上午的训练，战阵列队已经比较成熟，接下来需要训练的便是彼此之间的默契，这是需要长时间磨合才能培养起来的。想要发挥战阵的威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配合默契。5人战阵犹如人的躯干与四肢。林川站在高台之上，朗声说道。而想要做到如臂使指，就得彼此之间有着绝对的信任，相信盾牌手能为你挡下敌人的刀锋，相信枪兵能一击必中，相信武长的每一道指令。下午，林川跟陈景尧说了一声便开溜了，毕竟该交的要领已倾囊相授，剩下的主要靠他们自己磨合训练。林川提了一壶酒来到市集，找到杨铁匠。杨师傅，上次答应送你一壶好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林川把酒壶放在那张满是划痕的木桌上。杨铁匠瞥了一眼酒壶，笑道，算你小子有良心，得了封赏还记得老头子我。听到这话，林川心中笑骂着，老家伙竟然真是人精，他这么说自己反倒不好开口让他给自己打铁剑了。2日后我成亲，杨师傅记得来喝喜酒。林川说完就准备离开。年纪大了，喜欢清静，喜酒我就不来了。杨铁匠摆了摆手，指着角落的箩筐说道，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你顺带拿回去。林川本想说自己不收礼，可来到杨铁匠手指的箩筐跟前，嘴边的话直接咽了回去。只见箩筐里面竟然装着一大捆铁剑，全部是按照自己上次的要求打造的。林川正要伸手掏银子，却被杨铁匠给制止了，这些都是乡亲们凑的银子，我不过是出点力气。林川胸中暖流涌动，自己虽然能花银子喊他打，但这是狼风口乡亲们对他的认可，意义不一样，替我谢过乡亲们。对着杨铁匠抱拳行了一礼，背起那一大捆铁剑离开。杨铁匠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喃喃道，是你们守住了狼风口，要不然我们早就成为胡贼的刀下亡魂了。持续多日的大雪也终于停了，久违的阳光洒在北疆大地，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丝温暖。3日时光转瞬即至，今日是他与苏黎成亲的日子。为此，陈景尧一改往日的严肃，除了值守的兵卒之外，陈景尧给其他人放假1日，让大家欢呼不已。毕竟这几日的高强度训练让大家疲惫不堪。一大早，市集不少乡亲们便自发前来帮忙，几百人的宴席需数十人操持。同时，几名年轻妇人则是来到林川家里，给苏黎梳妆打扮，宛如他的娘家人。昨日一早，绸缎庄的老板亲自将2套喜服送了过来。这做工虽然无法与神豆那些老店的手艺相比，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难得了。昨天晚上，苏黎捧着喜服看了又看，满脸的幸福，就连睡觉都带着笑意。
喜联由陈景尧亲笔题写，字迹工整有力，堪比前世不少书法大家。很快就到了吉时，2名中年女子将苏黎扶了出来。虽然盖着红盖头，可那高挑的身形与无形的气质依旧让人为之惊叹。同样换上喜服的林川同样是眉目俊朗，英姿卓然。围观者纷纷惊叹，这2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吉时已到，新人拜堂。一名年龄稍大的妇人喊道。林川牵着苏黎的手，缓步走到正堂之中，一拜天地，2拜长兄。2人父母都已不在，苏黎便请陈景尧以长兄身份参加。一开始陈景尧是拒绝的，可想到2人父母皆已不在人世，他们既然敬自己为兄长，那自己若是再推辞，难免让他们寒心。夫妻对拜，2人相对而立，躬身一拜。这一拜预示着他们真正结为夫妻。送入洞房，随着这声音响起，林川直接一把将苏黎抱了起来，朝着屋内走去。本以为接下来便是2人的2人世界，可谁知屋内早已挤满了人，有李长龙、梁胜等军中同袍，也有一些相熟的乡亲，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嘴里说着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之类的祝福语。林川对这个世界的婚礼流程并不熟悉，但隐约猜到这是要闹洞房，只是不知道他们要玩什么花样。貂蝉，今天咱们可要以下犯上了，哈哈哈！只见梁胜端着一条长凳放在林川面前，随后又拿出一条黑色布带，直接将林川的眼睛蒙上。貂蝉，咱们也不为难你，只要你抱着弟妹在原地转10圈，然后踩在凳子上走过去不掉下来，就可以入洞房了。大喜之日，林川自是不会扫兴，而且人家也没有恶意他，便抱着苏黎原地转了10圈，然后摸索着踩到板凳上，小心翼翼往前走。忽然他感觉板凳一阵摇晃，苏黎也被惊得一声尖叫，好在林川身手矫健，轻轻一跃便平稳落地。平安落地，早生贵子。貂蝉，你没过关，必须得接受惩罚。梁胜笑着起哄。林川摘掉蒙在眼上的黑布，问道：说吧，什么惩罚？让新郎官当面亲一口新娘子，大家说好不好？梁胜大喊道：去，要亲也是关起门来亲，凭什么给你们看？要是在前世，这算不得什么，可这个时代，特别是对于苏黎这种出身的女子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吧，一会我请大家喝好酒，就当是赔礼行不行？好，一言为定啊。房间里终于安静了下来，林川轻轻将苏黎放在床上。相公，他们都走了吗？苏黎隔着盖头小声问道。那群家伙现在肯定趴在外面偷听呢。林川笑道。林川慢慢掀开他的盖头，尽管是熟悉的枕边人，尽管早已见过苏黎的绝世容颜，可这一刻的苏黎依旧让林川为之惊叹。娘子，你真好看。林川由衷赞叹。苏黎娇羞道。相公也好生英俊呢。四目相对，含情脉脉，苏黎那娇羞的目光宛如一泓清泉，让林川忍不住吻了上去。有人看着呢。苏黎连忙说道。让他们看了眼睛长针眼。林川一把拉过被子，直接盖在2人身上。门缝外面，一群人眯着眼睛往里面看，结果只能看到被子卷起的红浪。嗨！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咳嗽，几人顿时一惊，发现陈景尧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板着一张脸。几人如老鼠见了猫，慌忙逃窜。2人缠绵一番之后，苏黎帮林川整理好衣服，说道：快开席了，相公快去吧，可别让大家久等了。好，娘子等我，我很快回来。苏黎不由得俏脸一红，娇羞道：现在离天黑还早着呢。教场之上摆着数十张桌子，除了狼风口的兵卒之外，不少百姓也都到场喝喜酒。不过大家都没有空着手来，有的提着鸡鸭，有的提来一块肉，再不济也带了几斤粮食。得知林川不收礼之后，老百姓也没有要拿回去的意思，直接丢给了火头军。对此林川也是哭笑不得，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他意识到他们这群人的血没有白流。新郎官啥时候开席啊？大家都等不及了。丁彪彪常务兴邦笑着问道。这次宴席的食材是林川给银子让火头军伍长亲自去市集上采买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西甲湖的鱼，那可是出了名的鲜美。掌勺的正是吞血楼的老板，上次的事情陈景尧已经查明，他确实是被要挟的，2个孩子都被曹正的手下扣押在后院事实上。李长龙等人潜入后院之前，掌柜还悄悄将后院的布局以及对方所在的位置一一告知，并亲自带着他们前去敲门。要不然想要控制后院准备往酒里下毒的那2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等规格的席桌，无论是营中兵卒还是这些边关百姓都十分少见。林川笑道：大家别着急，这喜酒自然是要先喝酒。说完让余生将自己准备好的酒放上桌，每桌一坛，大约5斤左右。为了酿造这些白酒，他可是将市集上的米酒都买光了。得知林川买来白喜宴，老板都按照最低价给他。然而
一众宾客看着这并不大的酒坛子，不由有些诧异。从菜品来看，你并非吝啬之人，可这5斤酒未免太少了些，每个人也就能分到1碗。莫非是10里香？有人猜测道。识货之人则是摇头说道：10里香的坛子上印有自家商标，这明显就是米酒的坛子。林兄弟，每桌就5斤酒，未免太少了些，还不够弟兄们漱口呢。大大咧咧的熊广玩笑道。林川则是一脸笑意的说道：熊老哥别急，我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就算是你这般海量，也喝不了1斤。熊广听后满脸不屑说道：兄弟，你看不起谁呢？就这5斤，我一口喝完都不带喘气的。你还别不信，前2日陈校尉喝了8两，连自己怎么睡着的都不知道。林川毫不顾忌，当众揭陈景尧的短。见众人纷纷朝自己看来，陈景尧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但还是如实说道：这酒确实不一般，所有人只能喝1碗，不可多议。一众兵卒更加疑惑了，他们相信陈景尧不会骗人，但打心底不相信1斤酒就能把人放翻。就在这时，林川看到头发花白的杨铁匠出现在人群中。杨师傅，你不是说年纪大了喜欢清静吗？林川打趣道。他自然知道杨铁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嗜酒如命的他尝过自己送的那壶酒之后，若是还能忍得住，那才叫怪了。杨铁匠喉头滚动，目光死死盯着酒坛。怎么，你小子怕我把你吃穷了？林川连忙摆手笑道：杨师傅哪里话，这满桌子的菜你随便吃，不过你年纪大了，酒就别喝了。凭什么？一听不让自己喝酒，杨铁匠顿时急眼了，自己这趟本就是专程为酒来的。随着酒坛揭开，一股浓郁的酒香四散开来，像是嗜血的虫子钻进所有人的鼻子里。熊广一脸震惊，双手捧起酒坛子猛吸了一口。天哪，怎么这么香？其他人也同样是满脸的不可思议，简直不敢相信仅仅是酒香便如此令人沉醉。来，大家倒满酒，祝新人白头偕老。早生贵子陈景尧将倒满的酒碗举起，大声说道：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所有人一起高呼，随即便准备将碗中酒一饮而尽。可刚喝一口，只感觉嘴里一片火辣，仿佛燃烧起来一般。紧接着，那火焰撕裂喉咙，直袭胸腹。紧接着便是一片意料之中的咳嗽声，一个个满脸通红，猛咳不止。哪怕是熊广这等酒中豪杰，也是猛拍胸口，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一幕，陈景尧心中暗爽道：让你们笑，这下知道厉害了吧？杨铁匠也只是浅饮半口，脸上露出陶醉之色，随即缓缓放下酒碗。杨师傅，这是什么酒？怎么入口之后宛如一团烈火在燃烧？朱谦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问道。杨铁匠摇了摇头：我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也喝过不少酒，但从未见过这等烈酒。听那小子说是他自己酿的。自己酿的？林川会酿酒？朱谦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呵呵，谁知道呢？杨铁匠咧嘴笑道。这酒虽入口辛辣，但若是慢饮，你会发现它不仅酒香醇厚，且回味绵长，余香久久不散。很显然，相比起军中大部分人饮酒多为取暖，杨铁匠才是真正的行家，说得头头是道。事实上，2日前他也着了林川的道，当时的酒酿比现场众人好不了多少。此时众人总算相信林川之前不是在吹牛。随后林川又告诉大家，这酒的慢慢喝，细细品。果然大家按照林川说的方法喝，只感觉回味无穷。林兄弟，今天是你成亲的大喜日子，咱们敬你。李长龙等几名目标时常端着酒碗走上来敬酒。林川来者不拒，但却不敢回敬。他酒量虽然不错，但这可是足足40多度的高度酒，1斤已经是他的极限。林彪长，我们敬你跟夫人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林彪长，我代表乡亲们敬你跟夫人多子多福。在一声声祝福中，林川也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再看席间，不少人已经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还有不少人一张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端起酒碗踉踉跄跄朝着自己走来。一直到天黑，众人才相继散去。林川则是坐在教场边的滚木上，余生全程跟着他。彪长，我送你回去休息吧。林川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满身酒气，怎么去见你嫂子？余生闻言顿时笑了起来，想不到彪长阵前英勇无双，竟然怕媳妇。你小子找打。林川眉峰一挑，抬手就要打，余生假装害怕躲开。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余生也知道军营里彪长十分严厉，但私底下却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经常还主动跟他们开玩笑。去后出给我找点萝卜。林川对余生说道。彪长要萝卜做甚？余生不解。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萝卜可以帮助解酒，但见效慢。等余生走远后，林川便用前世所学的催吐之法。很快，
余生拿着一根手臂粗的萝卜回来，林川吃掉小半就实在是吃不下了。余生，来陪我跑几圈。余生闻言，想看怪物一样看着林川。彪长，你疯了？这大晚上你不回去洞房，在这里跑圈？不跑就滚，我自己跑。余生嘿嘿一笑，但还是陪着林川跑了几圈。几圈跑下来，出了一身汗，再加上汗液蒸发了酒气，林川的酒也醒了大半，便让余生回军营，自己也准备回家。林川远远看到屋内的红烛将贴在窗户上那个喜花映得无比显眼，想到苏黎，他内心不由涌现出一抹甜蜜。忽然一道黑影闪过，林川神色顿时一惊，因为那道黑影竟然从院墙上闪过，直接朝着家里而去。霎时间，林川仅剩的几分酒意也瞬间清醒，以最快的速度窜了出去。只见他双手撑在院墙之上，一跃而入，双脚稳稳落在院子之中。而就在此时，他看到那道黑影正准备推门，为避免惊着苏黎，便没有出声，而是直接扑了上去。对方显然也察觉到了林川的存在，转身便的一脚朝着他踹来。林川见状，果断使出反扣关节的擒拿招式，一只手抓住对方的脚踝，另一只手抡起掌刀，径直朝他脖子切去。这些看似普通的招式，却是无数代人集众家武术之长改良而成的杀人技，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招招致命，而且每一招都暗含各种变化。可林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手指抓在对方的脚踝，却根本扣不进去，那条腿就跟石头一般坚硬。林川顿时一惊，可不等他反应过来，那人腿上猛然发力，直接踹在他的肩膀。林川闷哼一声，身体连连后退，眼神之中更是写满了震惊。要知道，就算是前世高手如云的特种部队，也是近战好手，可眼下仅一个回合，竟然落于下风。就在此时，屋内传来苏黎的声音：“相公，是你吗？”紧接着便看到窗纸映出苏黎持灯走近的剪影。林川神经猛然一紧，连忙说道：“别出来，危险！”说完，他径直朝着那黑衣人扑去，虽手无寸铁，可拳掌之间暗藏杀机。一番交手，拳来腿往，掌指交替，可林川却始终没有占到半点上风。忽然，林川抓住一个空档，一拳轰在黑衣人的胸口。砰！黑衣人连退数步，可林川脸色却是一阵难看。就在那一拳砸中对方的瞬间，他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道宛如气浪一般席卷而来。霎时间，整条右臂如遭雷噬，经络突突乱跳。黑衣人下意识要去拔刀，可他的手掌刚接触到刀柄，又迅速松开了。相公，你没事吧？就在这时，苏黎拉开了房门，林川暗道不好，娘子快进屋。然而黑衣人却也转过目光看向门口身着喜服的苏黎，那眼神之中没有杀意，也没有贪婪，只有无尽的温柔淡。他身在黑暗中，无论是苏黎还是林川都看不到这一抹细节。林川快步冲了上去，他绝不允许有人伤害到苏黎。只见林川一跃而起，一记鞭腿扫向黑衣人，可对方竟然只是抬起手臂，轻描淡写地挡住了他这一记扫腿，同时另一只手猛然抬起，一掌拍在他的胸口。林川直接倒飞回来，重重摔倒在门前。贼人，休要伤我相公！苏黎交喳一声，直接将手中油灯砸了过去。面对砸来的油灯，黑衣人不闪不避，稳稳将其接住，灯火只是微微晃动了几下，并未熄灭。接住灯火，林川与苏黎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尽管黑金遮着面孔，但露在外面的那对眼睛却透着逼人英气。你叫我贼人？黑衣人看着苏黎，沉声问道。听到这个声音，苏黎身体猛然一颤，脑中轰然作响。他瞪大双眼看着那道身影，嘴唇颤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这边的动静也惊动了住在周围的兵卒，毕竟不只是林川领了媳妇，还有其他领了媳妇或者是带着家眷的使长、镖长都住着独立院子。伴随着一阵阵脚步声，有人拿着火把朝这边赶来。林兄弟，发生什么事了？朱谦的声音远远传来。黑衣人轻轻放下手中油灯，十分不舍地看了苏黎一眼，随即身形一跃而起，脚尖在院墙上一点，便消失在了黑暗中。娘子，你没事吧？林川转过目光问道，发现苏黎目光呆滞地看着黑衣人离去的方向，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林川第一想法是他被吓着了，可种种迹象表明事情没那么简单。林兄弟，你没事吧？朱谦举着火把来到院外问道。林川堆起一副笑脸，摆手道：没事，喝大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朱谦不疑有他，还打趣道：你可悠着点，别摔个鼻青脸肿，大家还以为你被弟妹给揍了呢。哈哈。朱谦笑着离开了。林川与苏黎二人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他提起那盏油灯，扶着苏黎进了屋。相公。苏黎看着他，唇瓣几度开合，终未出声。林川笑着将他搂进怀里，轻拍着他的后背，说道：别怕，有我在。这一夜，苏黎彻夜未眠，
他几次想要开口，可看到熟睡的林川，却又打消了心中的念头。事实上，林川也没有睡着。次日，林川照常早早来到教场训练。昨晚与那黑衣人交手的场景让他耿耿于怀，手臂现在还在隐隐作痛。看来这个世界的个人武力值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不少，特别是在这烽火边关，想要活下去，实力是最基本的保障。对敌经验和杀人技法自己都不缺，唯独这具身体的体能跟不上，要不然昨晚就算无法拿下对方，至少也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今林川的训练除了体能之外，还加入了刀法和剑术。中午，林川提着一坛酒来到铁匠铺，杨师傅，帮我打一把刀。杨铁匠看到他手中的酒坛，态度比往常好了许多，问道：打什么刀？林川取出一张图纸递给杨铁匠，后者打开图纸，只是看了一眼便不屑地丢到一边。你这什么玩意？刀不像刀，剑不像剑，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林川却是一脸成竹在胸的样子，说道：枉你当了大半辈子铁匠，本以为你是个识货的主，不曾想你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杨铁匠满脸不服气：第二狗，你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真以为请我喝了几坛酒，老夫就不敢揍你了？林川笑道：我这把刀可轻松斩断马腿，还能轻松穿透胡杰人的铁甲。你要是不信，咱俩打个赌如何？赌就赌，我怕你不成。你要是输了，以后每天给我送一坛酒。杨铁匠成竹在胸地说道：没问题，要是你输了咋办？林川一脸轻松问道：切，我要是输了，以后你来打任何东西，我一律不收钱。杨铁匠拍着胸口说道：好，赌了。林川爽快答应。每天一坛酒，你小子可不许反悔。杨铁匠爽快答应下来，生怕林川变卦，谁反悔谁是龟儿子。随即林川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有一点我得事先声明，断刀的每一个步骤都得按照我的要求来。行，都依你。在杨铁匠看来，这就是一场必胜的赌局。打铁这门手艺，就算是师傅手把手教，每个3-5年的磨练根本上不了手，锻造兵器的要求则是更高，只有经验丰富的老铁匠才能干。尽管此前林川自制破甲弓和改造的剑族都让他另眼相看，但他依旧不认为林川能够锻造出能轻松破甲的战刀。要知道，如今大周贪腐成风，无论是朝中权贵还是地方官员，无不在中饱私囊，以至于军械铠甲的质量都大打折扣。再加上胡杰人几次攻破国门，大肆掠夺，不仅抢走了大量铁器，还掳走了许多匠人，以至于他们的军械水平迅速提升，短短10余年便直追大周的冶炼水平。曾经大周边军配置的皆为百炼刀，可如今的大周普通军族手中已经很难一把能破甲的战刀了。杨铁匠也不磨蹭，直接撸起袖子开干。可就在他正准备去生火的时候，林川却叫住了他：这炭不行，得处理一下。不等杨铁匠发问，林川便去外面挖了一筐黄泥，然后加水合成泥浆，紧接着他将木炭全部倒入泥浆之中浸泡。臭小子，你疯了，这炭可是花银子买的，你这么糟践了，还怎么烧？杨铁匠厉声制止。林川却是不以为意地说道：嚷嚷个屁，一会你得感谢我。约莫半个时辰，林川将那些带着泥浆的木炭取出，然后配合着普通木炭一起放进炉子里生火。拥有现代技艺的林川很清楚，温度是锻造工艺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普通木炭最高温度也就700-800度，不能完全将铁矿烧透，继而无法将铁胚中的杂质去除，这将大大影响兵器的硬度和韧性。煤炭自然是最好的燃料，可惜如今的大周并没有发现煤炭这一矿产，而自己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只能用泥浆浸泡这种传统方法。通过泥浆浸泡之后，可以将温度提升到1000度以上，勉强能够满足要求。接下来便是烧矿，这些技术林川并不熟悉，只能看着杨铁匠一个人操作，他则是在炉子跟前帮忙拉风箱。咦，忽然杨铁匠惊呼一声，他发现平时需要烧大半个时辰才融化的铁矿，现在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融化了，而且化得非常彻底。经验丰富的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炉火温度导致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直觉告诉他跟林川之前用黄泥将浸泡木炭有关系。很快，一块通红的铁胚被他从炉子里夹了出来，放在铁砧上开始捶打。锻造一般的刀剑，将铁胚反复折叠捶打6-7次即可，就算是大周鼎盛时期的百炼刀，也只是反复捶打10次，毕竟每折叠捶打一次，铁胚就会缩减很多，锻造一把刀也就需要更多的铁矿。然而林川则是要求要反复折叠15次，杨铁匠为了履行赌约，也只能依他。折叠到13次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杂质脱离了，但林川还是坚持折叠15次，因为他记得龙泉剑就是反复折叠15次，最终让铁坯达到惊人的数万细密叠层。紧接着林川又让杨铁匠用大铁钳夹住铁坯的两端，将其扭成麻花状。你小子
没完了你！杨铁匠一脸不耐烦，就要撂挑子。你还想不想喝酒了？林川直接拿堵住要挟。听到这话，杨铁匠瞬间没了脾气，谁让自己嗜酒如命的软肋被对方拿捏住了呢？但一想到以后一直有酒喝，他也就强忍下这口气。自从喝了林川酿的酒之后，普通的米酒根本不解馋，就算是以往偶尔才能打2两尝尝的10里香，也觉得寡淡无味。在他心里，唯有林川酿的才算是真正的酒。塑形过程中，林川也是寸步不离，无论是刀身长度还是刀刃弧度乃至刀脊厚度，都严格按照图纸上的要求。淬火的时候，林川再次叫停，只见他用粘土将刀脊覆盖，只留下刀刃裸露在外面。这样既保证了刀身的韧性，同时也能让刀刃部分通过淬火增强硬度。等刀胚成型的时候，天都黑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明日我再来。都说人间3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饶是杨铁匠打了半辈子铁，这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抹撒着手中初见雏形的刀劈，他心中隐约感觉此刀或许真能给他惊喜。不过这略显细长的刀身大大限制了刀的重量，或许能刺穿铁甲，但想要一刀砍断马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次日，林川早早就提着一坛酒来到铁匠铺，发现杨铁匠正在磨刀。随着刀身被磨亮，上面的一层层纹路也显露出来。杨铁匠目光一凝，伸手轻轻抚摸着刀身上的纹路。他当了几10年的铁匠，却从未见过这种纹路。好精美的纹路！杨铁匠抹撒刀纹时手指微颤。要知道，这可不是錾刻上去为了好看的纹路，而是折叠锻打之后自然形成的，与整个刀身融为一体。打磨、开刃又用了一整天，一直到第3日，杨铁匠选了一块最好的檀木作为刀柄，又缠上麻绳，这把刀算是初步完成。虽然还差一个刀鞘，可他已经等不了了，当场就让林川测验。林川接过战刀打量了一番，内心也十分满意。这把刀是按照唐刀的样式制作的，但在一些细节上林川做了调整。刀身修长，形似荷叶，但又只有单刃，且略有弧度。唐刀虽锋利，在削、刺、挑等招式上有很大优势，但在劈斩方面却由于自身重量较轻而威力不足。所以林川在设计的时候将刀脊加厚了几分，弥补了劈斩不足的同时，也保证刀的灵活性。当然，若单论劈斩杀伤力，还得是斩马刀、环手刀一类的重刀，但以周人的普遍体魄，除了少数体格健壮的士兵外，一般人抡不了几刀就会吃不消。怎么样？这每一步可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要是达不到要求，可别赖在我身上。杨铁匠拿起酒葫芦往嘴里灌了一口酒，说道。林川笑着点了点头，你坐一边看着就行了。为了今日的测试，杨铁匠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特意找张屠夫要来一根牛腿骨。事实上，他现在内心也非常矛盾。这些年他所铸刀剑不在少数，最为得意的莫过于那柄陪着自己行走江湖30载的大江。那10年间，腰间3尺大江，荡尽半座江湖，能接自己一剑者屈指可数。那时江湖流传一句名言：3尺大江出广陵，半座江湖尽失声。想当初的杨斗仲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目空一切，直至16年前，锋芒无双的大江折于白云城，那个名为杨斗仲的无双剑客也自此绝迹江湖。而不久之后，北疆狼峰口这个边陲小镇多了一个落魄的老铁匠，开了一家铁匠铺子。对于一名剑客而言，佩剑折断等同于身死。事实上，他这些年活得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整日醉酒，只为了麻痹自身，希望以此放下那座早已远去的江湖。可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能放下那一战的输赢，却对大江之允耿耿于怀。那一战折断的不仅仅是大江，还有他的傲骨。尽管退隐江湖，远走北疆，可心中那份执念始终未能放下，那就是打造一把真正的绝世神兵，洗刷大江之辱。只可惜这些年守在这破烂的铁匠铺，非但未能铸出神兵，反倒是磨掉了自己身上的意志。别磨蹭了，赶紧试刀。杨铁匠催促道。林川点了点头，随即单手持刀朝着挂在墙上那面盾牌刺去。只听见噗的一声响，那盾牌直接被一刀刺穿。杨铁匠顿时瞪大双眼，要知道这面盾牌虽不是纯铁打造，但表面却包裹了一层厚厚的铁皮，能挡住一般的弩箭，远比铁甲要坚固得多。可林川抬手一刀便轻松将其刺穿，这让他简直难以置信。虽说强弓配上铁剑也能破甲，但那和战刀穿甲完全是2个概念。就好比将铁剑拿在手中，是无法将铁甲刺穿，因为手臂刺出的力量无法与弓弩相比。随后林川又抡起战刀，朝着那条牛腿骨斩了下去。毫无意外，牛腿骨直接断成2截。更让杨铁匠震惊的是，那腿骨断口平整，丝毫没有裂开的意思，足见其锋利。可林川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只见他从箩筐中拿出一把制式战刀，这是军营中送过来让杨铁匠修补的。林川将其放在砧板上，
刀口朝上摆好，随即抬手便是一刀斩了下去。叮，一道金铁交鸣之声响起，随着林川这一刀斩下，那把制式战刀应声而断。杨铁匠看着那掉落在地上的2节断刀，内心早已震撼到了极点。只见他3步并作2步来到林川面前，一把夺过他手中那把新断的战刀，刀刃之上既看不到豁口，也没有卷刃，鲜亮如新。这怎么可能？放眼天下，销金断玉的神兵利器不在少数，但他们无不是用极为罕见的材料锻造而成，且皆是出自名家之手，就好比自己最得意的大疆便是用玄铁打造。然而眼前这把修长战刀不过是凡铁打造而成，可无论是锋利还是韧性，都不在那些名冠天下的神兵之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杨师傅，愿赌服说，你不会赖账吧？林川笑着问道。这次杨铁匠输的是心服口服，不过他并没有丝毫沮丧，而是眼冒金光，他似乎找到了让大江重现锋芒的希望。回到家中，苏黎正在绣花，见林川回来，他连忙从锅里端出饭菜。娘子自己吃就行了，不必等我。那怎么成？夫妻之间肯定是要同吃同睡的。苏黎温柔说道。刚吃到一半，余生便急匆匆跑来。标长，校尉大人让我通知您，马上过去一趟。见他一脸着急的样子，林川知道肯定是要紧事，跟苏黎说了一声，便和余生一起直奔校尉营。踏入校尉营，林川只觉一股压抑且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除了陈景瑶之外，另外几名标长也早已到场，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什么情况？林川意识到肯定出事了。陈景瑶神色写满了凝重，说道：昨晚巡边的5名边军失踪了。失踪？听闻此言，林川顿时一惊。陈景瑶点了点头，已经派人去现场了，并未找到尸体，但却发现了打斗的痕迹和少许血迹。听到这里，林川能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他们跟自己上次一样遇到了胡杰斥候，几乎可以断定那5名斥候已经死了。本以为上次那1000胡杰精锐全军覆没之后，短时间内定然不会贸然出兵，至少也要等到气温回暖才会有所动作。不曾想这才过去半个月，胡杰人便再次有了动作。紧接着林川又意识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既然对方干掉了5名边军，那他们极有可能已经潜入了狼风口。若真是这样，事态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胡杰大军兵临城下，甚至还有过之。对方既然是从险要小道前进来的，人数肯定不会太多，而且能够被敌方派来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必然是斥候中的精锐。对方要是隐匿在关内，想要将其找出来就太困难了。最主要的是，这些敌军斥候就像是一条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动手，更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和计划。大家都说说吧，眼下怎么办？陈景瑶神色凝重地看着众人问道。几位标长面面相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校尉大人，我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把那只潜入狼风口的斥候小队找出来，不然恐成祸患。老成持重的朱谦率先发表了看法。陈景瑶点了点头，说道：可问题是狼风口地形复杂，对方若是藏匿起来，想要找到他们谈何容易？这还不简单，我们直接动用所有兵力，将狼风口翻个遍，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熊广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此言一出，立马遭到了陈景瑶的否决。此举不妥，若是大规模搜捕，难免打草惊蛇，先不谈能否找到，就算是找到了，对方狗急跳墙，定会对无辜百姓下手。随即他将目光看向林川，问道：林川，说说你的看法。随着陈景瑶开口，另外4名标长也都朝他看了过来，毕竟此前林川展现出来的能力和谋略都让他们为之折服。林川也明白现在不是卖关子的时候，直接站起身来说道：我要市集的详细地图。有。陈景瑶都没去叫清兵，而是自己回到屏风后面，从柜子里取出一张地图。这是陈景瑶到狼风口担任校尉之后亲手绘制的，其目的是如果有朝一日狼风口真的被攻破，他们可以依靠市集以地利之势进行反击，虽然这是无奈之举，同样也是最后一张底牌。地图在案台上展开，大家迅速围拢过来。地图不仅将道路、房屋、方墙高度、暗渠走向详细标注，就连哪里有水井，哪里有棵大树都一一呈现了出来。林川目光如炬，从地图上缓缓扫过，脑海中更是迅速盘算，将一切有可能藏身的地点全部记在脑海中。其他人静静站在一旁，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生怕影响到林川。约莫1刻之后，林川终于收回了自己的目光。陈景瑶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想到办法了吗？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一试了，不过我需要人手。林川看着陈景瑶说道：要谁？你说。陈景瑶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下来。把狼风口实力最好的士兵挑给我，不需要太多，只需10个人，
但必须保证他们能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林川说道。陈景瑶没有任何废话，直接看向几位镖长，说道：“各镖选2人，1刻钟之内带到此处。”很快，各镖便将人员带到了校尉营。看来这段时间的训练还是很有效果的，要是在以往，1刻钟都未必能到齐。林川粗略扫了一眼，都是一些熟悉面孔，毕竟狼风口一共就1营兵力，虽然很多都叫不出名字，但也都能挂上相貌。目标的2人分别是余生和林川自己。余生是他亲自推荐的，他虽然年纪小，战力和经验都算不得拔尖，但应变能力却相当不错。最主要的是，他对林川的命令从来都是无条件执行，从不多问。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在军中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近余生的训练极为刻苦，各方面提升也都十分显著，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从现在开始，你们10人组成一支小队，由林川担任使长，直到任务完成之前，你们只需听他一个人的命令。陈景瑶没有废话，简单宣布了一条命令之后，便把他们丢给了林川。林川看着面前站着的9人，说道：“我丑话说前面，本次行动异常危险，极有可能会丧命，怕死的现在可以退出。”9人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来自甲标的催促开口说道：“省长，要是怕死，咱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了，你直接下命令吧。”林川并未理会他，而是继续说道：“第2点，从现在开始，你们需要无条件执行我的命令，如果做不到，现在退出。”此言一出，除了余生之外，其他8人脸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省长你下的命令是错误的呢？也必须执行吗？开口的人是乙标的黄琛，此人剑术出众，在狼风口能排进前5。有本事的人往往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傲气。黄琛也不例外。林川用凌厉度目光看着他，冷声吐出一个字：“是。”为什么？黄琛追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服。战场上，你只需要执行命令，不需要问为什么。林川的回答冷漠到近乎无情。紧接着，林川还是开口解释道：“如果这个命令真的是错的，那也是我事后要承担的后果。当然，我作为省长，我会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这是我的职责，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犯错。”林川严肃的目光从所有人身上扫过，问道：“还有问题吗？”没有人说话。林川点了点头，随后让大家回营穿戴皮甲和兵器。1刻钟后，依旧在校尉营集合。众人走后，陈景瑶来到林川身边，问道：“你有多少把握？”“不知道，只能一试。”林川眼神中透着几分担忧，说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在被我找到之前先一步动手。你放手去干就行了，我已经做了相应部署。”陈景瑶说道：“我已经封锁消息，以免让老百姓知道，引发恐慌的同时还有可能打草惊蛇。”紧接着他来到地图跟前，指着狼风口连接关外那2条险道：“我已加派兵力秘密看守这2处小道，保不齐蝴节还会有第2批甚至第3批斥候潜入狼风口。”紧接着陈景瑶又一次指向城门、粮仓、军械库、水库等地，说道：“这些军事要地，我也派了人秘密看守。毕竟蝴节的斥候小队入关之后，不可能毫无作为，而这些重地无疑是他们动手的首选目标。焚烧粮草、水源投毒，这些在2军交战之中是最常见不过的手段。”林川暗自点头，陈景瑶考虑得非常全面，这些看似细节的东西，实则是一名出色将领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此时整个狼风口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大部分士兵都动了起来，尽管很多人都不知道内情，但还是在依令行事。校尉营中只剩下陈景瑶与林川2人。见陈景瑶欲言又止的样子，林川笑着问道：“陈大校尉，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陈景瑶神色一片凝重，问道：“你可曾听说过蝴节的2大王牌斥候？”林川神色微变，随即微微摇了摇头。陈景瑶眉宇间满是凝重之色，说道：“蝴节军中有2支极其凶悍的斥候军团，名为赤符和血鸦，他们选定5、6岁的小孩为目标，然后通过多年的残酷训练，最终能活下来的10不存1，但每一个活下来的都是绝对的精锐。他们无论是单兵战力还是团队配合都极其恐怖。曾经一营北疆边军遭遇了一支10余人的血鸦小队，结果这500州军险些被对方屠杀殆尽。自此之后，北疆边军听闻血鸦之名，无不胆寒。”陈景瑶话语中满是担忧之色。林川看着他，问道：“你是说这次来的是血鸦军团？”陈景瑶点了点头，说道：“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咱们的人几乎没有反抗之力，而且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绝非一般的斥候，加之蝴节人接连几次失利，派血鸦前来也不是不可能。”这是陈景瑶最担心的事情，若来的真是血鸦，不仅林川等人异常危险，整个狼风口都是岌岌可危。林川却是轻松一笑，说道：“
都是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就算来的真是血压，我也要让他们有来无回。这不就是自己前世的特种兵吗？正好领教一下他们的实力如何。对于自己的实力，林川有着充分的自信，但对于手下这9人，林川却有些担心。虽然他们都是从狼风口挑选出来的好手，可在凶名赫赫的血压面前，多半还是不够看。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小黎。林川对陈景瑶说道。放心吧，你不说我也会派人看着。陈景瑶点头说道。夜幕降临，以林川为首的10人小队悄无声息地离开军营，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按照林川之前分配的任务，10人分成2支小队，对他圈出的几个地点进行排查。事实上，林川心里很清楚，这种天气，对方藏身野外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但凡有一丝可能都不能放过。对于前世身为特种兵王的林川而言，侦查与反侦查是必修课之一，曾经所学的那些知识和技能，在这一刻也派上了用场。他没有放过雪地里的任何蛛丝马迹，哪怕是一根折断的树枝、翻转的树叶都没有放过。血压作为胡杰最精锐的斥候队伍，定然精于侦缉与反追踪，这一点从他们之前处理战场就能看出来。林川跟随雪地里的脚印一路追到市集之中，但由于是集中人来人往，再也无法通过脚印追踪。这一路上有7组脚印，说明对方至少有7人，而且从脚印消失的方向判断，对方现在极有可能躲在市集之中。几人闻言顿时一惊，在他们看来，这些脚印并无多大差别，很多时候都乱七八糟，可林川却能判定对方至少有7人。尽管他们不知道林川是如何判别出来的，但对于林川的话，他们并不怀疑。师长，市集上有几百户人家，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搜吧？真要这样，对方听到风声早就跑了。林川点了点头，看着众人问道：你们假设一下自己是对方，会选择躲藏在市集的什么位置？首先肯定不能藏在市集中间区域，这样很容易陷入围困，而且暴露的风险也会加大。余生率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林川赞赏地点了点头，又看向其他人问道：你们觉得呢？如果是我肯定选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给自己留下退路，其次是足够僻静，避免与人接触。黄琛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多都能说到点子上。林川努力回想着地图上的格局，最终确定出10处敌人可能藏身的地点。可即便如此，还是无法确定敌人到底躲在哪一户人家。这些胡贼潜入之后，肯定会第一时间杀害老百姓，以此来确保自身行踪不暴露。队伍中的史俊开口说道。黄琛也点了点头，看来只能等到明日，看哪家没有人出门，就可以缩小目标范围。林川摇了摇头，说道：潜藏在暗中的敌人就像一把利剑，随时有可能发动致命一击，我们没有时间了，天亮之前必须将人找出来，并将其干掉。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家人已经被胡杰人买通，或者说那本就是胡杰人安插在狼风口的一个据点呢？林川看着几人问道。啊，不会吧？史俊一脸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咱们拼命保护的人会出卖我们，但在战场上，哪怕是1/1000的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因为我得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听到这话，众人集体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林川说的是对的。省长，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崔素小声问道。没有办法，只能一处处查。林川小声说道，随即将他们分成3人一个小队，自己独自一队，让他们前去排查。但有一点，绝不能打草惊蛇，就算发现目标，也不能擅自行动。一炷香之后，在这里碰头。林川最后交代道。明白。深夜的市集一片寂静，偶尔传来一声犬吠，众人宛如幽灵在黑暗中穿行。为了尽可能的不弄出动静，每个人都用棕皮包住鞋底。除了按照林川交代的地点进行排查之外，但凡还未熄灯的，也是重点排查对象。林川一连查了3处，均未发现异常。当他来到最后一处目标地点的时候，忽然眉头一皱，血腥味。霎时间，林川神经紧绷，他没有贸然靠近，而是迅速找到掩体，开始观察这里的地形。如无意外，那批胡杰斥候就藏在这户人家。此地位于市集南面的边缘地带，不远处便是一片雪松林，这是他们给自己留的退路。而且这家人的房屋并不与其他房屋相连，最近的也有30余丈，可以说房屋4面8方都可以突围，这无疑是给行动增加了难度。等林川返回约定地点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在此等候。师长，我们那边没有发现异常。黄琛小声说道。我们这边也是。崔素也开口说道。我找到他们了。林川此言一出，众人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时间紧迫，我只说一遍。林川直接开始做行动前的部署。事实上，在返回这里的途中，他便在脑海中进行了各种推演。黄琛，你在路口附近伏击，守住后门。林川将一支剑壶递给黄琛，里面是30支特制铁剑。这铁剑对于弓的强度和射手的臂力要求更高，
按理说灵川自制的破甲弓更为合适，但黄琛没有用过，短时间内很难上手。好在那处掩体距离后门只有不到50步的距离，以黄琛的剑术完全能驾驭。是。黄琛接过剑壶，重重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灵川对他的信任和对他剑术的肯定。史俊，你配合黄琛，务必将后门守住。是。史俊与黄琛配合，一个远射一个进攻，守住后门应该问题不大。耿良、崔素，你二人在东西两面寻找制高点，需保证弓箭能覆盖所有位置，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是。灵川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为了防止对方狗急跳墙，一旦让其逃走，后果不堪设想。余生，一会行动开始，你带剩余的人列阵攻进去。灵川又对余生交代道。是。余生点头说道。布置完任务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灵川自己没有参与到此次行动。当然，他们都相信灵川并非贪生之人，估计是想留在外面纵观全局。可就在此时，灵川再度开口了。我会从屋顶潜进去，与正门的余生等人配合。记住一点，速战速决，千万不能给对方逃走的机会。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众人趁着最后一丝夜色，迅速抵达既定位置。忽然，灵川敏锐捕捉到屋内传来轻微的异动，显然他们已经暴露了。行动！随着一声令下，他率先窜了出去，靴底蹬墙借力，单手抓住房檐，翻身而入。翻檐落地的刹那，一支铁剑迎面射来。灵川身体一扭，避开了这一剑，同时迅速拔出手中战刀贴了上去。这种狭小空间的战斗必须拉近距离，让对方的弓箭施展不出来，否则自己将异常危险。灵川粗略扫了一眼，屋内有5人，其中4人在睡觉，刚才对自己放箭那人明显是哨子。此外，他还在角落里看到一对中年夫妻倒在血泊中，很明显自己之前的猜测成真，这房子的主人已经被杀害。死！灵川怒喝一声，刀光如月华展出，那名鹰钩鼻的胡杰人见状，也果断拔出腰间的弯刀抵挡。当！伴随着一道金铁胶鸣声响起，那人手中弯刀崩裂如碎冰，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那名胡杰事后满脸的不可思议，要知道他们所配的弯刀放在胡杰军队中都是最顶级的存在，哪怕是比起大周最鼎盛时期的百炼刀都要更胜一筹，可现在却被人轻松斩断。就在他愣神之际，灵川手中刀锋一转，随即一记横扫划过那人的咽喉，一条猩红的血线出现在脖子上，那名胡杰斥后只感觉脖子一凉，随即滚烫的血液喷涌而出，紧接着便是一阵天旋地转，一颗头颅滚落在地上，无头尸体喷涌着鲜血，缓缓倒地。这一切不过是发生在刹那之间。而此时，另外4名胡杰斥后也迅速起身，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其中一人举起弓箭，朝着灵川连射3箭。灵川辗转腾挪避开前2箭，紧接着挥刀将第3箭荡开。与此同时，那3名斥后拔出弯刀，已经杀到灵川面前。当！灵川横过战刀，挡住其中一人劈来的一刀，随即侧身一脚踢中另一人的胸口，那人踉跄后退。可就在此刻，一把弯刀闪烁着嗜血寒芒，径直朝着灵川胸口刺来。灵川猛然侧身，还是被弯刀划破了胸口的皮甲，趁着对方近身的瞬间，一记标指戳在其喉结之上。那人闷哼一声，捂着脖子连连后退。灵川果断贴上去，一刀刺穿了他的铠甲，贯穿心脏，鲜血汩汩流淌。那名胡杰斥后满脸的不甘与恐惧，捂着胸口倒地身亡。3名胡杰斥后满脸震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大周军中竟然有这般高手，近身厮杀的情况下，竟然干掉了他们的2名同伴。砰！一声巨响，大门被撞开，余生带领4名士兵列成战阵冲了进来。5行追阵在屋内略显拥挤，但也大大压缩了敌人的空间。杀！2名盾牌手率先压了上去。那3名胡杰斥后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周军何时这般勇猛了？在以往的认知中，若是据城而守，周军对他们还有点威胁，一旦近身搏杀，周军在他们眼里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然而这几名周军与他们以往接触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些大周士兵的眼神中虽有丝丝畏惧，但更多的是凌冽杀意。那3名胡杰斥后挥动弯刀扑了上来，却都被盾牌挡住。吃吃！紧接着2杆长枪宛如土性毒蛇一般朝着他们刺来，其中一人当场被刺穿胸膛，躺在地上抽搐不止。这是5行追阵第一次用于实战，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可现在他们竟然轻易干掉了1名胡杰斥后，这让几人信心倍增。另一名胡杰斥后刚避开刺过来的长枪，一把弯刀便朝他迎面劈来。由于考虑到位置狭小，灵川将5行追阵的弓箭手替换成了刀兵。那名胡杰斥后顿时一惊，连忙挥刀抵挡，
结果那长枪再度刺来，将他逼退到墙角。情急之下，他猛然跃起，一脚踏在盾牌之上，想要越过战阵来到几人后方。然而他刚才跃起，一道寒芒宛如劈炼一般横扫而来。此时的他身处半空，无处借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刀芒从自己的腰部划过。嗤！一声轻响，鲜血喷洒，那名胡结斥候的身体连同铠甲一起被拦腰斩断。忽然，一名盾牌手面色一僵，只见一把弯刀竟然顺着两面盾牌的空隙刺了进来，正好刺中自己的大腿。霎时间鲜血直流，可那名士兵竟然紧咬牙关，哪怕那把弯刀在自己大腿里搅动，也死不松手，用盾牌将其死死压住。快动手！他满脸痛苦大喊道，身后两名同伴也果断出手，两杆长枪刺穿其肩胛骨，死死将其钉在土墙之上。尽管鲜血顺着肩膀流了下来，可这并非致命处，那名胡结斥候还在拼命挣扎，收回弯刀，想要砍断长枪脱困。战阵后方的余生果断冲上前，手中战刀无情割破那人的咽喉。解决掉这5名敌人之后，林川没有片刻耽搁，直接冲向另一间屋子。这里原本藏着2名斥候，在他们攻进来的时候，这2名斥候便打开后门准备逃走。然而第一人刚冲出去，一支铁箭飞射而来，他敏锐捕捉到这细微的破空声，出于本能地朝着一旁闪开，可终究还是慢了半步，被这一箭射中手臂。那名胡结斥候虽内心震惊，却不敢有半点耽搁，甚至都不敢去拔出铁剑，直接朝着黑暗中奔去，想要撤走。然而刚走出2步，一抹寒芒自黑暗中乍现，直奔他的咽喉而来。胡结斥候再次一惊，连忙挥刀抵挡，奈何右臂中箭力量和速度都大打折扣。叮！他手中弯刀被震开，险些脱手飞出，史俊刀锋一转，再次朝他斩去。胡结斥候无心恋战，直接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咻！又是一支铁剑飞来，那名胡结斥候只感觉小腿一痛，当场倒地。而史俊也冲了上来，一刀自他的后心刺入，虽然铁甲抵消了这一刀的部分力量，但还是伤及内腑。该死的周人！那名胡结斥候趴在地上大声嘶吼，尽管嘴里不断吐出鲜血，可眼神之中的凶狠之色却丝毫不减。该死的是你们！史俊一只脚踩在对方后背，双手死死抓着刀柄，猛然用力。噗！战刀彻底贯穿其身体，那名胡结斥候也不再挣扎，彻底气绝。房子另一边，窗户猛然被撞开，一道身影破窗而出，借助黎明的亮光就要逃走。一支铁剑破空而来，却被其躲开。紧接着那人快速起身，借助周围的掩体迅速腾挪。紧接着又是接连几箭射来，都被其巧妙避开，这让暗中的耿良顿时一惊。他没想到对方的反应竟如此敏锐，自己的剑术虽比不上黄琛，但也绝对不差，可接连几箭都被其避开，眼看对方就要逃走，他不由得着急起来。咻！就在此时，一支铁箭自门口方向射来，直接从那名胡结斥候的身体穿过。耿良定睛一看，赫然是林川。那名胡结斥候身体猛然一个踉跄，险些倒下，但他却强行撑住了，捂着胸前的伤口继续逃走。唰！耿良来不及多想，拔出战刀便扑了上去。与此同时，余生留下一人照顾受伤的同伴，自己带着2名士兵冲了上来。那名胡结斥与耿良过了几招，由于有伤在身，被耿良一刀劈中肩膀。眼看余生等人也围了上来，自知逃生无望的他，直接用手中弯刀抹过自己的脖子，选择了自尽。这让耿良等人为之一惊。林川并未告诉他们，这次要面对的极有可能是胡结斥候中的王牌，令人闻风丧胆的血压军团。但这名敌人果断选择自尽，甚至都没有丝毫迟疑，还是让他们为之震撼。可林川却丝毫不觉得意外，斥候也好，碟子也罢，在自知无法脱身的情况下，选择自尽是最常见也是最轻松的死法。他们知道很多行军部署等机密一旦落入敌方手中，势必要被严审，到时候受尽折磨，想死都是一种奢侈。自此7名胡结斥候尽数伏诛，他们或许到死也不敢相信自己堂堂血压斥候会死在周军的一个10人小队手中。然而林川却是眉头微皱，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忽然他神色一凝，猛然抬起目光看向半坡的草垛，那里是崔素所在的位置。刚才他只看到耿良一个人放箭，按理说崔素的位置视野更好，距离也更近，若是他配合的话，对方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可崔素却迟迟没有放箭，这让林川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崔素原本躲在房屋西侧的草垛后方，这里可以将半座房屋尽收眼底。然而当林川来到草垛跟前，顿时目眦欲裂。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崔素倒在草垛中，一支羽箭刺穿了他的咽喉，鲜血顺着羽箭流出，染红了他身下的麦草。崔素双眼瞪得老大，一只手抓着那支羽箭，早已没了生机。
就在这时，史俊也赶了过来，看着惨死的崔素，他满脸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还有漏网之鱼？林川沉声说道，随即直接站起身来，顺着地上的脚印追了上去。原地等我，不准跟来。声音传来的时候，林川已经跑出去老远。此时天已大亮，林川顺着脚印追到了雪松林之中。他知道对方就藏在雪松林中的某个角落等着自己，但是他却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就冲了进去。这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心怀必杀的信念。先不说一旦让此人逃走，会给狼风口带来怎样的威胁，如果不能将其击杀，林川没办法对死不瞑目的崔素交代，无法对死在屋里那对中年夫妇交代，也无法对自己交代。从崔素的死状来看，对方的实力非常恐怖，以至于崔素几乎都没有反抗之力，甚至连发出警示的机会都没有。很显然，那人已经摸到了崔素身边都没有被发现，然后忽然暴起，一击毙命，亦或者说对方从始至终都不在屋内，而是在崔素身后的某个地方。同时林川也推断出自己等人还没行动的时候就已经被此人发现了。他先是给屋里那行血鸭斥候传讯，然后迅速逃了出来，这也是为何在行动之前自己听到屋内有异动的原因。奈何当时情况紧急，自己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此时林川内心不由得一阵自责，因为按照他此前从脚印得出的判断，敌方一共7人，可他没想到竟然还有第8人存在。忽然林川猛然止步，因为林中的脚印消失了。霎时间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全场，偌大的雪松林落针可闻。寒风吹过，松针发出的声音宛如恶鬼呜咽。林川紧握着手中的战刀，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紧绷到极致。咻！忽然一支铁剑带着破空声从侧面飞射而来，直奔林川的太阳穴。林川低头前倾，显而又显地避开了这必杀一剑，顺势朝着一棵大树奔去，想要以此作为掩体。然而对方似乎已经洞察了他的意图，再次射出一剑。这一剑并不是直接瞄准了林川，而是瞄准了他的前方。若林川执意往前，那必然会撞上这一剑，如果临时改变方向，那就会失去这棵大树作为掩体，继续暴露在他的射程之内。正处于前冲姿态的林川身体强行一扭，随后就地一滚，避开了这一剑。可就在此时，他也取下了挎在背上的破甲弓，弯弓搭箭，瞄准对方所在的方向。咻！林川果断还以颜色，只不过这仓促间射出的一箭并未伤到对方，但对方下意识的躲闪也将他的位置暴露了出来。林川果断开弓，接连射出3箭，紧接着双方一边躲闪腾挪，一边开弓射箭。虽然林川近段时间一直在加强剑术训练，但这种东西绝非短时间能提升的。好在他的破甲弓无论在准度还是对臂力要求都远胜对方的牛角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差距。眨眼间双方各自射出10多支箭，但彼此都有掩体，这一番对射皆未能伤到对方。此时林川剑弧之中只剩下最后一支铁剑，他接连避开对方的3箭之后，迅速将破甲弓拉至满弦，双眼如冷电一般死死盯着前方。那名胡劫赤此时正藏在一棵2人合抱的雪松后方，他刚才已经听到了林川拉动弓弦的声音，他知道对方在等自己，此时但凡自己一冒头，对方将毫不犹豫将弦上之箭射向自己。不过他并不着急，反而是露出一抹冷笑，因为他坚信对方在拉弓满弦的状态下坚持不了多久，自己只需以逸待劳，等到他力竭便可轻易将其斩杀。然而他等了许久，对方却始终没有动静，他也没有听到弓弦松动的声音，这不由得让他心生疑惑。从刚才的对射中，他基本判断出对方使用至少也是30弓，就算对方分段引弦连开10多次基本已是极限，可他现在将弓弦拉满根本不可能保持这么久。他估计做梦也想不到林川的破甲弓就算拉至满弦状态也能保持很久，因为这个时候破甲弓上的2个偏心轮处于最省力的状态。时间一点点过去，可双方却没有丝毫动作，除了松针被寒风带起的呼啸声之外，再无任何动静。恍然间他内心隐约生出一股不安，只见他抛出一团松针，自身却从反方向一闪而出。然而他震惊地发现林川竟然消失了，那股强烈的不安再次袭遍全身。不等他反应过来，一支铁剑自侧面射来，这名胡劫斥候顿时一惊，此时想要躲避已然来不及，只见他直接拔出腰间弯刀，侧身对着那支铁剑劈下。叮！铁剑被震落在地上。然而林川也持刀扑了上来，双方距离不过10余步，对于他来说眨眼即至。一道刺目的寒芒乍现，林川举刀劈下，胡劫斥候再次举刀抵挡，又是一道金铁交鸣声响彻雪松林。他被林川这是大力沉的一刀震得连连后退。然而林川却根本不想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再一次扑了上去。
从他悄无声息秒杀催速，再到刚才的交手，林川可以断定此人的实力比之前那7名血压斥候强了不止1星半点。高手过招需先声夺人，林川的刀法来自军中，龙珠家刀术之长，以撩、刺、截、拦、崩、斩、抹、带、缠为主，简单直接，大开大合，皆是杀人技。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未能将对手压制。那名血压成员虽失了先机，但他凭借刁钻诡谲的刀法，一把弯刀宛如毒蛇一般在其手中游走，令人防不胜防。眨眼间，双方交手20余回合，林川一刀横斩，直奔对方的胸口而去。那名胡杰斥候眼神中闪过一抹凶狠之色，并未抵挡这一刀，而是调转刀锋，朝着林川的手腕削来。林川顿时一惊，一个翻身避开了这一刀，同时手中战刀也斩在了对方的胸甲之上。吃了，胸甲碎开，甲片掉落一地，露出了铠甲里面的衣衫。林川看到他胸前的衣衫之上绣着一只红色乌鸦，宛如鲜血浸染一般。此外，林川还注意到对方的弯刀与之前那几名斥候的弯刀虽然样式一样，可刀脊上却多了一条金色纹路，随着刀身弯曲，宛如一条金蛇攀附于刀身之上，而且与自己的战刀硬碰数十次都不曾断裂，只是刀刃之上出现了几个细小缺口。由此可见，此人的身份绝非一名普通的血压斥候。这名血压成员也没想到周军之中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士兵，眼神之中闪过一抹诧异。只不过这抹诧异很快便被玩味所取代，很久没有遇到过像样的对手了。你很不错，我觉得把你埋在这里更不错。林川怒喝一声，再次挥刀扑了上去。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他的体魄提升了不少，虽然无法与前世巅峰时期相比，但也比刚穿越来的时候提升很多。在接下来的厮杀中，双方各有胜负，林川被对方一刀划破小腹，而他也刺中其左肩。林川心中暗自震惊，此人的近战能力竟然不在自己之下，难怪当初一支10余人的血压小队便能杀得500周军丢盔弃甲，险些全灭。很难想象，若是500人的血压军团倾巢而出，这天下还有谁能挡住他们？忽然，林川抓住机会，一刀刺向对方的胸口。那名血压成员挥动弯刀，挡开了林川这一刀。就在这时，林川忽然变招，只见他刀锋一转，凛冽刀锋直奔其咽喉而去。男子目光骤然紧缩，他想不到小狼风口竟然有如此高手。霎时间，他想到了年前相继殒命于狼风口的穆尔扎与巴查尔2兄弟。只见他猛然一个后仰，避开了这一刀。林川趁机一脚踢在他的胸口，砰！魁梧男子直接倒飞出去，直到后背撞到一根大腿粗的雪松才停下来。他只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体内气息四处乱窜。穆尔扎2兄弟是死在你手中吗？魁梧男子咬牙起身，双目如鹰隼盯着林川问道。此时的他对于眼前这名少年再不敢有丝毫大意，眼神之中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的忌惮。林川眼神之中满是杀意，冷声道：不错，是我杀的，而且我马上送你下去见他们。哼，你若是知道我是谁，你就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男子冷笑道：对于死人的身份，我不感兴趣。林川沉声回答道。虽然林川无法断定对方的身份，但他可以断定此人能有如此恐怖的战力，绝对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要不然胡杰早就灭掉大周了。年纪轻轻，口气倒不小，真以为我这百夫长是吃素的吗？魁梧男子冷喝一声，主动扑了上来。林川闻言顿时一惊，百夫长没啥，他连独领义军的主将都杀了2位，可血压军团的百夫长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不过此时的他已没时间去思考这些，再一次迎了上去。高手过招，特别是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往往一个小细节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又是一番激烈交锋，林川逐渐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归结于他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紧接着林川又发现一个极为不妙的情况，那就是自己的体力逐渐跟不上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具身体太弱了。林川打定主意要速战速决，否则再拖下去对自己更加不利。几招之后，林川挨了对方一拳，直接倒飞回来，摔倒在地。男子见状直接扑了上来，双手反握弯刀，朝着林川胸口刺来。可就在此时，他发现林川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这让他内心涌出一股不安。就在对方的弯刀距离林川胸口不足1尺的时候，林川忽然使出一记蹬天脚，砰！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蹬在他的下巴，男子吃痛，仰面倒飞回去。林川弹射而起，扑了上去，对方倒地之后也忍痛站起身来。然而他刚起身，便看到林川手中战刀洒出一片寒芒，紧接着脖子一凉，身体直接顿在原地。他眼神中写满了不甘与恐惧，他难以接受自己堂堂血压军团的百夫长竟然死在这个少年手中。顷刻间，鲜血顺着脖子断裂之处喷涌而出，
那颗人头也滚落到雪地里，鲜血洒了一地。解决掉敌人，林川也直接瘫坐在地，大口大口的喘气。这一战几乎抽干了他全部力气。平心而论，若不是最后他故意示敌，以弱再出其不意将其反杀，此时躺在地上的人是谁还不一定。半刻钟之后，林川才站起身来，他将那把金线弯刀收了起来，然后一把提起那颗人头，起身返回。刚走出松林，便看到余生等人赶了过来。神长，你没事吧？见林川步伐沉重，余生担忧地问道。之前林川交代他们不许跟来，可余生等人在原地等了许久，也不见林川返回，他还是冒着违抗军令的罪名赶了过来。林川晃了晃手中这颗人头，又指了指身后的树林，苦笑道：去把尸体处理一下，记得把盔甲包回去。狼峰口物资匮乏，普通士卒只有修补了很多次的皮甲，铁甲数量不超过单手指数。今日这8具铁甲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战利品，可想到战死的催促，林川的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回到之前激战的房屋跟前，史俊正在带人打扫战场，忽然屋内传来一名士兵的声音：神长，有情况。林川顿时一惊，拖着疲惫的身体冲进屋里。本以为还有潜伏的血压斥候，可进来之后才发现几名士兵围在地窖跟前，显得手足无措。怎么回事？林川上前问道。神长，你看。史俊指了指地窖说道。林川借助窗户的亮光定睛一看，只见地窖中有一个小男孩蜷缩在角落，背对众人一动不动。我去看看。林川小心翼翼进入地窖，轻轻拍了拍小男孩的肩膀。嘻嘻，娘，我一直没有出声，我乖不乖啊？小男孩猛然转过身，可当他看到林川的时候，眼神中满是茫然，还带着一丝丝畏惧。林川本以为这小孩跟他爹娘一样都遭了血压的毒手，没想到竟然还活着。你是谁？我娘呢？小男孩上下打量着林川，怯生生地问道：你爹娘去城里办事去了，让我来接你。林川尽量平复了一下情绪，说道：你骗人，娘说了，只要我躲在这里，不让爹爹找到，就给我买糖吃。听到这话，林川不由得心口一痛，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小男孩真相。4、5岁的年纪，痛失双亲，这不又让林川想到了前身的经历。只不过前身父母死在狐贼刀下的时候，他已经13岁了。再联想到之前自己冲进来的时候，发现这家男人死在外面屋子，而女子则是死在这个房间的门口。林川已经大致猜出，胡杰人闯进来的时候，小男孩的父亲冲上去挡住血压，而女子则是第一时间进屋，把小男孩藏进地窖之中。可他们终究是平头老百姓，又怎么可能是血压成员的对手？最终双双命丧血压的屠刀之下。林川连哄带骗，总算让小男孩答应跟自己走。林川一把将他抱起走出地窖，随后直接从后门离开了。因为此时其他人正在处理他爹娘的尸体，林川不想让他看到。殊不知，刚刚小男孩匆匆一瞥，已经看到了满屋子的鲜血以及爹娘的尸体。他没有哭，也没有出声，只是死死抱着林川的脖子。队伍刚回营，陈景尧便赶了过来，看到浑身是血的众人，他连忙问道：你们怎么样？林川摇了摇头，虚弱地说道：回禀校尉大人，8名血压斥候已经全部被斩杀，我方一死一伤。听到血压斥候，现场所有人皆是一惊，包括跟随林川一起执行任务的几人，也是此刻才知道，被他们斩杀的竟然是凶名赫赫的斥候王牌血压。很快，军医老宋头被人拽了过来，为林川等人处理伤口。那名被伤到大腿的士兵虽然流了不少血，好在没有伤及经脉，只需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当他看到林川小腹的伤口时，生气地问道：你不是说一死一伤吗？林川尴尬一笑，说道：就伤了点皮，没大碍。就在这时，陈景尧注意到林川挂在腰间的那把弯刀，刀脊之上那条金线让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金狼刀，林兄弟，这刀你从哪儿得来的？朱谦满脸震惊地问道。他很清楚，这种金线刀只有胡杰军中的义军主将才有资格佩戴，也就是穆尔扎兄弟这种级别。莫非这次敌人的小队里有一名胡杰将军？陈景尧则是摇了摇头，说道：除了义军主将之外，血压军团的百夫长也是佩戴这种金狼刀。血压军团作为胡杰最精锐的2支斥候军团，数量肯定不会太多。据说血压军团满员的时候也就500人，每一位百夫长的地位相当于其他地方的义军主将，所以他们才会佩戴与义军主将同级别的金狼刀。相传执掌血压军团的那位千夫长所佩战刀乃是与几位大元帅同级别的天狼刀，由此可见血压军团的地位有多高。那岂不是说林川杀死的是一名血压军团的百夫长？吴兴邦满脸惊愕地问道。林川指了指不远处地上那颗人头，说道：你们说的应该就是那家伙了。众人无不是满脸震惊，这才多久，竟有3位胡杰主将死在林川手中，
如此显赫的战功，就算是放眼几百年大周帝国，也是殊为罕见的存在。成功解决掉敌方渗透进来的斥候小队，众人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也是直到此时，众人才注意到站在门口那个小家伙，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林川抱着小男孩便朝着家里走去，毕竟军营之中大多是粗糙汉子，根本不会照顾小孩，眼下只能把他带回去，暂时让苏黎照顾一下。叔叔，忽然拍在林川肩膀上的小男孩开口了。怎么了？林川问道。我爹娘是不是都死了？听闻此言，林川心口仿佛被针扎了一下，答案很明确，可林川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他不忍心骗他，更不忍心用事实去伤害他。我都看到了。小男孩哽咽道，随即2行泪水滚落下来。叔叔已经给你爹娘报仇了。林川几乎是用尽全力才说出这句话。战争的残酷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百姓何其无辜。推门走进院子，苏黎立马跑了出来，见到林川，他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相公，这是？苏黎看着林川怀里的小男孩问道。回头跟你细说，先弄点吃的。林川暗自给苏黎使了个眼色，后者立马意会，从林川怀里接过小男孩。饿了吧？我马上就去做饭。小男孩轻轻嗯了一声，就这么呆呆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林川洗完澡出来，他依然坐在那里，双眸暗淡。林川看了不由得一阵心疼。林川来到苏黎身边，将情况大致说了一下。苏黎听后，眼神之中满是悲伤与怜悯，说道：这孩子命也太苦了。很快饭菜上桌，尽管小男孩已经很饿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筷子。苏黎很细心地给他夹菜，说道：要多吃饭哦，不然个子长不高的。小男孩转过目光看着他，问道：长高了能成边军吗？此言一出，苏黎脸色瞬间僵住，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只能向林川求助。想要成为边军，身高和力量都不能差。林川回答道，他知道小男孩这么问是想给父母报仇，对他来说，仇人可不仅仅是杀害父母的那几名狐贼，而是所有侵犯边境的胡杰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小男孩的眼底这才出现了一丝色彩，随即直接端起碗大口吃了起来。慢点吃，小心噎着。苏黎一边说一边给他夹菜。吃过饭之后，小男孩又坐回那个小凳子，苏黎来到他身边，问道：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小男孩似乎对苏黎很有好感，小声回答：楚北。楚北，这名字真好听。苏黎摸了摸他的头，夸赞道。吃过饭之后，林川实在是扛不住了，倒头就睡。一来是昨晚彻夜未眠，再加上今日连番激战，让他身体出现了脱力。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他照常来此教场操练。经历这次的生死之战后，林川内心提升自身实力的想法更加迫切。如今狼峰口所有士兵也都在加紧操练，因为大家都清楚距离胡杰人下次攻城不远了。而且昨晚那一战让他们见识到了五行追阵的威力，特别是参战的几人最清楚，若是以前他们5人联手也未必能杀得了一名血压斥候，可昨日却连杀数人。消息传开后，所有人在操练的时候都更为认真，甚至开始主动向余生等人打听战斗过程。校尉营中，林川与陈景尧相对而坐，主要是陈景尧向林川了解昨晚那一战的经过。之前穆尔扎与巴查尔2兄弟先后殒命于狼峰口，定然引起了南征主帅拓跋桀的重视，所以这次才派一支血压小队来查探虚实。当然，若是可能的话，他们不介意直接夺下狼峰口。可如今那批斥候全部伏诛，就连那名血压军团的百夫长也命丧狼峰口，拓跋桀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狼峰口将会承受他的雷霆之怒。一直以来，狼峰口就像是一根钉子，死死钉在北疆防线的最前端，以至于胡杰大军不敢贸然挥军南下，因为狼峰口随时可以出兵切断他的退路。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隐患，以至于近些年来胡杰人多次攻打狼峰口，想要彻底拔掉这颗钉子。最多的时候，胡杰更是出动了5000兵力，围攻狼峰口近1个月，依旧未能将其攻破，最终因一场暴雪导致他们不得不引兵还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多10天，胡杰大军便会直扑狼峰口。陈景尧神色凝重地说道：守得住吗？林川看着远方，淡淡问道。陈景尧端起酒碗，喝了半口，苦笑道：守不住也得守。是啊，我们根本没有退路，守得住要守，守不住就死守。林川点头回应道：我已经派人将军情送往漠北节度府，让大将军派兵前来支援。虽然军情已经送出去，不过陈景尧心里却没底，因为刘武之死，张继极有可能从中作梗。按理说年后的第一批粮草早就该到了，却迟迟没有动静，这不得不让陈景尧往那方面想。阴山脚下，沃拿城，
此地距离胡节都成天汉城足有1000多里，南征主帅拓跋桀便驻兵于此，麾下60万大军，对大周虎视眈眈。帅府之中，这名身形魁梧的中年主帅脸色阴沉。从刚收到的消息来看，须卜彦多半是死了。须卜彦不是别人，正是这次带一支血压小队进入狼风口的那位百夫长。虽然须卜彦只带了7个人，对于拓跋桀来说，7名血压成员外加须卜彦这位百夫长，直接拿下狼风口都极有可能。对于这支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王牌斥候，拓跋桀相当自信。然而他没想到须卜彦等人直接与狼风口外面的人断了联系，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须卜彦等人已经死在了狼风口。加上之前的穆尔扎与巴查尔，他麾下已经有3位主将死在了狼风口，这于他而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砰！拓跋桀重一巴掌拍在狼头椅壁上，目光扫过帐中一众将领。狼风口弹丸之地，竟折我3元复礼。香玉腰带压得檀木按击吱呀作响，羊皮地图被手指戳穿。下方一众将领战战兢兢，不敢直视。忽然拓跋桀目光落在一名周人长相的中年男子身上。霍元清，末将在。下方一道身影踏步而出，右拳抵胸，身体微弓。拓跋桀问道：若让你率兵攻打狼风口，你需要多少兵马？回禀主帅，只需1000精兵即可。霍元清略微思索，便朗声回答道。拓跋桀目光凌厉，继续问道：若未能攻下当如何？若末将未能攻下狼风口，提头来见。霍元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好，本帅人拟为先锋主将，突满、伯罗2人为副将，率精兵3000，10日后启程，踏平狼风口。末将领命。霍元清朗声答道。显然这一次拓跋桀是铁了心要先将狼风口这根抵在咽喉的毒刺拔除，只有这样他的南征计划才能顺利展开。紧接着拓跋桀又下达了第2道命令：兀烈、博尔术，你2人各率2万兵马，朝老龙口与朝天涯逼近，不必进攻，只需牵制住漠北的主力军即可。他此举的意图很明显，一旦霍元清攻破狼风口，他们便可以顺势出兵，直接与漠北主力军开战。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如今朝中也陆续传出对自己不满的声音，若再不能攻破大周的北疆防线，估计自己南征主帅的位置不保。狼风口，陈景瑶却是眉头紧锁。3日前清兵便带回消息，粮草和援军近几日就会到，可到现在都没有半点动静。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测10有8、9是成真了，这一次非但援军到不了，就连粮草也悬了。如今狼风口的粮草还能支撑5天，他不得不做两手打算，一方面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则是派人去市集和周边城镇购买军粮。好在节度府一直存放了一笔银子在他这里，用以奖赏战功。可北疆受战乱影响，老百姓家里的余粮也不多，就算能采买到，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这时，清兵来报，刚刚得到消息，1000精骑外加2000汉族于5日前离开沃拿城大营，直奔狼风口而来，而且这次领兵主将是霍元清。此人同为拓跋桀麾下7大战将，且位列第3。最主要的是，他父亲霍怀恩本是周人将领。霍怀恩原为云州都尉，正元17年携朔方布防图叛投胡节，此人经兵法投敌之后，便被任命为南征先锋，连破北境13城。如今援军肯定是指望不上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靠着500人死守。尽管这一次攻打狼风口的敌军数量不是最多的，但却是拓跋桀麾下的精锐，领军之人更是熟读攻城武技的霍元清，可以想象这绝对是一场苦战。接下来狼风口所有人除了训练之外，也在紧锣密鼓的备战。对于接下来的这场大战，全军上下都不敢有丝毫懈怠。按照敌军当前的行军速度，最迟3日便会抵达狼风口。诸位觉得这一战应该怎么打？陈景瑶目光凝重地看着几人，问道。众人面面相觑。事实上，这样的守城战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次，能想到的方法基本上都用过了。像上次临川这一招请君入瓮算是一个奇招，但这样的战术只能用1次，第2次就不灵了。临川，你说说看。见其他人不说话，陈景瑶直接点名。临川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除了死守，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没援军，没粮草，500军卒对3000精锐，可想而知这一战有多艰难。别的不说，对方哪怕是耗，也能耗到他们使尽粮绝。熊广、朱谦等几名彪长眼神中写满了愤懑与失望。五星帮更是直接问道：校尉大人，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老五，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陈景瑶点头道。五星帮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校尉大人，咱们几百号兄弟在这里拼命死守，人家却对咱们的生死不管不顾，真的值吗？
此言一出，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熊广、朱谦乃至贾彪彪长耿良都同时将目光看向陈景尧。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陈景尧直视几人的目光，继续说道：我更清楚，如今的大周权臣当道，军权旁落，天子早已被架空，地方更是士卒林立，乡绅遍地。无论怎么看，大周都是大厦将倾，气数将尽。此言一出，几人不由得内心一紧，毕竟陈景尧这番话足以用大逆不道来形容。陈景尧目光坚定，继续说道：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在这里与敌人拼死拼活，可节度府却冷眼旁观，估计我们全部战死狼风口，最终却连为我们收尸的人都没有，我也觉得不值。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露宿风雪，镇守国门，不仅仅是为了龙椅之上那位天子，也不是为了大周皇族，更不是为了那些自诩中流的世家豪门，而是为了围观那千万梨树，为了种族血脉。紧接着林川话锋一转，我们可以弃城而逃，可狼风口的百姓呢？他们怎么办？如果大周所有将士都跟我们一样不战而逃，天下百姓将沦为胡劫人的刀下亡魂，万里河山将会承载胡贼马蹄之下的碎片。届时神州陆沉，山河破碎，社稷丘墟生灵涂炭，届时被残忍杀害的无辜百姓中，必然有我们的父母妻儿，被踏碎的不仅仅是万里清月，还有我们华夏之脊梁。陈景尧满脸严肃地看着几人，问道：诸位，如果狼风口注定守不住，就让胡贼踏着我们的尸体入关。全场鸦雀无声，但内心却是惊涛翻滚。陈景尧的这番话宛如一声声惊雷在耳畔炸响，哪怕是林川此刻内心也无法保持平静。尽管他对于大周乃至这个世界并无归属感，但也不是真的了无牵挂，至少还有苏黎是他放不下的。同样，前世的他同为一名军人，守护的是国家和人民。陈景尧的这番话无疑是让他内心产生了共鸣。看得出来，陈景尧并非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真正心怀天下的读书人。校尉大人，你别说了，五星帮一时间愧疚的无以言表。另外三人同样是满脸羞愧，内心也暗下决心，就算是血溅狼风口，也绝不当逃兵。耿良站起身来，目光坚决地说道：校尉大人说得对，胡贼想要入关，除非踏着我们的尸体进来。男子汉大丈夫，何惧一死？更何况能与兄弟们死在一起，也算是死得其所。熊光满脸豪情说道。林川没有表态，他知道想要守住狼风口，仅靠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足够的实力。可思来想去，唯一能破局的就只有漠北节度府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张继在从中作梗。就算陈景尧亲自去漠北要兵要粮都没用，对方表面答应，可私底下以各种借口拖延个10天半月。狼风口根本拖不起，别的不说，这几百号人每天吃的就是一个大难题。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连军粮都没有，还谈什么守城？我去漠北。林川站起身来，淡淡说道。此言一出，所有人都转过目光看着他。林川一脸平静地说道：张继之所以处处刁难，都是因为我去见他，看能否化解这场矛盾。其他几人点了点头，眼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只有陈景尧目光凝重。众人散去，陈景尧唯独留下了林川。你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一旦到了漠北，张继随时都能要你的命。我知道张继想要我的命给刘武报仇，但我总得试一试。而且他想要我的命也不是那么容易。林川坦然回答道。不行，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怎么跟小丽交代？陈景尧依旧不同意。林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放心，这次我自己跟他说。昔年定远侯36旗定西域，今日我林川独闯节度府。林川十分豪迈地丢下这么一句话，便离开了校尉营。此时梁胜、李长龙等几名师长以及余生已经在营外等候。林川没有废话，直入主题。从现在开始，梁老哥担任务标标长，余生顶替你的位置。几人神色一变，连忙问道：标长，那你呢？一开始的时候，梁胜确实有争夺标长之位的心思，可随着这段时间林川展现出来的能力，他内心彻底服气。正如当初所言，对于林川的命令，他都无条件执行。我去一趟漠北节度府。标长，那张大人明显是不怀好意，你一个人去节度府太危险了，要不我带几个兄弟陪你一起去。余生满脸担心地说道。狼风口大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而且对方真要杀我，就算把狼风口这500人全部带上都无济于事。林川看着几人继续说道：你们记住，此战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旦狼风口失守，胡劫铁骑将长驱直入，马踏中原，到那时候整个北境都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几人用力点头保证道：标长放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定会守住狼风口。回到家中，林川便看到楚北跟往常一样坐在小板凳上发呆，
自从将楚北带回来之后，这个小院更像一个家了。只可惜这小家伙一直闷闷不乐，动不动就坐在那里发呆。苏黎十分心疼，却也没有好的办法。吃饭的时候，苏黎见林川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柔声问道：“相公可是觉得这饭菜不合口味？”林川笑着摇了摇头：“娘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怎会不合口味？那我看相公似乎胃口不佳，可是有心事？”林川放下碗筷，一脸认真地说道：“我要去一趟节度府，想办法要来粮草和援军，为狼风口解围。”苏黎神色略微紧张，说道：“父亲说过，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当有所为，有所必为。”林川心疼地拉着他的手，说道：“娘子，如果我未能要来援兵，狼风口若是失守。”林川的语气从未像现在这般沉重，以至于话到了嘴边却无法说出来。苏黎温柔笑道：“相公，小黎本是戴罪之身，没有死在发配之路上，已是上天眷顾。没曾想竟让我遇到了相公你。虽然我们相处不足1月，却是小黎心中最幸福的时光。如果狼风口真的守不住，那小黎便与相公一起共赴黄泉，来世再做夫妻。”娘子，林川的声音在颤抖，眼眶湿润。相公，苏黎竟然一把搂着林川，离别的深情尤为刻骨。饭后，林川来到屋外，也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到小北身边。小北，我要出门一趟，家里就剩你一个男人，你可得保护好你婶婶。小北沉默半晌，随即用力点头说道：“好。”次日清晨，天蒙蒙亮，林川便背上破甲弓，跨上战刀出发了。他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都没有与熟睡着的苏黎道别。殊不知，他刚出门，苏黎便起身来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远去。“相公，小黎在家等你，一直等。”苏黎低声喃喃道，两行清泪从眼角滚落而下。骑上战马，林川便径直朝着漠北大营而去。前身自幼生活在北疆一带，马术自是不错，林川也很快就适应了下来。狼风口距离北疆节度府足有300里，虽是战马，但地面上洞需要1整日才能抵达。而就在当日中午，胡杰大军便已经抵达狼风口以北10里处，再命令大军在此扎营。霍元清不愧为沙场老将，从小更是跟随父亲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其经验之丰富，远非巴查尔兄弟所能比的。抵达的第一时间，他便将大批斥候给撒了出去，势必要将整个狼风口周围的形势摸清楚。尽管有行军地图，但他更相信自己，而且这一次拓跋杰还将一件大杀器交给了他。由此可见，主帅对于狼风口是志在必得。由于狼风口的地势特殊，根本容纳不下太多兵力，3000就已经是极限，所以他这一次带来的全部都是精兵良将。毕竟自己出征之前可是立下军令状的。他给斥候的命令是，只需查清楚狼风口周围的所有地形，同时将周军安插的那些暗哨全部抹掉即可，不要贸然行动。年近50的霍元清立身一处雪丘之上，抚摸着父亲留下的佩刀，遥望狼风口方向。想当年，父亲带着他与数百残兵叛出大周，投靠了胡杰。尽管单于依照之前的承诺让他执掌义军，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年胡杰无论是庙堂官员还是军中将领，都看不起他们父子2人。每次单于设宴，他们父子都只能坐在末席。父亲去世之后，他顶替了父亲的位置，继续执掌义军。哪怕历经了30年，连他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胡杰人，可在真正的胡杰人眼里，他们的脸上依旧写着叛徒2字。所以他急需这场胜仗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同时让胡杰的其他将领知道，这狼风口其他人攻不下，他霍元清能。狼风口并不雄伟，可地势极为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雪谷可通往城下，这也导致了大型工程器械运不进去。虽然城墙之上有一片早期河谷冲刷出来的开阔地，但面对那足有10丈高的城墙，再好的弓弩亦难奏效。但他对这一战却是志在必得，不仅是对麾下3000精兵有着足够自信，更是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事实上，就在他赶往狼风口的同一时间，兀烈跟博尔术这2名战将也行动起来，各率2万大军朝着老龙口和朝天鸭逼近。此举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牵制漠北的周军主力，防止他们发兵驰援狼风口。虽然霍元清只率领3000兵力，但他很清楚，这一次自己才是主角。只要一战攻破狼风口，自己便可以将那些轻视自己的人踩在脚下。林川一路狂奔，中途也只是在驿站应马天料的时候休息一下，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没停过。终于，他迎着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在日落之前，远远看到了龙脊关高耸的城墙。远远看去，宛如一头巨兽匍匐在大漠之上，凝视北方。龙脊关后方便是大周北疆最大的城池之一飞龙城。这座城已有1000年历史，最初是中原与草原部落之间互通商贸，逐渐发展起来的集市。前朝为抵御北方诸敌，在此筑起一道雄关，名为龙脊关。如果说狼风口是大周最北边的一颗钉子，
那么龙脊关便是横在北疆的一柄利剑，剑锋直指北方，与祁连雪峰与黑山峡谷形成天然屏障。近10丈高的城墙宛如绝壁，四方瓮城格局与厚重的城门无不彰显着它的坚固。夕阳下，5里瓮城的玄门铁锁泛着冷光，恰如横卧龙脊。据说当年修建这座雄关，出动了10万民夫，将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都给挖平了，大量巨石被搬运至此，历时数年才建造完工。林川在城门关闭之前赶到，他翻身下马，向守城士兵出示了自己的边军腰牌。那人一看，神色微微一变，上下打量着林川，问道：“你就是狼风口那个先后斩杀2位敌将的林川？”“正是。”林川点头回答道。不远处那名校尉闻言也起身走了过来，神色中带着几分尊敬之色。“林兄弟，我等在龙脊关可是久闻你的大名，今日得见，没想到这么年轻。”林川没想到自己的事迹连飞龙城都知道了，笑着回应道：“校尉大人言重了。”那名校尉将腰牌递给林川，问道：“兄弟如此风尘仆仆，可是有紧急军情？”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实不相瞒，确实有军情需上报节度府，可惜小弟初次到飞龙城，还望校尉大人给指路。”“好说，反正城门都要关了，我这就带兄弟去。”说完，他让手下人准备关闭城门，而自己则是牵来一匹战马，带着林川入城。这是林川第一次来飞龙城，此前只是听说龙脊关如何雄伟，飞龙城如何繁茂，入城之后他才真正见识到。街道两旁的商铺酒楼一片繁华，只是此时已经夜幕，很多商铺都在插门板准备打烊。紧接着，林川注意到几栋明显比周围建筑更高、装饰也更为华丽的楼房反而是人来人往，数座彩楼灯火通明，楼上女子皆书金古迹，披呢银帛，凭栏笑招行人，门匾明月楼3字在羊角灯下泛着暧昧的粉光。饶是林川第一次见，也明白这是何地。边关城不比内地，没有城内不许纵马的规定，毕竟时有军情来往。此时林川也终于明白对方为何要骑马带自己前来，从城门一路走来，虽然只是骑行并未狂奔，但足足1刻钟都还没到目的地。交谈中，林川得知对方名叫江来，幽州人士，从军7年。“林兄弟，前面就是节度府了，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后会有期。”江来勒住缰绳，指了指前方那栋巍峨建筑，说道。林川也抱拳感激道：“多谢校尉大人一路护送，等回头有机会，我请你喝酒。”江来爽朗一笑：“哈哈，那我可就记下了。”一言为定。林川说道。来到节度府外，林川禀明来意之后，那名卫兵让他稍等，自己则是前去通报。很快，那名卫兵便去而复返，对他说道：“几位参军大人正在处理要务，让你先等着。”林川虽然心里着急，但也只能等着。一整天来，奔袭整整300里，他早已是人困马乏，饥寒交迫，战马已经被牵下去喂养，而他也蹲在门外嚼起了携带的干粮。林川足足等了2个时辰，依旧不见传唤。他询问了几次，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让他等着。他不得不怀疑，这是张继在故意针对自己。虽然自己并未对那名卫兵表明身份，但这种地方遍地是眼睛，说不定张继早就知道是自己来了。“几位参军大人已经回去休息了，要不你还是明天来吧。”那名卫兵对林川说道。对于这个结果，林川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他很清楚此行绝不可能一帆风顺，来的路上他也做过各种各样的假设。“多谢。”林川点了点头，随即起身离去。林川走在大街上，孤零零的身影带着几分落魄。就在这时，身后传来铜铃声，转身一看，竟是一辆马车朝着他这边而来。林川连忙让至一边，可那马车却径直在他面前停了下来。正当他疑惑之际，车帘被掀开一角，借助车内的灯光，林川看到了一张熟悉面孔。“上车吧。”张继冷漠的声音传来。林川犹豫了一下，还是登上了马车。赶车的随从卫兵抽动马鞭，马车再次前行。“我知道你是为粮草和援兵而来。”张继把玩着手中的玉扳指，淡淡瞥了林川一眼，说道：“胡杰3000精兵已经抵达狼峰口外，随时准备发起攻城，仅靠500兵卒根本抵挡不住，而且所余粮草最多只能坚持3日，请大人立刻发兵发粮。”林川满脸诚恳之色，说道。张继冷笑一声，说道：“你说这些5日前我就已经知晓，而且我只需一道命令，援军粮草。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大人请讲。”“只要是卑职能做到的，义不容辞。”“很简单。”张继抬起阴冷的目光看着林川，说道：“用你腰间的战刀自刎，为刘武陪葬。”对于这个要求，林川并不感到意外，只是他没想到对方为了一己私利，竟然置狼峰口500士卒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命于不顾。难怪大周气数将尽，这种视边军将士与百姓生死为儿戏，全然不顾大局之人在军中掌权，大周不衰才怪。
不过现在毕竟的有求于人，林川只能尽可能的放低姿态，说道：“大人，上次卑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刘武之死与我无关。”张继脸上笑意更冷了几分，说道：“你说的是你说的，信不信则是我的事。大人，狼风口危在旦夕，一旦狼风口失守，胡解铁骑便再无阻碍，直逼龙脊关。”林川再次抱拳，朗声说道：“还望大人公私分明，切莫延误了军纪。”听闻此言，张继眼神一凝，一抹怒意迸射而出，直逼林川，问道：“你是在叫我做事吗？”卑职不敢。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是你自己死，还是狼风口500军卒替你死？张继死死盯着林川，说道：“你若自刎，我连夜发兵驰援狼风口，是自己死，还是狼风口500兵卒替他死？”这一瞬间，林川的内心出现了一丝动摇，不过这个念头刚一出现的瞬间便被其抹杀了。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身为一名军人，若是血染沙场，马革裹尸那也就罢了，又岂能死在这种小人手中？大人的要求，属下办不到。林川不卑不亢地说道：“那就让狼风口500兵卒等死吧。”张继声音淡然，可眼神中的杀意却丝毫不加掩饰。林川站在路边，看着那辆渐行渐远的马车，内心的杀意逐渐收敛。刚才在马车里面，林川曾想过挟持张继，以此来要求他发兵发粮，可终究还是忍住了。林川来的一家酒馆，要了些吃的，外加一壶酒。既然张继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只能想其他办法了。毕竟是关狼风口500边卒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他不能轻言放弃酒馆不算大，但生意却不错。哪怕是这个点，依旧还有好几桌客人。听说了吗？胡贼出动2路大军，直奔老龙口和朝天崖而来。一名酒客开口说道：“是啊，以往不都是开春之后才开战的吗？今年胡劫人为何这般着急？”同桌之人十分疑惑地问道。不远处，林川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为之一惊，直觉告诉他，这2支胡劫军团的出动是为狼风口的霍元清打掩护，同时拖住飞龙城的主力大军。当然，若是漠北主帅卢运筹不予应对，这2支军团边有可能假戏真做，直接对老龙口和朝天崖发动进攻。这让他内心为之一紧，因为胡劫兵分3路，出动如此规模的兵力，必然是对狼风口志在必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道声音在身边响起：“这位兄弟，能否拼个桌？”林川抬头一看，只见一名40出头的男子站在身旁，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月白蓝衫，正面带笑意地看着他。“请坐。”林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男子在林川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指了指他的酒壶，又说道：“能否讨一杯酒喝？”林川看了他一眼，随即放下筷子，给他倒了一杯酒。男子身着月白蓝衫，一把清虚平添了几分儒雅，不过他与陈景尧却又有些不同。前者历经战场磨砺，儒雅之气虽还在，却多了几分铁血之气。然此人的儒雅似乎已经刻入骨子里，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他是读书人。这一点，林川从他那双修长匀称的手指便得到了印证。男子见林川眉头紧锁，不由开口问道：“这位兄弟似乎有些心事，不知能否对我这个萍水相逢之人说道一二？”林川放下筷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叹息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能与人言者不足2-3，让先生见笑了。”中年男子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没想到这少年竟然张口便说出如此富有哲理的话来。好一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能与人言者不足2-3，这杯我敬你。林川也端起酒杯，与他轻轻碰了一下，便尽数引入腹中。中年男子捋了捋胡须，试着问道：“见小兄弟披甲执刀，定是边军士卒，深夜独酌，莫不是思乡心切？”林川摇了摇头，说道：“国若不存，家将何在？”男子神色再次一变，若非饱读圣贤之书，又岂能出口成章，只言片语间尽是大道理。国若不存，家将何在？寥寥8个字，却让他反复咀嚼。如此简单的道理，可偌大的帝国满朝文武，又有几人真正明白？想不到小兄弟也是读书人，我真是看走眼了。林川摇头苦笑道：“先生莫要折杀我了，我不过是比普通人多读了几本书，算不得读书人。在下姓叶，青州人士，还未请教小兄弟名讳。”中年男子拱手说道：“林川见过叶先生。”林川也拱手回礼。中年男子笑着捋了捋胡须，说道：“在下求学之时，顺带学了些占卜之术。既然小兄弟请我喝了酒，那我就送你一卦，或许能帮你指条明路。”林川自是不信卦象之说，不过眼下也不好驳了对方的面子，便笑着点头道：“还望先生指点迷津。”中年男子掐诀念咒，而是一脸淡笑地看着他，说道：“你当下必是遇到难题，想来飞龙城求助，奈何处处碰壁，求助无门。”林川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饶有深意地看着对方，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对方知晓自己的底细。不过看此人并无恶意，
他也没有揭穿，而是主动给其倒了一杯酒。叶姓男子没有理会酒杯，而是看着林川问道：林兄弟，叶某算的可还准确？林川笑了笑，既没否认也没肯定。那叶先生所说的名录是指？叶姓男子拿起一只筷子，蘸起酒水，在桌上写道：明日午时，五里亭。随即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起身抱拳道：林兄弟，叶某告辞。林川起身相送，却被对方伸手制止，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会有期。明日午时，五里亭。林川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尽管他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相信对方绝不是信口开河。同样，林川也可以肯定，对方肯定是知道自己身份的，而且他极有可能来自节度府。至于对方为何会指点自己，他目前还猜不到。当然，他也不是没想过对方会对自己不利，可思来想去，整个节度府就只有张继想要自己死，但以张继那高高在上的姿态，肯定不会多此一举。毕竟在他的眼里，自己不过是一只蝼蚁，他不会亲自动手，而是让自己主动赴死。当晚，林川就在城中找了个店住下了，骑了一整天的马，他只感觉大腿内侧火辣辣的疼。次日天刚蒙蒙亮，林川便起床，吃了点东西之后，径直朝着五里亭赶去。所谓五里亭，便是从飞龙城南门往南5里之处的一座凉亭。骑马不过片刻，林川便远远看到一座凉亭，孤零零地立在大漠之上。时间尚早，林川只能坐在凉亭之中等候。这里虽不如狼风口那么冷，但毫无遮挡的寒风依旧如刀子一般割脸。林川只能围着凉亭跑步，一方面可以暖和些，同时就全当是体能训练。午时刚到，飞龙城方向便传来一阵马蹄声。林川驻足一看，只见10余骑飞快朝着这边奔来。他连忙回到凉亭，凝视着那飞奔而来的10余骑。随着对方靠近，林川发现领头那人似乎有些面熟。那人似乎也认出了林川，顿时放慢了马速，盯着他：林川兄弟，真的是你？林川也认出对方正是昨日领自己到节度府的校尉将来，连忙迎了上去：校尉大人，我们又见面了。将来翻身下马，拍了拍林川的肩膀，问道：你怎么在这里？林川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总不能说是有人算卦让自己来这儿的吧？不过回头一想，叶先生莫非是让自己在这里等将来？可想想不对啊，将来只是一个校尉，职位远无法和张继相比，根本帮不到自己。林川尴尬笑了笑，连忙岔开话题，问道：我见你们行色匆匆，这是有什么紧急军情吗？将来也没隐瞒，说道：大将军要前往大营调兵，前往老龙口和朝天涯御敌。林川闻言顿时眼前一亮，问道：你是说大将军会入京此地？大将军就在后面，我等先行前去大营传信，让他们准备好。将来点头说道。林川顿时喜出望外，难怪昨晚在酒馆，叶先生说自己来这里或许能找到一条明路，原来是大将军卢运筹今日要路过此地。这也让林川更加坚信那位叶先生就是节度府的官员，而且在军中职位还不低，至少也是能接触到大将军的人，否则绝不可能得知大将军的行踪。林兄弟，军务在身，就不与你多聊了，我先行一步。将来拍了拍林川的肩膀，翻身上马。林川抱拳说道：校尉大人正事要紧，就此别过。将来带着10余骑快速离去，溅起漫天飞雪。林川在亭中来回踱步，现在已经知道大将军要路过此地，自己要做的就是将其拦下来，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可如何才能拦下大将军，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知道，贸然拦路，那是有可能被就地格杀的。就在这时，官道之上再次传来马蹄声，比之前更为密集，仅从声音上来判断，不少于200骑。很快，一支身披铁甲的队伍便出现在林川的视线之内，一面玄色大旗之上绣着一个硕大的炉字，在风中猎猎作响。随着队伍越来越近，林川一眼便看到队伍中间那道身着将军甲的身影，并非是他身躯有多高大，而是那身将军甲太过于耀眼。头顶红缨飞舞，凤翅眉臂与虎头间吞尽显威武之气，盔甲骨尾一应俱全，这些是普通将士的铠甲是绝对没有的。随着队伍越来越近，林川还看到大将军卢运筹身边的一道身影，赫然是张继。之所以能在队伍中找到他，是因为他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不穿铠甲的人。眼见队伍距离自己不足200步，林川也来不及多想，直接冲到官道中间，单膝跪地抱拳喊道：狼风口标长林川，求见大将军。尽管林川已经将声音提到最高，却还是被淹没在如雷的马蹄声中。200步的距离眨眼即至，林川却依旧跪在官道中间，哪怕冒着被马蹄踩死的风险，他也没有避让的意思，何人挡道，速速闪开。清兵淫笑，欲怒喝一声，只见他驱马上前，手中长枪径直朝着林川刺来。面对这急刺而来的长枪，林川不闪不避，
直到那枪锋之上的寒芒距离林川脖子不足1尺的时候，他猛然出手，一把抓住枪库。那名亲兵校尉神色一变，要知道自己御马狂奔而来，这一枪的力量何其恐怖，可对方却一把稳稳将其抓住，任由自己如何发力，长枪都难以刺进分毫。前排亲兵迅速上前，将林川围了起来，紧跟其后的大将军卢运筹也被逼停，身旁的亲兵纷纷拔刀将其护在中间。张继一眼就认出了林川，只见他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冷的杀意，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找到了这里。正当他准备下令将其就地格杀的时候，一道声音抢先发出：“你是何人的部下，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想死吗？”林川只感觉这声音有些熟悉，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着长衫的男子位于大将军左侧，他与张继一样都未披甲，正是昨晚与自己在酒馆相遇的叶先生。果然如自己猜测那般，他是大将军身边之人，从衣着来看，应该跟张继一样，都是大将军麾下的参军。叶先生看似呵斥，可话却说得很讲究，直接问他是何人的部下，这相当于告诉大将军，此人也是北将军族，相当于给了林川一道护身符。张继眼神之中杀意更浓，他绝不允许林川见到大将军。只见他对着亲兵校尉说道：“樊校尉，此人来历不明，以下犯上，定是心怀不轨，给我拿下。”然而大将军卢运筹却抬手制止了他，慢着。说完他径直驱马前行。张继内心焦急，连忙道：“大将军，此人怕是要对你不利，切莫靠近。”哈哈哈！卢运筹大笑一声，说道：“老夫征战半生，什么刀山火海没趟过，区区一个少年，又何足道哉？”说完，他一加马腹，缓缓来到林川面前。“你是何人？”卢运筹端坐于战马之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林川。属下狼风口陈景尧麾下标长林川，求见大将军。林川将自己的标长腰牌高高举起，朗声答道。听到林川这个名字，卢运筹神色微微一变，因为就在前不久，他曾在寝宫部上见到过这个名字，连杀胡杰2位主将，让他印象深刻。不过他并没有问林川求见自己所谓何事，而是沉声问道：“你可知延误军机该当何罪？情况紧急，属下也是迫不得已，带他去大营。”卢运筹说完，马鞭一挥，径直从林川身边疾驰而过。一众亲兵也都纷纷跟上，叶先生全程都没有多看林川一眼，仿佛压根不认识，反倒是张继路过之时狠狠剜了林川一眼，留下的2名走上前来，先是卸掉了他的弓箭与战刀，然后说道：“跟我们走吧。”林川骑上自己的战马，紧跟着前方的队伍，2名亲兵一左一右将其夹在中间。这2人神色冷漠，全程一言不发，始终落后林川半个马位，眼角余光死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从五里亭到漠北大营只有不足3里路程，很快便抵达。林川远远便看到一座巍峨园门，后方是上百座营房，宛如延绵起伏的山脉。此前林川便了解到，漠北大营不仅是北疆最大的驻军营地，武库也都设立在此。之所以没有设在飞龙城中，一来是如此大规模的营地占地太广，再则是为了保证出兵的机动性，出营便可策马疾驰。来到园门跟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演武场，场中黑压压的兵卒列成数十个方阵，所有将士兵甲鲜亮，剑戟肃杀。上方旌旗蔽空，猎猎作响，刚一靠近，林川便感受到了一股肃杀之气。哪怕他前世见过纪律更为鲜明、作风更为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此刻也深感震撼。点将台右侧，身形魁梧的古将挥动鼓槌，擂响战鼓，咚咚咚，沉闷的鼓声宛如闷雷一般，响彻整座大营，让全体将士的心脏随之跳动。吼吼吼！数万将士齐声大喊，声如雷震，令天地巨颤。卢运筹翻身下马，径直走向点将台，哪怕他已年近花甲，却依然精神矍铄，龙行虎步间尽显将帅威严。但真正让人屏息的是那双眼睛，灰白眉骨下瞳孔如冻透的黑曜石，扫过教场时连嘶鸣的战马都垂下了头。忽然他轻抬右手，鼓声与呼喊声戛然而止。林川内心不由得一惊，他尽管没见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可但从精气神和纪律来看，战力应该不会差才对，为何会连连败给胡杰人？林川本想驻足观望，却被2名亲兵带离演武场，来到一座单独的营房之中。来到一间单独的营房，林川内心却是十分忐忑。虽然自己见到了大将军，但能否借到援兵和粮草还是一个未知数。最主要的是，待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林川始终内心不安。以张继的能力，只需略施手段，便可让自己万劫不复。片刻之后，林川注意到带自己过来那2名亲兵悄悄离开了，这让他敏锐察觉到了一丝不安。林川也顾不得命令，直接跑了出去。既然猜不到张继会用什么手段，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从明处引入暗中。林川在营房周围转了一会，但凡遇到士兵就远远避开，
尽量不与他们打照面。林川前脚离开那座营房，后脚便有一名身着校尉甲、脸上有一道刀疤的男子带着几名持刀士兵冲了进去。然而进来之后，房中空空如也，林川已不知去向人跑了，怎么办？其中一名士兵问道：“我去禀告张大人。”“你们赶紧去找。”脸带刀疤的校尉沉声说道。很快，林川发现这片营房的格局竟然暗合九宫八卦之形，由此可见，建造营房之人绝对是一位行家。既然发现了这一特点，林川脑海中对于整片营区地形就有了大致概念，这能让他轻松找到帅营的位置。就在这时，两名士兵朝着林川迎面走来，目光一直在他身上打量。林川巧妙走进一条巷道，本意是想避开他们。站住！两人大喊一声，直接追了上来。听到身后这一声大喊，林川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很显然，这两人是奔着自己来的。林川不知道这两人为何追自己，但肯定不是好事。整个北疆大营想要对自己不利的，也就只有张继，自己绝不能落入他的手中。站住！林川转过一道弯，发现前面的路也被人堵死了，他只能左突右拐，不断变换方向。可追的人越来越多，林川好几次都险些被抓住。林川脑子快速转动，这样跑下去迟早要被围住，为今之计也只能赌一把，朝帅营方向跑了。此人盗取机密，乃是胡杰的碟子，快给我抓住他！这一声大吼惊动了一队巡营的士兵，领头的彪长见状，直接带人冲了过来，将林川团团围住。面对手持战刀将自己团团围住的士兵，林川神色冷漠，他已经做好了拼命的准备。连带那名校尉走上前来，冷喝道：“给我拿下！”一队士兵就要上前对林川动手。就在此时，一声怒喝传来，只见一名身着月白蓝衫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其身后还跟着一队士兵，领头之人赫然是大将军的亲兵校尉樊鹏。刀疤校尉见来人竟是参军叶世珍，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还是壮起胆子说道：“叶大人，此人乃是胡杰人的碟子，盗取机密被我等发现，正要将其拿下。”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林川认识的叶先生。叶世珍看了刀疤校尉一眼，随后对身后樊鹏厉声问道：“碟子都摸进漠北大营来了，樊校尉马上去查实，今日是和人值守，全员问斩。”此言一出，那名巡营彪长脸色巨变，连忙抱拳道：“叶大人明察，属下一直带着兄弟们巡营，不敢有丝毫懈怠。”随即他又看向刀疤校尉，说道：“是罗校尉说此人是胡杰人的碟子，卑职并不知情。”叶世珍根本不听他解释，一脸冷漠地说道：“那你们自己去查，若此人真是碟子，你们自己把脖子洗干净。”紧接着他又看向罗校尉，问道：“如果证明他不是碟子，罗校尉是不是要给个说法？”一时间，罗校尉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这下子不仅把张大人交代的事情搞砸了，自己还惹了一身骚。他脸色能好看才怪了樊校尉，把人带走。叶世珍对樊校尉交代一声，径直离开。樊校尉此前在五里亭便见过林川，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他一挥手，身后两名士兵走上来，便将林川带走。来到无人之处，叶世珍转身看着林川，笑道：“林兄弟，我可是又救了你一次啊！”林川连忙抱拳道谢：“多谢叶先生出手相救。”叶世珍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走，我带你见大将军去。”一路来到帅营，叶世珍让林川在门外等候，而他则是率先进去禀报：“大将军，人带到了，进来吧。”听到卢运筹的声音，林川迈步走进帅营。狼风口务标标长林川参见大将军。林川单膝跪地，声音朗朗。他用眼角的余光快速扫视了一眼，发现偌大的帅营之中站着将近20人，大多为身披甲胄的武将，也有几名身着如山的参军，其中便有张继。张继见林川出现在这里，阴冷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说吧，你在五里亭拦本帅的路，所谓何事？”卢运筹开口问道。林川赶忙抱拳，朗声说道：“启禀大将军，胡杰出动3000精锐攻打狼风口，狼风口只有500守军，且只有3日军粮，恐守不住，请大将军下令出兵支援。”此言一出，满堂众人一片哗然，显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难怪拓跋杰这老狐狸突然发兵老龙口和朝天鸭，原来是为狼风口打掩护。一名须发斑白的武将一拍脑门，恍然道。另一名满脸络腮胡的中年将领对林川问道：“敌军如今距离狼风口有多远？领兵之人是谁？”“昨日便已兵临狼风口外，领兵之人是霍元清。”林川回答道。“竟是这个狗杂种！”那年老将领咬牙切齿地说道，显然对于这位大周叛将十分痛恨。那名大胡子将领闻言顿时一怒，一把揪住林川的胸口，喝问道：“如此重要的军情，为何现在才送到？若是狼风口失守，他陈景尧就算死10次也难赎其罪。”这番话让林川瞬间明白，
之前狼风口送来的军情多半也被张继截下了，但他现在却装作一脸无辜，说道：“将军明鉴，陈校尉派来的信使3日前就已经返回狼风口了，属下昨日天黑前也已经将消息送入节度府之中。”此言一出，现场一众将领无不是勃然大怒，纷纷将目光看向卢运筹。后者同样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沉声问道：“谁能告诉本将这是怎么回事？”张继狠狠剐了林川一眼，随即面朝卢运筹躬身说道：“禀大将军，几日前狼风口确实有传信，不过卑职觉得狼风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年5000胡羯人都未能攻下，这次才3000敌人，想来也不在话下。粮草呢？”卢运筹又问。朝廷的粮草本来年前就该到的，可因大雪延误，至今未到，城中粮草也所剩不多，卑职便让陈景尧就近征粮。张继这番说辞可谓是滴水不漏，但林川知道他每一句话都在撒谎。卢运筹沉默良久，对林川说道：“你先下去吧。”林川神色一变：“大将军，我的话你没听见吗？”卢运筹的声音陡然拔高，眼神中的怒火更是丝毫不加掩饰：“属下告退。”林川抱拳行礼，转身退出正堂。走出帅营的他，内心五味杂陈。本以为只要见到大将军卢运筹，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事实证明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是张继在从中作梗，然而张继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连一句问责都没有。或许是自己的地位不够，就算要处置张继，也不可能当着自己的面处置，但他更相信这件事情最终会不了了之。看来大周的腐朽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要不然延误军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林川在帅营外来回踱步，不断有将领手持令旗匆忙离开。又等了一会，张继也出来了。只见他一昂首来到林川身边，望着天空小声说道：“别以为见到大将军就能翻身，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一只蝼蚁。”说完，张继径直离去。看着那道背影，林川双拳紧握。如果昨日在马车上只是一时冲动，那么此刻的林川是真的动了杀心。今天若非叶世珍及时赶到，自己就算能拼死一搏，能否脱身还是一个未知数。林川兄弟，大将军叫你进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叶世珍的声音。再次进入帅营，林川只看到卢运筹一人，此时他已经卸掉战甲，端坐于主位之上，满头白发，尽显沧桑。属下参见大将军。林川再次抱拳行礼。卢运筹点了点头，看向林川，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处置张继，是官官相护，全然不顾边境安危？”此时他的语气缓和了很多。属下不敢。你都赶拦老夫的帅旗了，什么敢不敢的？老夫也曾年轻过，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卢运筹笑了笑说道：“张继与你的恩怨我都知道了，今日军械库之事也已经查清，但我眼下却不能动他。”卢运筹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为什么？林川很是不解。卢运筹身为帝国大将军，北系军统帅，放眼整个北疆，不都是他说了算吗？为何还办不了一个小小的参军？莫非真如自己猜测那般，在这些大人物眼里只有利益，所谓的家国大义都不过是嘴上的玩笑？年轻人，你太小看我卢运筹了。卢运筹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说道：“之所以暂时不能动他，是因为他老丈人是户部尚书监督之事，若是我办了他，往后北疆40万大军的军衣粮草都将是大问题。”卢运筹看着林川，淡淡说道。听到这番话，林川恍然大悟，难怪张继如此的有恃无恐，哪怕明知自己那些小动作就要被揭发，依然是那般的气定神闲。原来他有如此强硬的后台。卢运筹身为北疆统帅，正2品大将军，而户部尚书只是正3品，就官职品阶而言，比卢运筹还低了2阶。可人家掌管着前2个袋子，以至于卢运筹也要给几分面子。当然，站在卢运筹的位置，为林川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犯不着与朝中的户部尚书交恶。粮草的事情，我已经让叶世珍去办了，你无需担心。不过，卢运筹顿了顿，继续说道：“胡杰对老龙口和朝天鸭各发兵2万，其他地方同样也在暗中集结兵马，我已经抽不出兵力援助狼风口了。”听闻此言，林川内心顿时一紧。不管卢运筹所言真假，他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没有援军。这一刻，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狼风口500兄弟还在等着自己，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全系自己一人身上，自己若现在回去，该怎么跟他们交代？又该如何对自己交代？大将军，狼风口有多重要，想必不用我多言。若是被胡贼攻破，500守军死则死矣，可数百里疆土和成千上万的百姓都将被胡劫铁骑踏碎。林川声音都在颤抖，眼神之中满是恳求，一双膝盖逐渐弯曲，眼看就要跪下。给我站着！
卢运筹大喝一声，怒目而视。堂堂7尺男儿，跪天跪地跪天子跪父母，唯独不能对权势下跪。我北疆边军骨头比铁硬，哪怕站着死也不跪着胜。这番话字字铿锵。我比你更清楚狼风口的重要性，但狼风口至少有险可据。你可知北疆有多少地方是一马平川，一旦开战，那都是要用将士们的身体去筑墙，以此来抵挡胡解铁骑的。卢运筹声色俱厉，目光如刀，盯着林川。就在这时，站在门口一直没有说话的叶世珍走上前来，对着卢运筹拱手说道：大将军，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借狼风口之急。世珍，如今北疆大营还有多少可用之兵，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而这些兵力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能动用的。属下明白，但大将军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支队伍。叶世珍说道。哦，还有哪支队伍？卢运筹疑惑问道。叶世珍突出3个字：死字营。卢运筹闻言顿时眉头一皱。死字营，他确实忽略了这支队伍，不过死字营之中基本都是被打入奴籍的罪人，更是不乏从各地发配而来的死囚。北疆死字营足有3000余人，平时死字营军奴大多都在从事劳作，或是修补城墙，或是搬运物资，亦或是锻造兵器等苦差，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不饱的，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最主要的是，一旦开战，这些军奴就会被派往战场充当炮灰，往往攻城战便是这些军奴最先上。此外，也不乏用他们的身体去阻挡敌人骑军冲锋，也算是让这些戴罪之人发挥最后一点作用。可卢运筹担心的是，这些军奴一旦脱离了北疆大营，就等同于离开了牢笼，谁还能管住他们？对于死字营，所有边军都不陌生，每每提及都是谈之色变。按照之前大周军律，若是连续3年寸功未立，就得被打入死字营。林川穿越过来之前，前身就面临着即将被打入死字营的困境。当然，他并不是没有军功，而是所有军功都被刘武给抢走了。不行，死字营之中不乏穷凶极恶之辈，一旦脱困，恐出祸患。卢运筹思虑片刻，摇头说道。林川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他一咬牙，抱拳说道：大将军，我能管束他们。你可知道死字营中都是些什么人？你拿什么管束？卢运筹厉声问道。属下愿以项上人头立下军令状。林川字字铿锵。此言一出，就算是叶世珍也暗自为林川捏了一把冷汗，就算是他也想不出能制约这些亡命之徒的办法。卢运筹目光一凝，死死盯着林川，见林川神色一片坚定，你可知军中无戏言？属下知道。林川态度无比坚决，随即抬起目光看向卢运筹，说道：不过属下有几点请求，请大将军准许。说吧。半个时辰之后，林川与叶世珍一起走出帅营，径直朝着北面死字营而去。恭喜林校尉！叶世珍拱手道喜。此次若无先生相助，别说援军，估计连1粒军粮都看不到。我代表狼风口500兄弟，谢过先生。林川对叶世珍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刚才大将军封他为校尉，去死字营提点1000军奴驰援狼风口，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1000军奴能有多少战斗力，能否就得了狼风口，他心里根本没底。死字营的营地跟漠北大营是一体的，只不过只占极小的一个角落，而且平时都有重兵把守。林川到来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在其他地方出宫的军奴之外，3000余人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显然叶世珍已经先一步让人前来通知。3000军奴站在被踩成黑泥的雪地里，所有人都带着脚镣，一个个面黄肌瘦，目光暗淡，宛如行尸走肉。随着林川登上高台，不少军奴的眼神之中涌现出恐惧之色，也有一些年龄稍长之人露出解脱之色。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胡杰人又出兵攻打边疆了，这个时候将他们召集起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让他们去当炮灰，抵挡胡贼的铁骑和屠刀。死亡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但对于那些被发配到北疆多年的死囚而言，与其这般苟延残喘，死了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我需要1000人，随我一起去杀敌。林川目光如炬，从下方黑压压的人群身上扫过，所有军奴都毫无表情，宛如木偶，对于林川的话更是置若罔闻。林川继续说道：我无法保证你们跟着我去都能活着回来，但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们，只要跟我去，无论生死，往后你们都将解除奴籍，堂堂正正做人。此言一出，下方所有军奴只感觉脑海中一声惊雷炸响，一个个抬起头看着站在上方那个清秀少年，浑浊的眼神中写满了不可置信。解除奴籍？自己没听错吧？对于他们而言，自被打入奴籍的那一天开始，这一生的命运就基本已经注定。虽说帝国有规定，被打入奴籍的死字营成员，只要杀敌满10，
便可解除奴籍恢复白身，可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人才知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出现在战场上，并非是以士兵的身份，甚至连死士都不算，就是名副其实的炮灰，穿的是最破烂的铠甲，拿的是生锈断裂的兵器，甚至很多人连兵器都没有，完全就是以血肉之躯跟敌人的坚甲利器对碰。这种情况，别说是杀敌立功，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这位将军，你说的可是真的？一名身形枯瘦的军奴汉子怯声问道。林川点了点头，肯定说道：我不是将军，1个时辰前我还只是一位标长，刚被大将军提为校尉。不过我刚才的话却是大将军亲口允诺的，不信你们可以问大将军身边的参军叶大人。站在不远处的叶世珍也点了点头说道：大将军确实答应了，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必须全程听从林校尉的命令，若有不从者，全员问斩。此言一出，不少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事实上，这也是林川与叶世珍在路上商量好的，一人唱红脸，一人唱黑脸，而且利用这种连坐制度，让他们彼此监督，谁也不敢乱来。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好，我们跟你干。那名汉子几乎没怎么考虑，直接答应下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迟早的事情，而且现在这样活着，比死了也好不到哪去。与其如此，那还不如放手一搏，能不能成功就看命了。我们跟你干，大不了就是一死，只要活下来就能翻身。一时间，不少军奴纷纷表示愿意跟着林川干一场，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解除奴籍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然而林川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不少人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熄灭。并不是谁都够资格跟着我，因为此次行动九死一生，失败就意味着我也要跟你们一起死，但我不想死。林川继续说道。曾参军入伍者出列。顿时人群中一阵骚动，陆陆续续便有500余人出列。之前林川便向叶世珍了解过，死字营之中不少都是曾经的边军，有的以前就是北疆的边军，有的则是来自其他地方，因为触犯军纪或是其他原因被发配到死字营。只是林川没想到被打入死字营的兵卒数量竟然如此惊人。能骑马射箭者出列。林川再次开口。此言一出，人群之中再次人影晃动，足足600余人出列，加上之前是500余人，足有1000多人，这在数量上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并非出列的林川都要，接下来叶世珍会让人对照花名册进行筛选，难免其中有鱼目混珠之人。而且有的人虽然曾经是边军，但如今年龄已经很大，或者是身体情况已经不支持他们上战场的，林川也不会要。被选中的别急着高兴，因为你们明天就有可能会死。没被选中的也不要觉得失望，你们以后还有机会。不到半个时辰，叶世珍便让人将这1000多军奴全部筛选了一遍，最终有近200人被踢了出来，剩下1000余人。人已经选出来了，战马和兵甲我已经让人去武库点取了，很快就能送过来。叶世珍看着林川问道。叶先生今日之恩，林川没齿难忘，若我还能活下来的话，定当报答。林川感激道。昨晚我跟你说，我曾学过算卦，真不是诓你，我看你面相绝非短命之人，我等你凯旋的消息。叶世珍拍了拍林川的肩膀说道。粮草的事情就有劳叶先生了。林川再次说道。叶世珍点头说道。放心，你们先行一步，粮草随后就到。要是平时，林川这1000人便可以顺带将粮草运至狼风口，可眼下却根本来不及，估计霍元清已经开始对狼风口动手了。林川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很快1000匹战马被送到教场，马背之上除了甲胄之外，战刀、长枪、弓箭全部配齐。这些都是林川向卢运筹要来的，或许是对无法援助狼风口深感愧疚，卢运筹只是略微思考便答应了下来。虽然这些甲胄很一般，但至少是铁甲，比狼风口士兵的皮甲好了太多。至于战马，对于整个北疆而言都是稀罕物，毕竟大周战马产量本就不高，以至于整个北系军骑兵占比不足1/5，这1000匹战马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事实上林川也没想到卢运筹会答应的这么爽快，按照他原本猜想，能给他200匹战马就已经很不错了。林川让所有人披甲列队，虽说许多人动作生疏，但还是很快就完成了。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便是一名战兵，此次出战既是杀敌也是正面。是。所有人大声回答道，声音并不整齐，但却异常洪亮。相比起之前，他们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光亮，有了属于人的神采。曾在军中担任过标长乃至以上职位者出列。启禀将军，属下唐奎然曾在南系军中任都尉。一名身形高大但略显消瘦的汉子抱拳回答道。属下刘彦曾任幽州军标长。属下季天禄
曾任北疆云州军赤后校尉，属下骆青云曾在神都任禁军都尉。很快便有10多人出列，并纷纷报出自己曾经在军中的职位。林川内心十分惊愕，没想到这死字营之中竟然卧虎藏龙，不少人曾经都是手握大权的人物。不过他们既然出现在死字营，也变相说明他们犯下的事儿定然不小。眼下林川没工夫去深究这些，他直接点了10人，说道：从现在起，我认你们为标长，各统领100人队伍。这10人满脸错愕，这就直接当标长了。虽说他们之中好几人曾经都是校尉、都尉，标长并不算什么大官，可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一名小卒在军中想要当上标长有多不容易。不用惊讶，我让你们当标长，是对你们的信任和对你们能力的肯定，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要是觉得自己当不了这个标长，趁早让位置。明白？10人大声回答道。夜幕降临，天空再次飘起了大雪，1000人兵甲鲜亮，神色肃穆，静静立于风雪之中。出发！林川一声大喝，随即一马当先奔了出去，身后10名标长紧紧跟随。后方千骑路续动了起来，宛如一条黑龙，撞破漫天飞雪，撕裂漠北大地。千骑出漠北，白浪卷疆场，风雪染江山，沙场葬英魂。狼风口，一片肃杀之气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一些新兵感觉呼吸都变得凝重起来。陈景瑶站在城墙之上，眺望着关外，那片白茫茫的营帐在夕阳的照射下异常醒目。已经整整2天了，可敌军却始终没有发动进攻，这让陈景瑶百思不得其解。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他已经提前将斥候全部撤回关外。如今他对于关外的情况一无所知。校尉大人，这霍元清为而不恭，到底想干什么？熊广疑惑地问道。陈景瑶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他也想过霍元清是不是知道狼风口快断粮了，想要以此耗死他们，可很快就将这个念头打消。毕竟快断粮的消息只有几名标长知道，就连到附近市集村落购粮的士兵也不知道内情。呜呜！就在这时，雄浑的号角声传来，声音深沉而厚重，哪怕相隔数里的狼风口也听得清清楚楚。霎时间，狼风口守军神经紧绷，胡杰人要开始进攻了，全军备战。陈景瑶果断下达命令。城墙上滚石雷木堆积如山，箭矢更是成捆堆码在一起，显然是为这一场守城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低沉的号角声再次传来，只不过这一次比之前更加急促。不多时，只见一股黑色浪潮在雪地中翻滚，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狼风口席卷而来。数里距离，在这一望无垠的大漠雪原，一眼便可收纳眼底。狼风口城墙之上，200守军神色肃穆，眼底杀意燃烧，他们并未急着弯弓搭箭，而且死死盯着那股呼啸而来的黑色浪潮。相比起1个月前，他们的整体素质提升了不止1个档次，真正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陈景瑶并未将500人全部派上城墙，而是分成2批轮番上阵，因为他很清楚，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他必须合理分配兵力，不然只要出现片刻松懈，就有可能给对方可乘之机。不到1炷香的时间，那黑色浪潮终于通过雪谷来到城外。对方人数大约1000人，除了300骑兵，剩下的全是步卒。步兵之中近半数都是盾牌手，剩余的则是弓箭手。陈景瑶扫视一圈，发现领兵之人是胡人长相，显然主将霍元清并没有来。没有所谓的阵前骂战，更没有武将上前挑衅单挑之类的环节。只见那名胡人将领拔出腰间弯刀往前一挥，冲！呼呼！数百胡杰士兵手持盾牌，径直朝着城门方向冲过来。他们并未排列在一起，而是尽可能分散开来。这对于狼风口的守军而来，目标分散，弓箭命中的难度也会更大。滚石！就在对方距离城墙只有数十步的时候，城墙之上一声大喝，霎时间，一块块磨盘大小的巨石从城墙之上砸了下来。那些胡杰士兵尽管手持盾牌，也根本挡不住这些巨石。啊啊！一声声惨叫响起，不断有胡杰士兵被巨石砸中，身死当场。但还是有不少人冲到了城墙下，他们沿着城墙直奔城门而去。可就在此时，上方一根根原木顺着墙壁砸落下来，这些原木每一根都有水桶粗细，1丈余长，这样贴着墙壁砸下，一砸就是一大片。更要命的是，每根原木之上四周都装上了数十上百根尖锐的铁锥，每根足有1尺多长，使得这些原木就像是一根根巨大的狼牙棒，从高空砸落下来，瞬间便可穿透盾牌。很多胡杰士兵都被其穿身而死。约莫半个时辰之后，敌军的第一波进攻被打退，200余人死伤过半，剩余的全部撤到远处。然而陈景瑶却总感觉不对劲，虽说这是胡杰人惯用的进攻方式，可这次对方的主将可是周人出生的霍元清，
他比其他胡杰人都了解周军的防守手段，不可能没有应对之策才对。就这样，胡杰人每隔1个时辰便发起一次进攻，但后面几次都像是象征性的试探，甚至都没有进入城墙守军的射程范围，只是挑衅一番就撤回去了，这让陈景尧更加怀疑。不过陈景尧隐约发现雪谷之中能看到人影来回穿行，而且数量还不少。刚开始他以为是对方再次投入了兵力，可攻城的始终是那支队伍，这让他很是疑惑。一直到后半夜，陈景尧下令换防，将城墙上的乙标和丙标换下去修整，将正在修整的丁标和戊标派上来。至于甲标，则是随时做好支援和策应的准备，并没有上城楼。然而刚完成换防，异变突起，只见一块巨石自城外飞来，重重砸在城墙的一处垛口之上。砰！一声巨响，那垛口直接被砸碎，就连城墙都随之颤动。陈景尧神色巨变，大吼道：“注意隐蔽，敌军有投石车！”他想不通，狼风口之外那条峡谷河道崎岖狭窄，投石车根本运不进来，但现在投石车确确实实出现在了狼风口外，而且还不止一架。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方将投石车拆开搬运过来，然后在现场组装。除此之外，陈景尧想不到其他可能。也是在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何对方之前的攻击那么敷衍，也明白此前雪谷之中那些来回穿行的人影是在做什么了。顷刻之间，一块块巨石从城外的黑暗中飞来，有的砸在城墙上，有的则是直接飞入城内。投石车的射程远超一般的弓弩，动辄便可以达到500-600步开外，在攻克一些雄关巨城的时候，这往往是制胜秘宝。曾经大周一位将领便凭此方法，直接将城墙外填出一条坡道，最终步兵直接沿着坡道杀进城内。陈景尧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以往的胡杰军队中从未出现过投石车，毕竟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无论是农耕还是制造工艺，都远远逊色于中原。可他忽略了这次攻打狼风口的主将霍元清，他曾经也是周人，而且父辈本就是出色的将领，定然是知道这一攻城大杀器的。只是陈景尧没想到霍元清竟然能将其做出来。看着那些重达数百斤呼啸着从城外飞来，守城士兵的眼神里都写满恐惧。奈何城墙狭窄，能躲避的空间极为有限，而且对方的投石车处于黑暗之中，等他们看清飞石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避了。砰！又一块巨石砸在城墙上，墙面直接砸出来一个大坑，砖石碎裂，夯土松散。啊！一声惨叫传来，只见一块巨石直接将城垛轰碎，弓着身子躲在城垛后边的士兵当场被压住，只有下半截身子露着。很快大石头下边的血迹就流淌了出来。愣子他身边的同伴拼了命地冲过来，想要将巨石搬开，奈何拼尽全力都难以撼动分毫，他只能抱着对方的双腿用力往外拉。噗的一声，压在下边的士兵身体直接被拉断，那名士兵抱着半截身子，脸色一片苍白。这样的惨状到处都在发生。不远处，一名士兵刚躲开一块飞石，结果另一块石头从天而降，当场将其砸成一滩肉泥。一番轰砸下来，周军30余人身死，伤者更是接近100人。陈景尧目眦欲裂，但他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传令，甲标携木曼上城支援。得令。一名亲兵迅速前去传令，命乙标和丙标伐竹，编制竹蔓，越多越好。陈景尧迅速下达了第2条命令。得令。尽管此前陈景尧并未遇到过投石车，但他熟读兵书，知道如何应对。很快，甲标标长耿良便带人抬着大量木蔓来到城墙之上。所谓木蔓，就是在一个木架子上撞定厚实的木板，虽无法彻底挡下飞石，但至少能抵消飞石的大部分力量，就算被砸中，也不至于当场丧命。果然，随着木蔓被架上，很多飞石都被挡了下来。只不过，面对那些沉重的巨石，很多木蔓只承受了一次，便直接碎开了。还有多少木蔓？全部拿上来。陈景尧大声问道。大人，这些木蔓都是多年前制作的，一直丢在仓库之中没用过，卑职全部搬上来了。耿良回答道。让他们加紧制作，能做多少是多少。是。眼下陈景尧也顾不得让乙标和丙标休整了，得抓紧时间制作木蔓和竹蔓。木蔓用于城墙之上的士兵抵挡飞石，而竹蔓则是用来覆盖在城墙之上，以此减小飞石对墙体的撞击损伤。要不然照此下去，对方仅靠投石车便可把城墙砸塌。随着对方投石车的介入，陈景尧之前所有的布防全部被打乱，他的神色变得无比凝重，看向黑暗中飞来的巨石。通过观察，他发现对方应该有5架投石车，距离城墙足有400步的距离，弓箭根本够不到。梁胜，属下在。满身泥土的梁胜答应了一声，猫着身子来到陈景尧跟前，带几个人去把那架床弩搬上来。陈景尧吩咐道。是。
不多时，5名士兵抬着一架床弩来到城墙之上。这架床弩也是多年前留下的，一直没怎么使用。陈景尧刚刚想到弓箭够不着400步外的投石车，便想到了床弩。这架床弩的射程可达400余步，如今也只能靠它进行反击了。很快，床弩便被架好，为了防止被飞石砸中，几名士兵将木幔搬了过来，挡住弩架。3杆长矛一般巨大的弩箭被放进箭槽之中，随后2名士兵转动一起转动绞盘，将弩弦拉满。当床弩满弦之后，另一名士兵搬动击扩，那堪比小拇指大小的弓弦将3根手腕粗细的弩箭被送出，带着破空之声撕裂黑暗的夜空。咻！由于黑暗中视线受阻，以至于他们只能锁定一个大致方位，能否命中得看运气。数息之后，黑暗之中隐约传来一声惨叫，紧接着众人明显感觉到一架投石车停了下来。成功了，再来！陈景尧喜出望外，让人继续装好弩箭，准备发射。几番发射下来，明显对对方的投石车形成了一定影响。只可惜整个狼风口就这一架床弩，要不然完全可以压制对方的投石车。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库房之中库存的弩箭只有不到200支，按照每次使用3支，用几十次就会耗尽。陈景尧不得已，只能让人现做。好在库房之中有许多蜡木杆，这东西原本是制作枪矛的，弩箭用的也是这种木料。虽然短时间内来不及制作箭头，但削尖之后杀伤力依旧很惊人。床弩的加入也只是减缓了对方投石车的发射，可毕竟只有一架床弩，别说是压制，连打成军事都不可能。投石车狂轰了整整1个时辰，狼风口城墙之上早已堆满了巨石，大量的木幔在飞石之下化为碎片，甚至很多飞石都砸入了城内，瓮城营房一片狼藉。就连坚固的城墙在轮番轰击之下，很多地方也凹陷了进去，虽不至于倒塌，可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可最让人心痛的是，又有近30名士兵死在巨石之下，很多昨日还在一起吹牛聊天的兄弟，转眼间变成了冰冷的尸体。很多之前还在憧憬着打完这一仗之后便回家看望家人，然而这个愿望却成了永远的遗憾。看着那些惨死的同袍，士兵们无不是杀意澎湃，目眦欲裂。当敌军的投石车送出最后一轮飞石之后，城下的敌军阵营再次发起了冲锋。只是这一次，对方的阵型跟最初的试探截然不同。只见他们以1名盾牌手和1名弓箭手相互配合，缓步朝着城门逼近。盾牌手负责防御，弓箭手则是用仰射的方式压制城墙之上的守军。与此同时，2列骑兵从2侧杀出，以极快的速度奔袭而来，不断朝着城墙之上放箭。他们并非是来攻城的，而是干扰城墙上的守军，为步兵分担压力。真正的攻城队伍则是被放在了最后面。只见大量士兵被分成10人一列，抬着云梯，宛如一条条巨大的蜈蚣，朝着城墙逼近。此外，数架工程车被推了出来，数丈高的工程车之上被安排了精锐射手，利用弓箭压制城墙上的守军。显然，胡杰大军发动了总攻，看这事态，势必要一鼓作气攻破狼风口。陈景尧只能将可战之兵全部调到城墙之上，毕竟之前丁彪和兀彪折损了不少人手，仅靠这2彪剩余的兵力根本守不住，干死这些杂种，为兄弟们报仇。城墙之上吼声一片，弓箭、滚石、雷木纷纷派上用场。城墙之下，几股兵力相互配合，对狼风口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哪怕是陈景尧也拿起弓箭加入了战斗。只见他一箭射杀了1名工程车下1名胡杰士兵后，对着旁边大吼道：“梁胜，调转床弩，将工程车上的弓箭手给我干掉。”是。梁胜连忙命人调转床弩，将3支弩箭射出，直接粉碎了工程车上那个碉楼。躲在里面的几名弓箭手更是被弩箭穿身带飞了出去。干得漂亮！1名士兵惊呼道，可话音刚落便被一箭射中脑袋，倒地身亡。如果说投石车是对方攻城之前的重器，那么这几架工程车便是攻城战之中的利箭，一旦让其靠近，敌方的精锐便可源源不断地杀上城墙。到那个时候，狼风口的处境将变得岌岌可危。城下不断传来督军的大吼，那些胡杰士兵悍不畏死地朝着城墙冲来，到后面甚至是踩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6架工程车缓缓逼近，下方负责推车前行的胡杰士兵死了一批，又有另一批补上，继续推着工程车前进。10余架云梯距离城墙更是不足30步，那些士兵举起盾牌挡住上方射下来的弓箭，但还是被不少滚石雷木砸中。可即便如此，后方立马又有士兵冲上来，扛起云梯冲向城墙。城门方向更是出现了一架撞门车，一根需要2人合抱的巨木架在战车上被推着缓缓前进。好在陈景尧早有准备，在城外挖了不少纵横交错的沟壑，大大减缓了撞门车的前进速度。神长，这些狗日的胡贼怎么杀不完啊？一名年轻守军对余生问道。
你只管杀就行了，总有杀完的时候。余生大声回答道。神长，你受伤了。那名士兵看到余生的肩膀流血不止，顿时惊呼道：小伤而已，大呼小叫什么？余生瞪了他一眼，之前被流矢射中，尽管他第一时间将宋军医分发下来的金创药粉撒了上去，可不停地开弓放箭，以至于伤口一直在流血。忽然城墙边缘出现一节云梯，他神色大变，喊道：不好，胡贼的云梯搭上来了，快取火油。立马就有人取来火油，朝着云梯倾倒而下，紧接着一支火把将云梯点燃。轰！下方正举着盾牌艰难攀登云梯的胡杰士兵瞬间被大火吞没，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掉落下去。10几架云梯先后抵达城墙跟前，上面的铁钩更是死死挂在城墙的垛口上。不仅如此，云梯表面还包裹了铁皮，就算是战刀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砍断。胡杰士兵则是宛如蚂蚁一般，举着盾牌紧紧攀附在云梯之上，迅速往上爬。好在城墙上的守军早有对策，插满钢刀的狼牙拍被放了下去，伴随着一声声惨叫，那些胡杰士兵直接被狼牙拍上的尖刀刺穿身体掉落下去。就算是盾牌也挡不住狼牙拍之上尖刀，更何况面对如此沉重的狼牙拍，就算是压也能活生生将人压死。然而终究还是有人侥幸通过云梯爬到了城墙之上。杀！耿良暴喝一声，带人直接杀了上去。这些胡杰士兵为了便于攀爬，随身只携带了一把弯刀，有的刚冒头便被长枪刺死，有的则是被乱刀砍死，几乎没有人能在城墙之上活过10息。熊哥，带人去城门方向支援。陈景尧观察了一下战局，发现城门方向聚集了大量敌军，立马下令。尽管在开战之前自己就让人用巨石将城门甬道堵死，可一旦对方撞碎城门，便可以疏通甬道，而且这个过程完全处于死角，站在城墙上根本无法阻止。这场厮杀一直持续到天亮，城墙之上的士兵不断开弓，双臂早已麻木，可面对敌人源源不断的进攻，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期间敌人多次杀上城墙，都被他们杀退，最终10几架云梯要么被烧毁，要么被狼牙拍和滚石雷木砸碎。城门方向那辆巨大的撞门车虽然越过了道道沟壑，却始终没能靠近城门，只因城门之外被挖了一个大坑，就算他们将撞门车推到跟前，也无法完成撞门。那6架工程车上虽然插满了箭矢，却相对较为完好。眼看距离城门不足30步，陈景尧果断下令：火油！顿时数十个装满火油的瓦罐被抛了出去，砸在工程车之上。哗啦啦，随着瓦罐碎开，里面的火油也溅射而出，顺着工程车往下流。城墙之上数十名弓箭手已经点好了火箭，纷纷瞄准工程车。放箭！大片火箭射向那6架工程车，仅顷刻间6架工程车便化为6座火楼。此举无异于是将对方最后一丝希望瓦解。城外一名身着铠甲的魁梧将领见到这一幕，也知道此次无法攻破狼风口了。收兵！随着胡杰士兵如潮水一般撤去，城墙之上响起了浪潮一般的欢呼声。欢呼之后，很多人再也支撑不住，直接瘫倒在地。很多士兵累得战斗站不稳，还有一些拉弓的手指早已磨破皮，但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因为整条手臂都麻木地失去了知觉。不少人更是靠在城墙上便沉沉睡去，很快便是鼾声一片。立马有人开始打扫战场，宋军医则是带着几名士兵开始为受伤的将士们清理伤口，然后上药包扎。陈景尧也是满脸疲惫来到城墙边往下看去，只见城下一片狼藉，横七竖八躺着500-600具尸体，有的已经被烧焦，只剩下一团黑炭。断裂的云梯，破碎的盾牌，无主的战刀，满地的箭矢，还有那正在熊熊燃烧的工程战车，无一不在诉说着这一战的惨烈。这一战他们虽然胜了，但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60余人战死，100多人受伤，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剩下的300多人也是疲惫不堪。敌方撤军只是暂时的，后面还会有更为猛烈的进攻。陈景尧不知道这样的进攻他们还能挡住几次。林川，你接到援军了吗？我们快顶不住了。陈景尧看着远方，在心中喃喃默念道。一支骑兵宛如一条黑龙，疾驰在漠北雪原之上，将茫茫雪原撕裂成2半，身后溅起漫天飞雪。队伍最前方，俯身疾驰的少年神色凝重，死死盯着前方。林川并没有带着这支军团走回头路去驰援狼风口，而是从另一个方向出关，准备绕到狼风口以北，从后方包夹霍元清的队伍。因为他很清楚狼风口的地形，如果这1000人前往关内，根本施展不开，无法将作用发挥出来。可若是绕到狼风口之外，却需要多花整整1天的时间。这一夜，他们顶着风雪前行，不敢有半点停留，因为林川心里很清楚，此时的狼风口定然在经历惨烈大战，自己早到一刻，
就能早一刻解除狼风口的危机。校尉大人，这样急行军，很多人都吃不消了，而且就算人能坚持，战马也受不了。一名身形高大的汉子驱马来到林川身边说道，此人名叫唐奎然，曾是南细军的一名校尉，如今被林川任命为标长。唐奎然见林川不说话，再度说道，校尉大人非是卑职贪生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吾辈身为军人，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林川看了唐奎然一眼，随即转头喊道，有谁熟悉地形，马上来见我。随着消息往后传递，很快一名年龄跟林川差不多是少年策马飞奔到林川身旁，与之并肩而驰。校尉大人，属下之前本就是北疆边郡，来过这一带，可知哪里适合休整？林川眼睛始终盯着前方。少年策马离队，来到一处雪丘之上，极目远眺，随后迅速返回到林川身边，说道，东南方向20里有一片胡杨林，带路。一炷香之后，前方果然出现一片胡杨林，尽管树叶已经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但也比雪地里要好得多。进入胡杨林之后，林川让个镖长带着自己手下的100人下马休整，不过每一镖都要挑选几个有经验的到四周巡哨，毕竟这是在关外，胡杰又大量调兵，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胡杰的军队。同时林川让各镖休整的位置也颇有讲究，彼此间有一定距离，但又能相互照应。急行军自然是不可能携带帐篷，除了兵器铠甲之外，每人只配置了3天的干粮和水。好在这胡杨林之中有大量被积雪掩埋的树叶，大家可以用来盖在身上，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暖作用。紧接着林川又将10名镖长召集起来，又对带路那名少年问道，此地距离狼风口还有多远？大约200里。少年回答道，休整到申时开拔，亥时之前必须赶到狼风口外。林川对个镖长说道，是。众人回答道，届时会有一场生死之战，我会分出一镖兵力，负责烧毁敌军粮草，其余人随我一起从后方直扑大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林川抬起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冷声说道，机会稍纵即逝，我不希望出现任何变数。明白。众人齐声回答。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骚乱，林川顿时一惊，转头看去，竟然发现一股烟雾。林川脸色巨变，快步跑了过去，只见3名兵卒竟然在焚烧树叶取暖，虽然火势已经被其他人扑灭，但烟雾还未散尽。谁让你们生火的？林川双目圆瞪，怒声问道。那3人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吓得瑟瑟发抖。其中一人颤声说道，校尉大人，实在是太冷了，我们都快冻僵了，所以……一众镖长也赶了过来，满脸怒意地盯着这3人。谁的兵？林川怒声问道。回禀校尉大人，是我的兵。镖长刘燕上前一步，抱拳回答道。还记得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吗？林川看着他问道。违反军令者斩。刘燕回答道。你自己处理吧，若有下次，全镖皆斩。林川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那3名士卒早已是面如死灰，他们并没有当过兵，自然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和经验，可之前镖长已经交代所有人原地休整，不准出声，离队方便至少2人陪同。可他们还是心存侥幸，却没想到竟然真的让自己丢了命。刘燕缓缓拔出腰间战刀，走向3人，眼神之中的杀意毫不掩饰地弥漫而出。镖长，别杀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你们可曾听过军令如山？刘燕冷声问道，随即手起刀落，亲手将3人斩杀。3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斩杀。林川全程背对众人，他并非冷血之人，但更清楚军纪就是铁律，谁也不例外。而且这支队伍本就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临时拉拢起来的一群罪犯，他们之中穷凶极恶之辈不在少数，也导致了这支军队非常不可控。他需要用这件事情来立威，让所有人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军令如山，令行禁止，既是以肃军纪，也是震慑他人。挖个坑埋了吧，记得多放些树叶，免得他们冷。刘燕抓起一把雪，擦了擦战刀上的血迹。他没想到这把崭新的战刀最先引的竟然是自己人的血弹，他曾为军中镖长，自然明白军法无情的道理。镖场东面发现一支骑兵小队朝着这边来，一名士卒快速跑过来禀报。几天路见识自己的兵，连忙问道，是周人还是胡杰人？太远了，看不清。那名士卒回答道。其他人原地隐蔽，唐奎然带几个人跟我来。林川说完，率先朝着东面跑去，很快就来到林子边缘，果然看到8名骑兵朝着这边奔来，只不过距离太远，只能看到几个黑影，无法辨认身份。是胡杰人。就在这时，身边一名神色冷漠的年轻男子开口说道。林川顿时一惊，问道，你确定？年轻男子点了点头，确定。准备战斗，
等对方进入100步范围再放箭，放倒之后迅速扑上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林川一边说，一边从箭囊中取出自己的破甲弓，以娴熟的手法拉上弓弦，弯弓搭箭，一气呵成。与此同时，包括标长唐奎然在内的另外几人也都搭箭上弦。不过林川注意到，刚才说话那名冷漠汉子手持的竟然是一把铁胎弓。要知道，铁胎弓那可是所有弓中的王者，军中能开30弓的大有人在，能开5弹弓的也不在少数，但能开70弓的却是屈指可数。唯独铁胎弓就像是一个禁忌，哪怕是那些号称臂力无双的猛将也不敢轻易尝试。那也注意到了林川手中这张造型怪异的木弓，不过他并没有多问。用我的剑。林川将自己的剑壶递到他跟前，说道。年轻男子点了点头，随即换了林川的铁剑搭在弦上。当对方进入120步，所有人缓缓拉开弓弦。林川用余光看了一眼身边这汉子，只见他竟然一鼓作气将铁胎弓给拉满弦，而且面不改色，只有双臂之上绑金球结。这不光是让林川倒吸一口凉气，其他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轻松拉满铁胎弓，这是什么怪物？终于，那八旗已经进入了100步距离，众人也都看清其长相，确实是胡杰人无疑。放箭！随着林川口令一出，所有人同时松开弓弦。林川标准的是最前方那名胡杰人的眉心，然而他的铁剑还未命中目标，另一支铁剑已经率先射中那人的心口。噗！铁剑穿胸而过，带起大片血花，紧接着又将身后一人的身体贯穿，最终深深插入第3人的肩膀。一箭射杀3人，而且箭速比林川的破甲弓还要快，哪怕是亲眼所见也让人难以置信。8人纷纷中箭，只不过其中3人落马之后并未当场身死，而是怪叫一声，爬起来就往回跑。林川果断再次搭箭，瞄准其中一人，直接将铁箭射了出去。然而就在他的铁箭命中那人之前，3支铁箭同时飞出，精准命中3人的后心。只见那3人闷哼，直接栽倒在雪地里，不断抽搐。林川当场傻眼了，他不是没见过同时射出3箭的，但同时射出3箭还有这等准度的却是闻所未闻。最重要的是，他用的还是铁胎弓。打扫战场，唐奎然最先反应过来，带人跑了出去，有的牵马，有的负责把尸体拉入树林之中，有的则是迅速处理血迹。好剑法！你叫什么名字？林川满脸赞赏地看向身边的年轻男子，问道。聂星寒。林川暗道，这名字跟性子一样冷漠，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吧。聂星寒点了点头，算是答应。对于性子如此冷漠的人，林川也很无奈。不过此人的本事却深深让他佩服，简直就是天生的神射手。这种人要是放在战场上，关键时刻可抵万军。校尉大人，卑职觉得这支小队应该是被刚才的烟吸引过来查看情况，附近难保没有大批胡杰军队，要不我带几个人去看看情况。唐奎然不愧是做过校尉的人，经验相当丰富。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好，如果发现情况立马来报，切莫打草惊蛇。唐奎然点了点头说道：校尉大人放心，卑职明白。随即他便与另外几人换上这几名胡杰士兵的铠甲，骑上他们的战马，沿着马蹄硬往回走。不到1炷香的时间，唐奎然等人返回。校尉大人，我等一直沿着马蹄硬走了5里，没有发现敌军踪迹。林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辛苦了，休息吧。林川回到林中准备休息，发现唐奎然竟然跟了上来。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林川开口问道：有事吗？校尉大人，属下想跟你打听个事情。你想问什么？林川看着他问道：属下想知道镇守狼风口的是不是陈景尧？唐奎然说道。林川先是一愣，随即瞬间明白过来，唐奎然之前是南系军校尉，也就是苏老将军麾下，陈景尧也曾跟随苏老将军，2人认识也很正常。你是因为苏老将军之事被牵连，才被发配到死字营的吧？林川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反问道。唐奎然眼底涌现出一丝悲愤与不甘，点头道：属下曾是苏大将军的亲兵营校尉，半年前苏大将军被朝中奸人陷害，抄家处死，南系军中苏大将军的一众心腹也都尽数遭受牵连，要么被问斩，要么被发配到各地为奴。如今这队伍中便有近200人出自我们南系军。林川闻言顿时大惊失色，难怪有那么多人曾在军中服役，原来大部分都来自南系军。堂堂战兵为国戍守边关，却落得如此下场，实在是令人气愤。放心吧，天理昭昭，苏大将军会有沉冤得雪的那一天，陷害他的人也会遭受报应。林川沉声说道。双目通红的唐奎然用力点了点头，问道：陈景尧还好吗？林川重重叹息一声，说道：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及时赶到，应该还能见到他，到时候我再送你一份惊喜。
陈景瑶可不是孬种，我相信他一定能坚持到我们赶过去的。2个时辰后，林川让各标集结队伍，清点人马，准备出发，直奔狼风口。林川叫来之前带路那名少年，说道：“接下来你继续带路。放心，校尉大人，以往巡边我经常来，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把大家带到狼风口。”少年拍着胸口保证道。对于这个年龄跟自己相仿的少年，林川十分欣赏，问道：“叫什么名字？”“大人，叫我苍蝇就好。”少年腼腆一笑，回答道：“苍鹰，名字倒是挺霸气的嘛。”林川笑道。就在这时，一旁的骆青云接过话题笑道：“校尉大人，这小子叫史尚飞，外号苍蝇。”林川先是一愣，随即立马明白过来，想笑却只能忍着。他忍住了，可唐奎然、刘燕等几名标长却忍不住捧腹大笑。史尚飞，哈哈哈哈！苍蝇，这谁给你起的名？想笑死我啊！众人笑得前仰后合，都要跌落马背的样子。别笑了，赶路要紧。林川呵斥了一声，随即便一马当先疾驰而出。其他人并不知道，林川也是实在憋不住了，一个人跑到最前面笑。此时的狼风口外，胡杰大军再次兵临城下，跟昨夜一样，依然是先用投石车对狼风口进行狂轰滥炸。好在这一次陈景瑶让人制作了足够多的木幔，此外还用竹条编织了许多竹幔，将其用铁链绑住，吊在城墙外，此举可以大大减轻敌军投来的巨石对城墙造成的损坏。可即便如此，还是有10余名守军被飞石砸死，但相比起昨夜的惨烈，已经好很多了。紧接着又是骑兵与步兵相互配合，用云梯、工程车等器械发起冲锋。历经昨夜一战，狼风口的守军们已经有了经验，弓箭手、投石手、头目手等彼此配合，有条不紊地挡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奈何敌人仿佛是接到了死命令一般，悍不畏死地往上冲，好几次都有大批胡杰士兵冲上城墙，双方短兵相接，浴血厮杀。眼看狼风口就要失守，好在陈景瑶亲自带人一次次将敌人杀退。连番血战下来，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连陈景瑶也受伤了，手臂被一刀劈中，若非有铠甲抵挡，这一刀足以将他整条手臂斩断。不得不说，林川的五行追阵起到了巨大作用，哪怕是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不落下风。这也让胡杰士兵很是诧异，在以往的认知中，周军都是些不堪一击的土鸡瓦狗，像刚才那种局面，只要登上城墙，便会呈现出一面倒的屠杀，周军将完全没用抵抗之力。然而预想中那种被吓得腿软一哄而散的局面并未出现，他们见到的是一个个悍不畏死的周军，双眼血红地扑上来，与他们展开激烈厮杀，死战不退。这与他们以往交手的周军截然不同，甚至让他们怀疑是不是北系军调了一支精锐前来镇守狼风口。几番猛攻无果，反而是平白折损了几百精兵。胡杰那几名将领虽心有不甘，可最终还是只能无奈撤回营地。废物，折损了700精兵，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狼风口，要你们何用？中军大帐之中，霍元清怒不可遏，指着几名领军将领破口大骂。下方几名将领瑟瑟发抖，其中一人满脸憋屈道：“将军，非是我等无能，实在是那狼风口太过于险要，人太多了施展不开，人太少又难以形成攻势。是啊，将军，狼风口只有一面城墙，周军集中兵力死守，我等之前好几次都登上城墙了，却被打退了回来，而且对方还在城外挖了很多沟壕。我们的工程车每前进一步都是拿士兵的尸体在填。”可在霍元清听起来，这些解释完全就是狡辩。只见他满脸杀意地看着这几人，说道：“你们的脑袋就先寄存在你们脖子上，今夜你们亲自带队，要么攻下狼风口，要么你们就死在狼风口。”霍元清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一次主帅可是下了血本，如果自己不能尽快拿下狼风口，扫平南征路上的这枚钉子，后果自己根本承受不起。狼风口守军血战3日不卸甲，所有士兵早已是疲惫不堪，许多人都是带伤坚守，吃饭喝水都是送上城墙，哪怕敌人退兵了，他们也不能立马休息，而是要抓紧时间清理城墙上的巨石，修补木幔等防御工事。好在这些巨石都能用得上，倒也不用搬离。城楼早已坍塌，城墙已是千疮百孔，城内营房更是一片狼藉，宛如废墟。陈景瑶站在城墙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远处胡杰大军的营帐，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校尉大人，你都1天1夜没合眼了，快休息下吧。就在这时，宋军医给陈景瑶包扎好伤口之后，轻声说道。陈景瑶点了点头，问道：“士兵们的伤怎么样了？”宋军医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能救的都救了，有些根本来不及救。事实上，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好在苏黎将那些跟他一样醉眷召集起来，给宋军医打下手。可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去。辛苦了，您老先去休息会吧。”不多时，
苏黎提着一桶水来到城墙上分给士兵们。陈大哥，喝口水吧。苏黎端着一瓢水递给陈景尧。陈景尧接过水瓢，喝了几口，说道：谢谢。陈大哥太客气了，咱们女儿家虽上不了战场，但也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苏黎接过水瓢，见周围没有其他人，小声问道：袁军和粮草有消息了吗？苏黎问的不仅仅是袁军和粮草，还有她牵肠挂肚的丈夫。陈景尧摇了摇头，说道：多半是来不了了。随即他转过目光看了苏黎一眼，说道：我已经让人去通知狼风口的百姓，让大家准备撤离，天黑之前你也跟他们一起走吧。苏黎摇了摇头，说道：半年前我家破人亡，如今的狼风口便是我的家，我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们是军人，我们的使命就是与狼风口共存亡，但你不一样，听我的，活着比什么都强。陈景尧看着他郑重说道：我答应过相公，会在这里等他。苏黎的声音不大，可语气却充满了坚定。陈景尧内心很是复杂，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为苏黎的倔强而生气，还是该为他找到可托付终生之人而感到高兴。苏黎离开后，陈景尧让人把余生叫过来。校尉大人，你找我。肩上缠着布条的余生快步来到陈景尧跟前。余生，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不许告诉任何人。余生见他语气如此严肃，连忙正色道：大人放心。陈景尧点了点头，说道：今天晚上你带着你们标长夫人随百姓们一起撤离。啊！余生一脸诧异，这是命令，也是我给你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陈景尧盯着他说道：属下记住了。余生深吸一口气，沉声回答道。余生离开后，陈景尧也靠在城墙上闭目养神。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恶战要打。毕竟对于胡杰人而言，天黑更有利于他们攻城，因为城墙上的视线范围有限，更有利于行动。反之，守军只能在城墙上，完全就是固定靶子。当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消失在天际，夜幕悄然降临。陈景尧让人将所剩不多的军粮全部用掉，甚至还杀了2匹战马，做好之后送上城墙。如无意外，今晚便是最后一战了。无论胜败，狼风口都注定守不住，至少也要让兄弟们吃饱了上路不是。也不知道后世史书会如何写自己，是死战不退的民族英雄，还是让丢了国门的千古罪人。可回头一想，自己这样的小人物，或许连让史书记上那么寥寥一笔的资格都没有，瞎操那心作甚。不多时，清兵们搬来几十坛酒，分发给所有士兵。所有人都吃得很开心，尽管他们心里都清楚，吃完这顿饭，或许就只能到下面吃下一顿了。陈景尧端起一碗酒，面对众人大声说道：有人说，对于军人而言，战死沙场便是最好的归宿。也有人说，男儿无惧生死，但求死而无憾。我不知道死在这里值不值，或许过些年帝国将不会记得我们，但我相信狼风口的百姓会记住我们，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热土会记住我们。兄弟们，如无意外，今日便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了，或许我们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我想问你们，怕不怕？陈景尧的声音响彻狼风口。怕个鸟，大不了就是一死，这2日早就杀够本了，再多杀一个就是赚一个。雄光满脸豪情说道：校尉大人，我一家都被胡贼杀了，我参军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的，这次我杀了10几名胡贼，就算是下去见到家人也无憾了。一名肩膀淌血的士兵大声说道：我哥3年前就战死在这狼风口，今日我若死在这里，下去也可以骄傲地跟他说，我没给他丢脸。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无非就是以命换命，能与这么多兄弟同袍死在一起，黄泉路上也不孤单。见所有人群情激昂，生死看淡，陈景尧双目通红。好，喝了这碗酒，咱们杀他个痛快，若是觉得不过瘾，到了地府咱们再杀他一遍。杀杀杀！所有人齐声大喊，随即将碗中酒一饮而尽。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念。尽管他们个个带伤，但战意却是飙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的军队，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敢挡在万军之前。只要还有一人，狼风口就不会丢。深夜，胡杰主力大军再次出现在狼风口外，身着连环锁子甲的霍元清立于正前方，身后兵甲森然，旌旗蔽野。霍元清亲自领兵，一众将士倾巢而出，势必要在今夜攻下狼风口。原本的2000步兵已折损700余，剩下的1000多被分成3支队伍，第一队500人持登城云梯，第二队300人负责攻城战车，第三队300人负责撞门车直取城门，剩余100人则是操控投石车，对狼风口实施狂轰滥炸。至于那1000轻骑，则基本上没有战损，毕竟他们此前只是干扰城墙之上的守军，并未参与到实质性攻城。2名魁梧壮汉立于霍元清左右，宛如2尊铁塔，面色凶恶，目露凶光，
正是拓跋节派给霍元清的两大高手，秃满和博罗。博罗生的是吃木虎吻，眼神寒冷如刀，秃满也好不到哪儿去，满脸横肉，凶相毕露，光头上刺着滴血狼头，平添几分杀意。将军，周军为何士气如此高昂？莫非是援军到了？博罗不解地问道。霍元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哪有什么援军，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下，准备做困兽之斗罢了。他很清楚，周人的骨子里是骄傲的，只不过近100年来，这种骄傲已经被四方强敌的马蹄踏碎。就在这时，霍元清朗声喊道：勇士们，今夜之后，狼风口注定要易主，杀进去，战功、女人、银子都是你们的。你们若活下来，将享尽荣华富贵，子孙后代衣食无忧；你们若战死，你们的名字都将被铭刻在功勋碑上，你们的部落将因为你们而被可汗奖赏，整个草原都将视你们为英雄。霎时间，狼风口外的峡谷之中响起震天呼喊声，所有胡杰士兵的眼神之中写满了狂热，脑海中只有一个狂热的念头：踏平狼风口。唰！霍元清猛然拔出战刀，指向千疮百孔的狼风口，大喝一声：杀！冲啊！震天喊杀声响起，3支步兵队伍直接发起冲锋，数百精兵顶着盾牌，抬着云梯直奔城墙，数十名士兵宛如蚂蚁一般，推动高如碉楼的攻城战车缓缓逼近。与此同时，城门方向的士兵也动了，他们事先准备了大量石块和泥土，侵入城门口的土坑之中，试图将其填平，攻撞门车抵达城门跟前。狼风口城墙之上，剑戟肃杀，狼牙高悬，300士卒神色决然，以怀必死之心，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敌军，所有人的眼神中看不到半点恐惧，只有无尽杀意。放箭！陈景尧一声令下，100余支箭矢如雨点一般倾泻而下。陈景尧将弓箭手分成2批，第一批射完，无论是否命中目标，立马后退装箭，而站在后方的第2批立马上前放箭，以此往复便可补齐装箭的空档，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这是他在兵书上看来的，可事实证明此举确实有效，只可惜如今城墙之上的箭矢已经所剩不多了，均分下来每人不到100支箭，听起来似乎不少，但这种情况下普通箭矢的杀伤力十分有限，而且夜间作战落空的几率也很大。火油！陈景尧的命令再次传来，顷刻间数十上百个装满火油的瓦罐从天而降，摔在地上之后，火油四处溅射，紧接着一支支火箭射了下来，瞬间将火油点燃。轰！刹那间城下直接化为一片火海，不少胡杰士兵当场被火焰吞没，在火海中挣扎翻滚，惨叫连连。此举不仅能减缓敌军的攻势，城墙上的守军还可以根据火势看清对方的位置，精准放箭。不得已，胡杰士兵只能暂时撤退，等待火势熄灭。后方端坐于马背上的霍元清神色平静如水，看不到半点慌乱，因为他料定狼风口虽险，但受地势影响，关内能存放的各种物资也必然有限。历经这2日大战，无论是火油还是箭矢，估计都消耗的所剩不多。投石车准备，今天就算是把狼风口轰平，也要攻下来。霍元清冷冷下达了命令，5架投石车立马就运转了起来，硕大的石头被抛向狼风口。尽管陈景尧早已准备了足够的木蔓跟竹蔓，可面对这种猛攻还是毫无办法。砰！巨石砸在城墙之上，有的则是飞入城中，一声声巨响，宛如闷雷一般，让所有守军的心神也跟着颤抖。很快，地上的火油便燃烧殆尽，只有浓浓的黑烟在翻滚。胡杰士兵再一次发起了冲锋，而且攻势比之前更猛。冲！跟前2日不同的是，之前只要步兵开始冲锋，投石车便会停下来，以免伤到自己人。可这一次，投石车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依旧不断舞动长臂，将一块块巨石抛向城楼。这固然是压制了城楼之上的守军，让他们无法用弓箭乃至滚石雷木阻挡下方的敌军，但投石车并非每次都能将巨石抛到城墙上乃至城内，不少较重的巨石都砸在了城外，或是砸在城墙的墙壁上滚落下来，这无疑会对己方步兵造成不小伤亡。啊！城墙之下，一声声惨叫传来，甚至很多步兵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当场被砸成肉泥。不少胡杰步兵还在庆幸这一次城墙之上并没有反击，他们轻松便冲到了城墙下。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架起云梯的时候，几块巨石砸在头顶上方的城墙上，随后顺势滚落下来，将他们当场压死。将军，投石车该停了。一名副将见状连忙提醒道，可霍元清却丝毫没有下令的意思。另一名副将也满脸焦急地开口道，将军，这样下去咱们自己人也会被投石车砸死的。别紧张，死不完。霍元清冷声吐出几个字，眼神之中满是漠然。只见他冷笑一声，
说道：“用2000精兵换狼风口，怎么算都是值得的。这些年，胡杰折损在狼风口的兵马没有1万也有8000了。就前不久，巴查尔的1000多兵马便是在这里覆灭。若是继续往前推，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果自己用2000部族的性命为代价拿下狼风口，怎么看都是赚了。”就在这时，霍元清注意到很多已经冲到城墙下的步兵为躲避飞石，竟然开始撤退，这让他顿时一怒。督战队压上去，谁敢后退，杀无赦。很快，一支100人骑兵策马上前，纷纷举起弓箭，只要有人后退，便果断放箭将其射杀。往前冲是勇士，往后退是逃兵。霍元清厉声大吼，加之督战队成员一个个手持弓箭将他们瞄准，那些往后退的士兵被当场射杀。攻城部族虽心生绝望，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他们心里很清楚，往后退必死无疑，而且自己的家人都极有可能被牵连。他们只能往前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即便是战死，家人也将得到优待。冲上去！别无选择的他们只能架起云梯，不要命的往上爬。城墙之上，一众守军被飞石压制的不敢冒头，可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几名守军也顾不得呼啸而来的飞石，起身冲到柱子跟前，解开锁链，放下狼牙拍。刹那间，下方传来阵阵惨叫，不少爬到半空的敌人直接被狼牙拍上的刺穿，其他人也都被砸得摔了下去。就在这时，又一轮飞石破空而来，陈景尧见状大喊道：“闪开！”可惜已经晚了，那几名士兵当场被巨石砸死，更有甚者当场被压成肉泥。城墙的步道早已被鲜血染红了好几遍，可这一抹鲜红依旧是那么刺眼。很多原本躲在木幔或者城墙角落的士兵见到这一幕，顿时双目血红，杀意澎湃。杀！一声声大吼在城墙上炸响，紧接着一根根雷木被抛了下去，一块块滚石滚落而下。哪怕明知一冒头就有可能被飞石砸死，但他们丝毫不惧。正如此前所言的那般，这几日杀了数倍于他们的胡贼，早就够本了，临死前多杀一人就是赚。原本胡杰步兵已经看到了希望，却被城墙上的周军硬生生给打退，止住了这一波攻势。城外，霍元清平静的目光中闪过一抹惊愕，喃喃道：“已经许多年不曾见过这般硬骨头了，只可惜你们守不住狼风口，也救不了大周。”随即他又大喝一声：“继续进攻，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尽管他没有下令让投石车停下，可负责投石车的那名副将也不是傻子，他让手下士兵挑一些较轻的石头，这样便可以确保大部分石头能够落在城墙上，或是直接砸入城内，避免伤到己方士兵。就这样又进行了几番攻击，但都被打退回来。连番激战，狼风口的守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数十人惨死在飞石之下，很多同袍更是尸骨无存，受伤者更是多达100人，其中大部分都彻底失去了战斗力。眼下可战之兵不到200人。最主要的是，城墙上的箭矢、火油、雷木都已经用尽，就连滚石也只能捡对方投石车砸过来的用。杀！下方再一次传来喊杀声，陈景尧的眼神中闪过一抹绝望。使劲！粮绝，无援，城将破。或许是发现他们已经没有箭矢雷木可用，城外的投石车也终于停了10余架云梯，再次架到了城墙之上。数百胡杰士兵宛如蚂蚁一般，口咬弯刀，手脚并用以赴而上。与此同时，几架工程车也已经无限逼近城墙，一条条跳板被放下来搭在城墙之上。杀！工程车上碉楼之中的胡杰精兵率先杀出，踏着跳板直奔城墙而去。兄弟们，杀光这群狗杂碎！五星帮大吼一声，率领一支队伍便迎了上去。哪怕是这个时候，他们也保持着阵型，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阵型在近身战斗中有多恐怖。其他几架战车也同样遭到了守军的堵截，双方发生惨烈厮杀。然而几番激战下来，战车踏板上的那些精兵非但没能突破对方的堵截杀到城墙上，反而是被尽数截杀于跳板之上。这一现象不仅让那些胡杰士兵心生胆寒，就算是城外的一众将领也都一脸错愕。在他们的印象中，周军都是不堪一击的土鸡瓦狗，之前依靠城墙天堑予以反击倒也在情理之中，可如今近身搏杀依旧有如此战力，且彼此间配合默契，秩序有条不紊，5人小阵堪称是攻守兼备，密不透风。这哪里还是他们所熟知的周军？突满、贝罗、霍元清对着身后喊了一声，二人上前一步，抱拳道：“在，该你们上场了，让周军见识一下草原勇士的雄风。”遵命。二人答应了一声，径直朝着城墙冲去。二人身上的铁甲泛起道道寒光，宛如2头猛兽朝着城墙奔来。此时那一架架云梯之上爬满了胡杰士兵，
所有人悍不畏死刺冲上去。城墙之上，所有人手持战刀，与冲上来的敌军厮杀在一起。一名胡杰士刚爬上城墙边缘，一杆长枪便迎面刺来，直接贯穿了他的咽喉。那人满脸的不甘与恐惧，仰面摔下城墙。可紧接着，第二人也冲了上来，这名守军再次一枪刺出，却被对方夺过，并一把将其长枪抓住。死！就在这时，一声冷喝传来，只见一道寒芒猛然劈下，直接将那名胡杰士兵的脸劈成两半，鲜血迸射而出，那张脸瞬间变得血肉模糊，随即抓住枪杆的手也无力松开，摔倒下去。这名士兵扭头一看，惊呼道：“校尉大人！”可就在此时，一把弯刀朝着他劈了过来。小心！陈景尧一把将他推开，随即一刀刺出，将第3名胡杰士兵杀死。这样的场景不过是城墙之上微不足道的一角，随着源源不断的胡杰士兵冲上来，城墙之上一片混乱。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同伴之间组成5行追阵，而且一旦遇到前后夹击的情况，5行追阵的短板就彻底暴露出来，轻则战阵瓦解，重则5人皆死。不仅是云梯上有源源不断的敌人冲上来，不少敌军还爬到碉楼之上，试图通过跳板杀上城墙。厮杀声笼罩整个狼风口，惨叫声在峡谷中回荡。一名大周士兵斩杀了2名敌军之后，被第3名敌军一刀刺中胸口，鲜血喷涌而出。狗杂种！那名守军咬牙喝道，随即他竟然奋力一跃，抱着那名敌人一起坠落下去。砰！二人重重砸在城墙根角，混杂血水的淤泥溅了一身。看着已经身下那名胡杰士兵口鼻溢血，他喃喃说道：“老子又赚了一个。”另一名士兵一刀斩杀了一名敌军，可他还来不及抽回战刀，一把弯刀便斩落下来，将他握刀的手臂斩断。啊！断臂之处鲜血如泉涌，那名士兵惨叫一声，可敌人却再次一刀刺向他的胸口。噗！士兵双眼通红，杀意澎湃。只见他大吼一声，猛然将敌人撞倒，用仅剩的一条手臂死死将其保住，紧接着便一口咬破敌人的咽喉。城门口那个深坑已经被填平，一半是土石，一半是尸体。撞门车终于抵达了城门跟前，把城门给我轰开！一名副将大声喝道。其实那些从云梯和工程车上杀上城墙的士兵，最终的目的也是打开城门，因为只有打开城门，那1000骑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举夺下狼风口。几十名士兵拉动铁链，巨大的撞木重重撞在城门之上。咚！伴随着一声巨响，城门剧烈颤动。虽然城内的甬道早已用巨石堵死，根本不可能将城门撞开，可对方只要将城门撞碎，便可清理那些巨石。负责镇守城门的是朱谦率领的丙彪，之前为了阻挡对方，箭矢、滚石、雷木都已经用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撞击城门。那2人合抱的巨大撞木每一次撞在城门之上，他的内心也跟着颤动。彪长，怎么办？一名时常满脸焦急地问道。朱谦面如死灰，摇头道：“没办法，唯有死战了。”放飞绳！顿时数十条被绑在城墙上的绳索被抛了下去。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下去杀敌！朱谦大吼一声，随即双手抓着绳索，顺着城墙快速滑了下去。彪长，算我一个！紧接着师长史俊紧随其后，杀！紧接着第3个、第4个、第20个，最终全彪除了身受重伤的2人之外，全部抓着飞绳一跃而下。那2名留下的伤员也有他们的任务，那就是等所有人落地之后，迅速割断绳索，以免敌军顺着绳索爬上来。但这也等同于断掉了同袍的唯一退路。事实上，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当他们决定到城下杀敌的时候，就没想过活着回来。城门外的胡杰士兵显然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主动放弃优势，出城与他们厮杀。列阵！朱谦冷喝一声，丙彪仅剩的20余人迅速列成4座5行追阵，朝着敌军杀去。刹那间，双方迅速厮杀在一起，5行追阵的威力也在这一刻完美展现了出来。只见4座战阵一字排开，迅速推进。胡杰士兵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直接挥动战刀便杀了上来。可紧接着，他们便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前方的盾牌手将他们的弯刀尽数当下，紧跟在盾牌手身后，长枪兵立马出手，冰冷的长枪宛如毒蛇的性子迎面刺来，当场便将数名胡杰骑兵捅死。由于箭矢早已用尽，后方的弓箭手也换上了战刀，主要负责维持战阵的推进，遇到没有死透的敌军便立马补刀。不过片刻之间便有20多名胡杰士兵被斩杀，虽然丙彪也有2人战死3人受伤，但这个战损比已经堪称惊人了。要知道，在以往大周与胡杰交战，周军死伤的人数是胡杰人的5倍，可现在形势竟然调转了过来，让那名胡杰副将简直难以相信。围上去，后方是他们的薄弱点。
那名胡杰副将也非等闲之辈，很快就看出了对方战阵的弊端，立马下令让剩余的胡杰士兵将其包围，毕竟他们足有100多人，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变阵，朱谦冷静下令，4座战阵立马合在一起，这也是之前林川让他们重点训练的环节。很快5行追阵形成一个圆阵，盾牌守在外围，长枪兵紧随其后。整座战阵虽谈不上密不透风，但却让兵力数倍于他们的敌人无从下手。咚咚咚，城楼上响起了战鼓声，只见一名伤员扶着另一名伤员来到战鼓跟前，用仅剩的一条手臂抓起鼓槌，擂响了战鼓。咚咚咚，随着战鼓擂响，城门前的士兵感觉体内的热血开始燃烧起来，眼神中杀意陡生。杀！一番惨烈厮杀下来，战阵周围堆满了胡杰人的尸体，秉镖这支20余人的队伍竟然斩杀了近100名胡杰士兵，但自身损失同样惨重，如今只剩下10余人，而且个个带伤，圆阵已经比之前缩小了一圈。就在这时，沉重的马蹄声从不远处传来，地面随之震颤，一众胡杰士兵迅速散开。浑身是血的朱谦抬眼望去，只见一队骑兵策马朝着他们冲来。战阵虽然强悍，可他们终究还是步兵，面对骑兵，特别是冲锋的骑兵，完全没有抵挡之力。长枪拒马，刀斩马腿，朱谦用嘶哑的声音喊道，随即战阵再变，准备迎敌。面对疾驰而来的骑兵，他们没有退，因为他们早已没有退路，更何况他们也从未想过要退。刹那间，骑兵便冲至眼前，滚滚浪潮将那10多人淹没。当骑兵碾压而过，10多名周军早已被马蹄踏碎，深陷于泥土之中。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颤颤巍巍地从淤泥之中爬起来，那赫然是师长史俊。此时的他浑身被淤泥和血水覆盖，肋骨被马蹄踩断了好几根，一条手臂也被斩断，正在不住淌血。然而他却用手中战刀杵的缓缓站起身来。鼓别停！史俊冷喝一声，决然的眼神死死盯着敌人。咚咚咚，战鼓再次响起，那支骑兵再次调转马头朝着史俊冲来。杀！史俊宛如一杆钢枪死死扎在原地，任由对方铁骑迎面冲来，他半步未退。事实上他已无力后退，更无路可退。噗！史俊用尽最后一丝力量斩出了那一刀，可惜他的战刀还未劈中敌人，3支铁箭已经射入他的胸腹，紧接着一杆长枪直接将他挑飞。咚咚咚，城墙之上，肋骨的士兵始终不曾转身，也不知是不知道目标已经全员战死，亦或是根本不敢回头。那名扶着他的士兵虽目睹了城下的悲壮一幕，但却没有出声提醒，只有2行热泪滚落而出。咚咚咚，战鼓始终未停，鼓声悲壮而苍凉，似是在为目标兄弟们送行。咚！大大，鼓槌脱手飞出，那名肋骨士兵早已是满脸热泪，失声大喊道：“兄弟们，一路走好！”城墙之上，厮杀惨烈到了极致，可谓是寸土寸血。随着云梯和工程车杀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狼风口眼看就要守不住。相比起云梯，工程车的威胁明显更大，毕竟云梯只能一个个爬上来，只要防守得当，对方很难登上城墙。但工程车就不一样了，跳板足以容纳3人通过，而且跳板另一头的碉楼本就与城墙齐高，对方还可以用弓箭进行压制。5架工程车给周军带来了不小的伤亡。陈景尧亲自坐镇，耿良的甲标和熊广的乙标血战不退，可终究是寡不敌众。随着冲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眼看就要失手，看着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熊广双目中怒火焚烧，只见他大喝一声：“来几个人，随我杀上去！”随即他长枪撑地，一跃来到跳板之上，朝着碉楼反杀回去。身后几名乙标成员果断登上跳板，跟随标长杀向碉楼。陈景尧见状，连忙大喊道：“熊广！”熊广并未回头，只有那道粗犷的声音传来：“校尉大人，容熊广先走一步。”碉楼之中的几名胡杰士兵正准备冲出来，却发现一名魁梧汉子手持长枪杀了过来，让他们顿时一惊。几人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朝着熊广放箭。此时的熊广避无可避，只能舞动长枪将射来的铁箭荡开，可还是有一支铁箭插入了他的肩膀，够砸碎。熊广顾不得肩膀传来的疼痛，直接冲进碉楼，一枪刺穿其中一名敌军，紧接着一拳砸在另一名敌军的面门上，那人惨叫一声，紧接着便发现自己的身体飞了起来。原来是熊广直接将他从碉楼之上丢了下去。砍断跳板，熊广对身后跟上来的2名士兵喊道：“这工程车十分坚固，想要毁掉并不容易，但只要毁掉跳板，对方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复，战车对于他们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见熊广此计可行，其他人也纷纷效仿，直接冲上跳板，杀向碉楼。
可另外几处就不如熊广他们这般顺利，好几人刚冲到跳板中间，便被胡杰士兵的弓箭射杀。盾牌手先上！五星帮大吼一声，让盾牌手先行压上去，长枪手和刀兵紧随其后。士兵们纷纷组队冲上跳板，因为他们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消去碉楼的威胁。战斗到了这个阶段，双方都在拼命，敌人源源不断地通过云梯爬上来，宛如从深渊之中爬上来的恶魔。城墙之上堆满了尸体，鲜血顺着步道往下流，双方彻底杀红了眼。很多人手中战刀都卷口了，丢掉之后随地捡起一把，也不管是己方的还是敌军的，拿在手里便继续厮杀。于胡杰人而言，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而且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绝不可能放弃。同样，对于狼风口的守军来说，他们早已没有退路，唯有死战。作为校尉的陈景尧此时同样是浑身浴血，他身上多处受伤，但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只是一个劲地挥动战刀劈砍。忽然，熊广感觉脚下的工程车剧烈晃动，低头一看，只见一名身披特制铠甲的魁梧男子，宛如一头巨猿，迅速朝着碉楼攀登上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博罗。熊广顿时一惊，手中长枪直接朝着那人刺去。对方似乎早有察觉，单手抓住碉楼的柱子一晃，巧妙避开了这一枪，紧接着身体一跃来到碉楼之上。那人竟然比熊广还要高出一个头，身形魁梧，宛如一头怪兽。熊广冷喝一声，抬手便是一拳砸向对方。他本就是以力量见长，可这一拳砸在对方胸口的铁甲之上，令碉楼剧烈晃动。博罗硬扛熊广一拳，连退3步，后背撞在碉楼柱子上，令碉楼剧烈晃动。就这点力量，还不够给爷爷挠痒痒？博罗一脸嘲讽之色，眼神之中更是写满了不屑，这让熊广怒不可遏。啊！熊广暴喝一声，抡起长枪，直接朝着对方刺去。博罗一把抓住枪杆，随即一步跨出，一拳轰在熊广的胸口。噗！熊广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胸口的皮甲更是凹出一个深深的拳印，身体更是倒飞出去。眼看熊广就要掉落到城下的时候，博罗将手中长枪猛然掷出，那长枪化为一道寒芒，直接刺穿熊广的胸口，并带着他的身体死死钉入城墙之中。熊广！城墙之上的陈景尧见熊广惨死，连尸体都被人用长枪钉在城墙上，顿时目眦欲裂。博罗站在碉楼上看着他，冷笑道：别急，马上就到你了。膘长！那2名刚好将跳板砍断，却发现自家膘长惨死，顿时大吼一声，挥动战刀便朝着博罗冲去。战刀劈在博罗的铁甲之上，溅起一串火花，却难以伤及分毫。蝼蚁而已，也敢在我面前龇牙！博罗冷笑一声，伸出一双大手将那2名士兵的脖子捏住，手指轻轻用力，直接将2人的喉骨捏断。随即他双手一松，那2名周军的尸体直接从碉楼上掉了下去。紧接着他猛然一步踏出，砰！碉楼一阵巨颤，而博罗则是直接从碉楼之上一跃而起，宛如一头巨猿扑向城墙。碉楼距离城墙有足足丈余距离，可博罗这猛然一跃，却直接扑向城墙。受死！一声冷喝传来，只见黄琛手持角弓，一箭射向半空的博罗。面对这一箭，博罗避无可避，只能用手中弯刀劈开这一箭，可这也让他无法抓住城垛，径直朝着城墙下掉了下去。本以为他就要跌落到城下，可博罗却一脚踏在钉着熊广的长枪末端，再次跃起飞上城墙。陈景尧，爷爷来取你项上人头！博罗暴喝一声，直接扑向陈景尧。后者依然不惧，直接迎了上去，手中战刀横扫，直奔博罗咽喉而去。博罗浑身铁甲，一般刀枪难以破开，脖子是少有没被铁甲覆盖的部位。然而面对这一刀，博罗不闪不避，他手中弯刀轻轻一挥，便挡住了陈景尧这一刀。叮！伴随一道交鸣声，2把战刀碰撞出一连串刺目的火花。忽然陈景尧刀锋一转，顺势一刀撩起。这一刀隐蔽而刁钻，与刚才那一记横斩完美契合，宛如行云流水。饶是勇猛如博罗也顿时一惊，他显然没想到陈景尧一介书生，刀法竟如此精妙。面对这一刀，博罗连忙后退，可终究还是慢了半步，刀锋划在铁甲之上，铁甲虽然挡住了这一刀，但不少甲片也在这一刀之下碎开，哗哗掉落。博罗满脸惊骇之色，怒声道：想不到竟有如此实力。陈景尧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这里是北疆，他不了解自己也正常，要是在南疆，有谁敢小觑南疆七虎？就在这时，城内传来大片喊杀声，这让陈景尧内心一紧，莫非城门已经失守，敌军入城了？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自己已经尽力了，狼风口所有守军都尽力了，只是不知道狼风口的百姓撤到哪儿了。然而博罗却抓住这个空档，猛然扑向陈景尧。校尉大人小心！
仅剩的2名亲兵直接冲了上去，2把战刀斩落，却被其肩吞挡下。死！伯罗暴喝一声，一拳轰在其中一名亲兵的胸口。噗！那名亲兵大口咳血，倒在城墙上，生死不知。紧接着，手中弯刀寒芒一闪，将另外一名亲兵枭首。陈景瑶神色巨变，大喝一声，抡刀杀了上去。面对双目血红、杀意澎湃的陈景瑶，伯罗不敢有半点大意。尽管陈景瑶身上带伤，可他一身杀意却令人心悸荡。两人猛然对碰一击，随即纷纷后退3步，可陈景瑶不等站稳，便再一次扑了上去。数个回合之后，陈景瑶一刀刺进贝罗的肩膀，而伯罗却是大吼一声，一拳轰向陈景瑶的胸口。二人再次分开，贝罗肩膀淌血，陈景瑶也不好受，只感觉体内气血翻滚，一口鲜血涌上喉头，憋得陈景瑶面色通红。伯罗很清楚，自己那一拳肯定给陈景瑶造成了内伤，再加上他之前连番战斗，自身早已是疲惫至极，伯罗也顾不得自身的伤势，再一次扑向陈景瑶。你可以把项上人头交给我了。伯罗大喝一声，再次一刀劈向陈景瑶。面对这一刀，陈景瑶不闪不避，似乎已经无力躲避。就在那一刀即将落下的瞬间，陈景瑶猛然一口鲜血喷出，噗！一口鲜血径直喷在伯罗的脸上，他下意识闭眼。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陈景瑶一个侧身避开了那力劈而下的弯刀，紧接着手中战刀向上刺出，直接穿透了伯罗的咽喉。吃！一抹鲜血喷射而出，伯罗的身体为之一顿，眼神之中写满了不甘与痛苦。哐当！随着他手中金狼刀掉落在地，伯罗那巨大的身体也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解决掉这位胡杰猛将，陈景瑶已是精疲力尽，连握刀的手都在不住颤抖。就在这时，城内的喊杀声已经冲上了两边的步道，他知道敌人已经杀上来了。陈景瑶用最后一点力气，缓缓举起手中的战刀，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我陈景瑶不负圣贤，不负书，不负铠甲，不负刀。校尉大人，我们来帮你们了！杀啊！杀光这些狗杂碎！就在陈景瑶准备了解自己性命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一道道熟悉的声音。睁眼看去，只见大批老百姓从城墙两端冲了上来，他们有的手持农具，有的则是捡起地上带血的战刀，大吼着冲上来。见到这一幕，陈景瑶内心猛然一惊，他没想到这些老百姓竟然没有撤离，难道他们不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要死在胡杰人的屠刀之下吗？可担忧之余，内心也涌现出浓浓的感动。他们用生命守护的老百姓，在生死存亡之际，并未舍弃他们去逃难，而是舍命前来帮他们杀敌。这一刻，不光是陈景瑶，所有守军都觉得哪怕是死也值了。随着大批老百姓加入，原本即将崩溃的防线再一次稳定了下来。虽说这些都只是平民百姓，战力和经验都无法和边军相比，但在愤怒与仇恨的加持下，一个个依旧是悍不畏死。最主要的是，他们乃是一股生力军。这些老百姓只要看到胡杰士兵，便直接冲上去一顿乱棍招呼，一些青壮年更是2、3个人抬起石头往城墙下砸去。一时间，胡杰人惨叫连连，损失惨重。胡杰人眼看就要占领城墙，却因为这群老百姓的加入，就要再次将己方的进攻打退。霍元清顿时大喝道：“给我顶住！不过是一群刀都拿不稳的贱民，怕什么？告诉秃满，去把陈景瑶的脑袋给我摘来。”霍元清很清楚，只要杀了陈景瑶，周军的最后一口气也就被打散了，这场战斗也就不再有任何悬念。随着这些老百姓的加入，陈景瑶似乎也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希望，挣扎着站起身来，指挥大家进行反击。就在这时，他看到原本应该护送苏黎与一众百姓离开是余生。余生，我不是让你护送大家撤离吗？陈景瑶来到余生身边，大声问道。余生一脸苦涩，说道：“校尉大人，他们谁也不肯走，我劝不动啊。陈校尉，你就别怪他了，是我们自己要来的。你们守护我们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让我们出一份力了。”一名汉子大声说道：“是啊，校尉大人，狼风口是我们的家，若狼风口失守，我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另一名缺了门牙的老者说道：“校尉大人，我们虽然不是军人，可也要让这些狗杂种知道大周男儿的血性。”一声声大喊自耳边传来，这些平日里在地里耕种的老百姓，一个个豪气冲天，满脸决然。至于那些妇女老幼，则是往城墙上搬运物资，除了滚石雷木，很多人把家里点灯的火油都拿了出来，用以御敌。陈景瑶双眼湿润，内心更是五味杂陈。若大周边军皆如此，若大周百姓皆如此，何惧四方强敌？就在这时，城下再次响起了低沉的号角声，显然胡杰人又要发起冲锋了。鲜血染红了狼风口。此时城墙之上还剩下守军不到100，虽然有百姓加入，但他们的战力完全无法跟战兵相比，甚至连铠甲都没有，留在这里除了徒增伤亡，起不到任何作用。
校尉大人，你快看！忽然，余生指着远处大叫一声。陈景尧抬眼望去，只见10里之外的胡杰大营火光冲天，那是胡杰的军营，怎么会起火了？浑身浴血的耿良也凑上前来，满脸震惊地问道。陈景尧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他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莫非数里之外，一支1000人骑兵狂奔而来，领头的少年腰悬战刀，手持长枪，冷毅的眼神死死盯着前方。身后，一名壮汉肩扛一根2丈长的木杆，顶端悬挂着一块白帆，白帆之上是用鲜血写下的一个死字，在寒风中烈烈作响。再往后是聂星寒以及唐奎然、骆青云等10位标长，一个个手提长枪，眼神之中杀意无限。1天2夜奔袭600里，林川带着1000死字营成员终于赶到了。尽管此时他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但却不敢停歇，因为战斗才刚刚开始。大牛，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林川冷漠的声音传来，身后那名看着木杆的壮汉大声回吼道：校尉在哪旗在哪，人在旗在，人死旗不倒。很好。林川点了点头，随即猛然拔高声音大吼道：所有人提速杀！狼峰口下，霍元清正在发起最后的冲锋，尽管这一战让他损失惨重，但他心里很清楚，狼峰口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只要再冲一次，必能将其拿下。就在此时，一匹快马飞奔到跟前，紧接着一名传信兵连爬带滚地朝着他跑来。将军，不好了，敌军偷袭大营！霍元清神色一变，怒喝道：大胆，竟敢再次扰乱军心，我斩了你！将军，属下所言句句属实。那名传信兵满脸惊慌。霍元清将信将疑，下意识转身一看，只见远处天空一片通红，正是大营的方向。他顿时目眦欲裂，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响，大声问道：哪儿来的敌军？多少人？打什么旗？属下也不知道啊。对方忽然自黑暗中杀出，约莫在1000人左右，挂一面白帆。杀！就在这时，一片震天大吼自后方传来，声如浪潮滚滚。传令，后军变前军，列阵御敌。霍元清连忙下令，让骑兵列阵御敌。原本在听到对方只有1000人的时候，他暗自松了一口气，毕竟自己这整整1000骑兵基本还没投入战斗，一直处于满血状态。而且这1000骑可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卒，战力极其彪悍，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他有绝对信心能将那1000骑援军吃下。然而他才刚下令，喊杀声便已经出现在后方不足3里的距离。沉重的马蹄声让大地颤抖，借助远处的火光，众人隐约可见对方铁甲之上闪烁的寒光，以及那块高高举起的白帆和那个用鲜血书写的硕大死字。霍元清没想到对方进来的这么快，这一刻他眼神之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慌乱。快列阵！霍元清大声催促道。由于狼峰口外的地形狭窄，这片开阔地容纳2-3千兵力已经是极限，想要变阵更是显得十分拥挤。号角声再次响起，只不过这一次并非是进攻的号角，而是迎敌的号角。忽然一支铁箭破空而来，直接洞穿了号兵的眉心，号角声戛然而止。紧接着又是几道破空声传来，3名令旗手几乎是同时被射杀。保护将军！身旁的亲兵见状，迅速上前挡在霍元清跟前。沉重的马蹄声宛如战鼓擂动，不过片刻功夫，对方已经来到500步之外。震天喊杀声中，那支队伍也越来越近。尽管他们的阵型并不整齐，但那股磅礴战意却让一众胡杰精兵为之胆寒。城墙之上，陈景尧也看到了一马当先冲在最前方的林川。我就知道你行的。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剧烈颤抖。是标长，他真的带援军来了。余生指着城外大声喊道。城墙上许多士兵都看到了林川，就连不少百姓都认出了他，只因那道冲在最前方的身影太过于扎眼。援军来了，狼峰口守住了。许多人激动大喊道。许多人都知道林川3日前去往漠北大营求援，可一直到狼峰口即将被攻破之际，也不见援军的影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援军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怪林川，毕竟要是节度府真要发兵救援的话，援军早就到了。可谁也没想到，在所有人就要绝望的时候，林川带着援军赶到了。只不过他是从关外杀来的。城墙的另一端，苏黎喜极而泣。自林川离开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知道林川此去求援必然是危险重重，那张参军定会趁机刁难，甚至有可能直接对他不利。一直到狼峰口即将被攻破，林川依然没有回来，这让他内心更加担忧。不过他依然牢记彼此的约定，自己会在狼峰口等他。城外1000骑已经来到50步开外，10名标长也果断变阵，呈锥形散开，
之前各标便将队伍进行了整编，各表章带领队伍中的老卒位于第一排。毕竟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无论多勇猛，在冲阵之时难免会心生恐惧。而骑兵交锋最重要的便是一鼓作气凿开对方的阵型，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基本就赢了一半。不畏死者，可求生。林川缓缓提起手中长枪，大声吼道：“杀！”10名标长齐声大喝：“杀！杀！杀！”1000人跟着提起手中长枪，怒吼声如惊雷炸响。紧接着便看到那支骑兵宛如一把巨剑，直接刺进胡杰的骑兵阵营之中，而林川便是最锋利的剑尖。吃！只见他手中长枪猛然刺出，直接将正前方那名胡杰骑兵的胸口洞穿，并且一直挑着他飞离了马背。吃吃吃！铁枪刺穿身体的声音接连传来，不断有胡杰骑兵被刺穿身体跌落马背，怒吼声、喊杀声、惨叫声、马嘶声混成一片。还没列好阵型的胡杰骑兵面对死字营的冲锋凿阵，根本抵挡不住，本就不牢固的阵型当场被撕开一道口子。事实上，若是双方拉开阵型厮杀，死字营胜算不超过30%，毕竟他们只是一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其中有半数人都没当过兵，更何况长途奔袭早已是人困马乏，这种情况下对上身经百战的胡杰骑兵，他们只有被屠杀的份。所以林川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趁着对方列好阵型之前将其彻底打散。林川身先士卒，手中长枪不断刺出，不求一击毙命，但必须将对方的阵型撕开。身后身形高大的大牛死死抱着那根木杆，他一直牢记着林川的话，全程紧跟在林川身后。聂星寒手持铁胎弓，不断弯弓搭箭，每一支铁箭射出便能精准干掉一名敌人。而且他射杀的并非普通骑兵，而且令骑兵或是标长、师长之类的重要人物。10名标长分至两侧充当使锋，随着凿阵不断深入，使锋也逐渐拉开，以此对敌军阵型造成更大的创伤。此前林川给前排所有人的命令是，每次只出一枪，无论是否得手都不许补枪，必须始终保持阵型，不然一旦阵型出现漏洞，便有可能被敌人从中截断，至此功亏一篑不说，还会导致己方彻底深陷敌军阵营之中，后果不堪设想。事实证明，林川的这套战术极其有效，前排只负责凿开敌军阵型，只要对方阵型一乱，便再也难以组织反击。至于他们一路杀过来，那些敌军就算不死，跌落马背后也将被马蹄踩成肉泥。骑兵交锋，双方死于马蹄之下的士兵数量通常都要超过正面厮杀的伤亡数量。不要乱，给我稳住！霍元清大声吼道，想以此号令麾下骑兵重组阵型反击。然而此时的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一路势如破竹，将己方骑兵阵型撕碎。原本身经百战的草原骑兵在这一刻成了待宰羔羊，哪怕他喊到喉咙嘶哑，嗓子破裂都无济于事。此时的他再也做不到从容不迫的发号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带来的精锐被无情屠杀。林川一马当先，手中长枪不断刺出，收回，刺出，收回。忽然他一枪刺空，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杀穿了敌军的阵营。但他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前冲，一直冲到城墙下，才调转方向，兜了一个圈子，继续杀了回去。毕竟这个地方太小了，他必须给后军留出足够的空间，以此确保己方阵型不乱。杀！1000骑再次杀回，只不过这一次阵型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不再是楔形阵，而是列成整齐的方阵。林川依旧位于第一排正中间，10名标长和近100名石长一字排开，宛如一股黑色浪潮，朝着前方碾压过去。第一次冲锋使用楔形阵，其目的是将对方阵型撕裂凿穿，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对方阵型已经瓦解，这个时候再继续用楔形阵，作用就不大了。但如果使用方阵，便是全方位碾压过去，将对方阵型彻底打散。当然，方阵对于整支队伍的综合实力也是一种考验，如果第一排全部倒下，那么第二排就得继续充当锋线，若第二排的综合实力不够，那方阵将会迅速瓦解。好在现在胡杰骑兵的阵营已经被打乱，无法形成有效攻势，眨眼之间骑兵方阵宛如浪潮一样席卷而来。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方阵的锋线并不整齐，所有人出枪的节奏也并不一致。奈何如今的胡杰骑兵阵型已经被打乱，面对来势汹汹的死字营，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恐惧之色。吃吃吃！一杆杆长枪宛如死神的獠牙，无情刺穿胡杰骑兵的身体。不许退，给我顶住！霍元清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试图扭转战局，督战队压上去，谁敢后退，力斩不饶。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方阵的推进速度虽不如楔形阵那么快，但给他们带来的杀伤力却是极其恐怖的，堪称是全面压制。
之前那一次冲锋虽说杀穿了敌军阵型，但真正杀敌数量才不到200人。但这一次不过片刻间便有400-500胡杰骑兵惨死当场。聂心寒宛如不知疲倦一般，不断弯弓搭箭，一支支铁箭无情收割胡杰骑兵的生命。城墙之上，陈景尧居高临下纵观全局，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这支队伍的问题所在。尽管位于第一排的士兵异常勇猛，可方阵后方的成员却是参差不齐，甚至很多人就像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蛋子，就像是一把玄铁打造的枪头，枪杆却是一截朽木。不过临川巧妙布局，将这一短板有效隐藏起来。一众守军目光炽热，虽然现在战斗还没结束，但他们却看出临川带来的这支骑兵处于绝对上风。相比起其他人的激动与狂热，苏黎的眼神中却是满满的担忧，双眸紧盯着那面白帆，准确说是盯着白帆前面那道熟悉身影。尽管处在第一梯队的皆是曾经的军中汉族，不少人更是标长乃至校尉，可600里奔袭外加连番冲杀，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所有人都感觉双臂麻木，不少人更是受伤流血，但却没有丝毫停顿，跟着那杆白帆拼命往前冲。他们心中憋着一口气，若是卸掉这口气，估计很多人连站都站不稳。坚持，只要打赢这一战，就可以解除奴籍。这是所有死字营成员内新的声音。终于，他们再次杀穿了敌军阵营。这一次，方阵呈碾压之势，斩杀敌军近600骑。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临川带着队伍再次兜了一圈，再一次做好了冲锋的准备。霍元清面如死灰。事实上，刚才对方第2次冲锋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输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对方一鼓作气打乱了自己的阵型，紧接着便是连番碾压，哪怕自己带来的1000骑皆为精锐，依旧挡不住。将军，咱们快撤吧，不然就走不掉了。突满来到霍元清身边，满脸焦急地说道。霍元清神色黯然，眼神之中一片灰暗。于他而言，输的不仅仅是这一战，而是所有的前途。此次他可是立下了军令状，为了配合自己，主帅拓跋杰更是调动近10万兵力，配合自己2000精兵外加1000精骑，竟然没能拿下小小狼风口。先不说自己以后的前途，就这次回去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惩罚。将军，咱们撤吧，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清兵校尉也用恳求的语气说道。霍元清抬起头，用极度不甘的目光扫了一眼破败不堪的狼风口，只差一步，自己只差一步就将其攻破了，可这一步注定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撤吧。霍元清的声音沙哑无力。保护将军，撤退。清兵校尉果断下令，让一众清兵护着霍元清撤离。突满手持双刀，与那名清兵校尉一左一右，将霍元清护在中间，一众清兵则是前面开路。可就在此时，临川再次带领死字营成员发起了第3次冲锋。这一次阵型再次变化，方阵两侧迅速散开，宛如2只翅膀，将狼风口外的峡谷彻底堵死。无论是那剩余的几百骑兵，还是那些从城墙跟前撤回来的残余部族，以及正欲撤退的霍元清清兵队，都尽数被堵在城外这片开阔地。清兵听令，给我杀出去！清兵校尉冷声喝道。看着那支100余人的队伍朝着这边冲来，临川大喊一声：弃枪！话音刚落，他直接举起手中长枪，朝着霍元清的清兵营掷去。只见长枪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飞射而去。突满冷喝一声，手中战刀猛然斩出，将那长枪震飞。可就在此时，前方传来密集的破空声，只见那支1000人队伍同时掷出手中长枪，密密麻麻的长枪宛如一支支巨型箭足，将他们笼罩。盾！随着清兵营校尉大喝一声，数十面盾牌迅速立了起来，宛如一面铁墙。然而这些飞射而来的铁枪锋利无比，就算是这些盾牌也无法能全部挡住。霎时间，不少盾牌直接被穿透，盾牌后的清兵也惨死当场。就算那些盾牌挡住了铁枪，可巨大的冲击力也让这盾阵4分5裂。雨点一般密集的铁枪飞射而下，100余名清兵死伤过半。拔刀！就在此刻，临川的声音再次响起，所有人迅速拔出腰间的战刀，刷刷刷，杀！临川再次率军冲了出去，手中战刀猛然斩下，将一名胡杰士兵当场削手，鲜血如喷泉一般涌出。他之所以让大家弃掉长枪，是因为2次冲锋下来，所有人的体能都消耗得非常严重，很多人双臂都在剧烈颤抖，甚至连提枪的力气都没有。与其如此，还不够果断舍弃长枪，用战刀杀敌，杀光他们，一个不留。唐奎然大喝道。之前2天2夜的攻城战中，2000部族已经耗掉了10之7、8，临川这2次冲锋更是将其剩下的1000精骑杀得所剩无几。刚才这一轮长枪投掷出去，又有100多胡杰士兵被钉死。如今霍元清的3000精兵
还剩下不到500残兵败将，面对死字营发起的第3次冲锋，这500人早已吓破了胆，很多人直接跪地投降，也有人丢掉兵器逃命，可退路已经被封死，他们又能往哪里逃？林川手持战刀，策马杀向霍元清，聂星寒与唐奎然带领的一支沙场老卒紧随其后。咻！一支铁剑飞出，直奔霍元清而去。一名清兵见状，直接拿起盾牌挡在其跟前。噗！盾牌直接被铁剑洞穿，紧接着那名清兵也缓缓倒下。原来那支铁剑不仅洞穿了盾牌，还穿透了他的咽喉。杀！林川大喝一声，手中战刀再次斩出。一名清兵挥动弯刀抵挡，结果刚一接触，他手中弯刀直接被斩断。吃！冰冷的刀锋将他的脑袋劈成2半，鲜血喷洒而出。滚！伴随着一声爆吼，身形魁梧的秃满冲了上来，手中双刀宛如2道月华洒出，将2名死字营成员拦腰斩断。休要猖狂，我来斩你！唐奎然大喝一声，直接冲了上去，手中战刀携带着无尽杀意斩向秃满。当！伴随一道金铁交鸣声，唐奎然手中战刀直接断开。秃满虽然用双刀挡下了这一击，可恐怖的力道却将其震得连连后退。唐奎然使用的乃是制式战刀，自然无法与秃满的双刀相比，全力一斩，竟然直接断开了。眼见秃满就要冲上来，唐奎然顺手拔出一杆定在地上的长枪迎了上去。只见枪锋一抖，一记残星点月，枪尖抖出道道寒芒，锁定秃满周身要害。秃满双刀齐出，将这一番攻击挡住，但自身却连退数步。忽然，唐奎然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一股霸道之气如潮水般涌出，枪法也随之变得大开大合。断月回风！唐奎然一声大喝，只见他手中枪锋一转，抡动长枪横扫而出。当！秃满架起双刀抵挡，可这霸道绝伦的一击震得他倒退滑行，最终摔倒在地，双手不住颤抖，手中双刀都险些脱手掉落。唐奎然欺身而上，与秃满展开激烈搏杀。此时的秃满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功，被唐奎然一杆长枪死死压制。10余个回合下来，秃满嘴角溢出一丝血迹，身上的铠甲更是碎裂了好几处，有的是被枪身砸碎的，有的则是被枪锋刺穿挥着挑开的，不少地方都在渗血。秃满的内心震惊到了极点，本以为这次狼风口之战根本就没有值得自己与博罗出手的强者，然而博罗的尸首留在了城墙上，眼下自己更是被这一杆长枪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秃满在脑海中快速翻找，然而将大周北细军将领中使枪的高手全部梳理了一遍，硬是没有找到这样1号人物。林川眼神中同样是写满了震惊。唐奎然作为苏大将军的亲兵校尉，实力肯定不弱，可当亲眼唐奎然展现出来的无双战力，林川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他。其实不仅是林川，城墙之上的陈景瑶目光之中也露出一丝异色。尽管相隔太远，他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霸道绝伦的枪法却让他有一丝熟悉感。就在此时，唐奎然中平枪如电吐信，使出一记青龙银血，直取对方胸口。秃满大惊，连忙侧身躲避，奈何这一枪的速度实在太快，尽管他避开了要害，但还是被一枪贯穿肩胛。唐奎然单臂发力，竟然直接将秃满那魁梧的身躯给挑了起来。秃满无比惊恐，一股死亡的气息笼罩全身，他用尽全身力气，一刀将枪杆斩断，本以为能以此脱险。然而唐奎然猛然一步跨出，半截枪杆如毒龙出洞，自秃满颌下灌入，一朵血莲绽放开来。噗！秃满目光一滞，手中双刀落地，彻底气绝。另一边，霍元清的亲兵校尉率一众亲兵要杀出重围，却被骆青云带人死死挡住。骆青云曾为禁军校尉，实力自然不差。要知道，但凡能选入禁军的，要么是武力过人翘楚，要么是从各大边军中选出的百战之卒。一番激烈厮杀下来，霍元清手下的亲兵死伤惨重，还剩下20余人在苦苦支撑。但不得不说，他的亲兵实力相当过硬，特别是那名亲兵校尉更是十分悍勇，与骆青云捉对厮杀数十回合，却丝毫不落下风。此时那一众亲兵用尸体铺路，眼看就要杀出重围。忽然那亲兵校尉大喝一声：拖住他们，我带将军走。顿时2名亲兵赶了过来，帮他挡住骆青云。至于那名亲兵校尉，则是带着霍元清杀了出去，各自骑上一匹战马就要逃走。咻！就在此时，一道破空声传来，只见聂星寒3指扣梢，铁剑呼啸如鬼气，一箭射向霍元清的后背。将军小心！亲兵校尉惊呼一声，只见他猛然一提缰绳，战马昂首跃起，挡住了那一箭。噗！铁剑穿过战马的身体，那战马嘶鸣一声倒地，亲兵校尉也摔倒在地。刚一起身，2把冰冷战刀便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名亲兵校尉自知脱身无望，他只是看了一眼霍元清逃走的方向，
随即用自己的战刀刺向胸口。见霍元清要逃，聂星寒就要策马去追，却被林川制止。别追了，先解决战斗。连夜奔袭600里，又经历这一番激战，很多人早已累得虚脱。而且对于林川而言，霍元清已不足为虑。他未能拿下狼风口，就算捡条命回去，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消片刻，打斗声彻底消停，霍元清留下来断后的那20余名清兵全部被斩杀。胜了，我们胜了！狼风口城墙上传来激动的嘶吼声。狼风口守住了，太好了！一众守军欢呼大喊，那些老百姓更是激动的喜极而泣。陈景瑶眼眶湿润，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他没想到林川真的带来了援军，不仅守住了狼风口，更是将敌军全歼于城下。劫后余生之下，不少人都流下了热泪，并非是他们怕死。事实上，陈景瑶与所有守军都做好了与狼风口共存亡的准备。城下所有死字营成员也跟着大声欢呼：胜了，我们胜利了！喊着喊着，很多人都哭了出来，不仅仅是胜利之后的喜极而泣，还有解除奴籍的激动。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些年在死字营中过的是什么日子，挨冻受饿，辛苦劳作也就罢了，主要是身为奴籍的他们根本看不到希望。本以为这一生注定就这样了，说不定哪天就累死饿死，亦或是战争爆发之后被派上战场充当炮灰。然而林川却带着他们硬生生挣脱了奴隶的枷锁，从今往后堂堂正正做人。随着战斗结束，大家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懈了下来，无尽的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不少人更是顾不得地上的淤泥，直接一屁股坐了下去，甚至很多人躺在被踩成黑泥的淤血中大口喘息。当朝阳的第一缕曙光洒落大地，历经战火洗礼的狼风口彻底化为一片废墟，斑驳的城墙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会倒塌，城楼已经化为瓦砾。尽管尸体已经被清理走，但随处可见的斑斑血迹无不在诉说着这场战斗的惨烈。城内营房也尽数粉碎在飞石之下，瓮城之中堆满了飞石，城门也被撞碎，城外更是灼如营野，残甲遍地。3000胡节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很多已经被战马踩碎，尸骨无存，一些甲胄看起来鼓鼓囊囊，实际上那就是一具被踩踏无数次的尸体。溅尸满地皆是，滚石雷木堆积如山，断裂的战刀，染血的长枪，碎裂的云梯，还有散架的工程车，都在诉说着这场生死之战的惨烈。1个时辰之后，陈景瑶带人疏通了甬道中的石头，林川带着死字营成员进入狼风口。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陈景瑶一拳捶在林川的肩膀上，笑着说道。林川也感慨道，还好我赶到了。随着死字营成员进城，城内的守军和老百姓都在高呼林川的名字。陈景瑶没有丝毫嫉妒，只有由衷的高兴。把战马杀了，给兄弟们做饭。陈景瑶吩咐道。林川闻言顿时眉头一皱，问道，军粮还没到吗？陈景瑶摇了摇头，说道，昨晚就已经是颗粒不剩了，本想让兄弟们吃顿饱饭，然后一起上路。不应该啊，我出发之前，押运粮草的队伍就已经从飞龙城出发了，怎么可能现在还没到呢？会不会又是张参军暗中阻挠？陈景瑶问道。林川摇头道，这一次是叶世珍亲自派的人，他应该插不了手。就在这时，一支陌生队伍推着粮草来到营地，见到一片狼藉的狼风口，众人先是一阵震惊，领头之人快步跑到陈景瑶跟前。陈校尉，我是节度府运粮官郑远，第一批军粮已经到了。林川注意到此人满身泥土，手臂衣服上还有未凝的血迹，这让他察觉到了异常。3日前叶先生便已经派你们出发，为何粮草现在才到？林川强压着内心的怒火问道。那位运粮官也从林川的话中猜出了他的身份，连忙说道，2位大人恕罪，我等在途中遭遇了响马，运粮的马车全部被毁了，还死伤了不少兄弟，只能靠人力先扛一些来应急，这才耽误了时间。林川与陈景瑶对视了一眼，皆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不同寻常。北疆早期确实有响马出没，但这些马贼从不敢挑衅边军，更别说是劫军粮这种事情了。而且近些年边军多次剿匪，那些响马要么被剿灭，要么闻风而逃，去其他地方讨生活了。辛苦了。陈景瑶拍了拍他的肩膀，感激道，校尉大人言重了，相比起你们与敌人厮杀，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运粮官眼神中带着深深愧疚，说道，我得带人赶回去把剩下的粮草运过来。陈景瑶一把拉住了他，说道，耿良，带一批兄弟去帮忙运粮。校尉大人，你们刚打完仗都还没休息一下，让我召集一些乡亲去帮忙运粮吧。就在这时，一名中年汉子站了出来，对陈景瑶说道，上阵杀敌我们不行，但运粮我们还是没问题的。是啊，校尉大人，你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吧，你们太累了，而且很多人都还带着伤。一位大娘也上前劝阻道。
陈景尧十分感动，对众人抱拳道：“那就多谢乡亲们了。”随即，陈景尧下令生火做饭，林川则是让人打扫战场和搭建营帐。很快，废墟一般的战场便被清理出一片空地，一座座营帐也被搭建起来。不过，那一团团血迹依旧是无比刺眼。至于修补城墙和重建城门，并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眼下所有人都疲惫至极，亟待休整。开饭喽！浓浓的饭香让所有人直流口水，一锅锅热腾腾的米饭让人双眼放光。素菜是老百姓家家户户送来的，煮了满满几大锅。吃过饭之后，除了留下一部分人轮流巡守，其他人全部入帐休息。不消片刻，一座座营帐中便鼾声如雷。林川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刚推开门，一道倩影便飞奔而来，直接扑进怀里。相公，苏黎哽咽道。林川也感觉鼻子一酸，轻拍他的后背说道：“别哭，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担心死我了。”苏黎满脸泪水，忽然他感觉手上黏糊糊的，抬起一看，竟然是血迹。血，相公你伤哪儿了？快让我看看。见苏黎满脸惊慌，林川拉着他的手说道：“我没事，这些都是敌人的血。”听到是敌人的血，苏黎顿时舒了一口气，他没有半点嫌弃，而是主动帮林川卸甲。铠甲之上很多地方铠甲和鲜血混在一起，已经凝固了。相公肯定饿坏了吧？我给你做好了饭。就在这时，小北走到了林川身边，问道：“叔叔，你杀了多少个狐贼？”叔叔也记不得了。林川露出和蔼的笑容，问道：“你跟婶婶在家，有没有害怕？”小北用力点了点头，说道：“小北不怕。小北可勇敢了，这2日我去救助伤员，小北全程帮我打下手呢。”苏黎夸赞道。林川顿感诧异，摸了摸小北的头，说道：“小北真棒。”很快，饭菜上桌。刚才林川在营中确实没吃饱，再加上这几日都是干粮就血，如今能吃上一口热饭，简直就是天大的享受。吃过饭之后，苏黎给他烧了一大锅热水，林川坐了进去。苏黎细心为他清洗身上的血迹，特别是头发上，汗水和鲜血混杂在一起，都结成血痂了。洗完澡，林川躺在床上便沉沉睡去，而苏黎又帮他把铠甲上的血迹清洗干净。抚摸着那冰冷的甲片，苏黎不由想起小时候父亲出征归来，自己和母亲去城外接他，父亲一把将自己抱了起来，哪怕隔着冰冷的铁甲，也能感受到父亲身上的温暖。林川一觉醒来，发现苏黎正在火炉跟前给自己补衣服。见他醒来，苏黎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相公，你醒了？我睡了多久？”林川揉了揉昏昏沉沉的脑袋，问道：“现在午时刚过，相公都睡了1天1夜了。”苏黎笑道。林川翻身起床，只感觉一阵晕眩，苏黎连忙扶着他：“相公你没事吧？”“没事，睡太久了，有些晕。”林川穿上衣服，吃过午饭之后，便出门来到营中。此时，士兵们也陆续醒来。林川碰到了耿良，问道：“校尉大人呢？”“他去城墙上了。”耿良手臂裹着纱布，依稀可见渗出的血迹。林川点了点头，随即也朝着城墙走去。陈景尧站在千疮百孔的城墙上，遥望关外雪原，怆然独立。林川缓步走上前去，与之并肩而立，问道：“这么早就醒了？”陈景尧没有回头，依旧看着关外雪原，淡淡说道：“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喊杀声，做梦都是兄弟们倒在血泊中的惨烈场景。”林川轻叹了一口气，他能想象当时的战斗有多惨烈，2日3夜的鏖战，换谁都会精神崩溃。这一战，折了多少弟兄？林川沉声问道。刚刚才统计出来，战死213人，86人终身残疾，54人失去战力，剩下的160多人个个带伤。陈景尧的声音在颤抖。于他而言，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是曾经生死与共的兄弟。然而，他们却死在了这一战中。战争的残酷，不仅仅是沙场的血与骨，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将是心中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痛。500人死守狼风口，面对胡杰3000精锐的猛攻，坚守2天3夜，这绝对算得上是奇迹。好在最终等到了林川带来的援军。如果林川没有带来援军，亦或者晚到一时半刻，狼风口都已经沦陷了，更别提扭转战局，一口气将3000精兵屠杀殆尽。可无论是陈景尧还是林川，内心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只因这场胜利是很多兄弟用生命换来的，他们再也无法共享这份胜利的喜悦。朱谦死了，与丙彪仅剩的20多人被敌人的铁骑踩成了肉泥，只找到一些铠甲残片。陈景尧颤声说道。紧接着他伸手指了指不远处那片被鲜血染红的城墙，熊广死了，被人用长枪钉死在那里，一直到鲜血流尽。陈景尧双目通红，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林川清拍他的肩膀说道：“战争是开启邪恶的钥匙，锁钥既开，就注定要死人。军人、
百姓皆是无辜者。就在这时，唐岿然找了过来，抱拳道：“校尉大人，胡杰人留在城外的粮草军械，我全部带人运回来了。”林川笑着点头说道：“我跟陈校尉等你很久了。”陈景尧一愣，只感觉眼前这汉子有些熟悉，直到对方开口喊道：“老七，不认识我了？”三哥。陈景尧一脸的震惊，大步冲上前，抓着唐岿然的肩膀，失声道：“三哥，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太好了！”前夜，陈景尧在城墙之上看到与突满激战那名持枪男子，当时就感觉有些熟悉，可当时距离太远，根本看不清楚。直到此时见到唐岿然，终于有了答案。其实陈景尧早该想到的，毕竟放眼天下，无论是沙场还是江湖，唐岿然都绝对是使枪的顶尖高手，只是陈景尧想不到他会出现在北疆。之前在路上，唐岿然曾向林川打听过陈景尧，本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同袍，可现在看来，二人的关系绝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忽然，林川想起之前苏黎跟自己提到过，陈景尧曾经都是南戏军中的后起之秀，苏老将军对他们十分器重，大力培养。当时，包含陈景尧在内的7名年轻将领脱颖而出，在南疆杀出赫赫威名，此后更是在南疆杀出赫赫威名，被称为南疆七虎。若无意外，10年之后，他们都将成为大周军中的中流砥柱。奈何半年之前，苏老将军被陷害，南戏军土崩瓦解，南疆七虎中好几人都被牵连，也不知除了提前离开南戏军的陈景尧之外，现如今还有几人活着。刚才还能强忍着泪水的陈景尧，在见到昔日兄弟的瞬间，热泪再也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三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陈景尧看着昔日英姿挺拔的南疆悍将，短短半年竟然被折磨成这样，心中怒火陡生。唐岿然轻叹一声，将半年前南疆那场动乱以及自己是如何披发配到北疆的过程一一道出。其他兄弟呢？你可知他们的下落？陈景尧连忙问道。唐岿然摇了摇头，说道：“大哥和六弟当场被斩首，二哥下落不明，我与其他几位兄弟被抓入大牢，之后便彻底没了联系。”该死！陈景尧重重一拳砸在城墙上，也不知是在骂金銮殿上的那位，还是陷害苏老将军一家的乱臣贼子。3年前，苏家军打赢南疆那场定鼎之战后，南疆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事，对于想要建功立业的陈景尧而言，留在南疆再难有作为。陈景尧是7人之中最小的一个，职位也是最低的，所以他犹豫再三，还是找到了苏老将军。他清楚记得那一日在帅营中，几位兄弟的脸色非常难看，性格最为火爆的老四更是骂他白眼狼。其实陈景尧也清楚，自己离开南戏军转投北戏军帐下，等同于背叛，但他背负着家族的责任，个人荣辱只能排在后面。然而苏老将军非但没有责怪，还鼓励说好男儿志在边关，只要是杀敌，四方边疆并无区别。紧接着他更是亲笔书信一封，让自己带来北疆交给卢运筹。没想到那一别竟然成了永别，今日再见唐岿然，早已是物是人非。两人寒暄一番之后，陈景尧好奇问道：“刚刚你说去城外把胡杰人的粮草军械搬回来了？”唐岿然点头说道：“对啊，胡杰人留下的粮食可不少，还有许多活牛羊，今晚可以给兄弟们改善一下伙食了。前晚你们不是已经把胡杰人的粮草给烧了吗？”陈景尧则是满脸的不解地问道。当时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自己在城墙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林川看向关外胡杰人结营的位置，笑道：“原本的计划确实是烧掉敌军粮草，以断其后路。不过回头一想，若是能救下狼风口，这些粮草物资都会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反之，若是输了，烧了他们的粮草，只会让他们破关之后掠夺得更加凶狠。”林川顿了顿，继续说道：“所以，最终我只是让刘晏带一标兵力焚烧了几座空帐，其目的是让敌军感到恐慌。看似一个细小的决定，可背后却是林川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林川显然比大多数将领都想得更加深远，这让唐岿然与陈景尧都露出赞许与钦佩的目光。不得不说，这次霍元清带来的粮草物资非常充沛，除了军粮和战马的精料之外，还有数十头活牛和几百头活羊。沿途行军，这些牛拉牛车充当脚力，当然到了之后，他们的最终宿命也是被屠杀充当军粮。这批战利品立马解决了狼风口粮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今的狼风口足有1000多人，战马更是多达1500余匹。此前虽然全歼了胡杰1000精骑，但很多战马却活了下来。在骑兵战死之后，那些受惊的战马便跑到战场边缘得以幸免。这600余匹战马可是一笔巨额财富。要知道，一匹普通马的价格便高达30两银子，战马则是至少50两，甲等马的价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两。此次缴获的600余匹战马之中，大多为乙等马，甲等马只有不到200匹，但依旧十分惊人。胡杰之所以能接连侵扰北疆，近些年更是一直稳占上风，最主要的原因便是
胡杰盛产马匹，而且马的质量远高于中原马种。下午，临川召集死字营各标标长议事，还可以将陈景尧请到场。首先，临川询问了这一战的战损，随后让各标长总结这一战的心得。这一战，他们折损了200余人，不过相比起战果，绝对算得上是大获全胜，以至于大家的发言都主要侧重于如何取胜。待所有人说完之后，临川的目光从一众标长的脸上扫过，严肃说道：“这一战，咱们虽然打赢了，但却赢得侥幸。不要觉得我在打击你们的士气。如果我们当时不是抢占先机，趁着对方阵营混乱发起冲锋，而是与那1000旌旗拉开架势对拼，我敢保证，最终被杀得片甲不留的一定是我们。”众人没有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临川所言非虚，毕竟他们都曾是军中将领，比普通人更清楚这一战赢得有多么侥幸。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心中对临川生出了敬佩之意。这个只有16岁的少年，无论是事先的布局，还是对战机的把握，乃至于阵型的调配，都让他们刮目相看。临川继续说道：“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咱们除了帮助狼风口完成修缮工作，还得加紧操练，不然下一战我们未必能这么幸运。”这虽然是大家第一次并肩作战，但临川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对于他的命令也是绝对服从。紧接着，临川取来纸笔，准备写出练兵的要领，可想了想自己的字实在是见不得人，便笑着看向陈景尧：“看来还得麻烦陈校尉了。”陈景尧瞪了他一眼，说道：“你小子才升了校尉，就开始使唤起我来了是吧？嗨，没办法，咱们这儿都是一群大老粗，就你读书最多。”临川笑道：“你少来这套。”陈景尧表面抗拒，可还是主动接过毛笔。接下来，临川负责说，陈景尧负责写。所说内容主要是如何练兵。他前世的世界虽然骑兵早已被淘汰，但先辈历代总结出来的兵书却流传了下来。而且对热衷于冷兵器战争的临川来说，那些都是必读的书。他将记忆中前世所读的《五经总要》《练兵实记》以及《孙子兵法》等兵书当中的练兵要领与自己的理解相结合，从骑兵列阵开始讲起。其中涉及到很多细节，例如如何保持锋线整齐，如何保证在变阵中阵型不乱，如何控制战马速度，乃至如何最大限度重创敌人阵营。此外，临川还事无巨细地列举了在何种地形使用什么战阵，对什么样的敌军使用哪种方式进攻，甚至精细到使用什么兵器都做了详细要求。当然，骑射之术、体能训练，这些都是基本功，也是着重训练的项目。临川口若悬河，几乎是不假思索张口就来，仿佛是胸有万卷书，出口即文章。知道他发现陈景尧跟不上自己的速度，他不得不放缓语速。在确定没有遗漏之后，临川感觉一阵口干，给自己倒了一碗茶，发现所有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自己，陈景尧更是看着桌上厚厚的一沓纸，满脸惊愕。别告诉我，这也是你在古籍上看到的？临川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对啊，难不成你觉得这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陈景尧隐约感觉临川没有说实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内容要是在军中公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被各方名将奉为至宝。如此全面的练兵之法，不仅事无巨细，将所有因素都容纳其中，特别是战阵演变环节，更是堪称神妙。里面提到的一些要点，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自己虽不敢说读书万卷，但看过的书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兵书，更是没少看。如果临川口中的那本古籍真的存在，为何自己闻所未闻？就算是自己孤陋寡闻，难道当时名将见识浅薄之辈？要不然怎么也会有只言片语流传开来？与之相比，自己这位自诩博览群书的读书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此前临川所创的五行追阵，在此次一战中大显神威，很大程度上正是五行追阵让他们将一批批登上城楼的敌军击杀，坚持了2天3夜。若是按照这种方法训练，定能打造出一支纵横沙场的无敌铁骑。现场10位标长大多都读书不多，但临川全程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不像书籍上面那般晦涩难懂，以至于他们都能听懂。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为震惊。所有人看向临川的目光中都写满了震惊与狂热，脑海中更是不约而同地冒出2个字：鬼才。各标按照这个训练即可，我先回去了。临川生怕陈景尧继续追问，直接找了个借口开溜。傍晚，狼风口杀牛宰羊，犒赏全军。临川也分得一些牛羊肉，顺带还拿了些牛肚羊砸回到家中清洗干净，又在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锅相公。今晚又吃火锅吗？苏黎满脸期待地问道。耶，又吃火锅了。小北欢呼雀跃。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小家伙变得开朗了许多，那双木讷的眼神也逐渐恢复了童真。今天有客人，得多做些。临川笑着回答道。苏黎好奇问道。有客人？谁啊？陈景尧经常登门，算不上客人，
不过他实在想不到，在这狼风口还有谁算得上是客人。嘿嘿，一会你就知道了。林川先卖了个关子。傍晚，陈景瑶拉着唐奎然朝着林川家里走去，一路上唐奎然显得十分紧张。老七，我第一次去校尉家里吃饭，空着手去不妥吧？唐奎然有些紧张。没事，林川不是市侩的人，而且那小子做的一手好菜，一般人想吃还吃不上呢。陈景瑶一脸笑意，拽着他往前走。可我听说林校尉成家了，就算他不在乎，难免夫人会多想。唐奎然依旧觉得不妥。那就更不会了，你们校尉夫人可是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陈景瑶笑着夸赞道。二人已经来到林川所住的院门口，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令人馋涎欲滴。只见院中架着一口大铁锅，鲜红的汤汁在锅中翻滚，牛羊肉的香味正是从汤汁中散发出来的。正在忙着熬火锅的林川听到动静，扭头看向门口，说道：先坐会，火锅马上就好了。唐奎然则是恭恭敬敬地抱拳行了一礼，校尉大人。林川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这里不是军营，更何况大家都不是外人，不用那么拘谨。唐奎然并没理解林川那句大家都不是外人是什么意思，只当是这次并肩作战让林川认可了自己。就在这时，屋内传来一道声音：相公，是客人到了吗？紧接着只见苏黎从大门走了出来。唐奎然连忙躬身行礼，属下唐奎然见过夫人。唐奎然全程垂首，眼角的余光只能看到对方的裙摆，毕竟自己作为下属，若目光乱瞟，那可是十分不敬的行为。听到唐奎然这个名字，苏黎身体顿时呆滞在原地。他没想到林川说的客人竟然是唐奎然。只见他缓步上前，双眼之中泪花闪烁，哽咽道：三哥，真的是你吗？唐奎然身体一颤，只见他缓缓抬起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子。小黎。唐奎然声音颤抖，两行热泪夺眶滚下。他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苏黎。小黎，真的是你？你怎么？显然唐奎然还没搞清楚状况，更不会想到林川竟然是苏黎的丈夫。陈景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唐奎然才算是明白过来。老七，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唐奎然给了陈景瑶一拳。唐奎然则是一脸坏笑道：这不准备给你一份惊喜吗？翻滚的火锅和浓郁的香气让伤感的氛围淡了很多。在了解到苏黎的悲惨遭遇后，唐奎然也是一阵感慨，好在他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了林川。小黎，对不起。唐奎然哽咽道：我作为大将军的亲兵校尉，却没能护住他，对不起。作为亲兵校尉，理应死在大将军之前，奈何大将军死了，自己却还活着，于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半年前，神都7日之内连出3道圣旨，让大将军回朝听令。当时大将军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但还是决定回朝。刚到神都亲兵营，被禁军扣下，他们身为边关战兵，岂能让他人缴械？可大将军下令，让他们所有人放下武器，而大将军则是孤身入宫。当晚，唐奎然与亲兵营便全部被禁军拿下。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但已经被缴械的他们虽与禁军展开搏斗，可终究还是寡不敌众。第2日，皇宫那边传出消息，大将军结党营私，意图谋反，被打入大牢。3日之后，大将军被抄家问斩，从收监到审问再到定罪，只用了短短3日。整个过程快到令人发指，就算是傻子都知道这是一场阴谋，准确说这是一场阳谋。这半年来，唐奎然心中一直在自责，无数次在梦中惊醒，浑身被冷汗湿透。此时再见到大将军的女儿，这个从小被他们几兄弟当作妹妹的女子，积压在心底许久的情绪宛如决堤的江河溃散开来。三哥，这不怪你，反倒是你们被苏家连累。苏黎也是泪流满面，不断摇头说道。一旁的陈景瑶与林川二人对视了一眼，皆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与杀意。二人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陷害苏大将军的仇人付出代价。落座之后，酒菜上计。唐奎然双手端起酒碗，起身面朝林川说道：林兄弟，咱们丑话说在前面，虽然你是我的上级，但若是你对我这妹妹不好，我哪怕是以下犯上，也要跟你拼命。林川也端起酒碗笑道：你这话陈校尉早就说过了。这顿火锅吃的是热火朝天，陈景瑶已经吃过多次，但还是被辣得嘴唇通红。唐奎然第一次吃更是扛不住，早已是满头大汗，眼泪横流。反倒是苏黎和小北这段时间一有空就做火锅吃，二人吃的是津津有味。林校尉，你是怎么想出火锅这种吃法的？唐奎然被辣得直哈气，本想喝点酒解辣，可刚端起酒碗才意识到这不是以往喝的米酒和黄酒，而是从未见过的烈酒。你是不知道，这小子简直就是一怪胎，他捣鼓出来的稀罕玩意多着呢。陈景瑶大着舌头说道。酒过3巡之后，陈景瑶小声说道：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暗中调查，奈何我身处狼风口，加之力量有限，也只是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唐奎然闻言，立马放下筷子，一脸正色问道：“老七，你查到了什么？”大将军被害，归根结底是功高震主，加之南疆战乱已彻底平定，他的存在只会让那位如坐针毡。陈景瑶指了指头顶的天空，继续说道：“原本陛下的意思是收回大将军的护符，让他解甲归田安享晚年。可消息传出之后，曾经被大将军打压的那些人却嗅到了一丝机会，想要借助陛下的手彻底除掉大将军。”陈景瑶的声音逐渐冰冷，眼底杀机闪现。他们借助陛下的猜疑，在背后推波助澜，构陷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证据。相比之下，这些人才更该死。陈景瑶咬牙说道：“可是那千面又？”唐奎然追问道。陈景瑶摇了摇头，说道：“不仅是他，偌大的朝堂之上，有近半数人都巴不得苏家军土崩瓦解。”林川暗自叹息，为苏老将军乃至苏家军感到不值，也为大周帝国腐朽至此感到悲哀。苏家军为国征战，以10万将士血染沙场，埋骨边疆为代价，平定南疆战乱，可结果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庙堂之上，一众官员却只顾着自身利益，就像一条条吸血虫，啃噬着大周帝国这头年迈巨兽，全然不顾天下黎民和江山社稷。如果说苏老将军是大周最后一根柱石，那随着他含冤而死，大周最后一根脊梁也断掉了。可悲的是，这样以为战功卓著的国之栋梁，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朝堂权臣的阴谋之下。就在这时，唐奎然也开口说道：“事后我也怀疑苏家军里是不是出了内鬼。”此言一出，陈景瑶和苏黎神色顿时一变，纷纷看向他。起初我也只是猜测，但我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很大。唐奎然继续说道：“给大将军定的罪状中有几条都涉及南西军绝密，除非是苏家军的核心成员，否则根本接触不到。而且之后朝廷派人轻而易举便接管苏家军，若没有人从中配合，绝不可能那么顺利。”此言一出，陈景瑶也陷入了沉思当中，那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在脑海中闪过，可最终却又摇头一一否定。苏黎几次想要开口，可最终还是忍住了。想要给大将军翻案，仅凭你我二人根本没希望。唐奎然重重放下酒碗，声音中透着几分无奈。林川主动给他倒了一碗酒，说道：“别忘了，还有我们。”“对，还有我们。”苏黎也满脸决然，点头说道。唐奎然双目微红，摇头说道：“非是我长他人志气，大将军只掌南西军，可在皇权面前依然是如此渺小，一道圣旨便让他入宫受缚。”陈景瑶点了点头，叹息道：“是啊，强如大将军在皇权面前依旧如此，我们想要报仇又谈何容易？那是因为苏大将军还不够强。”林川沉声说道。此言一出，陈景瑶和唐奎然皆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他。要知道，南西军可是大周帝国最能打的军队，苏大将军作为南西军主帅，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毫不为过。可林川却说大将军还不够强。林川看着二人问道：“虽然南西军被称之为苏家军，但你们二位心里很清楚，苏大将军到底有没有彻底掌控这支军团？”二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确实如林川所言，虽然大将军是南西军主帅，但军中依然存在不少派系，而且不少中层将领都是朝中重臣送进来镀金的子嗣。此外，那些世家豪门也都想方设法将家族翘楚往南西军送，以此磨砺资历。如果整个南西军上下都是铁板一块，唯大将军之命是从，就算当今陛下想要动他，也得掂量掂量。紧接着林川继续说道：“当然，仅仅是军队还不够，还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人，就算不能左右朝堂局势，也得时刻了解朝堂之上的风吹草动。除此之外，还得在商贾领域积累足够的财富，不能让别人用军饷粮草来卡脖子。”听到这里，陈景瑶二人不由得瞳孔一缩，看向林川的目光之中写满了震惊。“你该不会是……”不等陈景瑶说完，林川便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对当皇帝没兴趣，除非什么？”唐奎然连忙追问道。林川看了看身旁的苏黎，笑道：“除非我娘子想当皇后。”三人心思各异，尽管苏黎很清楚这不过是林川的一句玩笑话，但内心还是无比感动。林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他愿意为自己打下整座江山。而陈景瑶与唐奎然内心更多的则是震惊，仅仅是林川的这些想法就足以让他们抄家灭门。可若他有一天真能做到，那估计便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然而林川却明确表示自己对当皇帝不感兴趣，难免让人惊愕。毕竟这天底下没几人能抵挡主宰天下的权力诱惑，甚至于古往今来，为了那个位置，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戏码上演了无数次。殊不知
在临川穿越者的眼光看起来，皇帝简直就是一份苦差。若要做一个明君，得鸡叫起床上早朝，半夜还在批阅奏章，更要操劳天下国事，担忧边境战事。最主要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根本没有自由可言。那座巍峨气派的皇宫，说的好听点是天下权柄的神坛，可何尝又不是一座围墙高筑的牢笼？就算是做一个只知道贪图享乐的昏君，整日沉迷后宫，也得面对后宫众多嫔妃之间的勾心斗角，还得时时提防有人要自己的命，整日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或许在很多人的幻想中，若是坐上龙椅，睡着了都得笑醒，但对于临川来说，皇帝这位置都不做当然。若是有朝一日自己和那位95至尊真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陈景瑶与唐奎然酒足饭饱才离开。回到屋内，苏黎一把抱着临川：“相公，怎么了？”临川神色错愕。此时苏黎的内心很矛盾，他并不想临川卷入自己的复仇风波之中，但他又很清楚，仅凭自己想要复仇，根本没有半点希望。你对小黎太好了，小黎这辈子都无法报答。苏黎气声道。临川一把将他搂进怀里，笑道：“那就下辈子再报答。小北在呢？”苏黎连忙小声说道：“已经睡了。”苏黎看了一眼小北的小床，此时小家伙已经睡熟，这才主动吻向临川。数日不见，二人内心的思念也瞬间被点燃。一番热吻之后，临川直接一把将他抱到床上。苏黎也饮了少许烈酒，比往日更为热烈奔放。接下来的几日，死字营成员与狼风口守军一起修缮城墙。此次一战，狼风口险些夷为废墟，城门破碎，城墙很多地方都塌陷了，急需修缮。近几个月来，胡杰军队接连在狼风口失利，谁也不知道拓跋杰会不会再派兵攻打狼风口，必须尽快完成修缮。所有士兵分成2批，半日修缮城墙工事，剩下半日则是按照临川列出的练兵之法进行操练。部族主要操练五行追阵，而骑兵则是围绕战阵演变、冲锋、骑射等重点进行操练。这段时间，小北也来到教场边，手里拿着一把临川给他做的木刀，学着士兵们的样子操练。虽然动作很稚嫩，但却学得有模有样。陈景瑶也没有闲着，除了亲自参与操练之外，还根据此次交战中狼风口体现出来的短板，对守城器械进行了制作与补充。先是让人到附近村镇请来大量木匠，制作了5张床弩。此外，还让他们将城外那5架胡杰人留下的投石车拆解之后全部搬了回来。这5架投石车距离城墙较远，所以基本上保存完好。这次交战，这5架投石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士卒便是被飞石砸死。现在想起来依旧是心有余悸。陈景瑶决定将这5架投石车安在城内，如此一来，若是胡杰人在攻打狼风口，也让他们尝一尝飞石的滋味。事实上，投石车这种工程器械出自大周，胡杰军队很少使用。这一次是因为工程主将乃是周人出身的霍元清，要是换做其他人，就算能想到这个方法，也制作不出来。这一战算是给陈景瑶狠狠上了一课，自己虽熟读兵书，但跟霍元清这种沙场老将相比，还是嫩了些。若非临川在最后关头率军杀至，一举扭转战局，估计赖往胡杰的天狼旗已经插在狼风口的城墙上了。就在这时，临川找了过来，只见他围着床弩和投石车转了一圈。陈景瑶笑着走了上来，问道：“怎么样？看出什么究竟没？”临川点了点头，说道：“这些器械太过于笨拙，野外作战基本用不上，但若是用在攻城和守城上，却是绝对的利器。”陈景瑶自信满满的说道：“若是之前狼风口有足够的床弩和投石车，胡杰人别说登上城墙，就算是靠近城墙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忽然，临川注意到面前的床弩，3张硬弓整整齐齐地列在架子上。这床弩不对。陈景瑶闻言，神色顿时一变，连忙问道：“有何不对？”以他对临川的了解，这家伙绝不会无的放矢。他说不对，多半是真有问题。只是他不明白，这架床弩在之前的守城战中可是起了大作用，会有什么问题？这床弩能射多远？临川问道。500步内可穿甲破盾。陈景瑶回答道。临川指着面前的床弩说道：“若是改进一番，可将射程提升200步，而且可同时发射5到7支弩箭。”真的？陈景瑶眼神中写满了狂热，问道：“怎么改？”临川对不远处的中年木匠喊道：“李师傅，你来一下，把这张后宫翻转过来。”李木匠就是狼风口人，做了半辈子木匠，活儿自然不会差。听临川说要将后宫翻转过来，他一脸的不解，问道：“林校尉，你确定要把后宫翻转过来？”陈景瑶的眼底也浮现出一丝怀疑，问道：“这床弩之所以能射500步，正是因为这3张弓力叠加在一起。要是把后宫翻转过来，岂不是与前弓和主弓相互拉扯？你确定能行？”“试试，不就知道了。”临川淡然一笑，
说道。或许是此前见识过林川带来的一次次惊喜，亦或是出于对他的信任，陈景瑶还是决定按照林川的方法试一试，但心里却依旧持怀疑态度。毕竟这根本不符合常理。李木匠找来2个人，开始拆卸后宫，然后翻转安装，又按照林川的方法套上弓弦。看着这个造型怪异的床弩，他不由打趣道：林校尉，恕小人多嘴，小人干木匠活几十年，这东西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林川笑了笑，说道：搬到城墙上试试吧。陈景瑶见林川如此自信，便叫来几名士兵，将这架床弩抬到城墙上，把弩箭装上，试一试。很快，3支弩箭便被安装到箭槽之中。2名士兵转动绞盘，随着松开机括，弓弦猛然一颤，3支手腕粗的弩箭发出尖锐的破空之声，飞射而出。陈景瑶双目微凝，紧盯着飞向城外的3支弩箭。可让他意外的是，这3支弩箭明显比之前的500步要远不少。至于具体多远，无法目测，快去测一下距离。陈景瑶满脸狂喜，命令2名士兵出城去测量射程。很快，2名士兵扛着3支弩箭回到城墙。启禀校尉大人，720步。听到这个距离，陈景瑶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想到，经过林川改良后的床弩，射程竟然比之前多出了将近1半。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林川只是将后宫反过来装，可射程飞，但没像预想中那样减少，反而是提升了整整200步，简直是匪夷所思。李木匠同样是瞪大双眼，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林校尉，这是怎么回事？李木匠满脸不可思议的神色。林川笑了笑，说道：将后宫反过来，可以让弓弦拉得更饱满，蓄力自然也就更大。此外，在射出弩箭的瞬间，弩箭先是依靠主弓和前弓的力量送出，可就在这2张弓的力量消减殆尽之时，反装的后弓开始发力，等同于第2次将力量传递到弩箭之上。3弓床弩作为前世古代战场上的大杀器，林川自然不陌生。当初在了解其原理之后，也对当时那些工匠的奇思妙想大为惊叹，没想到今日竟然派上了用场。这也是你从古籍上看到的？陈景瑶看着林川问道。林川嘿嘿一笑，点头道：确实是在古籍上看到的。陈景瑶白了他一眼，说道：你就继续编吧。那你说这弩叫什么名字？你还别说，这次真有记载，这弩叫3弓床弩，又名8牛弩。我看是你献起的吧，不过这名字还真不错。陈景瑶笑道。林川不想做过多解释，连忙岔开话题。那几架投石车也有一些弊端，如果加以改进，精度和射程都会有很大程度的提升。陈景瑶听到这话，哪里还坐得住，直接拉着林川走下城墙，来到投石车跟前。李木匠与那几名士兵紧随其后，生怕错过。在他们看来，林川简直就是神人，心中很是期待他改良后的投石车会恐怖到何种程度。投石车主要是利用杠杆和抛物线的原理，但这其中也凝聚了无数代人的智慧。眼前这5架投石车与林川前世了解的投石车有些不同，主要是这5架投石车并没有配重，完全就是靠人力撬动杠杆，以此将石头抛出去。这不仅耗时费力，射程和精度也大打折扣。这个改动较大，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而且我就算说清楚了，估计大家也做不出来。这样吧，我干脆把图纸画出来，大家照着做就行了。陈景瑶闻言，连忙让人去取来纸笔。很快，林川便画出了投石车的底座与架子，随后他又画出配重舱。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吊在杠杆近端的木箱。至于杠杆远端，林川也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原本盛放石头的大勺子，而是用皮兜代替。皮兜两侧装上2根绳子，其中一端固定在杠杆远端，而另一端则是挂在杠杆末端的销子上面。这个销子的角度很重要，既要保证绳索的一端在特定的角度脱落，继而保证精准将皮兜中的石头甩出去，同时还要保证销子的角度可以调节，以此来调整投石车的打击目标。此外，林川还对绞盘改进成了单向齿轮，不但节省了人力，还增加了射程。一群木匠围着图纸看了许久，很多地方依旧是一知半解。他们虽然都是手艺人，但绝大多数都没读过书，更不可能知道现代力学了。林川也不着急，仔仔细细给他们讲解，特别是一些关键部位，更是强调了精度要求，以及什么地方要用硬度高的木头，什么地方要用韧性佳的木头，都一一进行了讲解。各位师傅，就按照这个做吧，如果遇到问题再请教林校尉。陈景瑶对一众木匠说道。林川正欲离开，只见苍蝇快步朝着这边跑来。见过2位大人。见到苍蝇，林川基本已经猜到是什么事了，问道：情况怎么样？镖场找到那群劫粮的响马了，就在30里之外，不过看他们使用的兵器和行为动作并不像响马，反倒是像。看到这里，苍蝇抬起目光看了林川和陈景瑶2人一眼。像什么？陈景瑶问道。像边军。听到这个答案，林川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此前他就觉得响马劫军粮，这听起来就很反常。
虽然绿林响马屡禁不止，但马贼不是傻子，怎么会在边军眼皮子地下活动？更何况北疆边境本就贫瘠，没什么可抢的，但凡脑子正常，都会换一个相对富饶的地方活动。再联想到自己在漠北大营的遭遇，林川心中已经有所怀疑。所以那日吃饭的时候，林川与陈景尧和唐奎然二人商议，决定让斥候出身的几天禄带一些身手过硬的老卒前去探查情况，特意交代让他把江聂星寒带上，他那神乎其技的剑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大用。所以刚刚见到苍蝇回来，林川便猜到几天禄已经找到目标了。对方多少人？林川问道。那群马贼住在一座土堡中，人数在40-50人左右。苍蝇说道。你去告诉唐奎然，点50名老卒随我走。林川对苍蝇交代道。是。你准备干掉他们？陈景尧问道。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如果他们是普通响马，就算没有滥杀无辜，但也定然是侵扰百姓打家劫舍，本就该杀。如果是边军，那就更该杀。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有张继的影子？陈景尧小声问道。我与他反正都撕破脸了，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该让他知道，我林某人不是他可以随意拿捏的。陈景尧没有劝阻，毕竟林川已然被提为校尉，严格来说不算自己手下，而且他手下兵力更是近1000人，估计用不了多久，关于他的调令就会下来，你小心些。陈景尧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很快唐奎然便带着50人赶了过来，此次挑选的皆是南系军中的好手，且大部分曾经都是标长、师长，实力相当过硬。1刻钟后，林川带着50骑离开狼风口，除了苍蝇和唐奎然挑选的50老卒之外，林川还向陈景尧把余生给借了过来。倒也不是人手不够，而是林川发现余生是一位可造之才，不仅在平时的训练中异常刻苦，对于一些排兵布阵也有着很高的天赋，几乎是一点就通。最主要的是他有着敏锐的觉察力，这一点对于一位将领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品质，只要稍加磨练，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将领。此次一战，狼风口折损了200多人，近100人致残，还剩下不到200人，就连标长都战死2位，可谓损失惨重。也不知道漠北大营何时对狼风口补充兵员，但按照惯例，补充的也都是一些新兵，到时候余生这种人才必然要担重任。此时正值中午，60余骑轻装上阵，不到1个时辰便赶到地点。这是一处矮山坡，翻过山坡便能看到一座土堡，规模不大，且十分残破。几天禄带领的10余名斥候出身的老卒在远处密切观察，并未打草惊蛇。见林川到来，几天禄立即迎了上来。情况怎么样？林川下马问道。按照您的吩咐，我们的人只是远远观察，并未打草惊蛇。几天禄回答道。地形摸清楚了吗？季天禄点了点头，说道，这座土堡以前是一座军驿，已经荒废几十年了。土堡一共前后2道门，周围皆是开阔地，没有掩体。对方大约40-50人，今早有10余骑离开了土堡，至今未归。卑职发现他们使用的竟然是北系军的制式战刀，而且土堡碉楼和城墙上还设置了哨卡，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非普通响马，反而像是训练有素的边军。几天禄不愧是曾经的斥候校尉，军事素养非常过硬，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已经将敌人的情况摸得七七八八。林川点了点头，直接下令。唐奎然听令，属下在。唐奎然包全年答道，你率20人随我从正门杀入，其中10人配盾牌。是。几天禄率20人从后门杀入，后门狭窄，以刀柄为主。得令。紧接着林川看向余生，余生听令。余生先是一愣，随即立马抱拳，属下在。你带20游骑分散在土堡周围，谨防漏网之鱼。林川说道。余生面露难色，对于林川的命令他自当遵从，可这次来的都是曾经的南系军汉族，随便一人的资历都在他之上，林川却让他带队，让他心里没底。怎么有问题吗？林川见他迟迟不回话，问道。领命。余生铿锵回答道。校尉大人，咱们要不要等晚上再行动？唐奎然问道。林川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土堡四周没有掩体，晚上自然是更容易靠近，但对方却占着地利之势，己方却对土堡之中的格局一无所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对于己方而言皆是有利有弊。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林川抬眼望去，10多骑从东南方向奔来。这10多骑的速度并不快，似乎是载了货物，可惜太远看不清楚。每一匹马都驮着2个人。就在这时，身旁传来聂星寒的声音。2个人？几天禄一愣，问道。聂星寒点了点头，说道，每一匹马上都有一个被绑住手脚的女子趴在马鞍前面。此言一出，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毕竟双方相距将近3里，一般人只能依稀辨认出人数，
可聂星寒却直接看出了这些细节，着实令人震惊。之前吉天禄确实带人靠近侦查了，但为了不打草惊蛇，摸清相应情况后便果断撤了回来。林川目光威宁，杀意绽放，无论是马贼还是边军，掳掠良家女子都该杀。见那10余骑已经从正门进入土堡，林川果断下令，不用等晚上了，现在就行动。现在行动或许能救下那些被掳来的女子。很快，2支20人的队伍直奔土堡的正门和后门而去，余生则是带领20游骑迅速分散到土堡各个角落。他们没有隐匿行踪，而是堂而皇之的骑着战马冲了过去。沉重的马蹄声很快便惊动了碉楼之上的马贼。那名马贼见一支骑兵直奔土堡而来，顿时一惊，连忙取出腰间牛角号。然而他刚把号角放在嘴里，还没来得及吹响，一支铁剑直接从侧边洞穿了他的脖子。噗！那名马贼双目圆瞪，直接倒在碉楼的望台之上，鲜血将木板染红。2、3里的距离对于全速奔跑的骑兵而言不过是转瞬即至。聂星寒连连开弓，破败城墙之上的几处哨卡纷纷被拔掉，以至于他们已经冲到正门500步，土堡之内都还没有发现。4次开弓干掉4名马贼，箭无虚发。而且他开弓的时候，胯下战马一直处于奔跑状态，哪怕是林川都再一次对聂星寒的剑术感到震惊。至于队伍中的其他人，更是震撼到了极点。此次前来的都是曾经军中兵卒，他们也曾听闻过百步穿杨的神射手，但却从未见过。没想到死字营之中竟然有一位神射手。聂兄弟，干得漂亮！身后唐奎然夸赞道。聂星寒置若罔闻，只见他再次取出一支铁剑搭在弦上，弓弦半开，双眼死死盯着前方土堡。呜呜！就在此时，土堡内传来一阵急促的号角声，显然是对方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奈何他们发现的太晚了，此时林川已经带人杀到正门跟前。这原本是一座军役，虽四周有土墙，但墙并不高，木门虽然加厚了，但根本无法与城门相比。随着唐奎然一声令下，几名老卒驱马上前，直接将木门撞开。林川翻身下马，直接拔出腰间战刀，杀进去。与此同时，聂星寒搭在弦上的那支箭也终于射了出去。啾！伴随着一道尖笑声，响箭升空，那是传递给几天路的信号。之前便约定好，等攻破正门，几天路便立马对后门发起进攻。战斗瞬间爆发，林川带着众人冲进正门，只见大批手持战刀的马贼也从屋内冲了出来，直接扑向他们。聂星寒连连开弓，每次都是3箭齐发，冲在前面那批马贼直接被放倒。很快剑壶中的30余支铁箭便被射空，好在林川专门为他配置了3支箭壶。而此时林川已经冲到跟前，一刀劈出，当场将一名马贼砍翻在地。紧接着他刀锋一转，横扫而过，2名马贼被划破咽喉，鲜血喷涌而出。列阵！唐奎然大喝一声，众人迅速按照5行追阵排列，盾牌手上前，迅速推进。很快便有20多名马贼被干掉，其他马贼当场被吓破了胆，直接转身退回屋内。战阵推进，切莫伤及无辜。林川大喝一声，正欲追上去，却被唐奎然抢先了一步。在唐奎然眼里，林川是校尉，但也是自己的妹夫，冲锋陷阵这种事情怎么也该怎么先上。与此同时，土堡后门方向也传来喊杀声与打斗声，显然几天路那边已经开始进攻了。土堡的格局并不复杂，标准的军役格局，除了正堂之外，两边还有几座土房。此时正堂的门被抵死，就在众人准备强攻的时候，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唐奎然敏锐察觉到了异常，连忙大喝一声盾牌手迅速列成一排，果然大片羽箭从窗户射了出来，要不是唐奎然发现及时，这些羽箭会给他们带来不小伤亡。杀进去！趁着对方换箭的空档，唐奎然直接冲上前，一刀将木门劈碎。咻咻咻！又是一轮羽箭飞射而来，好在盾牌手早有准备，将其全部挡下。杀！唐奎然与林川率先杀了进去。正堂之中有10多名马贼，个个手持战刀，见大批士兵杀进来，这些马贼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之色。各位军爷，我等素无冒犯，为何无故发难？人群后方传来一道声音。林川没有理会，而是直接带人压了上去。一番激战之后，鲜血染红了正堂，近10名马贼被斩杀，剩余几人见状，连忙丢掉兵器，举手投降。此时也都被拿下，你带人仔细搜查。林川唐岿然说道。是。唐岿然带着10余名士兵离开。正堂之中，除了林川和聂星寒之外，便是那几名压着马贼的士兵。林川冰冷的目光从这几名马贼身上扫过，谁是当家的？上前回话。几人面面相觑，却没有吭声。林川没有任何废话，手中战刀猛然划过，将其中一人咽喉割开，大量鲜血喷涌而出。那名马贼满脸恐惧，
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便断绝了生机。剩余3人也是满脸恐惧，没想到这个领头英俊少年下手竟然如此果断狠辣，丝毫没有多余的废话。我再问一遍，谁是当家的？回禀军爷，当家的已经跑了。一名男子颤颤巍巍地说道。林川扫了他一眼，淡笑道：放心，他跑不掉的。紧接着林川继续看着他说道：那说说你吧。那人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慌乱，说道：我就是一个小瘪三，为了讨口贪吃，逼不得已才做了响马，军爷饶命啊。林川则是摇了摇头，说道：你可不是小瘪三，你是一名边军。此言一出，那人眼神中满是震惊，哪怕是聂星寒也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军爷说笑了，小的倒是做梦都想加入边军，奈何几次都没当上。他装出一脸无辜，连连摆手。林川看着他冷笑道：你手上的老茧和下巴的勒痕已经暴露了你的身份，真当我好糊弄吗？听闻此言，那名男子顿时一惊，没想到对方仅凭这些细节便看穿了自己的身份。既然如此，他也索性不装了，挺直腰杆说道：林川，我可是北系军校尉，你若杀我便是同袍相残。林川眉毛一挑，没想到还有大鱼竟然抓到一名校尉，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这座不起眼的土堡绝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谁知林川摇了摇头说道：我今日前来只为清剿马贼，没见到什么校尉。呵呵，你今日要是敢杀我，我保证你会死得更惨。你要是识相，就带着你的人离开，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男子冷笑一声，有恃无恐地说道。林川看着他笑道：你未免太高估自己的分量了，你们假扮马贼劫取军粮，仅此一条便是死罪，你觉得你身后的人会保你吗？亦或者说他敢保你吗？听到这话，男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一旦被败露，就算是自己上面那位也保不住自己。而且正如林川所言，一旦败露，自己极有可能成为弃子。就在这时，浑身是血的唐奎然冲了进来，对林川抱拳说道：校尉大人，大部分马贼都被斩杀，有10余人被生擒，怎么处理？杀！林川没有任何犹豫，冷声吐出一个字。听到这个杀字，那名校尉与另外2人的嘴角猛然一抽，眼神中闪过深深的恐惧。是。唐奎然应了一声，随即转身走了出去。紧接着几天路也快步走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怒火，说道：校尉大人，我们在地窖中找到良家女子，足有30多人，这些狗日的马贼正准备对他们灭口，还好我们赶到的及时。林川顿时眉头一皱，之前看到的只有10来名女子，可刚刚查到有30多名，由此看来，掳掠良家女子这种事情，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更让林川想不明白的是，明知自己等人杀进来，他们却还想着将那些女子灭口再逃跑，这说明什么？还有，林川微微转过目光问道：还有什么？属下在另一间地窖中发现了大量甲胄和兵器。朝远山沉声说道。听闻此言，林川内心也不由得为之一惊。要知道，私藏兵器甲胄，那可是谋反大罪，杀头都是轻的，动辄便是夷3族。林川看着那名校尉问道：说说吧，你们抓那些女子是什么用途？私藏的那些兵器甲胄又想干什么？男子冷笑一声说道：说了是死，不说也是死，但我要是不说，家人便可以获得一笔钱财，足够他们下半生开销，你觉得我会说吗？听闻此言，林川目光闪烁，已然猜到了一些背后的事情。他淡淡说道：你说我保你活？男子不屑地嘲笑道：就你林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尉，放眼北疆，能一只脚把你踩死的大有人在，你拿什么保我？唰，一道寒芒闪过，林川手中的战刀一扫而过，那2名男子被一刀封喉，倒地身亡。林川收刀入鞘，对身旁的其他人说道：你们去外面等我。待2人转身走出去后，林川再次看向他说道：我用手中这把刀和我这条命保证，你若坦白交代，我保你不死。男子眼神明灭不定，显然内心在剧烈挣扎。我知道你的骨子里还是一名边军，一名守土护疆的战兵，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是你的本意，而是因为某些原因被卷入进来，以至于无法脱身。听到这句话，他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尽管只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却还是被林川敏锐捕捉到了。许久之后，男子长叹了一口气，自嘲道：我叫郭素，定州人士，从军3年，可对于我来说，自己就是边军的败类，边军的耻辱。我不配当边军，不配手中的战刀和身上的铠甲，甚至我都不配做一个人。我想堂堂正正做一名边军，镇守国门，建功立业，可现实却根本不给我机会，都怪当初自己怕死，让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等我醒悟过来，想要后退的时候，发现身后早已经没有了退路。我死不足惜，
可我家中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嗷嗷待哺的女儿，我怎么能让他们遭受牵连？说到这里，郭素早已是痛哭流涕。林川心里很清楚，让一个背叛自己的信仰去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是一件何等残忍的事情。片刻后，郭素收拾起自己的情绪，开口说道：“3年前，我还是北系军中的一名小卒，第一次上战场，两军惨烈厮杀，鲜血飞溅的场景，直接被吓得我双腿发软，索性自作聪明，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本以为自己很聪明，却没想到被督战队的人一眼看穿。当晚，我便被蒙着脑袋带到张参军营帐中。我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再不济也会被打入死字营，没想到张参军非但没有治我的罪，反而是提拔我为标长，成为他的亲信。一开始，张参军只是让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后来更是让我悄悄将兵器甲胄运到这里，之后又将一些跟我一样犯了错本该打入死字营的军卒带到这里来，以响马的身份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那些女子便是从数十里外的村镇掳来的，关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便会被送走。送去何处？林川连忙问道。关外，给胡杰人当女奴。听闻此言，林川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他本以为这些人强抢民女，要么是满足自己的兽欲，要么是卖去青楼换钱财，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丧心病狂，直接卖给胡杰人。北疆边军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戍守边疆，素风饮血，守的不仅是脚下山河，更是黎民百姓。可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竟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将自己的同胞子民当成货物卖给敌国，可想而知，这些女子流落到胡杰之后的命运，林川简直不敢想象。那兵器甲胄呢？准备用来做什么？林川又问。跟那些女子一样，过段时间就会有商队路过这里，将其运到关外。郭素回答道。听闻此言，林川身上的杀意更甚。如果说将百姓女子卖到胡杰是人神共愤的话，那倒卖兵器铠甲就是实打实的国贼了。毕竟胡杰可是大周的生死大敌，那些兵器和铠甲都会成为攻打大周的利器，他们这无异于再给敌人递刀，这种人就算将其千刀万剐也毫不为过。该杀！林川咬牙吐出2个字。许久之后，林川逐渐平复了身上的杀意，看了郭素一眼，问道：这些事情大将军可曾知情？林川这个问题十分谨慎，如果大将军卢运筹知道这件事情却放任不管，亦或者说他本就是背后的那只掌控全局的大手，那林川简直不敢想象整个北系军已经腐烂到了什么程度。郭素摇了摇头，说道：具体我也不确定，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大将军应该不知情，要不然我们也不用这般小心翼翼。林川暗自松了一口气，又问道：那你觉得参与这些事情的高层还有谁？我不相信仅凭张继这个参军便能运作全城，这一点我确实留意过，但我的身份能接触到的机密很少，只知道在张参军背后还有一位手握实权的大人物，至于具体是谁就不得而知了。郭素认真说道。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总有一日我会与他们一一清算。将心中秘密一一说出之后，郭素似乎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苦笑道：我知道的都说了，你动手吧。林川看着他说道：你虽是身不由己，但犯下的这些罪孽却不是一死就能了结的。我这种人死后当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死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种解脱。郭素似乎对于死亡并没有害怕与恐惧，留着你这副躯体，杀敌赎罪吧。林川说完便起身走了出去。一炷香之后，滔天大火将土堡吞噬，50余名马贼的尸体全部葬身火海，包括那名校尉郭素。不过极少有人注意到，死字营队伍中多了一名新卒，名唤寇悔。土堡之中的钱财粮食以及地窖之中的兵器铠甲全部都被带了出来，装了足8辆马车。要不是有这些马车，他们想将这些东西带走还真不容易。然而刚刚解救出来的30余名女子却让林川犯愁起来。校尉大人，刚刚已经问过了，这些女子都是周围村落的人，最远的有将近50里。唐奎然上来禀报道，给他们配发口粮，然后送回家。林川说完，驱马来到这30名女子跟前，只见这些女子十分狼狈，一个个面黄肌瘦，很多还带着伤，小的只有14、15岁，最大的也就18、19岁。拜见将军，谢将军救命之恩。所有人齐齐跪地，连连叩恩。林川示意他们起身，说道：大家不必多礼，我不是什么将军。紧接着林川又说道：我们准备收兵回营了，不能带着你们回军营，如果你们想回家，我会让人给你们派发口粮，然后送你们回家去。一众女子顿时露出悲伤与无助。将军，我们的亲人都死在马贼手中，我们早已是无家可归了。林川闻言，眼眸中闪过一抹冰冷杀意，那些人定然是害怕让事情败露，所以在掳走他们的同时还将其家人杀害，真是罪不容诛。眼下自己虽然将他们解救出来，但如何安置却是一大难题。如果将他们放回去，
没有家人的庇护，她们这样的弱女子根本没有生存能力，而且一旦将她们放回去，自己这次行动也会暴露不说，她们还有被灭口的风险。见他们一个个楚楚可怜的样子，不少士兵皆生出怜悯之心。虽然他们一言不发，但这些目光都被林川尽收眼底。对于这些常驻军营的汉子来说，异性自然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是人的本能，对于男女都一样。事实上，看着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神，林川也生出恻隐之心，当然只是单纯的同情。忽然他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如果你们愿意，我会给你们安排吃住，条件是你们得干活。听闻此言，一众女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地问道：将军说的是真的吗？将军放心，只要有饭吃，我们一定卖力干活，绝不偷懒。就在这时，唐奎然走到林川跟前，小声说道：校尉大人，这些女子干不了什么重活，而且除了漠北的死字营之外，是不允许平民进入军营的。放心吧，我自有打算。林川点头喊道：余生到。余生驱马上前，会骑马的把马分给他们，不会骑马的去坐马车回狼风口。林川吩咐道：是。之前在土堡缴获了10辆马车以及20余匹战马，虽然都是下等马，但拉东西足够了。回到狼风口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林川提前让苍蝇赶回狼风口，通知士兵们建造了3座营造，用来安顿这些女子。狼风口最近大兴土木，材料齐全，等林川等人返回的时候，3座营造已经基本建造完毕。这3座营造建造在林川的院子不远处，一来是位置偏僻一些，避免他们在军营中出没，最主要是军营之中都是一些单身多年的汉子，突然见到这么多年轻少女，难保会出岔子。一众回到营帐之后，苏黎立马给他们送去饭菜，众人早已饿得发昏，一个个吃的不比军卒少。慢慢吃，饭有的是，苏黎体贴地说道。而林川则是第一时间赶到校尉营与陈景瑶碰头。听林川将此行的细节一一道出之后，陈景瑶脸色一面阴沉，杀意澎湃。只见他猛拍桌案，咬牙道：这些天杀的畜生，贩卖人口，倒卖军械，这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们掉10次脑袋。陈景瑶满脸愤懑，起身说道：难怪这些年北细军接连失利，难怪胡杰人的兵器铠甲在短短几十年内便赶超大周，原来是有这么一群国贼在给敌人递刀。据盘问得知，这种事情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可一直没有被发现，这背后绝对有一个巨大的团体，而张继不过是被推在明面上的人而已。林川说道。陈景瑶点头，此事关乎北细军的生死存亡，必须尽快禀报大将军，不可妄动。如今我们不知道北细军高层有哪些人参与到其中，如果贸然前去，说不定还没见到大将军便已经被人给拿下了。林川出言阻止。就在这时，贾彪彪长耿良快步跑了进来，抱拳道：两位校尉大人，节度府参军叶大人来了。听闻此言，林川神色一喜，说道：机会来了。两人走出营帐，只见一袭如山的叶世珍带着几名亲卫快步走来。之前狼风口已经将捷报传至节度府，算算时间，这2日便会有人下来监察战功。上一次来的是张继，而这一次来的却的叶世珍，显然是大将军特意安排。属下陈景瑶见过叶大人。属下林川见过叶大人。哈哈，一路紧赶慢赶，总算是在天黑前赶到了。叶世珍笑着走上前来，笑着说道。进入帐中，叶世珍满脸笑容，拍着林川的肩膀说道：好小子，我果真是没看错你，你也没让大将军失望，还得感谢叶大人，若不是你力荐，我连一兵一卒都带不走。林川真心感激道。说好的请我喝酒，今儿个你可别想赖账。叶世珍打趣道。大人说笑了，今晚酒管够。林川也笑着回应道。随即叶世珍又看向陈景瑶说道：当初有人说你陈景瑶的手只会捏笔杆子，我第一个不信，事实证明你陈景瑶的手不仅拿得了笔杆子，也握得住战刀。500兵卒对抗3000精兵的猛攻，血战2天3夜，死守狼风口，你陈景瑶给吾辈书生打了个样。大人过誉了，属下不过是恪守本分而已，若非叶大人鼎力相助，帮林川借来援兵，最终的结果只能说500兵卒战至最后一滴血，胡解铁骑攻破狼风口，马踏国门，屠戮百姓。叶世珍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辛苦了。紧接着他正了正色，朗声说道：大将军令狼风口校尉陈景瑶守关有功，封6品都尉，赏银3000两，继续镇守狼风口。狼风口所有守军论功行赏。陈景瑶的脸上并无太大喜色，只是抱拳回应：谢大将军，属下一定不辱使命，不让胡贼踏入狼风口半步。叶世珍恭喜道：大将军让我告诉你，很快就会为狼风口补充兵力，而且你也要做好调离狼风口的准备，毕竟堂堂都尉，若是一直让你统领这500部族守在狼风口，未免太屈才了，
看来陈校尉距离那申将军甲不远了，哈哈哈。按照大州军阶制度，只有正5品才能称之为将军，6品为都尉，7品为校尉。陈景尧却是回答的心不在焉，在他看来，若是需要用手下士兵的尸体去换取功名利禄，那自己不要也罢，奈何这根本由不得自己选。正如林川所说，战争一旦开打，就注定要死人，这或许就是书上说的平均墨画封侯式，一将功成万骨枯吧。紧接着，叶世珍转头看向林川，笑道：“林川，此前大将军已经破格提你为校尉，这次就没有封赏。”对此，林川并不感到意外，毕竟此前在北疆大营，他可是向大将军立下军令状，不求立功，只求解狼风口之围。叶世珍顿了顿，说道：“不过，大将军有一道军令给你，属下接令。”林川抱拳答道：“死字营全体将士不畏生死，大破敌军，特为所有士兵解除奴籍，从今往后享有军族同等军饷俸禄，全营暂住狼风口休养，协助修缮，择日调离。”叶世珍朗声宣读：“谢大将军。”尽管这是大将军卢运筹之前答应他的条件，但此刻林川还是十分激动，毕竟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死字营成员一路奔袭血战。至于调离，也在意料之中，毕竟狼风口住不下这么多兵力。即日起，死字营自成一营，由林川统帅，望其不负天恩，戍守边疆，奋勇杀敌。叶世珍继续宣读：“死字营上下定不负大将军嘱托。”林川再次抱拳道。紧接着，叶世珍从身后亲卫手中接过一面军旗，交给林川，这是大将军亲自赐下的死字营营旗。林川双手接过，内心无比激动。不久之后，消息传到死字营，上至标长下至普通士卒，无不狂喜欢呼。尽管此前林川已经给他们许诺，打赢这一战便可解除身上的奴籍，可当这一刻真正来临，他们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有的人仰天大笑，状若疯癫；有的人痛哭流涕，嚎啕大哭；有的人面朝家乡的方向，跪地不断磕头。只有真正进入死字营才明白，那是何等的绝望，不仅饱受极寒，还得每日劳累，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那个奴字就像是一道耻辱的烙印，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哪怕是死后也要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然而今日他们终于将死字营的枷锁挣断，将刻在脸上的奴字烙印撤掉，从此堂堂正正做人。而这一切都是林川带给他们的，如果没有林川，他们或许将饱受折磨，老死在死字营，亦或者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被当作抵挡胡贼刀剑的炮灰，惨死在战场上，就连尸体都会被铁蹄踏成肉泥。唐奎然等一众男细军汉子围坐在一起，一个个满脸热泪，一遍遍地重复着：“我们不再为奴了，不再为奴了。”虽然依旧是死字营，但他们很清楚，这个死字营并非北疆大营的死字营，而是马踏疆场不畏生死的死字营。由于天色已晚，叶世珍便留宿狼风口。夜晚，林川亲自下厨做了几样下酒菜，三人聚在一起喝酒，看着满桌常见的食材，可做法自己却是一样都没见过。叶世珍直接拿起筷子品尝起来：“好小子，你这手艺去风雪楼掌勺都绰绰有余了。”叶世珍夸赞道：“叶大人，你尝尝这酒。”林川笑着举杯。叶世珍略带疑惑地端起酒杯，见其清澈如白水，顿感疑惑，随即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顿时浓郁的酒香直接钻了进去，令人陶醉。紧接着他自顾自喝了一口，霎时间酒水宛如一条盘旋在口中的火龙，直接撕裂咽喉，直捣胸腹。片刻后，余味反刍，辛辣渐退，沉香始现。叶世珍虽是脸色通红，却是一脸陶醉，感叹道：“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美酒，为何我以往从未见过？”林川笑道：“这是属下自己酿的酒，叶大人若是喜欢，回头我送你几坛带回去。实话说，你要是送其他东西，我定然不会收，可这酒我实在是拒绝不了啊。”酒过3巡，菜过5味，叶世珍也是酒足饭饱，却不舍放杯。林兄弟，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酒了，不知这酒叫什么名字？叶世珍已有几分微醺，还不曾起名，若先生愿赐名，那定是这酒的荣幸。林川回答道：“不，能给此等绝世佳酿冠名，那是我叶某人的荣幸才对。”叶世珍连连摆手说道。叶世珍端起酒杯，再次饮下一口，说道：“入口之时，如凶猛如群狼出动，肆意撕咬猎物，我看就叫他狼血如何？好名字，如此霸道的名字，也只有这般烈酒才能配得上。我边军男儿当饮此烈酒。”陈景尧笑着说道。林川也点头表示认同，随即问道：“叶先生觉得这狼血若在市面上出售，定价多少合适？”叶世珍想了想，说道：“普通米酒约莫30文钱一斤，10里香卖1两银子一斤，这就比10里香好了太多，卖3-5两银子完全不在话下。”林川点了点头，
别说是5两银子一斤，就算是跟10里香一样，卖1两银子也有的赚。之所以这样问，主要是今天带回来这30多名女子，想要管她们吃住，得想一个长久之计。林川便想着教他们酿酒，然后再拿到周围城内去售卖，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吃住问题，还能创造价值，也符合自己之前的计划中发展商业的规划路线。怎么，你想做酒水生意？叶世珍好奇地问道。林川尴尬一笑，说道：不瞒叶先生，原本我酿酒只是自己个儿喝的，但今日剿灭了一群响马，解救了一群良家女子，他们皆是无家可归之人，便想着是否能开个酒坊，为他们谋一份生计。响马在何处剿灭的？叶世珍神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满脸震惊地问道。30里外的土堡。林川看着叶世珍说道。不可能。叶世珍斩钉截铁地说道。多年前，北疆境内数百里的匪患便被清剿干净，绝不可能有响马的存在。叶大人，卑职亲自带人去剿灭的，共50余名马贼。之前你派给狼风口的军粮，便是被他们所劫。你难道不知道？林川一脸诧异地看着他问道。什么？军粮被劫？叶世珍再次露出惊愕之色。就在你带人离开漠北大营之后，大将军便派我去边境查看布防情况，此后又接到大将军的命令，让我来狼风口督察战功，根本不知道军粮被劫之事。他们不仅劫军粮，还滥杀百姓，贩卖女子。在土堡的地窖中，我们还搜到一批兵器和甲胄。此言一出，叶世珍彻底坐不住了，豁然起身，脸色一片凝重，死死盯着林川，问道：林川，你说的都是真的？林川郑重点头。大人，随我前去的60多名士兵皆可作证，卑职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这哪里是什么响马，分明是兵匪勾结，甚至那些所谓的响马本就是边军。叶世珍沉声说道。整个过程，林川与陈景瑶都在观察叶世珍的表情，发现他确实不知情。林川前世作为特种兵，审讯课程中通过微表情观察其心理活动是一门必修课。如果叶世珍是知情者，刚刚在提到土堡、兵器、甲胄等关键词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丝毫表情变化。事实上，在得知叶世珍前来，他便想到让他将这个消息告知大将军，但林川也不敢确信叶世珍是否可信，所以刚才他循序渐进地透露消息，也是一种变相的试探。林川起身对着叶世珍抱拳道：先生猜得不错，那些马贼绝大多数都是边军，他们掳掠这些女子以及盗取的那些甲胄，最终都会被运往关外，卖给胡劫人。千刀万剐的贼子！叶世珍咬牙切齿，随即看向林川问道：你可知道他们背后之人是谁？林川淡然一笑，说道：以叶先生的睿智，想必已经猜到大概了。叶世珍目光流转，联想到了对方劫军粮的动机，瞬间想到了一个名字：张继。我从马贼口中只问出了他，但我相信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走私贩卖的。林川补充道。叶世珍点了点头，说道：此事关乎重大，你务必给手下人交代，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回去之后第一时间禀报大将军。先生放心，回来的路上卑职便已经给他们下达了封口令，绝不会走漏风声的。林川回答道。有劳叶先生了。陈景瑶也起身对着他行了一礼。叶世珍长叹一声，说道：二位言重了，相比起我这个只会在帐中纸上谈兵的书生，你们才是大周的脊梁。虽朝廷腐败，官员贪腐，权贵自重，士卒凌厉，但我等终究是周人，若有朝一日边关失守，真正受苦的依然是百姓。叶世珍这番话让他在林川心中的形象高大了几分。林川本以为大周气数将近已然是没救了，可现在看来还是有一批心怀苍生之士。次日一早，叶世珍便离开了。林川亲自送来几坛狼血，为其送行。临行之前，叶世珍将其叫到一旁，说道：林兄弟，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愿听先生教诲。叶世珍笑了笑，说道：教诲不敢当，只是有几句肺腑之言。片刻后，林川神色变得有些凝重，问道：这是大将军的意思？叶世珍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微微一笑，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看破不说破的道理。说完，叶世珍便带着几名亲卫离开。可林川的脑海中却一直回想着叶世珍的那句话：被利用不可怕，就怕自己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随后，林川也开始忙碌起来。他先是将画好的图纸交给李木匠，让他给自己做一个大蒸笼，随后又亲自带人修了一座酿酒用的炉子。之前林川是用米酒进行提纯，现在想要大规模生产这种方法肯定不行，一来是成本太高，再则是产量太低。对于拥有2世技艺的林川来说，制作蒸馏白酒并非什么难事，只不过无法做出前世那种名酒，毕竟缺少配方。但仅仅是普通的高度白酒，在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仙酿一般的存在了，很难想象这种酒一旦在市面上出现，会引发什么样的轰动。人多力量大，不过1天的时间，炉子就已经修好。
李木匠让人大蒸笼送了过来，林川便开始着手酿酒。相公，你要忙于军务，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反正我也是闲着。苏黎主动说道。林川本不想让苏黎劳累，但想到酿酒的核心环节还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苏黎无疑是最佳人选。那就辛苦娘子了，能帮到相公，我很开心的。更何况我整日闲着也没事可做，而且我发现酿酒也很有意思。苏黎笑道。接下来的2日，林川手把手教苏黎酿酒，其中关键环节都仔仔细细给他讲解，特别是火候、温度、时间和比例，林川都说得很仔细。原本林川还怕他记不住，哪曾想苏黎记忆力惊人，林川只说了1遍，他便牢记于心。第3日，第一批酒出炉，林川亲自品尝，不仅色泽比之前的更加清澈，酒香也更为甘醇浓郁。成功了，相公好厉害！苏黎激动叫道。整个过程他都参与其中，这种成就感无以言表，这也有娘子的一份功劳。林川笑道。往后便可以大量酿酒了，我再去联系城中酒楼，销路肯定不愁的。相公放心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做好的。苏黎信心满满的说道。往后咱们不仅要酿酒，还会做其他生意，娘子一个人是肯定忙不过来的，你得物色一些聪慧机灵的人选来打下手，当然首选的第一条件是绝对忠诚。林川交代道。相公放心，我有分寸的。狼峰口有1月军粮，再加上此前缴获了胡杰人的不少军粮，足够狼峰口这1000多军卒吃2个月，但这些都不能动。正好昨日在土堡缴获了不少粮食，可以用来酿酒。当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林川还得自己掏银子去购买粮食。就在这1日，一封来自北疆节度府的密信送到了狼峰口，只不过并非是送给陈景瑶的，而是送到林川的手中。这是叶世珍的亲笔信，内容只有寥寥几句话，可看完之后，林川神色中却透着几分凝重，随即让各标挑选几个对北境地形熟悉，最好是曾经有过经商经历的人出来，随自己去周围的城里去找销路。第2日，5名死字营士兵出现在林川面前。校尉大人，属下吕红，漠北岐城人，以前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校尉大人，属下范邪，奉天范氏旁支，世代从商。校尉大人，属下钱锋，云南县人，曾做过买卖。林川了解得知，几人此前并未入伍从军，他们要么是商贩出身，要么家族本就是世代从商，因犯了事被捕之后发配到死字营地。林川可以交代让他们换上便装，毕竟此次不是执行作战任务。校尉大人，不知照我等前来有何吩咐？范邪问道。你们曾经都是生意人，无论买卖做的大与小，肯定比我这个门外汉要强。咱们此次是去周边城镇为狼穴找销路，这事儿你们得多多处理。林川看着几人继续说道。只有挣了银子，兄弟们才不会挨冻受饿。校尉大人放心，上阵杀敌，我们比不上其他兄弟，但做买卖是属下的老本行。钱锋说道。对，这方面咱们在行。吕红也笑着说道。林川点了点头，随即带着几人出发。按照计划，他们现在首先要去的便是岐城，距离狼峰口50多里，与狼峰口皆属云州管辖。为了不暴露身份，林川特意让人挑选了几匹乙等马，毕竟甲等战马太过招摇，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5时之前，他们便抵达了岐城。放眼云州，或许岐城只是一个小县，但依旧比狼峰口繁华了太多。城门处有士兵盘查，不过他们并未携带兵器，只是带了几坛酒，略微盘查了一下，便放行入城了。此前了解到，岐城常驻1营兵马，兵力约莫在1000人，按州军编制，1营兵力在500到1000不等。像狼峰口1营只有500兵卒，就算是最少的了。此外，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1营足有2、3千人的兵力。吕红，这岐城你最熟，咱们直接去城里最好的酒楼。校尉大人，岐城最好的酒楼当属齐云阁了，100年老店，生意长盛不衰。吕红回答道。就去齐云阁，不过你们一会得换个称呼。林川笑道。几人这才反应过来，他们现在是乔装而来。好的公子。范邪率先反应过来，他毕竟是商贾世家出身，学识和见识都高于一般人。齐云阁不愧为岐城最好的酒楼，一座3层建筑坐落在城中最繁华的位置，门前2尊石狮子尽显气派。林川等人将马交给小厮，刚进门，眼尖的掌柜便立马迎了上来。虽然几名随从穿着普通，可领头的公子哥相貌堂堂，气质不凡，而且那一身绸缎却非一般人能穿得起的，显然不是一般人。几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齐云阁可是岐城老字号，不仅有上号客房，还有特色酒菜。本公子喜欢安静。好嘞，公子随我来，我给您安排楼上的雅间。掌柜亲自将林川几人带到楼上的雅间。不得不说，这雅间布置确实奢华，桌椅皆是上好木材，做工精细，椅子上还垫了羊毛垫子。公子想吃点什么？
掌柜脸上堆着笑容问道。林川没有废话，直接掏出一张20两的银票放在桌上，说道：本公子第一次来祁城，掌柜看着安排吧，多的就当是赏钱。掌柜一听，笑得更加谄媚，连连答应：公子放心，小的一定给你安排齐云阁的招牌菜。雅间不小，林川示意几人都坐下，这让他们显得有些局促。很快菜便上桌了，掌柜客气地问道：公子，本店有上等10里香。林川直接打断了他，说道：酒我自己带了，掌柜可否引荐一下你们东家？掌柜神色微变，但还是笑着问道：不知公子找我们东家所谓何事？我家是做买卖的，这次家中长辈派我出来历练，想跟你们东家谈一桩买卖。林川随口编造了一个身份。掌柜立马露出为难之色，道：不瞒公子，东家年纪大了，一般不见客，不过小的可以向东家通禀一声，至于东家愿不愿意见您。林川摆手笑道：无妨，你只需告诉你们东家，这桩买卖让他只赚不赔。掌柜离开了，不消片刻，外面传来脚步声，掌柜率先进屋，躬身说道：公子，我们东家到了。紧接着，一名年过花甲的老者杵着拐杖进屋，他身着华贵锦缎，大拇指上那枚玉扳指更是价值不菲，显然不是一般的小本生意人能比的。林川等人起身相迎，冒昧叨扰，还望恕罪。老人微微一笑，说道：无妨。随即他便在林川对面坐了下来，问道：不知公子是何方人士，所做的是什么买卖？林川笑道：在下冒昧打扰，理应先敬您一杯，再谈买卖的事情。吕红连忙起身就要给对方倒酒，谁知那老者竟然伸手挡住了面前的酒杯，说道：老朽已经多年不饮酒，还望公子见谅。林川哪里看不出对方是压根没将自己放在眼里，不过他也不生气，而是自顾自端起酒杯，说道：我敢保证，这杯酒能让你齐云阁的每月收入提升2成，你确定不喝？然而对方依旧面无表情，甚至眼神中还带着几分嘲讽，说道：若是没有其他事情，恕老朽不奉陪了。看来是在下唐突了，请便。林川淡然说道，他没有刻意挽留，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生意合作切不可将姿态放得太低，否则将会被对方死死拿捏。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拆开酒坛的封皮，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忽然已经起身走到门口的老者忽然停下脚步，猛然耸动鼻翼嗅了几口，随即快速转身看着林川手中的酒坛，问道：这是什么酒？林川笑而不答，自顾自端起酒杯浅饮了一口。这让老人更加好奇，他径直走回座位，问道：公子这酒从何处购得？酒香如此浓郁，老夫生平未见。林川笑道：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生意，现在感兴趣了吗？感兴趣，当然感兴趣。此时老人脸上的傲慢与鄙夷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狂热与激动。这就是林川要的结果，只有双方处于同等位置，才能确保双方合作的公平性。吕红，给老东家上酒。林川伸手示意道。吕红给老者倒了一杯酒，老者迫不及待地端起来，放在鼻子跟前嗅了一口，浓郁的酒香让他脸上堆满了陶醉。林川一语不发，静静看着对方，只见老者又尝了一口，先是一脸痛苦，随即脸色逐渐舒缓，由痛苦变成享受，再变成陶醉。老东家，这酒如何？林川开口问道。老人名叫黄文彦，齐云阁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从小便跟着父亲打理酒楼，放眼南北，但凡能叫上名字的好酒他都喝过，却从未见过如此佳酿。色泽清澈，酒香浓郁，入口辛辣，入喉圆润，回甘绵长，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仙酿。恕老朽眼拙，从未见过如此佳酿，不知公子这酒从何处得来？黄老东家满脸激动，问道。此酒名为狼血，乃是我家族的独门秘方。林川回答道。听到这里，他自然明白，这酒便是林川跟自己谈的生意了。若说这酒能给齐云阁增加2成收入，确实是有些夸张了，毕竟齐云阁本就是齐城最好的酒楼，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定会首选这里。黄文彦一大把年纪，早已是成精的人，只见他不动声色地放下酒杯，问道：公子这酒打算怎么卖？林川也不主动开价，而是反问道：黄老先生觉得这酒值什么价格？老人目光闪烁，随即淡然伸出一根手指头，说道：这酒确实不错，但毕竟以往的市面上没有出现过，也不知道符不符合大众口味，老朽觉得1两银子1斤比较合适。林川淡淡一笑，看来老先生并没有多少诚意啊。你经营了这么多年的酒楼，必是酒里行家，10里香跟我这狼血相比孰好孰劣，自不必我多言。黄老东家也笑道：公子所言确实不假，不过对于我齐云阁而言，用你的狼血还是用10里香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甚至10里香酒力孱弱，客人喝得更多一些。黄老东家不愧为生意人，一下就看透了事情的本质。然而
林川却是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鱼肉送进嘴里，缓缓放下筷子，看着老东家说道：“据我所知，这齐城虽是你齐云阁一家独大，但有牌面的酒楼却有4、5家。你说，如果我去找其他人谈这笔买卖，你齐云阁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黄文燕顿时神色一变，只因林川这句话一下子刺中了他的软肋。正如林川所言，若是他将这个酒卖给其他酒楼，定会成为齐云阁最大的竞争者，甚至用不了多久，齐云阁那一批贵客都会被抢走。如此一来，齐云阁的地位迟早要被取代，这是黄文燕绝对不想看到的结果。那公子觉得这酒多少一斤？黄文燕此时后心已经开始冒汗，但还是尽量保持镇定。林川漫不经心地伸出3根手指头，说道：“3两银子一斤，而且先交1半定金，每次进购100斤可给2成优惠。”听到3两银子一斤，黄文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哪怕是在神都，能卖到这个价格的酒也是屈指可数。但他很清楚，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自己如果不买，有的是人买。好，就依公子所言，3两银子一斤。黄文燕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不过老朽有一个条件。黄老先生请讲。林川伸手示意。老朽的条件是，公子只能将狼血酒卖给我齐云阁，不能与其他人合作。林川淡然一笑，说道：“老先生还真是谨慎，我可以答应你，整个齐城我只与齐云阁合作，不会再卖给第2家。至于你是否转卖他人，以什么价格转卖，我概不过问。”谈到这里，这笔买卖就算是谈成了。黄文燕让掌柜取来150两银票，放到林川面前。这150两是定金，不知公子何时能把酒送来？林川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眼神中的担忧，估计是怕自己拿了银票就消失不见，但又不敢赌，万一自己找其他人合作呢？林川让范闲收起银票，回答道：“老先生放心，在下一定信守承诺，7日之内将100斤狼血就送到齐云阁。”好，老朽敬公子一杯，愿我们合作愉快。林川端起酒杯与之碰了一下，黄老东家明显还没适应狼血的刚烈，一大口下去，顿时面红耳赤。那老朽就不打扰各位用餐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这阵就行。黄文燕指了指掌柜的，随后起身告辞。第一单生意就这么谈成了，让林川心情大好，连忙招呼大家一起吃。其实林川对于自己的酒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是没想到自己开价3两银子一斤，对方竟然被没有还价，想必是怕自己另找买家。离开齐云阁，林川敏锐察觉到背后有人跟踪，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不用想也知道是齐云阁的人。不过想想也正常，对方花了150两银子，却连酒都没看到，自然得谨慎一些。但他们更关心的是，林川一行是直接离开，还是会去找其他酒楼合作？得知林川一行并未做任何停留，径直出城，黄文燕顿时松了一口气。东家，我们对人家的底细一无所知，便给了150两银子，要是到时候他不把酒送来怎么办？掌柜满脸担忧地问道。黄文燕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没有选择，因为那酒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只能赌一把。要不要派人跟着，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掌柜提议道。黄文燕摇了摇头，不用，以免弄巧成拙。离开齐城之后，林川一行径直前往云岚县。云岚县是云州位列前3的大县，无论是地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是齐城能比的。向前锋了解到，云岚县酒楼不少，但最顶级的酒楼有2家，一家是天香楼，另一家是福临门。这2家一直处于竞争关系，且彼此结怨已久。天香楼的东家姓谢，目前还没查出底细，不过这福临门却是大有来头，乃是云岚县刘家的产业。刘家在云岚县盘踞多年，根深蒂固。原本谢家老东家还在的时候，还勉强能与福临门分庭抗礼，可自从老东家病逝，天香楼便一落千丈。而且钱锋还提到，福临门的背后或许有大人物撑腰。钱锋去查一查，福临门的靠山是谁？是。钱锋应了一声，便独自离开。他曾在云岚县做买卖，肯定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让他去打听，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而林川与剩下几人则是牵着马在城中转悠。忽然林川注意到前方街边围着不少人，似乎在看什么热闹。林川出于好奇走上前瞥了一眼，只见一名膀大腰圆的女子跪在街边，身旁的木板上用黑炭歪歪扭扭写着4个字：卖身葬母。这女子宛如一座肉山矗立，宽厚的肩背绷紧麻衣布衫，狮鼻球结如磐石，浓眉之下那双眼睛只剩下2条缝隙，花岗岩一般的下颌，2条手臂更是比一般成年男子的小腿还要粗几分。林川很好奇，穷苦人家的女子如何能吃出这身材来？围观者不少，却没有一个人掏钱，只是当一个热闹。若是长相俊俏些，还有人买回去当媳妇，可长得如此惊世骇俗，成天看着估计会做噩梦。有人调侃道：“先不说其他，据说此女一顿能吃5斤米饭，一般家庭谁养得起？
面对周围那些毫不避讳的谈论和嘲讽，女子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公子，当下这世道，很多穷人都活不下去了，卖儿女、卖自己的事情，到处都有在发生。吕红开口说道。林川点了点头，但还是把手中缰绳递给他，走上前去问道：“你要多少银子？”听到林川的声音，那女子缓缓抬起目光看向林川，随后伸出5根手指头。林川每天微微一皱，问道：“50两。”女子摇了摇头，憨声憨气地说道：“5两，只要5两银子，给俺娘买一口薄棺，从今往后，俺这条命就是你的。”女子声线如牛，眼神之中带着几分恳求。林川倒也没想要买下她，但看到这样的情况，内心多少有些不忍。这样，我帮你娘买一口棺材，你先让她入土为安。女子眼神中闪过一丝狂喜，连忙磕头：“多谢公子，多谢公子。走吧，我带你去棺材铺。”女子站起身来，林川顿时感觉天都黑了一半，足足2米多的身高，普通成年人站在他面前就跟小孩一样，哪怕是林川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一路来到棺材铺，棺材铺老板见状，顿时脸一横，说道：“你怎么又来了？都说了我这是小本生意，挣死人的钱概不赊账。”林川一听便知道，他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了。“老板，把你这里最好的棺材给他。”林川走上前，开口说道。老板一愣，问道：“最好的棺材的15两银子，你给钱啊？”站在林川身后的吕红闻言，直接上前喝道：“让你给就给，谁差你银子还是怎么的？”说完，直接掏出15两银子递了过去。老板见到银子，脸上的傲慢之色瞬间被谄媚取代，连连点头：“好嘞，好嘞。”将众人领进铺子，指向正中间那口厚实的漆黑棺材说道：“这就是本店最好的棺材了，用的是上好柏木，而且上了5层大漆。”不等老板说完，那魁梧如铁塔一般的女子径直走上前，弯腰俯身，双手就这么抱着棺材直接扛了起来。霎时间，现场的气氛直接凝固下来，无论是林川等人还是棺材铺老板，皆是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他。如此厚实的柏木棺材，少说也有700-800斤，可他却像拧小鸡仔一样，直接一把抱起来放在肩膀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一点不觉得吃力，心平气和地问道：“老板，俺能走了吗？”“可以。”棺材铺老板颤颤巍巍地说道。此时他很庆幸自己之前那种态度竟然没把他激怒，要不然他那蒲扇一般的巴掌扇过来，自己不死也得半身不遂。只见女子扛着棺材便大跨步出门，径直朝着街头跑去，沉重的脚步声令人心神震颤，只留下林川等人站在风中凌乱。然而他们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只见那铁塔一般的女子竟然扛着棺材狂奔了回来。只见她径直冲到棺材铺门口，面部红心不喘地问道：“公子，俺叫翠花，俺回头去哪里找你？”林川很想让他先把棺材放下来，可见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感觉没必要多此一举。“我天黑之前出城，你到城门口等我即可。”林川说道。“好嘞。”说完，翠花再次扛着棺材一溜烟跑远了。林川一脸的不可思议，喃喃道：“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龙吧？”原本他只是想单纯的帮他一把，可见到他那惊人的力量之后，林川反倒觉得这样的奇才定不能埋没了。这莫不就是传说中的金刚之体？范邪满脸震惊地说道。林川一愣，问道：“金刚之体有什么说法吗？”“公子，以前听人说世间有一种奇人，天生神力，体魄无双，被民间称之为金刚，咱们营里的大牛便是如此，这姑娘大概也是这种人。”范邪回答道。林川点了点头，说道：“这要是男儿身，定然是一员沙场猛将，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过，至于是真是假，不得而知。”范邪笑道。几人刚离开棺材铺，钱锋便赶了回来：“公子，我回来了，怎么样？”林川问道。打听到了，福临门之所以在几年前一举压过天香楼，是因为福临门的背后有云岚县校尉撑腰。钱锋小声说道。云岚县校尉是谁？林川问道。云岚县校尉名叫张俊，乃是张继的堂弟，真是冤家路窄。林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道。他这次出来给白酒找销路是一方面，但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调查土宝事件。叶世珍的意思是大将军不会亲自插手，林川只能自己查。不过叶世珍在密信中表示，只要证据确凿，大将军会为其兜底。这对于林川而言是扳倒张继的唯一机会。当晚他便将寇悔叫来，准确询问了关于土宝的所有消息和细节。如今土宝已经付之一炬，仅凭那些女子和兵甲想要扳倒张继根本不够，甚至有可能被对方倒打一耙。林川要做的就是将土宝背后隐藏那些线索全部挖出来，但其中牵扯到其他线，自己直接带兵来调查无异于授人以柄，所以他只能暗中调查。
从之前扣回给出的信息中，林川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那支商队从土堡之中带走兵甲和那些女子之后，竟然是朝着云州东面而去。很显然，这种贩私商队是绝不可能走关隘出关的，而且近些年来北疆关隘大多封锁，两国之间不通往来，那么这支商队必然有一条隐秘的出关线路。可北境疆域辽阔，只有一些要掠之地布置了兵力防守，大多地方只有日常巡防，至于一些险要之地更是毫无人烟。紧接着林川便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对方既然是朝着东面走，那东面那些县城之中会不会有人接应？抱着这个疑问，林川决定暗访，顺便为白酒找点销路。其实云岚县才是林川此行的第一站，启程只不过是路过，顺便做一单买卖。在得知驻守云岚县的校尉竟然是张继的弟弟之后，林川心中便有了计较。走，去天香楼。天香楼与福临门都处于云岚县城繁华地带，而且两家是门对门，仅隔一条街道。哪怕此时并不是饭点，福临门依旧是一片忙碌，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反观天香阁则是冷冷清清，一个客人都没有。除此之外，林川还注意到好几名福临门的小厮竟然在门前的街道上揽客。几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咱们福临门是这云岚县城最好的酒楼。那名小厮一边介绍，一边伸手来牵林川的马。林川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身后的前锋则是挡在他跟前，冷声喝道：干什么？那小厮眼底闪过一丝怒意，但很快就换上谄媚的笑容，说道：几位也不要误会，小的不过是想给你们牵马。林川没有理会他，而是径直朝着天香楼走去。那小厮见状连忙挡在他跟前，这位公子，吃饭还是咱们福临门的味道好些？林川剑眉一蹙，冷声问道：怎么，这是要当街硬抢吗？哟，公子瞧您说的，小的不过是善意提醒，谁不知道天香楼宰客，特别是针对公子这样的外来人。这小厮就是一滚刀肉，继续死缠烂打。滚！林川冷声喝道。那小厮还想说什么，可看到林川那双冷漠的眼神，顿时将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退到一边。看着林川等人进入天香楼，那小厮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之色，随即快步回到福临门，将情况禀报给一名满脸痞气的中年汉子。那汉子听说还有人敢去天香楼吃饭，顿时一怒，还真有不怕死的，盯着他们。刘爷放心，小的这就去盯着。那小厮躬身回应了一声，随即小跑出去。进入天香楼，只见偌大的大堂之中，空荡荡的几十张桌子，却没有一个客人。店小二把桌椅都擦得能当镜子了，掌柜坐在柜台跟前，双手托着下巴，不断唉声叹气。在营业吗？忽然门口一道声音传来，让所有人瞬间来了精神。店小二都不敢相信，福临门都当街抢客，就差堵他们店门了，竟然还有客人上门。在营业呢，几位里边请。店小二连忙迎了上去，掌柜见状连忙迎了上来，一把将店小二扒开，亲自上前迎接。好不容易来一波客人，可别放跑了。几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我们这儿有上好的陈酿，新鲜的羊排，还有……林川笑着问道。掌柜的，请问你们东家在不在？掌柜神色中闪过一丝戒备，问道。公子找我们东家有什么事？我找他谈一桩买卖，如果方便的话，劳烦通禀一声。公子稍等，我这就去跟问问东家。掌柜答应了一声，随即小跑着上楼。那店小二也是精明之人，连忙给林川等人看了茶，而林川则是对范协几人小声交代道：你们去查一查有关张俊的事情，以及这云岚县中的势力。几人点了点头，随即出门离去。不多时，掌柜回来，客气说道：公子，我们少东家在后院，让我请您过去，劳烦带路。林川笑着点头，随即提着一壶酒跟了上去。林川跟随掌柜上楼，又穿过一道后门，竟然是一座吊桥，来到一座僻静小院跟前，还未靠近，林川便闻到了淡淡的墨香。公子，我们少东家就在里边，您进去吧。掌柜将林川领到门口，侧身而站，做了个请的手势。有劳了。林川点头致谢，随后推门而入。走进这座三面临窗的阁楼，只见一名身着白衣、头束玉冠的男子正坐在书桌跟前奋笔疾书。那一手小楷秀美而不失刚劲，一笔一画虽在规矩之内，却又神形兼备。林川还发现这屋内墙壁贴满了宣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并非书画，而是农商治理方面的策略，这不由让林川顿感错愕。他写得入神，以至于林川进屋都没有发现。林川看得起兴，也没有出声打扰。当男子落下最后一笔，将手中狼毫放在笔架上，这才注意到客人已经到了书桌跟前。他一拍脑门，连忙起身。呀，我这走神的老毛病又犯了，兄台勿怪。林川摆手笑道：少东家言重了，这一手好字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岂有怠慢之理。男子笑着招呼林川入座，随后有亲自沏茶，介绍道：在下谢之命，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在下临川。临川没有隐瞒，如实说道。谢之命在听到这个名字，不由得神色微微一变，试着问道：敢问，可是狼风口一剑射杀胡杰主将的林校尉？临川没想到对方竟然知道自己，点头道：正是在下。谢之命连忙起身，对着他躬身一拜：草民谢之命，见过校尉大人。临川连忙起身搀扶住他：谢兄不必多礼，我本次前来不为军务，而且这里也不是军中。谢之命的眼神中满是激动，说道：林兄的英勇事迹可是传遍整个北境，无数人都视你为榜样，没想到今日谢某竟能得见真容，更没想到林兄竟如此年轻。谢兄过奖了，戍边杀敌乃是吾辈边军的使命。二人寒暄一番，茶也煮好了，谢之命先给林川倒了一杯，随后又给自己倒上。我这里只有粗制劣茶，林兄别介意。谢兄哪里话，这喝茶与喝酒一样，主要看跟谁喝。哈哈，林兄此言甚妙，甚妙啊！谢之命大笑道。说到喝酒，谢兄这天香楼如此大的牌面，为何这般冷清？林川打破僵局，逐渐进入正题。谢之命轻叹一声，放下茶杯说道：此事说来话长啊。林兄你有所不知，这天香楼本是家父留下的产业，他前些年病故之后便交到我的手中，我本就不善经营，全靠家父当初留下的人气以及前堂后厨的班底，才勉强维持跟福临门分庭抗礼的局面。然而3年前云岚县城换了一位校尉，与刘家走得很近，而福临门又是刘家的产业，以至于很大一部分客流都被福临门抢走，这原本是正常竞争，我也认了。谁曾想接下来那张校尉隔三差五就让手下的兵痞来我这店里吃白食不说，还动不动就耍酒疯，殴打其他客人。我一个做买卖的，哪里得罪得起人家军方的人，只能替他们赔钱。说到这里，谢之命的眼神中涌现出一丝愤怒。之后福临门更是肆无忌惮当街抢客，谁要是敢来我天香楼，出门定会被他们报复，久而久之，就算是那些老主顾也不敢来了。林川点了点头，说道：这一点我进门之时便已经领教到了。谢之命满脸愤懑，却无可奈何，说道：说到底都是因为福临门想要吞掉我天香楼，当初家父刚离世的时候，福临门的当家便找到我，想出5000两银子买下天香楼。先不谈5000两这个价格有多欺负人，天香楼于我而言毕竟是家父留下的产业，我岂可轻易变卖。2个月前对方再次找到我，这次更过分，直接开价500两，并放话说如果不卖就等着彻底烂掉。林川闻言也为之一怒，说道：这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唉，事到如此，谁有权有势谁说了算，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那谢兄准备怎么办？林川问道。还能怎么办？我准备遣散伙计，关门歇业了。谢之命满脸无奈地说道。我倒是有个法子，能救活你的天香楼，不知谢兄有没有兴趣？林川看着谢之命问道。谢之命一听，顿时露出激动之色，问道：林兄此话当真？当然。林川说完，将带来的那坛酒拿到桌上，说道：这是我酿制的酒，谢兄尝尝看。谢之命眼底闪过疑惑之色，他不知道林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取来2只酒杯。林川揭开酒封，倒出2杯，霎时间浓郁的酒香充斥整个屋子。谢之命满脸惊愕之色，端起酒杯先是闻了闻，随后浅尝了一口。这是什么酒？谢之命满脸震惊地问道。林川淡笑道：此酒名为狼血，是我前不久才酿造的。谢之命再次将酒杯送至嘴边，喝下第2口，酒劲凶猛，但浓香醇厚，此等佳酿举世难求。谢无量对此酒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谢兄觉得这酒能否让天香楼起死回生呢？林川问道。谁知谢无量却是再次叹息道：林兄有所不知，天香楼的根结不在此，而是在于没人敢来。林川自然知晓，说道：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解决掉张俊呢？谢之命满脸震惊，他归根结底不过是个生意人，而林川要动的却是手握兵权的云岚校尉，这让他如何不震惊？林川自然是看出了他的担忧，笑道：谢兄不必紧张，这件事情我自己去做，不会把你牵扯进来。听到这话，谢之命暗自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又露出担忧之色，说道：林兄有所不知，这张俊的背景可不简单，他哥哥张继乃是漠北节度府一位大人物，在这云岚县更是与刘家勾结，就连县令都得认其驱使。林川缓缓放下酒杯，笑道：张俊的后台我知道，至于刘家也有所耳闻，但这些都不需要谢兄操心，你只需要答应我，若我帮你重振天香楼，以后天香楼就用我的酒，3两银子1斤。谢之命一脸错愕，也只有在神都或是富庶的江南那些奢靡之所，才能卖出3两银子1斤的价格，而且这并非酒本身的价格。但真正让他不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谢某与林兄虽是初次见面，
但也能感受到林兄并非贪财之人。虽说这狼血确实值这个价，可谢某实在想不通，林兄堂堂校尉，为何要自降身份做买卖？谢之命一脸笑意地看着林川问道。林川闻言苦笑道：谢兄，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我手下1000兄弟跟着我出生入死，每日吃喝用度就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再则朝廷的情况想必你也清楚，1年半载也发不了军饷，就算发下来，层层克扣之下，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几个铜板？谢之命眉峰微挑，林兄做酒水买卖是为了给手下军卒发军饷？正是。林川点头说道。想不到在如此腐朽的天下，还有林兄这等人，谢某佩服，我敬林兄一杯。谢之命起身，双手举起酒杯，躬身相敬。林川也连忙起身，端起酒杯说道：谢兄过誉了，林某愧不敢当，不过是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就苍生。听闻此言，谢之命顿时陷入沉思，口中喃喃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就苍生。林兄，这句诗是你所作？谢之命满脸惊讶地看着林川。不过是随心感慨而已。林川摆手道。满脸激动的谢之命竟直来到案头前，提笔舔墨，将刚才那句诗写了下来，连连夸赞，随口感慨便是如此经世之作，字字珠玑，尽显苍生大义。紧接着谢之命自嘲笑道：枉我谢之命自诩饱读诗书，今日见了林兄才知道自己不过是穷酸腐儒，简直令人贻笑大方。谢兄切莫妄自菲薄，我见你这满墙丹青皆是治国良策，像你这等胸有韬略之才，为何不投身庙堂呢？林川好奇问道。谢之命摇头苦笑道：林兄有所不知，我谢家本是书香门第，奈何凋零数代，到我父亲一代已然是靠做买卖讨生活。我虽从小立志靠读书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奈何如今这世道寒门学子，哪怕你有经世治国之才，若无强大的背景，你终其一生连仕途的门槛都碰不到。林川暗自点头，谢之命如此，陈景尧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天底下像他们这般寒窗苦读10余载，最终却只能进入世家门阀当一个幕僚，空有一身学识才华，却无施展的机会，这样的寒门学子不知凡几。我认识一位读书人，自知读书没有出路，便弃笔从戎，投身边疆。他曾给我说过，圣贤书中写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林川正色说道。听闻此言，谢之命眼神中闪过一缕金光，叹息道：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看来我这些年的书果真是白读了。谢兄此言差矣，这世上没有白读的书，也没有白走的路。若干年后再回首，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当年的影子。哈哈哈，林兄说的在理，我借你的酒，敬你一杯。谢之命似是解开心结，爽朗大笑道。二人是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谢之命让掌柜做几道招牌菜送过来，与林川边吃边聊，一直聊到下午，林川才离开天香楼。然而他刚来到街道上，一名穿着华贵满脸痞气的男子便带着一众汉子将林川围住。林川扫视了一圈，发现赫然有之前要拉自己去福临门吃饭的那名小厮，这让他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来头。阁下这顿饭吃得可好？领头那名华服男子满脸恶笑地走了上来，问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福临门的东家，也是云岚县刘家的嫡系刘痴。林川淡淡瞄了他一眼，笑道：酒足饭饱，阁下有何指教？刘痴冷笑一声说道：没什么指教，只是想给你长点记性，以后这天香楼还是不要去为妙。哦。林川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问道：可我就觉得天香楼的菜合我口味怎么办？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刘痴眼神中闪过一抹怒意，喝道：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不知道云岚县谁说了算。说完他抬手便是一巴掌朝着林川扇来。然而就在他的手掌即将扇中林川的时候，只感觉手腕一紧，原来是林川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刘痴顿时一怒，喝道：狗东西，你竟敢还手！话音未落，林川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他的脸上，刘痴当场被扇懵了，只感觉脸颊一阵火辣辣的疼。狗杂种，你敢打我！砰！回应他的是一记重拳，直接将他鼻梁骨打碎。霎时间刘痴满脸鲜血，跟随而来的一众打手也是呆滞原地。这么多年来还没见有谁敢动刘家的人，更何况还是在福临门的门口。饭桶，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废了他！刘痴的怒吼声让这一众打手回过神来，纷纷上前就要动手。砰！啊！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声惨叫传来，几名打手还没反应过来，便被人从身后放倒。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返回的范邪、钱锋等人。他三人虽非军武出身，但经历上次狼风口外一战，身上的血性也早已被激发出来，对付这种地痞流氓不在话下。
公子，你没事吧？林川不屑地扫了刘痴一眼，说道：若是连这等宵小都收拾不了，我林川还当什么校尉？听到林川二字，刘痴身体猛然一颤。如今的北境，谁不知林川大名？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遇到了这位北系军中的后起之秀。可他很快就稳住心神，毕竟这里是云岚县，不是狼风口。刘家庞大的势力，再加上与张校尉的关系，林川不过只带了几个人，断然不敢乱来。林川，你可要想清楚，这里是云岚县，我乃是刘家嫡系，你若敢动我，断然走不出县城。刘痴原本是想搬出自己的后台，让林川知难而退，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句话让他丢了性命。只见林川冷漠一笑，说道：我本不想杀你，可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偏要试一试。说完，林川用力一推，刘痴连连后退。吃！还不等他站稳，吕红一把抓住他，手中匕首直接从刘痴的脖子抹过。刘痴瞪大双眼，满脸的不甘与恐惧，身体缓缓倒地。走吧，出城。林川翻身上马，带着几人径直出城。估计用不了多久，刘痴身死的消息便会传遍云岚城，到时候城门关闭，自己等人再想出城就难了。然而当他们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发现还是晚了一步。只见数十名守城士兵持刀立守在这里。大人，对方似乎已经接到消息了。林川点了点头，说道：城门并未关闭，直接闯过去。刷刷刷，战刀出鞘，林川猛然加速，径直朝着那一队士兵冲去。吕红、范邪等人紧随其后。之前为了躲避排查，他们将战刀藏在了马腹之下，为的是以备不时之需拦住他们。只听一声大吼传来，那一众士兵直接持刀冲了上来。然而面对疾驰而来的六骑，一众士兵顿时生出畏惧之感。对方虽然只有6人，可一个个都带着冰冷杀意，让他们心生忌惮。挡我者死！林川一声冷喝，手中战刀闪烁着射人寒芒。那一众士兵当场被吓得退至两旁。然而林川等人冲至城门跟前，却发现一排巨马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名男子出现在城门之上，对着下方的一众士兵大喝道：所有人听令，将这几名贼人拿下，谁敢怯战，军法处置。随着这一声令下，那一众士兵再不敢后退，纷纷朝着林川等人围上来。与此同时，两侧也涌出数十名手持长枪的士兵。林川脸色瞬间一沉，他深知云岚县这些士兵的战力虽然不怎么样，但人数众多，一旦被围住，他们将很难脱身。公子，俺来了！就在这时，一声大吼传来，只见一名身形魁梧如金刚的女子从城门外冲了进来，正是安葬母亲之后在此等候林川的翠花。只见他顺手举起一架巨马桩，朝着那一众士兵砸去，那数百斤重的巨马桩竟被他轻松举起，随手抛出数丈远，将一众士兵压倒。整个过程潇洒自如，如吃饭喝水一般轻松写意。紧接着，翠花再次抓起一架巨马桩甩了出去，将另一边的几名士兵砸倒，顷刻间哀嚎遍地，惨叫连连。公子快走！翠花径直来到林川身边，哪怕林川坐在马背上，也只能与他等高。一起走！林川大声说道。翠花纯真一笑，道：俺没事，你们走了我随后跟来。对于翠花而言，林川给了自己银子安葬母亲，那从今以后自己这条命就是他的，哪怕明知与官兵作对是造反的行为，他也毫不在乎。你们先走。林川对钱锋等人说道，随即又看向翠花，说道：翠花，一起走，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不要你。翠花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连忙点头道：俺听公子的。一行人竟直冲出城门，至于那些士兵早已经被吓傻，再不敢追上来。然而几人刚出城，城楼之上便开始放箭。好在林川早有预料，让大家伏于马背，御马蛇形前行，这才避开了大部分羽箭。忽然钱锋闷哼一声，竟是一支羽箭射中了他的后背。幸运的是，此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对方的射程。林川让吕红与钱锋共乘一骑，背着钱锋走，而翠花则是骑吕红的马。然而当翠花骑上战马的瞬间，战马四蹄颤动，险些跪下，显然是这个重量让他有些吃不消。快走！林川大喝一声，让众人先行，而他自己则是留在最后面，取出破甲弓，迅速组装起来。很快后方便传来了马蹄声，10余骑快速追来，给我追，别让他们跑了。林川调转马头，从容不迫地取出一支铁箭搭在弓弦之上，咻！只见林川一箭射出，冲在最前面那名骑兵仰面摔下马背。林川熟练开弓，眨眼间便放倒4人，剩余几人见状，连忙调转马头后退。只不过他们并未走远，而是在数百步之外盯着林川。就这样与对方对峙了片刻，林川估计钱锋等人已经走远，这才调转马头离开。果然
后方的几名骑兵迅速追了上来，但碍于对林川破甲功的忌惮，始终保持着距离。林川策马奔腾，一炷香之后便追上了钱锋等人。此时钱锋后背已经是血红一片，还好没有伤及要害，我帮你把箭头拔出来，忍着点。钱锋脸色苍白，点头道：大人尽管来，这点痛我还忍得住。林川先是用匕首将他后背的衣衫割开，然后小心翼翼地拔出箭头。钱锋紧咬牙关，口中传来闷哼声。随着箭头拔出，伤口开始大量冒血，林川立马用纱布按了上去，随后撒上金疮药粉，又用纱布将其包了起来。做完这一切，钱锋早已是满头大汗，不过神色也缓和了很多，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咱们是兄弟，无需客气。林川擦拭着手上的血迹，随后对吕红说道：你马上带钱锋离开，去附近寻找医馆。吕红神色一愣，问道：那你们呢？我们在这儿等人，好戏即将上演。林川淡淡说道，随即将手中的金疮药粉递给了对方，说道：记住，换药的时候用这个药粉，趁着天还没黑赶紧走。钱锋二人离开之后，林川也带着几人离开，不多时身后便传来密集的马蹄声，显然对方追上来了。还有多远？林川对范邪问道。还有3里。范邪回答道。速度放慢一些，别让他们跟丢了。林川小声提醒道，紧接着又看向翠花笑道：翠花，你那匹马脚力差一些，你走前面，我们一会就追上来。好的公子。当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消失之时，一行武骑来到一片开阔地带，前方是一片桦木林，官道自桦木林中横穿而过，两旁的笔直的桦树就像是一列列手持钢枪的士兵。后方大片马蹄声传来，100余骑气势汹汹追了上来，进入开阔地之后迅速散开，径直朝着林川等人围了上来。围上去，别让他们跑了。只见一名身着孝玉甲的男子大喝一声，那100余骑仿佛狩猎一般，将林川等人团团围住。林川横刀立马，眼神中看不到半点慌乱。范邪与另外2名死字营成员分别站在林川身后，反倒是翠花翻身下马，直接冲到林川跟前，眼神之中露出凶悍之色。全然没有注意到驮着他奔行一路的那匹战马已经口吐白沫，4腿颤抖跑啊，怎么不跑了？那名身穿孝玉甲的男子满脸杀机，盯着林川几人。见到此人，林川不用询问便知道他便是张继的弟弟张俊。一来是样貌与张继有几分相似，而且整个云岚县就只有一套校尉甲，其主人便是张俊。你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刻意在这里等你呢？林川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看着张俊问道。张俊眼底闪过一抹异色，随即冷笑道：等我砍下你们的脑袋吗？林川淡淡一笑说道：惦记我这颗脑袋的人很多，可现在它依然长在我的脖子上，你若有本事大可以来拿去。当街杀人，硬闯哨卡，射杀士兵，如今更是在我面前大放厥词，我很好奇是谁给你的胆子？张俊那冷漠的目光宛如刀子一般在林川身上游走。张俊一直来到距离林川10步距离才停下，不过他很谨慎，身旁的亲兵个个迟钝，显然是对林川的破甲功十分忌惮。若论胆子，鄙人怎么能比得上张校尉？掳掠良家女子，私藏兵甲卖给胡杰人，与这些罪名相比，我杀一个地痞流氓又算得了什么？林川淡然说道。然而这番话却让张俊脸色巨变，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响。几日前土堡这个据点被人拔除，藏在里面的女子和兵甲全部被人洗劫一空，到现在都还没有查出眉目。他正愁着没办法向兄长交代，可眼前这男子竟然一口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这如何让张俊不震惊？直觉告诉他，眼前这少年10有8九便是洗劫土堡的人，就算不是主谋，也绝对是知情者。可他不明白对方为何要将自己引出云岚县。联想到之前对方那句在等自己，张俊瞬间意识到了不妙。拿下他们！张俊忽然大喝一声，咻咻咻！霎时间漫天破空声从周围的桦林中传来，伴随着成片的惨叫声，张俊带来这100余人死伤近半。张俊脸色巨变，就要下令撤退，便密林之中传来阵阵喊杀声，紧接着大批甲士从四周冲了出来，足足有200人，瞬间便对他们形成了反包围。唐奎然手持一杆长枪，身后是200身经百战的老卒，此前一直潜伏在桦木林之中。张俊此时已经来不及多想这些人是什么身份，从何处而来，此时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翠花，抓住他！公子放心，他跑不掉的。翠花径直朝着张俊冲了上去。见到肉山一般的翠花朝着自己冲来，张俊顿时大惊失色。给我挡住他！张俊大喝一声，一众亲兵举着盾牌朝着翠花压来。面对这面铁墙，翠花连看都没看，直接撞了上去，伴随一道沉闷的声响，10余名亲兵直接横飞出去，
不少人口吐鲜血，手中盾牌更是飞出去。老远张俊见那宛如一尊金刚的女子朝着自己冲来，再不敢停留，连忙调转马头就要离开。然而刚才跑出去2步，便听到战马发出一声嘶鸣，紧接着张俊发现自己连同胯下战马竟然悬空转动起来。扭头一看，他险些被当场吓死。只见那女子竟然一只手拽着马尾，将他连人带马当成大锤给抡了起来。几圈抡下来，张俊只感觉昏头转向，胸腹更是一阵翻江倒海。只见翠花大喝一声，抓住马尾的手一松，张俊连同战马一同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战马嘶鸣一声，站起来想要跑，结果刚起身便跌跌撞撞倒下了。张俊只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一般，他正要忍痛起身，却发现一只如小型盾牌般的脚底板直接落在他的胸口。霎时间，张俊听到自己体内传来一声声脆响，那是骨头断裂的声音。翠花，收着点，留他性命。就在此时，林川的声音传来。只见林川翻身下马，大步走了上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现在你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了吧？你到底是谁？张俊嘴里不断吐血，眼神中满是恶毒的杀意。忘记自我介绍了，鄙人林川，就是你家兄长一直想要杀之而后快的那个林川。听到林川2字，张俊目光陡然一缩，瞬间联想到了很多事情。竟然是你，果真是你！竟然是你，是指他没想到林川竟然会出现在云岚县。果真是你，是指洗劫土堡的人果然是林川。你要是不想你的人全部死在这里，最好下令让他们束手就擒。林川抬起目光扫视一圈，发现这100余骑已经死伤大半，只有30余人在苦苦支撑。面对唐奎然带来的200老卒，他们根本就没有一战之力，就算是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展开厮杀，张俊手下的兵也没有半点胜算。住手！张俊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他很清楚自己手下这些兵都是什么货色，真要拉上战场，那完全就是敌人眼里行走的军功，就算负隅顽抗，也不过是多坚持片刻而已，最终的结果就是全部被斩杀于此。林川，我可是云岚县校尉，你公然带兵挑事，就不怕节度府问罪吗？张俊咬牙喝问道。林川一脸冷笑地看着他，说道：你猜我为何把你引到这里来？听闻此言，张俊内心顿时生出一股凉意。林川之所以将他引到此处，一来是不方便带大量兵力进城，再则城内耳目众多，一旦在城内动手，很容易留下把柄。所以林川才当街杀死刘痴，再刻意与守城士兵发生冲突，并且沿途故意放缓脚步，为的就是引张俊出城。既然是为了查土堡背后的线索，林川又怎么可能没有防备呢？离开狼风口之前，他便让唐奎然召集200好手跟随。之前在天香楼的时候，林川便让钱锋等人传讯给唐奎然，这才有了这场引蛇出洞的伏击。看着林川脸上那若有若无的冷笑，张俊只感觉头皮发麻，颤声道：林川，你要是杀了我，那就是残杀同袍，等同于造反，节度府问罪下来，你脱不了干系。林川却是摇了摇头，说道：你想多了，我不会杀你，而且还会让人把你送到节度府。听到这话，张俊瞬间明白，对方是要拿自己问罪，想要以土堡这起案子来扳倒自己的兄长。想到这里，他非但没有担心，反倒是得意大笑起来。哈哈哈，林川，你以为拿了我就能扳倒我兄长吗？你未免太天真了。先不说这件事情能否传到卢帅耳朵里，就算卢帅知道了又如何？张俊如此有恃无恐，定然是知道他哥哥张继的后台，就算是卢运筹也得忌惮3分，哪怕真的事情败露，最终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我保证肯定会传到卢帅的耳朵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张俊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着月白蓝衫的青年男子迈步走来，身后跟着4名亲卫。叶世珍，你怎么会在这里？张俊脸色彻底变了。倒不是畏惧叶世珍，而是因为叶世珍出现在这里，是否代表了卢帅的意思？叶世珍自然也是林川叫来的，毕竟这件事情终究还得通过他将消息带给卢运筹。张俊掳掠百姓，私贩兵甲，通敌卖国，给我拿下，押回节度府发落。叶世珍一声令下，身后几名亲卫直接走上前来。此时的张俊脸色煞白，只能任由几名亲卫卸掉兵器铠甲，缚住双手。先生来的真够及时啊！林川笑着跟叶世珍打招呼：你都亲自来信了，我哪敢怠慢？叶世珍笑着回应道。2人寒暄了一番，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林川问道：眼下天色已晚，不如先返回云岚县暂住一晚，明日再启程回节度府如何？也行，正好云岚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叶世珍点头道。一行人押着张俊和那100余名士兵返回云岚县。叶世珍手持卢帅令牌，自然是无人敢拦。进城之后，叶世珍直奔军营，召集营中所有士兵到教场集结，
由临川的人全程监管，所有人不得离开。教场四周篝火通明，唐奎然带着200人密切监视着场中一举一动，但凡有异动，可就地处决。一众士兵虽不明情况，但也能猜到，定然是发生了大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叶世珍正在亲自审问张俊，他作为云岚县校尉，手下定然有不少自己的亲信，而那些人多半也参与到了土堡事件中，必须一网打尽。不到半个时辰，便有10多名张俊的亲信被带走，大多都是标长、师长，全部被关进军营大牢之中。一直到深夜，张俊及其心腹全部被关进大牢，教场士兵回营休息，但临川依旧让唐奎然分出部分人轮流看守。校尉府中，临川与叶世珍相对而坐，看着杯中黄酒，叶世珍不住叹息，比起狼血，这酒真是寡淡无味啊。临川笑道：我的酒坊已经开始大量酿制，以后先生的酒我包了。叶世珍指着临川笑道：我明日回去，先向卢帅参你一本，就说你贿赂上级。临川自然知道这是玩笑话，接着说道：先生只带了几名亲卫，要不明日我派些人手，帮你把张俊等人送回节度府。叶世珍点了点头，说道：也好，以免出现变故。2人对饮一杯，临川又主动给叶世珍倒了一杯，问道：张俊招了吗？叶世珍点了点头，说道：招是招了，不过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并未提及张继。看来他是想一个人抗下所有罪责，保全张继了。叶世珍抬起目光看着他，问道：你觉得这件事情主谋是张继？临川神色变幻，他从寇悔的口中已经隐约得知，在张继的背后还有一只大手在操控，而且无论是张继还是土堡，都不过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但临川没想到叶世珍竟然也从中看出了端倪。面对这一询问，临川只能故作惊讶地反问道：难道不是？叶世珍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其实就算张俊全盘供出，想要以此扳倒他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临川微微点头，对于这一点他其实已经想到了，毕竟张继的后台摆在那里，但若是事情败露，张继也不可能继续留在北系军中任职，这对于自己而言威胁就小了很多。北系军中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官，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自己的背景，张继的后台是他那个位居户部尚书的老丈人，所以就算这件事查到他身上，也要不了他的命。对于北系军而言，掳掠良家女子还是贩卖兵甲都是大事，但对于卢帅个人而言，这些都算不得大事，毕竟他在乎的是北系军的稳定。叶世珍盯着临川，脸色无比严肃，继续说道：这些年朝中权贵和世家门阀明里暗里都在往北系军安插人，有的是来镀金的，有的则是试图夺权。听闻此言，临川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一时间众多念头涌入脑海。此前他觉得北系军始终被胡杰人压一头，以至于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这定是卢运筹拥兵自重的结果。可上一次面见卢运筹，虽然并未深入了解，可临川却发现他并非庸碌之辈，自己甚至能从他的只言片语间感受到一丝丝的无奈。现在看来，还是自己太年轻，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卢运筹看似北系军主帅，可北系军并非他一个人说了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朝堂派系，或世家门阀，甚至很多人明里暗里都在想着如何从他手中分走兵权，甚至在将来的某一天取而代之。但卢运筹哪怕明知这些人的身份和目的，却不能轻易动他们，否则自己乃至整个北系军都将成为那些人背后势力的公敌。就好比张继，他老丈人执掌户部，北系军的军饷粮草都得从他手底下过，所以哪怕明知张继那些小动作，卢运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像张继这样的人，北系军中比比皆是，卢运筹若是将其全部铲除，最终的下场要么解甲归田马放南山，要么就跟南疆主帅苏定方一样。忽然临川的脑海中不由得冒出另外一个念头，有没有一种可能，张继贩卖女子和兵甲这些事情，卢运筹早就知道，他之所以假装不知道，就是想让别人来动张继，并以此向张继等人开刀，而自己却阴差阳错成了那把刀。临川想到之前叶世珍说让他放手去查，一切由他兜底，再想到那句被利用不可怕，就怕自己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临川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猜想。霎时间，临川顿时一激灵，后心冒出了细密的冷汗。叶世珍则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道：林兄弟，你我相识一场，叶某也十分钦佩你的能力和为人，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可以当一把刀，但绝不能甘心永远当一把刀，而是要当拿刀的那只手。临川点了点头，再次道谢，多谢先生指点。紧接着临川又问道：那叶先生呢？你属于哪个利益团体？此言一出，叶世珍尽管脸上依然带着笑，可眼神却微微一凝，直视着临川。许久之后，他才缓缓开口道：青州叶氏。青州叶氏。
哪怕林川的前身只是一个边关小卒，也曾听过这个昌盛了300多年的顶级门阀。叶氏以经学传家，300年来，这个家族走出了无数名家大儒，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朝堂之上，更是随处可见叶家的身影。迄今为止，更是出了3位宰相、5位尚书、12位侍郎，放眼天下，能与青州叶氏相比的，也不过那么2-3家。陇西李氏、琅琊王氏，就连日渐衰老的清河崔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叶世珍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便是你们口中的门阀子弟，在外人看来，我们一出生便是锦衣玉食，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是风光无限。可只有真正生在这样的环境，才知道大家族的子弟很多时候更加悲哀。我们从一出生开始，便被家中长辈把一生都给安排了，从读书入仕到娶妻生子，无论大小事，自己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叶世珍苦笑一声，说道：“我那妻子同样出身显赫，可成婚之前，我与她连面都不曾见过，成婚之后更是相敬如宾，如同枕边睡了一个陌生人。”说完，他端起酒杯，自顾自饮了一大口。对此，林川不知道说什么，准确说，他连接话的资格都没有。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在门口。“校尉大人，出事了！”苍蝇的声音传来。林川闻言不由得心神一紧，问道：“怎么回事？有人劫狱？”苍蝇神色凝重地说道。叶世珍神色巨变，问道：“张俊等人都被劫走了？”“没有，但全部都被灭口了。”苍蝇切身回应。“那劫狱之人抓住了吗？”叶世珍连忙追问。张俊再次摇头。那些人得手之后，也都选择了自尽。听到这里，叶世珍与林川对视一眼，二人脑海中同时冒出2个字：死士。走，去看看。出了这档子事儿，这酒也没心情喝了，迅速起身赶往大牢。此时大牢已经被全面戒严，在来的路上，林川得知对方一共来了7人，个个实力强悍，哪怕看守大牢的是死字营中的好手，也抵挡不住。片刻间，6名死字营成员惨死。唐奎然得知消息，第一时间赶了过去，而那7名死士已经被先一步赶去的死字营成员堵在监狱之中。原本他们还想着冲出去，结果被唐奎然一人一枪堵住了去路。眼看围堵的死字营成员越来越多，这些死士自知没有活路，几人果断选择了自尽，全程没有半点犹豫。来到监狱中，林川查看了这6名死字营成员的伤口，皆是一刀毙命，每个人身上都找不到第2处伤口。看着6名死字营兄弟冰冷的尸体，林川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身上的杀意更是不受控制的席卷而出，哪怕是身旁的叶世珍和唐奎然都能感受到杀气的存在，皆是一刀毙命。看来这批死士的实力非常恐怖。唐奎然也同样是悲愤交加，说道：“卑职曾与其中2人交手，其刀法刁钻诡谲，招招索命，显然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我不管他们是谁，就算是阎王爷来了，也要为我兄弟偿命。”林川咬牙说道。林川小心翼翼将这6人的牌子收起来，牌子上沾染着鲜血，触目惊心。虽然他与死字营成员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曾共同经历过生死，而且是自己把他们从死字营中带出来的，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憋屈地死在了阴谋之中。若不为他们讨回公道，林川无法对自己交代。叶世珍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担忧之色，不过却什么都没说。随后林川又检查看了那7名死士的尸体，发现他们身上除了随身那把短刀之外，没有任何与身份相关的东西，除了2人是被死字营士兵联手围攻致死，2人死于唐奎然之手外，另外3人皆是自刎而死。这刀我似乎在《刀剑录》上见过。忽然叶世珍指着那把带血短刀，惊声说道。此言一出，唐奎然也眉头一拧，随即恍然大悟，惊声道：“我想起来了，这是血气。”血气？林川一脸不解。唐奎然点了点头，说道：“相传60年前，江湖上有一名杀手，为了刺杀靖王，伪装成由方术士进入王府。为了不暴露，他没有带任何武器，而是趁着给靖王看相之时，剖开自己的身体，摘下一根肋骨为刀，杀死了靖王。”林川神色一惊，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如此狠人。不过当一个人的内心被仇恨填满之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据说这名杀手得手之后，还逃出了王府，彻底销声匿迹。当时本以为他重伤之身定然活不了，直到几年后，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名为血衣堂的杀手组织。这个组织的所有杀手均用一把短刀，形似肋骨。这不由让人联想到了那根杀死靖王的带血肋骨，便将这把短刀命名为血气，并将其收录进了《刀剑录》之中。唐奎然继续说道：“直到后来，这种短刀成了杀手组织血衣堂的标志性武器，这也更加坚定了此前的猜想，那名刺杀靖王的杀手多半没死。”林川让人将这短刀收了起来，沉声道：“血衣堂是吗？我林某人记住你了。”林川与叶世珍都清楚，
血衣堂的杀手此行就是为了杀人灭口，他们要么是被人收买，要么这个组织本身就是某些大人物培养起来的。如今张俊等人全部被尽数灭口，想要以此扳倒张继显然是不可能了。这件事情多半是到此为止了。叶世珍叹息一声说道。林川神色冷漠，眼底杀机弥漫，摇头道：完不了。叶世珍知道林川不可能就此罢休，但还是劝了一句：我知道你是重情义之人，但很多时候你得为大局考虑。林川转过目光看着他说道：叶先生，如果我手下的兄弟死在战场上，那是死得其所，但他们死在这里，我必须为他们讨个说法。叶世珍知道劝不动，也只能作罢。如今张俊等人被灭口，我明日一早便回接杜甫禀明卢帅，刚才我还有一道卢帅的命令没来得及传达给你。叶世珍看向林川，朗声说道：死字营校尉林川听令。林川闻言也收起了情绪，躬身抱拳：属下在，命你即日起任云兰校尉，入驻云兰县，提点一切军务。林川领命。要是在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林川定然会十分高兴，可此时的他还处于悲痛与仇恨之中。不过这个结果却是出乎了林川的预料，之前他虽然也是校尉军职，可终究没有自己的地盘，现在让他接管云兰县，情况将截然不同。次日一早，叶世珍便带着几名亲卫启程返回飞龙城，林川则是与唐奎然返回营地，将云兰县这一营兵马给召集了起来。云兰县有兵卒800余人，不过大多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对此林川并不在意，只要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便能将其训练出来。然眼下最重要的是，这支队伍原本是张俊的人，尽管张俊的亲信已经被拿下，且被灭口于监狱之中，但这其中保不齐还有漏网之鱼。而且他很清楚，这样一支队伍，哪怕他们之前对张俊并不是那么死心塌地，也会本能地对自己生出排斥。想要让这些人真正认可自己，靠镇压是不行的，只能是用行动让他们折服，让他们打心底跟随自己。教场800余士兵懒懒散散地站在那里，队列歪歪斜斜，一个个无精打采，全无纪律可言。林川站在高台之上，冷漠的目光从下方数百人的身上扫过，事实上这些人也在打量着他。尽管昨晚叶世珍已经宣布让自己提点云兰县军务，但他们显然并不承认，或者说并没把自己当回事。时间一点点过去，不少人已经开始磨皮擦痒，终于站在前排的一位标长瞪着台上的林川，用极为不善的语气说道：我说校尉大人，你把咱们召集到这里也不说话，这算个什么事？林川看着他冷声问道：你很急吗？倒也没什么事，只是不想被你当傻子戏耍。你要训话就赶紧的，训完我好睡觉去。男子十分不屑地说道。男子名为刘成，本是一位标长，也是如今营中所剩不多的几名标长之一。虽然不是张俊的亲信，但在云兰县军营中也有自己的人脉和势力。原本张俊被革职之后，他是最后希望被提拔为校尉的，只因他们刘家乃是云兰县最大的家族，虽然谈不上豪门，但却盘踞云兰县数十年。放眼云兰县，千亩沃土，万顷良田，他刘家便占了一半。城中商铺无数，大半挣钱的生意都被刘家掌握，其中福临门便是刘家的产业，福临门东家刘痴便是他的兄长。昨晚当张俊被革职之后，他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族长第一时间备上厚礼拜访了云兰县令。原本想着凭借自己在军中的人脉和威望，加之县令大人的举荐，这个校尉之位已是他囊中之物。可他没想到叶氏真都没有请示节度府，直接任命林川接任云兰县校尉，这让他的计划彻底泡汤，自然不会给林川好脸色看。你昨晚当值巡夜了？林川看着刘成问道。刘成摇了摇头说道：那倒没有，只是昨晚兄弟们被大人折腾了半夜，大家都还没睡醒呢。好，我准你回去睡觉。刘成听闻此言也是一脸诧异，但话已至此，他要是不走显得自己怂了，他果断离队，大摇大摆地朝着营地走去。还有谁想回去睡觉的，也可以一起去。林川再次开口补了一句。此言一出，刘成那一标地士兵几乎全部离队跟了上去，整个教场空出一大块。可林川并不着急，任由他们离去。刘成似是计谋得逞，停下脚步，转过身笑道：校尉大人都亲口批准了，你们还不走，真要在这儿被人当猴耍吗？顿时又有数十人离队，一些人刚开始还在观望，但很快也都跟着离开。由此可见，刘成确实有些威望，准确说刘家在云兰县的影响力着实很大。就在此时，林川的声音响起：唐奎然，属下在，凡离队者一律开除军籍，让他们滚回家去睡个够。林川沉声喝道。此言一出，那100多士兵当场傻眼，刘成更是转过身，愤怒地盯着林川吼道：林川，你什么意思？林川冷冷一笑，看着他说道：你不是想睡觉吗？我就满足你这个愿望，让你回家去睡个够，这还不好吗？你耍我！
刘成咬牙喝道：“你凭什么开除我们的军籍？因为我是云岚校尉，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林川的声音如寒冰利刃，铿锵有力：“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混吃等死的地方。还有谁想回去睡觉的？赶紧滚蛋！我手下不需要这样的废物。”林川看着下方一众士兵，沉声喝道。现场几百人哪里还敢乱动，很多之前还吊儿郎当的士兵也下意识站直了身体。那些跟着一起离队的士兵，很多人脸上都露出了后悔之色，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我不妨提醒你一句，想在云岚县当家做主，你还不够格，在刘家面前，你就算是条龙也给我盘着。刘成怒目而视，指着林川说道。林川则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道：“刘家很厉害吗？改日定要领教一下。”刘成他看着教场中的一众士兵，说道：“你们大多是云岚县人，可要想清楚，得罪刘家是什么下场？”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场中不少士兵都动摇了。毕竟刘家在云岚县城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威势，早已深入不少人的内心，想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消除对刘家的恐惧，根本不可能。要知道，这些年来刘家强取豪夺，但凡有人忤逆他们，轻则被打成残废，重则直接举家销户。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云岚县城，刘家就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但凡是他们看上的东西，无论是土地、商铺还是女人，只需要一句话便能拿到手。云岚县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是敢怒不敢言。无论是云岚县县令，还是之前是校尉张俊，都得仰刘家鼻息，要不然像刘成这种兵痞，又何德何能当上标长？你们可要想清楚，随我离开这破军营，到刘家做事，我刘成绝不会亏待你们。如果非要留下来，那就是我刘家的敌人。面对刘成的挑拨外加威逼，很多人的内心都动摇了。刘成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把这一营兵力全部带走，到时候林川一个光杆司令还怎么当这个校尉？然而面对他的挑拨，林川的脸上看不到半点慌张之色，似乎根本不在乎他带人离开。刘成，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有什么招数全部使出来，我给你机会，看你能带多少人走。林川满脸淡然之色，随即有看向场中那些士兵，说道：“我也给你们透个底，想要跟刘成去的，我绝不挽留。如果选择留下来，我保证这是你们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哈哈哈，林川，你连画饼都不会吗？但凡不是傻子，都知道如何选择。你拿什么跟我比？很快又有人出列，加上之前的，已经有200多人选择跟刘成。还有人要离开吗？林川看着场下众人问道。场中鸦雀无声，500余人静静站在那里。他们之中大多被刘家欺凌过，与刘家有深仇大恨，还有一部分是与刘成没有多大瓜葛，也信不过刘成的为人。林川并不知道，留下来的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听闻过他在狼风口的壮举，心生敬仰，想要跟着他干。骆青云，清场。林川的声音响彻教场。是。骆青云直接带人大步上前。军营重地，无关人等速速离场。刘成并不畏惧，他身后可是站了足足200多人，而对方不过带了10几个人过来10息之内，若不离开，杀！随着骆青云一声令下，10多名死字营战兵直接拔出战刀，刷刷刷！霎时间，教场之上杀意横生，在场许多人昨日可都是见识过林川这些手下的恐怖战力，面对这支杀的胡结精兵丢盔弃甲的汉族，他们本能地生出惧意。刘成的眼神之中也闪过一丝畏惧，可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愿认怂，便指着林川喊道：“林川，你给我听着，今日你把我们开除军籍，有一天我会让你爬着离开云岚县。”咻！话音刚落，一道弓弦颤动声响起，只见站在林川身边的聂星寒朝着刘成一箭射出。霎时间，刘成脸色巨变，慌忙后退，结果脚下一个不稳，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噗！那支铁箭不偏不倚，直接扎在他双腿之间，将衣服穿透，斜斜钉在地上，只差一点，这一箭就让他断子绝孙了。刘成直接被吓傻，只见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一股淡黄色液体自身下流出，身旁的士兵都能闻到浓烈的尿骚味。浪费我一支箭，真是晦气。聂星寒冷冷说道。相比起刚才那一箭，这句话的侮辱性显然更强。刘成在早已被吓傻，连站起来都困难，最终是在2名手下的搀扶下，灰溜溜地离开了教场。此时教场之中还剩下500余士兵，林川看着他们，朗声说道：“恭喜你们选择留下来。”不少士兵露出茫然之色，显然不明白林川在恭喜他们什么。我知道你们之中许多人都曾受过刘家的欺凌，既然你们选择跟了我，我林川再次保证绝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林川看着众人继续说道：“刘家欺横霸市，强取豪夺，甚至草菅人命，此等恶霸既然老天不收，那我林川便收了他，帮你们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良田。校尉大人，您说的是真的吗？”
您真能替我们拿回土地？一名士兵怯生生地问道。林川点头说道：我林川一口吐沫一颗钉，如果我做不到，主动辞去校尉之职，滚出云岚县。校尉大人，我们信你。那名士兵激动地当场跪地，紧接着不少人也都纷纷跪地，表示愿意跟随。刘家欺凌云岚县百姓多年，我们很多人都被他们侵占了土地田产，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能来军营之中讨口饭吃。如果校尉大人能帮我们拿回土地田产，我等就算把命交给你又如何？对，校尉大人，我们跟你干了。一时间教场中成片的人跪倒，一个个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跟林川干。这一部分源于他们对刘家的痛恨，另一方面则是对林川的信任，毕竟林川的口碑早已传遍北境。不久之前，林川跟他们一样都还只是一名小卒，可如今已经成为统领1000人的校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林川就是他们的标杆，让他们看到了出人头地的希望。就在众人情绪高涨之时，林川话锋一转，说道：你们愿意跟着我，我很高兴，但就你们现在的样子，不配做我的兵。此言一出，无异于给众人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我手下的兵不仅在战场上敢于拼命，任何时候都要令行禁止，像你们现在这般懒懒散散的样子，若是上了战场，就是给敌人白送人头。虽然林川的话很难听，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这就是事实。特别是在见识到林川手下那些死字营成员的战力之后，他们更加清楚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所以接下来你们将接受残酷的训练，如果吃不了这个苦的，现在就离开。林川的目光缓缓从众人身上扫过，继续道：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训练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更是让你们尽可能的活着走下战场。校尉大人放心吧，咱们云岚儿郎可不是孬种。一名汉子大声说道：是不是孬种不是靠嘴上说的，我需要你们用行动来告诉我，你们能否做到？林川大声问道。能。声音并不整齐，却异常洪亮。林川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他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要用言语来刺激这些士兵内心深处的血性。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在历经战火洗礼，这些人定能成为不逊色于边军的汉族。接下来林川让唐奎然等几名校尉带头对这些士兵进行操练，从最基础的军纪开始。这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却是一支军队的根本，如果连军纪都提升不起来，其他都是空谈。至于林川，则是去了一趟天香楼。林兄，恭喜恭喜啊！谢之命快步迎上来，连连道喜。哈哈，谢兄，说不得以后要经常到你这儿蹭吃蹭喝了。林川笑道。林兄这是哪里话，如果没有你，天香楼用不了几天就会关门，以后天香楼永远给你留一张桌子，所有吃喝全算我的。谢之命拍着胸脯说道。林川知道他说的并非客套话，但还是摆手道：谢兄有这份心，我就很知足了。咱们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以后你用我的酒，我就感激不尽了。对了，今日福临门可有动静？林川问道。谢之命摇了摇头，说道：目前还没有，不过你昨日杀了刘痴，等同于是与刘家彻底撕破脸皮，以刘家的霸道行径，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我得先回狼风口一趟，把娘子和手下兵卒都带过来。我不在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可去军营找唐奎然。此外，我会把翠花留在这里，暂时保护你的安全。林兄想得如此周到，谢某实在是无以为报啊。林川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这么说，我还真有几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林兄直接吩咐即可。我需要你帮我招募一些铁匠和木匠，工钱不是问题，但手艺一定要好。林兄放心，包在我身上。谢之命拍着胸脯说道。公子，俺跟你一起走。翠花走上来，抱着林川的手臂，一脸不舍。我此去不过2-3天，你在这里保护谢公子的安全，任务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懈怠。林川语重心长地说道。公子放心，俺一定不会让人伤害到谢公子的。翠花点头说道。林川当日便动身返回狼风口，只带了聂星寒与苍蝇随行。此地离狼风口约80里路程，快马加鞭不过半日路程。在狼风口与云岚县之间有一道低矮山脊，当年为了修官道，硬生生挖开一道门户，每到冬季，这里寒风穿门而过，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周围百姓将其起名为封门鸭。三人来到封门鸭，忽然停下脚步，只见一名身着大红袄、怀抱长剑的男子立于路中间，嘴里吊着一截枯草，眼神轻佻游离。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身着中原服饰，却生着一张胡人面孔，金发碧眼鹰钩鼻。三人勒住缰绳，苍蝇正欲上前询问，却被林川伸手拦住，反倒是聂星寒第一时间取下自己的铁胎弓。阁下为何挡我去路？林川淡淡问道。我在等你亲自把人头送来。男子笑容轻佻，声音更是一口纯正的中原话。林川剑眉微蹙，不过他并未惊慌，而是笑道：你我素不相识，你为何要杀我？
身着红袄的男子面露微笑，说道：“有人出银子，而我正好收了银子。”听到这话，林川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聂星寒也不动声色地抽出一支铁剑，一支铁剑搭在弓弦之上。“你是杀手？”林川沉声问道，右手紧握刀柄。男子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说道：“最近你名声鹊起，风头正盛，我若摘下你的脑袋，定能名动江湖。”林川神色冷漠，胡杰杀手能出现在这里，林川虽然有些意外，但想想也正常，毕竟边境广袤绵长，小队人马悄然过境并非难事。只是这名杀手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并不像想象中那般面若寒霜，杀意冰冷，反而是一脸痞相，话也不少。既然是来杀我的，那你还在等什么？男子指了指林川身后及左右，说道：“自然是在等我的人将你包围。”听闻此言，林川眼底闪过一抹惊诧，可转头一看，周围空空如也，没有半点人影。枪！伴随一声轻鸣，长剑出鞘，林川暗道不好，顺手拔出腰间战刀。可就在这分神的刹那，对方长剑宛如一条灵蛇，飞速刺向他的心口。当！战刀猛地向上一撩，将飞速刺来的长剑荡开。然而对方反手一爪，直接朝着林川的咽喉抓来，招式凶猛狠辣，时机和角度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林川冷笑一声，自己的刀法虽算不得顶尖，但若论近身格斗，他无惧任何人。只见他一记擒拿手扣住对方的手腕，杀手整条手臂瞬间麻木。他神色一惊，抬手又是一剑朝着林川的咽喉削来。林川仰面倒下，让身体贴着马背，这才避开了这一剑。紧接着一记朝天蹬踹向对方胸口，这结结实实的一脚直接将杀手踹飞出去。只见他身体在空中旋转一圈，轻松落地。只不过此时的他脸上再无之前的轻佻笑意，取而代之的是震惊与凝重。聂星寒迅速拉弓，苍蝇也拔出腰间战刀，却被林川抬手制止，二人这才没有出手。那杀手也没想到林川竟然会让手下不要插手，莫非他要跟自己来一场公平决斗？咱们打个赌如何？林川看着他问道。好啊，你说怎么赌？男子嘴含笑意，轻轻抚摸着雪亮的剑身。咱俩1对1，我要是输了，这颗头颅任你拿去；若是你输了，答应我3个条件。红衣杀手先是一愣，随后大笑道：“林川，你这般自信，真以为我杀不了你？你就说敢不敢赌？”林川双眼凝视着他，问道：“好，赌了。”话音刚落，他身形猛然窜出，再次杀向林川。与此同时，林川也手提战刀迎了上去。眨眼间，场中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对拼10余招。林川的刀法刚猛霸道，大开大合，加之他前世积累的丰富经验，一时间两人战得旗鼓相当。男子的剑招刁钻狠辣，几乎是招招致命，而且此人身法诡谲，总能在关键时刻出手，将林川的攻击化解。忽然，林川刀锋一转，施展出寒星贯月，猛然刺向对方的咽喉。红衣杀手大惊，手中长剑舞动，荡开了这一刀。可就在此刻，林川猛然变招，一记逆浪分交自下而上反撩。红衣杀手见状，不得不收剑撤退，这一退便将所有先机拱手让出。林川得势不饶人，双脚猛然踏地，身形一跃而起，双手持刀对着他猛然劈下。顷刻间，长刀之上霸道杀意倾泻而下，红衣杀手神色巨变，连忙横过长剑抵挡。惊雷崩，一道金铁交鸣声响彻封门压，随着长刀劈落，长剑应声而断。冰冷刀身落在红衣杀手的肩上，点点鲜血洒落在雪地里，如红梅绽放，端视妖艳。红衣杀手似乎并未感觉到肩上的疼痛，而是看着手中的半截断剑，眼神之中满是震惊，随即苦笑一声：“我说了，要杀要剐你动手吧。”林川收刀入鞘，笑道：“我从未说过要杀你，而且你的命对我来说分文不值，那你待如何？”红衣杀手抬起目光，一脸错愕地看着林川：“我说过，你只需答应我3个条件即可。”“什么条件？”“第一个，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入关，又是如何得知我行踪的？”林川看着他问道。然而听闻此言，红衣杀手先是一脸错愕，随即大笑道：“谁告诉你我来自关外？”此言一出，倒是把林川整不会了。你一个胡杰杀手来刺杀自己，你不从关外来，从何处来？男子随手摘了一截枯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我是胡杰人没错，但我对胡杰人的痛恨远胜你们周人。10岁那年，我的部落被胡杰人屠戮干净，只剩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最终流落北疆，被人收留，成为了一名杀手。那你为何要杀我？林川很是不解，对方既然痛恨胡杰人，不应该去杀胡杰人吗？男子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应该庆幸来的人是我，要是换其他人来，你多半就真要交代了。是谁让你来杀我的？”林川又问道。“我只是一个杀手，
组织接了任务派发下来，至于是谁要买你的脑袋，我不可能知道。听到这话，林川敏锐捕捉到对方并非是一个普通杀手，而是来自一个杀手组织。你是血衣堂的杀手？男子听到血衣堂3个字，顿时不屑一笑。血衣堂都是些什么货色？小爷我羞于与他们为伍。紧接着，男子缓缓起身说道：告诉你也无妨，小爷我来自丹青府，代号红罗袄，今日与其说是来杀你，还不如说是给你送信。听到丹青府3个字，无论是聂星寒还是苍蝇都倒吸一口凉气，就算是林川也从前身的记忆中搜寻到了关于丹青府的信息。当今江湖中有2大杀手组织，一是丹青府，二是风雪楼，二者名冠江湖，让人闻风丧胆。没有人知道这2大组织的踪迹，但他们却又无处不在，故有南府北楼之称。这些年来，死在他们手中的大人物不计其数，巨商富甲、朝堂高官、江湖豪杰、军中猛将皆不在少数。这些行走于阴暗世界的杀手只认钱不认人，只要有人出银子就能请他们的刀出鞘，如果没请动，那就是银子不够多。当然，这2大组织并非只是单纯的杀手团伙，他们分工明确的庞大组织，从接单到分派任务，踩点到最后的执行任务，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负责。而且这2大组织极为神秘，据说这2大组织都是搜集民间志同开始训练，根据其特长被培养成不同的身份。而他们被选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忘记自己的名字，领取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代号。其中丹青府的杀手便是用词牌名为代号，显然红罗袄便是眼前这名杀手的代号。你刚刚说给我送信，什么意思？林川愈发不解。红罗袄瞄了林川一眼，问道：你见过哪个杀手会在路中间等着你的？小爷我真要杀你，你在看到拔剑的那一刻就已经处于生死边缘了，谁还跟你正面决斗啊？这番话让林川哭笑不得。确实如他所说，对于杀手而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目标，至于用什么手段那都不重要。而且这些杀手正面对敌的战力往往并不是很出众，他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干掉很多实力比他们强的人，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善于隐忍，往往会选择在目标最放松的时候予以致命一击。不出手则已，出手便是必杀。第2个条件，帮我查一查血衣堂的情报。林川说道。3000两。红罗袄直接伸手。林川看着他笑道：你这条命值不值3000两，算你狠。红罗袄双目一瞪，问道：第3个条件是什么？第3个条件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林川若有所思地说道。红罗袄收起自己的断剑，挥手道：走了。这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劫杀就此告一段落。回到狼风口，林川让苍蝇去市集上买些食材，准备叫上狼风口的兄弟们吃个告别饭。当晚，小院中齐聚一堂，陈景尧、余生、耿良、武兴帮、黄琛以及务标现任标长梁胜和几名师长都到了。此外，林川还叫了宋军一和杨铁匠。得知林川即将到云岚现任校尉，大家都很开心，但又带着几分不舍。标长，恭喜高升，以后可别忘了咱们这帮老兄弟啊！李长龙举杯敬酒，尽管如今林川已经是校尉，但大家还是习惯称他为标长。大家放心，对我而言，狼风口就是我的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大家的。林川真诚说道。对，无论以后走到哪里，大家永远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吴兴邦点头说道。就在这时，陈景尧端起酒杯说道：其实我的调令也到了。众人闻言皆是一脸诧异。耿良第一个问道：多位大人，你调到哪儿？到兰州任副将。陈景尧回答道。一听到陈景尧也要走，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沉重起来。毕竟林川如今手底下有1000兵力，只是暂时留在狼风口，调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大家早有心理准备。但陈景尧也要被调走，狼风口一下子少了2位主心骨，让其余人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多位大人，你到哪儿，我都跟你。耿良语气坚决地说道。陈景尧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不能走，节度府让我推选狼风口的校尉，我报的是你的名字。随后他又看向武兴帮说道：其实吴老哥的资历是如今狼风口最老的，战功也绰绰有余，但老哥的性格过于随和，大家敬你但不怕你，所以请吴老哥见谅。武兴帮十分豁达地摆了摆手说道：多位大人想多了，我老五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在他们原本的预想中，陈景尧若是高升，最适合接管狼风口的便是林川，可没想到林川竟然现役步调走以狼风口眼下的人员来看，耿良确实是最合适做这个校尉的人选。他曾是陈景尧的亲兵队长，因曹正通敌被处决之后才被派去接管的甲标，而且耿良虽然年轻，但资历和经验都足够。陈景尧拍了拍耿良的肩膀说道：以后狼风口就交给你了。多位大人，我耿良语无伦次，
并非是因为升职而受宠若惊，而是感觉肩上多了一副沉甸甸的胆子。放心吧，你行的。林川鼓励道。过几日新兵就到了，按照林川之前给的方法操练即可。各位也要多费心带新兵。你以后若是遇到拿不准的事情，要多与吴老哥以及各位标长商量。陈景尧也交代道。就在这时，余生看着林川说道：标长，我想跟你去云岚县。林川摇了摇头说道：眼下狼风口正是用人之际，你得留下来帮助耿良，放心，以后会有机会的。余生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点头答应。大家都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之中，只有杨铁匠一个人独自畅饮。林川举杯问道：杨师傅，这就要分别了，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杨铁匠不屑嗤笑道：又不是生离死别，老头子我没那么矫情。不知不觉几大坛酒见底，哪怕是林川都有些微醺了。大家不由得想起了熊广，想起了朱谦，想起了前不久战死的那些兄弟。众人起身，端起酒碗，对着城楼的方向，将碗中酒缓缓洒在地上。兄弟们，一路走好。次日，林川召集队伍准备出发，可就在此时，苏黎一脸慌张地找到林川：相公，小北不见了。林川顿时心神一紧：别急，慢慢说。刚刚我在收拾东西，转身发现小北不见了，屋里屋外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苏黎满脸担忧地说道。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已经将这个苦命的孩子当成了家里的一员，而且小北虽然年纪不大，却十分懂事，总是帮苏黎做事。军营之中肯定不会有危险，这一点林川倒是不担心。可这个5、6岁的小娃娃又能去哪里呢？忽然，林川目光一凝，说道：我知道他在哪儿了。他示意苏黎在家里等着，自己则是迅速出营，骑上马朝着市集方向奔去，很快就来到小北曾经的家。曾经那个并不富裕却满是温暖的房子，如今一片冷清，屋后有2座新坟，一名小男孩跪在坟前，隐约能听到他稚嫩的声音：爹娘。小北声音哽咽，满脸泪痕，显然是刚哭过。小北要跟着叔叔婶婶离开了，你们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你们在天上看着小北，等过些年小北长大了，一定多杀狐贼，替你们报仇。小北说完，对着2座坟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等他站起转身，发现林川就站在身后不远处。叔叔，云岚县距离这里不远，随时都可以回来。林川走上来，轻轻擦掉他小脸蛋上的眼泪，随后一把将其抱了起来。紧接着，林川又看向2所坟，说道：我会把小北抚养长大的，你们放心吧。叔叔，咱们走吧。小北紧紧抱着林川的脖子，就像上次林川从地窖中把他抱出来时一样。半个时辰之后，队伍正式启程。除了死字营成员之外，还有那几10名从土堡解救出来的女子，也会跟着一起到云岚县。苏黎依依不舍地锁上了院子的门，虽然只是一座简陋的土墙房，但对于他来说却是人生最绝望之时的避风港。门上的喜联和窗户上的大红喜字还是那么的醒目。嫂子放心，我以后定期来打扫，要是你们哪天回狼风口了，还可以住。余生看出了苏黎的不舍，说道：谢谢你，余生。告别陈景尧等众人，林川内心略显沉重，虽然自己与他们相处不过2个月，却早已把他们当成自己最亲的人。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缮，城墙等工事基本已经修葺完毕，而且比之前更加厚实。如今更是配置了3弓床弩和投石车，虽说上次一战狼风口元气大伤，但防御力却比之前提升了数倍。林川将所有军粮全部留在了狼风口，战马以及兵器铠甲也只是人手一套，之前打扫战场和土堡缴获的那些全部都留在了这里。毕竟狼风口家底薄，尽可能的给他们多留一些。不过林川提醒过陈景尧，土堡缴获的兵甲先别动，毕竟现在事情还没有告一段落，以免上面追问起来不好交代。军营狼风口所有士兵分列2侧，一个个身形笔直，神色肃穆。当林川带着800余死字营成员路过的时候，陈景尧带头举起右拳，用力敲打着胸甲，砰砰砰。其他士兵见状，也都纷纷举起右手捶打着胸口，拳头敲打胸甲的声音宛如战鼓雷动，全程无人说话，只是用这种方式送别同袍。尽管很多人连名字都不知道，但彼此间却有着过命的交情。云岚县不过几10里路程，但他们都清楚，此次一别，或许很多人就再也见不到下一面了。这种同袍情谊无需言语，却足以让这些铁血汉子眼含热泪。林川骑马与苏黎的马车并排而行，路过市集，发现所有百姓自发聚集在街道2旁，见到林川之后直接一拥而上。标长薛焕之见状，正要阻拦，却被林川制止。林标长，这是俺家里老母鸡生的鸡蛋，你拿着。林标长，这是我媳妇早上才蒸的馒头，你拿着路上吃。苏丫头，这是我给孩子绣的虎头鞋，你先收着。于林川而言，
这些狼风口的百姓跟家人没什么区别。苏黎认出，其中好几位大娘都是他与林川成亲的时候帮自己梳妆的娘家人，这些都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收下吧。林川说道。苏黎早已是眼含热泪，点头道：大娘，你们要保重，小黎会回来看你们的。丫头别哭，下次带个大胖小子回来。那中年女子轻轻拉着苏黎的手说道。一路上，所有百姓都在高喊林彪长，尽管他们都知道如今林川已经升为校尉，但他们还是习惯称其为林彪长。他们不会忘记，就是这个少年数次击退敌军，特别是前不久，在所有人都即将绝望的时候，他带兵赶到，将摇摇欲坠的狼风口撑住。随行的死字营成员也无不感到自豪，至少并不是所有人都不记得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厮杀。已经离开市集，可一众百姓还是跟着送行，林川只能调转马头，大声喊道：大家回去吧，别送了。可大家依然不肯离去，或许在他们看来，以后林川都不会回到这个艰苦而贫瘠的地方了，多送一步，多看一眼也是好的。一直到5里之外，百姓们终于止步，林川骑马走在最后面，他再次调转马头，看着那些送行的百姓，只见所有人脸上写满了不舍，正在朝他挥手。霎时间，林川只感觉鼻子一酸，双眼模糊。最后他看了一眼狼风口，看看这个守护了3年的地方，看看这个数百兄弟的埋骨之地。就在这时，林川注意到队伍的前方竖着一根大腿粗的木杆，他不由苦笑道：大牛这个憨憨，把他给我叫过来。彪长卫脸驱马前去，很快便将扛着木杆的大牛叫了过来。校尉大人，你叫我。大牛来到马车旁边站定，林川看着他笑问道：你怎么行军也扛着旗杆？校尉大人说过，人在旗在，人不在旗也得在。一脸憨厚的大牛朗声答道。听到这话，林川顿时不知道说什么了。不过对于这个憨厚汉子，林川还是蛮喜欢的。林川翻身下马，与大牛并肩而行，问道：大牛，你知道什么是扛旗先锋吗？大牛摇了摇头，不知道。自古将帅出征身后必树大旗，扛旗之人无一不是军中猛将，须履历无双，胆魄无双。你扛着的大道就是整支军队的魂，哪怕是主将战死，只要军旗不倒，这支军团的气势就不会散，反之大道一倒，全军溃散。大牛似懂非懂地说道：校尉大人上次跟俺说过，让俺扛着战旗跟你走，你到哪儿俺就到哪儿。林川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两军交战，战旗的位置便是主将的位置，大道所指的方向便是全军将士冲杀的方向。你就是咱们死字营的扛旗先锋，你肩上扛着的不仅是死字旗，更是咱们所有兄弟的斗志。林川看着他继续说道：也正因如此，扛旗先锋也是敌军神箭手重点关照的对象，其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主将，你怕不怕？不怕。大牛想都没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好样的。林川拍了拍他的肩膀，夸赞道：大牛是林川从死字营1000人之中选出来的扛旗手，当时自己只是告诉他扛着那面白帆紧跟在自己身后，大牛重重点头答应，事实证明他做得很好。林川很好奇，像大牛这般憨厚老实之人为何会被发配到死字营。当询问到这个问题，大牛的眼神中明显闪过一丝愤懑，说道：俺爹娘死得早，与妹妹相依为命，1年前俺在地里干活，回家发现妹妹衣衫不整，正欲上吊。大牛双眼通红，抱着旗杆的双手青筋暴露，咬牙说道：后来妹妹哭着告诉俺，是张员外家的小畜生玷污了她的身子，俺就去找她拼命，结果被张家丁豹打了一顿，还报官说俺偷他们家的东西，那狗官都不查证，直接把俺关进大牢。不久之后便发配到了北疆死字营。大牛不善言辞，但他那死死抓住旗杆的手指已经发白，似乎要将其捏碎。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些畜生付出代价的。大牛抬起满含泪水的眼眶看着林川，然后重重点头。当日下午，林川与800余死字营成员便抵达云岚县城，然而队伍却在城门口被拦了下来。校尉大人，前方有人拦路，不让进城。刘晏前来禀报。何人？林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刘家，是云岚县县令孙大人。刘晏回答道。林川顿时一愣，他与这孙大人素未谋面，虽然他跟自己都是7品官职，但自己作为后来者，自己理应登门拜访，不过时间紧迫，还没来得及。我去看看。林川驱马径直来到城门前，只见一名留着山羊胡50开外的男子，身着7品官服，端坐于太师椅上，身后是几名衙役，面前摆放着一只火盆，熊熊旺盛的炭火之上还煮着茶。不用问也知道，此人便是云岚县县令孙文泰了。虽说林川没有以貌取人的习惯，但看到这孙县令的这副作派，他就没什么好感，大腹便便，一脸倨傲。林川见过县令大人。林川并未下马，只是抱拳行了个礼。谁知对方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自顾自端着茶盏，悠闲品尝。直到林川快要调转马头返回的时候，孙县令才缓缓开口：“林校尉好大的架子啊，在本官面前连马都不下。”林川闻言，顿时心中冷笑，看来这是想给自己一个名副其实的下马威啊！孙大人见谅，我行军劳累，今日就不下马了，回头再登门赔罪。终于，孙县令抬起倨傲目光看向林川，说道：“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哦，这是为何？孙县令指了指林川身后队伍中的士兵，以及那几十名随行女子，说道：“你身后这些人，要么是死字营中的奴隶，要么是来历不明的流民。本官身为云岚县县令，得为这一县之地负责。”话已至此，林川就算是傻子也知道，对方是刻意刁难自己而来。这种时候，任何道理都是多余的。而且，之前谢之命便侧面提醒过他，孙县令与刘家走得很近。孙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林川似笑非笑地问道。孙文泰同样是一脸冷笑，回答道：“本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些身份不明之人不能进城。那我要是硬闯呢？”林川笑容逐渐冰冷，孙县令也丝毫不惧，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径直挡在林川面前。若林校尉要硬闯，那就踏着本官的尸体过去吧。孙县令此言一出，他身后一众衙役也果断冲了上来，站在他身后。紧接着，大批民众也从街道四周聚拢而来，纷纷站在孙文泰的身后。咱们云岚县不欢迎这些奴隶和流民，谁知道他们进城之后会不会偷鸡摸狗，甚至是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对，他们想进城，除非林校尉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守卫云岚县是与县令大人共进退。一时间，百姓群情激愤，而孙县令的脸上却带着冷笑。林川何尝不清楚，这些所谓的老百姓其实都是刘家的人，因为其中有几张面孔林川前日在军营中见过。可队伍中死字营成员却并不知道这些内情，见对方一口一个奴隶，所有人紧握着拳头，眼神之中满是屈辱。他们用命换来节度府的一纸赦令，本以为从此可以堂正正做人，然而在别人的眼里，他们终究还是奴隶，那个无形的奴字始终刻在脸上。那些女子更是满脸委屈，他们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却惨遭横祸，虽被林川所救活了下来，可现在却成了别人口中的流民。林川也目光渐冷，沉声说道：“孙大人真是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啊！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正是你们口中的这些奴隶，在狼风口外浴血厮杀，大破敌军，这才保住了狼风口。要不是他们，尔等现在已经成为胡贼的刀下亡魂了。”林川声音铿锵有力，如刀颤剑鸣。“呵，狼风口远在几十里外，跟我们有啥关系？”一名男子冷笑答道。这句话无疑是一把尖刀，狠狠刺中一众死字营士兵的心口。他们拼了命守护的人，却对他们在战场上的厮杀嗤之以鼻。想想那些死去的兄弟，真替他们感到不值。林川冰冷用的目光看着他，问道：“你觉得若是狼风口失守，云岚县城能挡得住胡劫铁骑吗？还是说，你觉得胡贼入关之后会对你们以礼相待，秋毫无犯？”一时间，那名男子哑口无言。林校尉不必在这里做口舌之争，今日只要本官在，他们就休想进城。孙县令有义正言辞地说道。此时，林川内心的怒火已经无法压制，只见他大喝一声：“死字营听令！死字营听令！”在！洪亮的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紧接着，一众死字营成员驱马来到林川身后，迅速列成战阵。唰！林川猛然拔出战刀，雪亮的刀身绽放出射人寒芒。准备冲阵，谁敢阻拦，杀无赦！林川，你敢！孙县令大声呵斥，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没有人回答他，只有成片的刷刷声，一柄柄战刀出鞘，一道道杀气席卷而出，让人不寒而栗。林川，你敢滥杀无辜，本官必会上报节度府，治你的罪！孙文泰失声大吼道：“本校尉奉卢帅之命，接管云岚县军务，谁敢阻拦，视为反贼论处，我数3声，若不让路，休怪我手中战刀不长眼！”林川持刀立马，冷声喝道。听到这话，那些刘家之人开始慌了，因为他们都看出林川并不是在做样子，他身后那些死字营成员更是目露杀机，随时准备冲阵。3，顿时人群中出现了骚动，不少人已经下意识朝着两旁移动。2，第二声出口，终于有人顶不住压力，转身跑到一旁。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眨眼间，数十名百姓尽数让开，只剩下孙县令以及他身后的10多名衙役。大人，要不咱们也让开吧？一名衙役颤声说道。林川，你这个疯子，本县一定如实上报，你等着被问罪吧！孙文泰怒不可遏，浑身颤抖。林川则是不屑一笑，说道：“我等着。”最终，孙县令在一众衙役的簇拥下让到一旁。收刀！
进城！刷刷，战刀纷纷归鞘，弥漫在空气中的杀意逐渐消弭。林川领着众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城，来到军营。唐奎然、骆青云等几名貂长迅速赶来。校尉大人，这一路还顺利吧？还真不算顺利，去的时候遇到杀手，返回的时候被堵在城门外，险些进不来。林川笑着打趣道。什么？谁这么大胆子？唐奎然满脸诧异地问道。是孙县令和刘家想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唐奎然满脸怒火说道。只会窝里横的东西，有本事去跟胡杰人刚啊！林川淡淡一笑说道。放心，他们蹦跶不了多久了。各标分配营帐，你带人将这些女子安置好。离开之前，林川便吩咐唐奎然多建一些营帐，除了安置这些女子之外，林川还计划建一些作坊。毕竟要养活这1000多人，仅靠卖酒显然是不够的。这几日他已经在脑海中列举了一些想法，经过这几日的反复推敲，已经趋于成熟。林川将任务分派了一下，便带着苏黎前往校尉府。这里的条件比狼风口好了很多，军营虽然也是土墙房，但却宽敞不少，而且前任校尉张俊还专门修了一座府邸，是一座3进院子，虽谈不上气派，却装饰得相当不错。林川也不做作，直接住了进去。原本府中还住着张俊的几房妻妾，在张俊被关进大牢的时候，便卷着贵重物品连夜逃走了。唐奎然让人将校尉府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原本张俊留下私人物品全部丢掉，却意外发现一处暗室中存放着几大箱银子，清点得知竟然有1万多两。显然这些银子连他的妻妾都不知道，否则他们逃走的时候不可能一点不带。来到新的住处，林川便与苏黎一起收拾屋子。就在这时，谢之命闻讯而来，身后还跟着一尊女金刚，赫然是翠花。林兄，谢兄！林川连忙迎了上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娘子苏黎。谢之命见苏黎的容貌，也不由得眼前一亮，连忙见礼。弟妹貌似天仙，林兄有福啊！谢公子过誉了，奴家惭愧。苏黎也行了一礼，随后连忙侦查。我本以为林兄还要过2日才到，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林川回答道。云岚县形势复杂，我哪敢久离。对了，林兄让我找的铁匠和木匠，我给找好了，明日就把人带过来。谢之命说道。有劳谢兄了。林川抱拳致谢，又问道。这2日刘家可有动静？还真有。前晚有人潜入后厨，想要在食材里面下毒，结果被翠花发现，险些没打死。谢之命笑道。林川看向翠花，夸赞道。看来我把你留在谢公子身边是对的，以后你就跟在夫人身边，保护夫人的安全。好的公子。翠花用力点头，随后立马跑到苏黎身边。夫人，以后这些事儿安排我做就行了。苏黎一眼便看出翠花生性淳朴，虽然长相和身形确实会惹来异样眼光，但从林川那里得知翠花卖身葬母的事迹之后，苏黎也被其孝心和悲惨遭遇所感动。事实上，当时林川之所以决定收留小翠，便是想让她保护苏黎的安全。以后苏黎接手生意上的事情越来越多，她的安全无疑林川十分担心的事情。若是派士兵保护并不合适，而且军中皆为男子，多少有些不方便，翠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见2人有说有笑的开始收拾屋子，林川也和谢之命聊了起来。谢兄，云岚县城可有上好的水源？谢之命眉头一皱说道。别的还好说，这云岚县城想要找好的水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这是为何？林川不解地问道。云岚县百姓饮用的水，乃是从祁连雪峰的支脉虎头峰流下来的，水质清澈，入口甘甜。奈何山脚下有一处矿山，这些年刘家一直在挖矿，导致水质变得浑浊而生涩，哪怕是烧开了，锅底都会留下一层锈迹，满城百姓是苦不堪言。谢之命气愤道。听到这里，林川大致已经明白，定然是开采铁矿导致水源受到了污染。矿产不是朝廷的吗？刘家怎能私自开采？林川不解地问道。谢之命点了点头说道。矿产确实是朝廷的，原本也是由各州县负责开采，可如今各州县早已脱离了朝廷的管控，很多地方都将类似的工程承包给了当地世家权贵或地方豪强。如此一来，各地方官员不仅能如数完成开采任务，自己还省去了招募人手和监工等众多事务。此外，刘家每年还会奉上一笔不菲的银子，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刘家，每年只需向朝廷交够份额，剩余的则是全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小金库。紧接着，谢之命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而且近几年前任校尉张俊一直在招兵，可兵力却始终在700-800人。听闻此言，林川眉峰一条敏锐，察觉到了异常，问道。之前云岚县可曾出兵参战？谢之命摇了摇头，从来没有。这就怪了，直觉告诉林川这其中有问题，而且跟刘家采矿脱不了干系，
要不然谢之命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及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来人！林川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很快，苍蝇出现在门口。校尉大人有何吩咐？把云岚县所有士兵的兵册给我送过来。林川交代道。是。苍蝇转身离去。这段时间，他一直跟随着林川左右，充当着亲兵的角色。谢之命见状，知道林川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便转移话题问道：林兄找水源做什么？酿制狼血酒需要上好的水，否则酒质不够清澈，口感也会大打折扣。林川解释道。随后，林川又询问了一些云岚县的势力情况，对云岚县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很快，苍蝇便将几本厚厚的兵册送了过来。谢之命见状，主动起身告辞：林兄，我略备薄酒为你接风，就先行告辞了。林川起身回道：刚到云岚县，诸多事务需要处理，改日我必登门拜访。谢之命也没强求，笑道：也行，反正林兄以后都在云岚县，来日方长。送走了谢之命，林川便开始查看士兵兵册。苏黎走上前来问道：相公这是在查什么？这是之前的兵册，前任校尉年年招兵，可兵力却始终在700-800，而且云岚县兵从没有过出征边关的记录，我怀疑这其中有猫腻。苏黎走上前来说道：相公可否给我看看？这有何不可？林川直接将兵册递给苏黎，苏黎接过兵册，像是随手翻阅一般，林川甚至都没看几行，他便已经翻篇。不过片刻，苏黎便将整本兵册翻完，开始翻起第2本。相公，我刚刚看了一遍，除去前几日被开除军籍的200余人之外，名册上还有400余士兵，记录的是战死。400多人战死。林川一脸吃惊，他虽然刚才也看到了一些战死标注，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多。苏黎点了点头，说道：431人。见苏黎报出如此精准的数字，林川再次露出惊讶之色。你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个数的。苏黎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就刚才你就数完了？林川指着兵册，满脸的不可思议。对啊，我还把他们的名字和户籍都记下了。林川闻言更是觉得不可思议，虽说他也听闻过世上有过目不忘的神人，却没想到苏黎具备这样的能力。相公若是不信，我背着写给你。很明显，苏黎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林川笑道：好，我给娘子研墨。林川此举也是想要检验一下苏黎的记忆力到底有多恐怖，毕竟速记往往只能在短时间内记住，时间越久就会越模糊。苏黎二话不说，拿起笔便开始写，他的字十分漂亮，娟秀中透着几分柔情，果真是字如其人。苏黎不慌不忙，将每一个人的名字、年龄、户籍的等信息一一罗列出来。他一边写，林川一边翻开兵册对照，结果一连几10个名字下来，竟然丝毫不差。将近1个时辰，苏黎总算将名单写完，431人，一个不差。娘子，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能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林川无比激动，这都不过是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被林川这么大夸特夸，苏黎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谁说的？这可是举世罕见的天才，是说书先生口中的神通之术。林川这话可是一点不夸张，苏黎这过目不忘的本事，要是运用得当，价值无法估量。当晚，林川将重要人员召集到校尉府议事，除了死字营的10名标长之外，原云岚军中仅剩的2名标长也都到场。另外，大牛、苍蝇以及聂星寒等人也都被叫来。林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今日召集大家，主要有几件事情，我长话短说。众人皆是一脸严肃，毕竟熟悉林川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是一个啰嗦的人，只要是议事，必然是重要事情。第一，将600云岚宪兵打散并入各标，同时要叮嘱手下人不得排外，操练之时要多指点。一众标长立马就明白了林川话中的意思，一来是不清楚这些云岚宪兵的底细，为了以防万一，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标，无疑是最稳妥的。再则，这些云岚宪兵基本上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就算与死字营中那些之前没有从军的士兵也有不小差距，想要形成战斗力，得加紧训练。老兵带新兵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大周军中也一直都有老带新的传统。此外，林川刻意强调不能排外，以免这些云岚宪兵觉得自己始终是外人，得不到认可，长期下去注定会与队伍离心离德。那2名原云岚军中的标长在听到这个消息，也都彼此对视了一眼。将600云岚军打散并入各标，他们之前已经想到，不过他们没想到林川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大大方方说出来，此举反而让他们觉得林川是一个坦荡之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好了寄人篱下的心理准备，可现在看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第三，组建100人斥候队，由几天路任队长，人员由你自己挑选，各标无条件放人。遵命。几天路起身抱拳回答道。几天路曾经本就是一名边军的斥候校尉，
所以由他来担任斥候小队队长，无疑是最合适的。可其他人听到这道命令，脸色皆是微微一变。通常来说，只有万人之军才会成立斥候营，可林川现在便成立斥候队，可见他的眼光之长远。第三，挑选300名体魄出众的汉勇士族组建重甲队，由唐奎然担任队长。属下领命。朗声回答。纵观当试沙场，最为强悍的当属骑兵，面对奔袭凿阵的骑兵，步兵阵营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而骑兵又分多种，以轻骑和重骑最为常见。轻骑突袭，重骑凿阵，两者虽都为骑兵，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特别是重骑，一旦出现在战场上，那无异于一架钢铁战车，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当然，重骑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人马巨甲过于沉重，以至于无论是对兵卒还是对战马的要求都极高。这也是为何林川要从各标之中挑选一批体魄出众的士兵出来组建重甲小队的原因。第三，命许大牛为扛旗先锋，史尚飞为轻兵队长，自行挑选50人成立轻兵队。史尚飞领命。许大牛领命。林川顿了顿，继续说道：将原本的10标缩减为4标，每标300人。此言一出，现场10多人神情皆是一震。10标缩减为4标，那岂不是意味着6人将失去标长之位？不过想想也释然了，当时林川提点死字营1000军奴需立马驰援狼风口，便临时划分为10标，他们虽为标长，同样也是临时的，现在被免去职位，也并非不能接受。就在众人浮想联翩之时，林川的声音再度响起：骆青云任甲标标长，曹远山任副标。二人同时起身抱拳道：属下遵命。众人一愣，没想到林川竟然设立了副标长，不过想到如今每标300人，设立副标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林川并非是心血来潮胡乱改编制，而是有着自己的打算，5人1伍，10人1时，100人1标是大周军制的传统。但林川却发现这其中有不少弊端。最常见的便是，如果正面交锋，1标100人很难形成战力；如果3标齐上，又很难做到统一指挥。薛焕之任以标标长，陈庸任副标。是。魏敛任丙标标长，秦放任副标。属下领命。轩辕孤鸿任丁标标长，段峰任副标。此言一出，现场众人神色再次一变，毕竟轩辕孤鸿与段峰皆是原云兰军标长，林川没有安排死字营的刘晏跟周怀这2位标长，反而是用了这2个外人，实在是出人意料。不少人纷纷将目光看向刘晏与周怀这2位年长的标长，二人的脸上也多少有些尴尬。就在这时，轩辕孤鸿与段峰2人起身来到场中，抱拳道：大人，这不妥。林川看着2人问道：有何不妥？轩辕孤鸿看了刘晏与周怀2人说道：2位老标长毕竟是跟大人从狼风口外杀过来的，他们2人比我们更合适。林川自然清楚他2人心中所想，他们担心的是自己抢了刘晏跟周怀的标长之位，会遭来2人乃至其他死字营成员的排挤和记恨。轩辕孤鸿16岁从军，靠着军功一步步爬上校尉之位，3年前得罪某位世家公子，因此丢了校尉之位，更是被调离边关，发放到云兰县。林川看着他，淡淡说道。轩辕孤鸿神色一惊，他没想到林川竟然对他的过往一清二楚。要知道，这些新秘除了段峰之外，就连云兰军中与自己交好的兵卒都不知道。大人，你怎么知道？轩辕孤鸿满脸震惊，问道。林川指了指他身边的段峰，说道：我还知道，那位世家子抢夺了段峰的军功，你是替他出头才被牵连的。听闻此言，2人更为惊讶。段峰问道：大人是如何得知？林川淡然一笑，说道：想必你们也知道咱们死字营成员的来历，其中就有人是你们昔日的同袍，也是他为我举荐了你2人。是谁？轩辕孤鸿连忙问道。他叫张瑶。听到张瑶这个名字，2人神色再次一变，很快便从记忆中想起了此人，那是曾经过命的兄弟。可自从2人被调到云兰县之后，曾经那些生死兄弟便彻底失去了联系。不曾想张瑶竟然被发配到了死字营。我知道你2人心中的顾虑，我林川用人只看2点，一是忠心，2是能力。显然你们2人比刘晏和周怀2位老哥更合适。紧接着林川看向刘晏与周怀，说道：2位老哥年纪大了，上阵杀敌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吧。2人面带笑意，点了点头。大人不用顾虑，我2人全都听从你的安排。林川笑道：虽然2位老哥已不在当打之年，但也还不是养老的时候，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们去做。2人闻言也收起脸上的笑容，起身抱拳，任凭大人差遣。即日起，刘晏负责所有军中内务，周怀负责兵甲锻造。林川再次下令：遵命。2人也没想到林川竟然将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2人。相比起当标长，
这2个职位更为重要，一个负责的是整支军队的吃喝拉撒，而另一个负责的是兵器铠甲，这2项皆是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马虎。林川目光扫视全场，从这10多人身上一一扫过，除了刘晏跟周怀之外，其他人皆是当打之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曾经都身居高位，现在当一个标长或副标确实有些屈才，但我向你们保证，总有一天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披上将军甲。林川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众人只感觉心潮澎湃。要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他们只当是在画饼，但这句话从林川口中说出来，他们丝毫不怀疑。紧接着林川再度说道，不仅是你们，还有下面的所有兄弟，我不仅要让他们吃饱穿暖，更要让他们按时领到饷银。听到饷银2字，现场所有人目光不由得暗淡了下去，因为很多人当兵几年了，都没见过饷银是什么样子，就连立下战功的赏银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很多时候直接被上级克扣私吞，根本到不了他们手里。我知道如今这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自己挣钱来发给兄弟们。紧接着林川将自己经商的计划说了出来，卖酒只是投石问路，他脑海中还有一个庞大的构想，若能一一实现，定能打造一个商业帝国。当然林川也只是给大家列举了少部分，毕竟场中皆是沙场汉子，对于经商做买卖皆是一窍不通。接下来各标抓紧操练，随时做好投身战场的准备。林川起身对众人说道。听闻此言，众人顿时神经一紧。骆青云问道，大人又要开战了吗？胡杰人虽然折戟狼风口，但老龙口与朝天鸭这2处兵力不减反增，其他地方也在紧锣密鼓调兵，如无意外，距离北疆全线开战的时间不远了。众人闻言皆感受到了一股紧张的气息，可紧接着这一丝紧张便被体内的热血所淹没。随后林川又让魏敛的丙彪与轩辕孤鸿的丁彪负责对教场进行扩建，因为现在不仅兵力是原本云岚县的2倍，而且战马充足，基本都是骑兵，如果教场太小，操练的时候根本施展不开。好在云岚县营地所在这片区域足够平坦，扩建也并不麻烦。同时让骆青云负责增设训练器械，除了常见的靶场、石所等之外，林川还将前世军营中的400米障碍画了出来，让骆青云进行修建。别看这个小小的400米障碍，它可是自己前世军事领域中最核心的训练项目，几乎是将体能、意志、团队协作、个人战力、作战技巧乃至心理素质等训练项目尽数都囊括其中。至于薛焕之，则是配合唐奎然建造军营，虽说之前便让唐奎然着手建造，但显然没有这么快。众人离去之后，林川又让苍蝇将范邪、吕红以及钱锋等人叫来。钱锋，你伤势如何了？林川问道。大人那金创要简直神了，这才3-4天，伤口便开始结痂了。钱锋激动地说道。林川笑着与几人寒暄了几句，说道，叫你们来是有件事情跟你们商量。几人闻言顿时站起身来，一脸严肃地等着林川开口。林川示意他们坐下，说道，咱们马上就要大量酿制狼血酒，但想要养活1000多人，仅靠卖酒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得把路子打开一些，不仅要把买卖做大，更要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但随着买卖越做越大，需要的人手也会越来越多。你们几个曾经都做过买卖，我想问你们是继续留在军中建功立业，还是脱离军纪经商做买卖？听到这话，几人顿时沉默了，纷纷看向彼此。林川笑道，你们不用急着回答我，3天之后给我答案，无论你们怎么选择，我都尊重你们。然而就在此时，范邪第一个站起身来说道，校尉大人，不用等3日，我现在就可以给答复。上阵杀敌，我自认不如大部分兄弟，而且上了战场还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拖累，与其如此，还不如做我自己擅长的事情，把买卖做大，帮兄弟们解决后顾之忧。校尉大人，我也觉得我去做买卖比在军中能出更多的力。钱锋也起身说道。最终5人都选择脱离军籍，帮林川打理生意。事实上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毕竟他们本就是生意人，因为犯了事才被打入死字营，上次上阵杀敌是迫不得已，如果真有选择，做买卖显然更适合他们。当然仅靠他们5人是不够的，林川决定放权给他们，让他们招募人手。不过还是那2点要求，一是忠诚度，2是能力。次日林川再次将所有士兵聚集到教场，这一次他没有训话，而是直接发银子。此前张俊私藏那1万多两银子，林川决定拿出5000两分发给大家，无论是之前的死字营成员，还是刚收编的云岚兵，都人人有份。普通士卒3两银子，5长5两，10长10两，标长20两。上次狼风口一战的军功用来解除了奴籍，而这笔银子则是林川私下发给他们的。拿到银子后，士兵们一个个脸上堆满了笑容，
也都将这份恩情牢记在心底。对于普通士卒而言，接触到林川的机会并不多，战场上奋勇杀敌是他们报恩的唯一途径。除了分给手下士兵剩余的1万两银子，林川也有大用，如购买粮草、工匠的工钱，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接下来的10来天，云岚县大营大兴土木，数十栋军营拔地而起，整齐排列。按照林川的要求，将原本的大通铺营房改造成了独立房间，义务士兵住一间。教场在原有基础上扩充了足足5倍，就算是骑兵方阵也能进行全速奔袭训练。营房的另一边也修建了2排房屋，现在除了酿酒坊之外，其他都还处于闲置状态，但相信用不了多久都会忙碌起来。不得不说，人多力量就大，如此庞大的工程，1000多人硬是只用了10来天便完成了。而这段时间，林川很少现身，基本上都在校尉府。前面3天，林川设计了3套铠甲，分别是步甲、轻甲和重甲。这3套铠甲是林川将前世记忆中历朝历代铠甲优点进行融合，放在当世绝对是无敌的存在。唯一的缺点就是制作成本太高，与刘晏粗略估计了一下，就算是工艺最简单的步甲都得100两银子以上，最复杂也是最昂贵的重甲，一套的将近300两银子，这还是抛开人工费的情况下。以他现在的家底，根本实现不了全员满甲，而且这个东西制作起来的难度也非常高。好在这一次谢之命帮忙找的匠人手艺都很不错，而且随着范协等人到周围城镇推销酒水的时候，顺带张贴聘文，不少手艺精湛的匠人都问询而来。毕竟林川开出的工价比市面上高了整整1倍。紧接着他又设计了一款战刀，其样式尺寸与自己现在佩戴这把差不多，不过只要求对铁胚折叠10次锻打，可即便如此，也不是如今军中的战刀所能比，就算比起曾经威震四方的百炼刀，也要强不少。第6日，林川让刘晏去购买1台织布机，送到校尉府。上次议事，林川便提到过要做布匹生意，但并未展开细说，刘晏也不知道具体事宜。当林川脑海中产生搞钱这个念头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布匹。如今老百姓的衣服大多为麻布制作，棉布就已经是非常奢侈的布料了，至于绫罗绸缎锦绣纱，那更是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东西。加之北疆寒冷，所以这一带盛产木棉，但由于纺织技术有限，织出来的棉布不仅质地稀疏，而且厚薄不均，导致棉布做的衣服不耐穿。这不由让林川想到了前世的飞梭纺织机。这种纺织机相较于这个世界的纺织机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在梭子里面装一套轮子，却让纺织机发生了质的飞跃。最主要的是，飞梭纺织机相较于传统纺织机，不仅在效率上提升了数十倍，最主要的是织出来的布更紧密，走纱更均匀，布匹更为平整耐用。林川先是摸索了一下纺织机的结构原理，然后便着手进行改装。事实上，改装难度比他想象中的要小很多，不到半日时间便基本完成。随着他踩动踏板，梭子在纱线中来回飞穿，令人眼花缭乱。随后，林川又在测试过程中不断进行校准，飞梭纺织机终于织出了第1匹棉布。他兴奋地拿着棉布来到酒坊找苏黎，让他评判。苏黎接过一看，顿时惊呼道：“相公，这是哪儿来的锦缎？为何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样式？”很快，苏黎便发现了异常，不对，这并非锦缎，而是棉布。只见他猛然起身，满脸震惊地问道：“这世上竟有人能把棉布织得如此密集平整，谁这么厉害？”林川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道：“娘子不妨猜一猜，这是谁织的？”苏黎何等聪慧，娇笑道：“我猜，必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小娘子。如此奇女子，我定要帮相公收了她。”林川瞪了他一眼，苏黎害怕地吐了吐舌头，说道：“好了好了，奴家知道这是相公的杰作。不过，我家相公眉目英朗，气质卓绝，谁家女子见了不心生仰慕？远的不说，就咱们酒坊那些小姐妹，不少人都在偷偷瞄你呢。”苏黎挽着林川的手打趣道：“我来是跟你说正事的。”林川连忙岔开话题，说道：“我带你去看个东西。”拉着苏黎回到校尉府后院，只见一架纺织机静静摆在那里，还有半匹没织完的棉布。“相公，你什么时候迷上女工了？连纺织机都搬家里来了？”苏黎诧异问道。“这与普通的纺织机可不一样，来我教你。”林川将苏黎带到跟前，教他如何通过脚踏板控制。苏黎以前是用过纺织机的，加上这台飞梭纺织机织是在普通纺织机上进行改装，保留其原有结构的情况下，操作起来也更为简单。苏黎很快便能上手。哇，天哪，简直不敢相信，这纺织机织竟然能将棉布织得这么细密平整，而且这纺织速度也太快了吧，估计1天就能出1匹布。苏黎将那半匹棉布捧在手里，内心早已震惊到了极点。很快，苏黎便从中嗅到了商机，棉布之所以贵，主要是因为纺织起来太慢，再则棉布不耐用，
可现在有了这飞梭纺织机，就算每天出1匹布，也比传统纺织机快了将近10倍。最主要是，这棉布的质地虽比不上锦缎，但比市面上的棉布耐穿太多。北疆寒冷，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棉布远比贵得吓死人的绫罗绸缎更实用。现如今，市面上的棉布是5两银子1匹，咱们这不就算卖10两银子，也绝对物超所值。苏黎信心十足地说道。然而，林川却摇了摇头，说道：“我准备卖3两银子1匹。”3两银子？苏黎满脸不解。林川看着他说道：“我要让所有百姓都穿得起棉衣。”听闻此言，苏黎眼底闪过一抹钦佩之色。若是天下商人都有这份胸襟和担当，老百姓的日子一定好过很多。我立马让木匠做5台飞梭纺织机出来，娘子也从那些女子当中选一些手巧的人来织布。苏黎点了点头，说道：“相公放心，我心里有数。”虽说这些女子是林川所救，但林川并没有让他们给自己当免费劳动力，除了管吃管住，每月还会照发工钱。不仅是他们，那些铁匠木匠也是一样，林川开出的工钱比市面上高出将近1倍。解决掉飞梭织布机，林川再次将精力投用到兵甲领域。这日，他将一叠草图交给周怀，交代道：“给那些木匠师傅们看一下，问他们谁能做。”半个时辰之后，周怀返回说道：“校尉大人，刚刚问过所有木匠师傅，其他人都表示图纸过于潦草，做不了，只有一个名为黑土的木匠说能做。”哦。林川眼神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问道：“劳烦周老哥去把人请过来。”“我已经叫过来了，就在门外。”周怀说道。“快请他进来。”很快，一名身着青衫、头梳发髻、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子迈步走了进来。此人约莫40来岁，双鬓2撮白发异常醒目。虽然他名叫黑土，可整个人一点也不黑，特别是那双手，食指白皙修长，比很多女人的手还要好看。草民黑土，见过校尉大人。来人对着林川躬身行了一礼。林川示意他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坐。紧接着，翠花便出来上茶。当男子看到翠花那巍峨身形的瞬间，眼神中闪过一丝惊骇之色。周怀老哥说：“你能做这个东西？”林川指了指摆在面前那一叠草图，问道。黑土点了点头，问道：“敢问校尉大人，这弩是何人发明？”林川闻言顿时一惊，这图纸上确实是一把弩，只不过林川是将每一个部件都拆开了画出来的，而且还故意画的潦草，交给他们的图纸也少了2个部位。这不仅仅是对那些木匠的考验，也是为了保密起见。可眼前这中年男子却通过残图看出这是一把弩，让林川内心十分诧异。黑土师傅认得这东西？林川很是好奇地问道。要知道，自己所画的匣子弩乃是从前世的诸葛连弩演变而来，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的东西，他不相信对方见过。启禀校尉大人，小人祖上世代都是木匠，我从小便接触各种奇门机关和榫卯机括，这图纸虽潦草，而且还少了2个关键部位，但小人也能大致推测出它的全貌。中年男子声音平静，眼神之中带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沉稳，这让林川敏锐察觉到，眼前这中年男子绝非一般人。黑土不是你的真名吧？敢问先生大名？林川目光深沉，看着他问道。男子神色微变，但还是如实回答道：“在下莫寻。”听到这个姓氏，林川神色顿时一变，脑海中顿时闪现出前世古代一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墨家。墨家？林川强压着内心的震惊，试探着问道。莫寻眼神中也闪过一丝异色，笑道：“想不到校尉大人还知道墨家，不错，我正是墨家第7代弟子。”果真是墨家。林川内心的激动跃然脸上，他没想到神秘的墨家竟然真的存在，更没想到这云岚县城竟然有一位墨家弟子。他很好奇墨家是不是如传说中的那般神秘而强大，更想不明白对方既是墨家弟子，为何会出现在这小小云岚县。先生即为墨家弟子，想必这把弩对你而言不难吧？林川重新取出一份图纸递给莫寻，这份图纸显然要工整得多，而且每一个零件都标明了尺寸。后者接过图纸简单看了一遍，眼底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天底下除了墨家弟子之外，还有人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弩，就算以他的眼光来看，都堪称精巧绝妙。莫寻又哪里知道，这把弩是临川前世古代一位天才所创，名为诸葛连弩，后世后历经多次改进，被称之为匣子弩。能做，但我想知道这是何人设计的？莫寻问道。林川淡然一笑，问道：先生为何就不相信这是我设计的？不是不信，只是想求证一下。莫寻看着林川继续说道：2个月前，我听说狼风口出现了一把造型怪异的木弓，于250步之外一箭破甲，射杀胡杰主将木尔扎，我便想要见识一下。可我赶到狼风口的时候，听说校尉大人已经带兵来了云岚县，
我便一路跟了过来。莫寻继续说道。林川点了点头，他正好奇，堂堂墨家弟子怎么会甘心来到自己军营中当一个木匠，原来对方是奔着自己来的。先生若是想见我，直接让人带话即可，何须这般麻烦。林川说完，径直走进里屋，将自己的破甲弓和铁剑都取了出来，放到桌上。莫寻先是拿起破甲弓仔细打量一番，随后又从剑壶之中取出一支破甲剑，反复观看。嘎吱，只见他弯弓搭箭，拉至满弦，不过没有将箭射出去，而是缓缓松开弓弦，说道：我曾怀疑你是墨家新一代弟子，现在看来并不是。林川好奇笑问道：先生为何这般确信？莫寻淡然笑道：这弓的设计确实精巧，但做工粗糙，选材也毫无讲究，绝非出自墨家弟子之手。此言一出，顿时让林川为之汗颜。确实，自己虽然依照复合弓复刻出了破甲弓，但在木工领域终究是个外行。紧接着，莫寻摩挲着剑足之上的3道矢锋，说道：这是用胡杰人的铁剑改造而成，但改造之人绝对是一位行家，果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先生。林川笑道。随即林川再次看着莫寻，问道：先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是要准备离去了吗？莫寻也看着林川，意味深长地问道：校尉大人难道不想把我留下来帮你做事？墨家机关术威震天下，每一位墨家弟子都是举世难寻的能工巧匠，无论到任何地方都会被奉为座上宾。若先生能留在军中，那是我林川的荣幸，更是北系军的大幸。林川一脸真诚地说道。校尉大人过誉了，我不过是一个木匠而已，没你说的那么玄乎。莫寻大笑道，随即再次看着林川说道：若是校尉大人想要强行留下我，我定然走不掉。先生未免太小看我林川了，我敬重先生的才能，也确实希望先生能留在军中效力，但还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你真不留我？莫寻看着林川问道。我自然希望先生留下来，但先生的去留当由你自己决定，若先生执意要走，我定会奉上盘缠马匹送先生出城。林川满脸真诚地说道。莫寻捋了捋清须，眼神中带着钦佩与赞许，小小年纪却有如此胸襟，此子绝非池中之物。看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莫寻愿留在校尉帐下，效犬马之劳。莫寻躬身抱拳，对着林川行了一礼。林川连忙将其扶住，说道：先生切不可行此大礼，应当是我感谢先生才对。随即二人再次落座，莫寻开口说道：我墨家历代弟子皆遵祖训，盛世隐居前沿技艺，乱世出山救国济民。如今北疆边境吃紧，百姓年年受胡贼侵扰，我墨家子弟岂能坐视不管？先生大义。林川发自内心的钦佩。然而莫寻却是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实不相瞒，我到北疆转了一圈，发现偌大的北系军竟然找不出几块硬骨头，着实令人失望。莫寻端起茶杯浅饮了一口，继续说道：正当我准备离开之际，便听说你在狼风口射杀木尔扎的消息，之后对你率领1000死字营军奴大破敌军也很是震惊。先生谬赞，我只是不想看到这锦绣山河遭受践踏，黎民百姓被屠戮而已。林川感叹道：若北系军将领人人如校尉这般想，胡杰人岂敢犯我边境？莫寻顿了顿，继续说道：其实我选择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墨家清理门户。林川神色一凝，愕然问道：清理门户，此话何解？校尉可曾想过，胡杰人一个马背上发迹的民族，为何近几十年在兵甲锻造、城池修建乃至工程器械方面突飞猛进？莫寻看着他问道。尽管林川已经猜到一二，但还是摇了摇头。那是因为我们墨家出了叛徒，带着一帮人逃到了胡杰，帮助他们攻打大周北疆。莫寻沉声说道。当年老师最得意的那位弟子莫名消失，这几十年来墨家一直在追查他的下落，却依然是杳无音信，直到2年前才查到一下蛛丝马迹，他多半是去了胡杰。前不久狼风口外出现投石车等工程器械，我们更加坚信了他的存在。林川眉毛微挑，不解地问道：投石车不是大周畔将霍元清弄出来的吗？难道他是墨家弟子？莫寻嗤之以鼻道：霍元清一介莽夫，他们父子虽曾在大周为将，但以他们的脑子根本造不出投石车，真正的高手另有其人。莫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我到狼风口看过那几架投石车，虽然被人改进过，但依然有墨家手法的影子。林川心中暗惊，没想到莫寻竟然去过狼风口，还一眼就看出那几架投石车被改进过，墨家弟子果真是名不虚传。我之所以来云岚县，一来是对你的破甲弓好奇，二是听闻你的名声，想要见一见这位北疆新秀。平心而论，我原本并未打算留在你帐下，毕竟你的本钱太小了。莫寻没有丝毫隐瞒，直言相告。林川不由好奇问道：那又是什么让先生决定留下来的？莫寻轻叹一声说道：
都说满朝重臣皆是一群蝇营狗苟之辈，身居高位却只想着自己的一己私利。我看这偌大的北疆也一样，一个个手握重兵，却只知道固步自封，以至于边境连连失守，山河破碎，百姓遭劫。紧接着他看向林川，说道：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仅文武兼备，而且你心中有底线，肩上有责任，眼里有信仰，胸中有乾坤。这毫无征兆的一顿夸，让林川都不好意思起来。两人又聊了片刻，莫寻起身告辞，林川连忙拿起图纸想要交给他。莫寻笑了笑，摆手道：若是看了一遍图纸还做不出来，我在外自称墨家弟子，岂不是丢了墨家祖师的脸？那以后就多多仰仗先生了。林川抱拳道：校尉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倾尽毕生所学，为将士们铸出坚甲利刃。莫寻说完便转身离开。林川叫来周怀，将莫寻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周怀满脸震惊，他是墨家弟子，我的天哪！以后莫寻先生的要求你需全力支持，不可过多限制。林川担心外行管内行的情况出现。校尉大人放心，这等能工巧匠，咱们巴不得当祖宗供起来，岂敢得罪？周怀激动地说道。显然他也听说过墨家的大名，也变相说明了墨家弟子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有莫寻相助，林川顿时感觉压力小了很多。就在这时，苍蝇将一封请帖递到林川跟前。校尉大人，刚刚天香楼的谢公子送来请帖。林川这才意识到自己来云岚县都10来天了，一直在潜心研发，告诉清兵自己不见任何人，估计谢之命来拜访都被清兵给挡了回去。林川打开请帖看了一眼，说道：苍蝇，你去通知夫人，中午到天香楼赴宴。是。苍蝇答应了一声，快步离去。这段时间苍蝇已经将清兵队组建完毕，在抽调人手的时候，各标都非常支持，毕竟那是林川的清兵队，在战场上是要给林川挡刀挡剑的，实力和忠诚度缺一不可。而且清兵队要保护的人可不仅仅是林川一个，还有扛道者许大牛，他们既是清兵队又是护旗队。原本有人推荐聂星寒担任清兵队队长，可聂星寒却说他管不了人，也做不了官。事实上，像聂星寒这样的神射手，若是让他带兵，反而会让他的剑术打折扣，就应该让他在战场上心无旁骛，自由发挥。这段时间聂星寒除了日常操练之外，几乎都待在靶场练剑，这家伙也真是够狠，每次都要射完足足100支箭才停手。要知道他用的可是铁胎弓，整个云岚县军中除了他便没有第二个人能将其拉开，哪怕是号称臂力无双的许大牛也不行。就连唐奎然、轩辕孤鸿和洛青云这几位实力过硬的猛将，也都尝试过聂星寒的铁胎弓，可无一人能拉至满弦。每次聂星寒练剑的时候，靶场周围都围满了观摩的士兵，每一支箭射中靶心，周围都会响起尖叫与呐喊。不少人上前请教，可聂星寒从始至终都只有4个字：为首熟耳。中午时分，林川与苏黎出现在天香楼，身后跟着苍蝇带领了几名清兵。原本林川是不想如此招摇的，可苍蝇却郑重其事地说，如今云岚县形势复杂，他们得对校尉和夫人的安全负责。林川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带人跟着，但有一个条件，最多带5个人进入天香楼。谢之命便热情地迎了上来。校尉大人，可算是把你盼来了。听到这个称呼，林川已经猜到了大概，估计是谢之命几次去见自己都碰壁回来，让他生出了别样的想法。我近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便吩咐手下人不见客，不曾想将谢兄给挡在门外，还请见谅。听他这么一解释，谢之命顿时松了一口气。林兄军务繁忙，理解。谢之命热情将2人领到楼上雅间。很快，一桌丰盛菜肴摆满了桌子，谢之命端起酒杯，起身道：二位光临，天香楼蓬荜生辉，我敬2位。苏黎不善饮酒，但还是用袖口挡住酒杯，浅饮了一小口。谢之命是实打实的读书人，言谈举止都带着书生气息，2人相谈甚欢。苏黎则是全程安静坐在一旁。最近福临门怎么样？可曾来生事？林川问道。他们自从上次派人到后厨下毒，被翠花揍了一顿之后，福临门便彻底老实了，而且生意愈发惨淡，全城不见刘家人，皆是掌柜在打理。谢之命回答道。2人畅谈畅饮。谢兄对孙县令知道多少？林川轻轻放下酒杯，问道。孙文泰在云岚县任县令已有6、7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还多少为老百姓干些实事，可随着刘家逐步将其拉拢，如今早已是一个傀儡县令，甚至是刘家欺压百姓、疯狂敛财的帮凶。林川眼神之中闪过一抹冷意，说道：刘家作威作福这么多年，他们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至于孙县令，他身为地方父母官，不为百姓着想，反倒是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为祸百姓，那这个县令就换一个人来做。谢之命眼底闪过一丝金色。林兄这是要对刘家下手了？林川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如果说此前他跟刘家只是私人恩怨的话，
当得知刘家近些年的所作所为之后，刘家就已经是他必须除掉的对象了。我听闻3日之后是刘家老爷子70寿辰，届时不光是云岚县，整个云州都有不少大人物会到场。据说云州刺史贺林州会亲自到场贺寿。谢之命透露道。林川神色微凝，刘家与云州刺史有何瓜葛？林兄有所不知，刘家老爷子刘南亭的孙女便是嫁给了贺林州的长子，两家乃是姻亲关系。也正是凭借这层关系，刘家才能踩着云岚县其他几家肩膀迅速崛起，成为云岚县第1大家族。听闻此消息，林川若有所思，说道：难怪最近刘家没有丝毫动静，感情是在憋大招呢。得知这一消息后，林川严重怀疑刘家承包铁矿，以此谋取私利，这背后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简单。甚至张俊贩卖人口与兵甲这件事情，刘家极有可能是重要一环，因为迄今为止林川也没有查出那支商队的任何踪迹，这不由让他怀疑到刘家。我怀疑刘家会借着这次寿宴对你发难，林兄不可不防啊。谢之命提醒道。林川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道：既然是寿宴，那我理当准备一份寿礼，不然显得咱不懂礼数。就在这时，苍蝇快步跑了进来，凑到林川身边语几句。林川听完神色微变，起身说道：谢兄，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还有些琐事要处理，就先告辞了。谢之命也没多问，连忙起身相送。知道林兄公务繁忙，我就不挽留了。大门外，林川转身对谢之命说道：若有朝一日需要谢兄为百姓出力，还望谢公子不要推辞。谢之命眼底闪过一丝错愕，不由想到第一次与林川在自己书房的谈话，若真有那一天，谢某哪怕是肝脑涂地，也不负10年苦读。谢之命笑着回应道。林川带着苏黎坐上了马车，苍蝇充当起了车夫，回到军营。刘晏已经等候多时。说说什么情况？林川直接开口问道。校尉大人，送往其他城镇的酒被人劫了。刘晏阴沉着脸说道。知道谁劫的吗？刘晏摇头道。据回来的人说是马匪干的，但北疆的马匪早就被清剿干净，属下怀疑多半跟上次一样，是刘家干的。林川直接给出答案，随即又问道：损失了多少酒？可有人员伤亡？损失了500来斤酒，3人死亡，其余个个带伤。刘晏回答道。听到这个结果，林川眼神中顿时闪过一抹杀机，倒不是心疼酒，而是刘家竟然敢杀他的人。刘家终于忍不住要出招了吗？林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神之中善意弥漫。一名士兵满脸慌张地跑了进来，说道：校尉大人，刚刚咱们上山挑水的民夫被刘家给扣了。近期林川让刘晏招了不少人，其中男女都有，男的做一些体力活，女子则是帮忙酿酒或是织布。苍蝇！林川冷喝一声，属下在，集结清兵队，随我去矿山。是。苍蝇回应了一声，迅速去通知清兵队。片刻之后，林川带着50清兵快马离开军营，直奔虎头峰山脚而去。由于刘家采矿污染了水源，只能安排民夫到矿山上游去挑水下来酿酒，这样十分耗费人力，而且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毕竟整个云岚县城的百姓都得喝水，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解决掉刘家。50余骑一路狂奔，虽无法达到千军万马的气势，但依旧不失威武。军营距离虎头峰山脚的矿区并不是很远，而且为了方便矿石运输，沿途道路十分宽敞，哪怕是10骑并驾齐驱，也不显拥挤，不到1刻钟的时间，林川等人便抵达矿区。高高的石墙将整座矿区给围了起来，只有一座由一根根原木做成的大门，有点类似军营的辕门，上方还插着一面绣着刘字的旗帜。区区一个地方恶霸也敢竖旗？林川冷声说道。咻！话音刚落，一道破空声传来，只见那大门上方的旗杆直接被一支铁剑折断，旗帜掉落下来。出手之人正是聂星寒。谁敢在此撒野？一声暴喝传来，只见一群手持棍棒的壮汉从大门内涌出，一名满脸横肉的壮汉肩扛一把环手大刀，从人群中走到前方。哟，原来是校尉大人，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男子装腔作势一番抱拳，可眼神中却满是倨傲之色，丝毫没把林川以及他身后这50余骑放在眼里。你是这里领头的？林川看了他一眼，冷声问道。那名壮汉昂首笑道：在下刘武，敢问校尉大人有何指教？林川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问道：把我的人放了？刘武满脸茫然，摊手道：校尉大人是不是搞错了？这儿只有我刘家的矿工，校尉大人要是想找乐子，怕是找错地方了。哈哈哈！刘武此言一出，顿时引得身后哄堂大笑。刷刷刷，一道道寒芒闪过，清兵队战刀出鞘，凌冽杀机宛如潮水一般席卷开来。刘家一众家丁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从战场上走下来的战兵，
而非他们这等乡野莽夫。我再说一遍，放人！林川的声音宛如刀锋一般冰冷刺骨。饶是刘武也知道此时的林川不可触怒，连忙陪笑道：校尉大人，我真没看到你的人，这样我帮你问问，要是回头找到了，定会亲自给你送回来，你看怎么样？林川端坐马背之上，凝视着他问道：你觉得我很好糊弄吗？不等刘武说话，林川再次开口道：半炷香之内，若是看不到我的人，就别怪我的刀不长眼了。这一刻，刘武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林川眼神中的杀意，他转身喝问道：谁他妈不长眼，抓了林校尉的人？一名刘家嫡系目光闪烁，上前说道：三爷，上午我带人巡查矿山的时候，发现一群人在矿区外鬼鬼祟祟，便带回来盘问一下，没想到是林校尉的人。啪！刘武直接一耳光扇在他脸上，喝道：不长眼的东西，连林校尉的人你也敢抓，你找死啊！那人捂着脸哭丧道：三爷，我真不知道那是林校尉的人，要不然就有10个胆子也不敢啊。刘武又是一脚将其踹倒在地，问道：人呢？在里面呢。那名刘家嫡系捂着脸回答道：还不赶紧去请出来。刘武做事又要打，那人连忙朝着矿区里面跑去。林川全程看着他们演戏，仿佛就是一个局外人。很快10多名挑水的民夫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有的胳膊吊着，有的瘸了腿，有的满脸淤青。看到林川的那一刻，这些民夫无不心生感动，眼含泪水。他们没想到林川竟然会带人来救他们，仿佛受了欺负的小孩见到了父母，喊道：校尉大人！见到他们的惨状，林川怒从心起，问道：告诉我怎么回事？校尉大人，我们跟往常一样到上面挑水，结果刚一到，他们便带人冲上来，不由分说给我们一顿打，随后还把我们抓到里面关起来。一位民夫满脸委屈地说道。林川扫了刘武等人一眼，强压着怒火，继续问道：你们可曾讲明是给我做事？怎么没说？我们说是给校尉大人让我们来打水，结果他们下手更狠了，还说那位满脸淤青的民夫看了林川一眼，没敢继续往下说。还说什么？林川追问。还说就算是校尉大人亲自来了，他们也一样打。那民夫小声说道。林川再次转过目光看向刘武等人，嘴角勾起那一抹冷笑，令人头皮发麻。你记得是谁说的吗？林川又对民夫问道。那民夫目光躲闪，显然充满了畏惧。林川见状开口说道：你大胆说，我保证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得到林川的保证，那位民夫才抬起目光看向刘家人群，可当他看到刘武那凶狠的目光之时，再次低下了头。苍蝇见状直接抬起战刀指向对方，喝道：你他妈瞅啥呢？信不信老子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喂狗？大哥你别怕，你只要告诉我是谁就行了。苍蝇收起凶狠之色，对那名民夫说道：是他。那位民夫指了指人群中刚刚被刘武揍的那名刘家嫡系。那名刘家嫡系眼神躲闪，下意识要往人群里躲。就在此时，林川冷漠的声音响起：带过来。苍蝇翻身下马，独自一人提着刀朝对方走去。来到刘家队伍跟前，刘武却挡住了苍蝇的去路。就身形而言，苍蝇明显处于下风，可他在气势上却丝毫不弱。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亲兵队长，代表的是自家校尉大人的脸面。面对刘武的拦路，苍蝇丝毫不怵，而是饶有兴致地抬起头看着刘武，问道：是你自己让开，还是我踩着你的尸体过去？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跟在林川身边这段时间，他们也潜移默化地被林川身上那股霸道果决所影响。要是换作以往，苍蝇就算不出对方，也不敢用这样的口吻和刘武说话。听闻此言，刘武眼神中闪过一丝怒意，握着环手大刀的手臂更是青筋鼓起。然而当他感受到对面数十名士兵眼神中的杀意，以及他们手中战刀泛起的寒光之后，还是极不情愿地让到一边。苍蝇不屑地扫了他一眼，随即直接走进人群，一把将那名刘家嫡系给揪了出来。那名刘家嫡系顿时脸色铁青，刚要向刘武求救，然而话还没出口，苍蝇手中的战刀便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那名刘家嫡系被带到林川跟前，砰！还没站稳，身后的苍蝇一脚踹在他的腘窝，男子当场跪地，正要起身，结果那把冰冷的战刀已经再次架在他的脖子上。你敢起来，老子就宰了你！苍蝇冷漠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林川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问道：你说就算我来了也一样打？男子只感觉头皮发麻，脊背生寒，颤声道：校尉大人，小人只不过是一时口快，绝无冒犯之意。噗！一抹鲜血飞溅而起，林川一刀斩下，那名男子的脑袋应声滚落，无头尸体倒在地上，脖颈处不断喷血。死！现场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
哪怕是刘武也没想到林川竟然当众杀人，从头到尾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如此雷霆手段让他瞬间慌了神。原本刘武以为林川带人前来兴师问罪，也不过是摆摆架子，耍耍威风，未必真敢动手。毕竟刘家雄踞云岚县这么多年，近些年更是一举成为首屈一指的第一大家族。他林川虽为云岚校尉，但不过是一个外来户，但凡有点脑子都明白不能得罪刘家。林川，你竟敢杀人！林川任由长刀之上的长刀滴落，抬起目光看向刘武，淡漠地说道：我也没有冒犯之意，只不过是一时刀快。对方刚才说一时口快，而林川则是回应一时刀快，让一众刘家人从他平静的语气中感受到了冷漠与霸道。紧接着林川再次将目光看向对方人群，问道：都还有哪些动手了？全部带过来。都有哪些动手了？全部带过来。此言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跌至冰点，刘家众人满脸恐惧，下意识就要后退，而这10几位民夫更是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原本想着校尉大人能把他们救回去就已经是感激涕零了，至于为他们报仇出气更是不敢奢望。谁曾想林川竟然为了他们杀刘家的人，而且还是杀刘家嫡系。大人，要不算了吧，咱们也没什么大事。一名年长的民夫小心翼翼地对林川说道：老哥，你不用怕，你们是给我做事，谁欺负你们那就是在打我林川的脸。林川心里很清楚，这些民夫是不想自己因为他们与刘家结怨，毕竟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岚县人，深知刘家的势力有多恐怖。你们尽管指认，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林川继续说道。有林川撑腰，这些民夫也不再惧怕，纷纷开始指认。很快刘家队伍中便有10多人被点名，那些人脸上写满了畏惧之色，毕竟前车之鉴的尸体还在淌血，他们虽不是主谋，但以那位爷的狠辣手段，说不定会将他们一个个砍了脑袋。见苍蝇带着一众亲兵上前抓人，那些人被吓得双腿打颤，其中一人更是被吓得转身就跑。咻！一支铁箭飞出，直接射中那名男子的小腿，他惨叫一声扑倒在地。刘武见状也鼓起勇气问道：林川，你真要与我刘家为敌吗？林川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说道：你误会了。听闻此言，刘武顿时一愣，看来他还是畏惧刘家的，不由得露出自信的笑容。可听到林川下半句的时候，刘武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在我眼里，刘家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土鸡瓦狗，连做我敌人的资格都没有。听闻此言，刘武眼神中涌现出愤怒之色，若是在以往，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早就人头落地了。身为刘家老家主的第3个儿子，刘武没有大哥在经商方面的天赋和人脉，也没有二哥的手腕和心机，但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勇猛。常有人夸赞他刘武若是投身军务，早就穿上将军甲了。这话虽有讨好的成分，但也并非无的放矢。或许是这样的话听得多了，刘武自己也坚信自己若是从军，早就成为万军统律，但他对此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如今的大周帝国根本不值得他效力，与其在战场上拼命赚取军功，还不如将家族发展壮大，成就100年基业。毕竟如今的大周帝国已经是苟延残喘，乱世即将来临，想要让家族在乱世中得以生存，强大的实力是最基本的保障。然而一向以勇猛自居的刘武，在面对逐步逼来的清兵，内心第一次感受到了畏惧。对于他来说，就算林川将这10多人全部砍了，也动摇不了刘家的根基。这个世道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只要有银子，就有人自告奋勇给你卖命。但若是真让林川当着自己的面将这些人全部杀了，刘家威严何在？别人岂不是都觉得刘家怕了他林川？还有谁愿意给刘家卖命？他再次鼓起勇气挡在苍蝇等人面前，喝道：站住！林川，你要放人我放了，你也杀人出气了，别得寸进尺。刘武瞪着林川喝道。林川只是神色平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可苍蝇又岂能容忍刘武挑衅？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与校尉大人这么说话？苍蝇抬手便是一刀朝着刘武劈去。刘武顿时一惊，连忙用手中环手刀抵挡。当一道金铁胶鸣声响起，两人各退一步，而苍蝇却丝毫不惧，再次挥刀扑了上去。客观来说，苍蝇的实力是不及刘武的，只不过刘武心有忌惮，一直在被动防守。可即便如此，苍蝇也难以将他拿下。就在此时，另外2名亲兵副队长也拔刀冲了上去，二人皆是从死字营中挑选出来的好手，个人实力相当不错。孟昭出自南系军，属唐奎然手下，同为苏大将军的亲兵，此次进入亲兵队也是唐奎然亲自举荐。沈觉此前并非军武出身，而是一名江湖游侠，因以武犯禁被发配死字营。上次狼峰口外一战，沈觉战绩惊人，也是因为如此，他才被选进了亲兵队。随着二人的加入，刘武顿时压力大增，只能全力以赴。可即便如此，
依旧是双拳难敌四手，不到10个回合便被沈觉一刀划开肩膀。紧接着孟昭一脚踹在他的小腹，刘武踉跄摔倒，正欲起身，苍蝇的战刀已经抵在他的脖子跟前。拿人！苍蝇一挥手，10多名清兵一拥而上，将之前被指认的那些刘家人全部抓了出来，连同刘武一起被带到林川跟前。校尉大人，这些人如何处置？苍蝇上前问道。林川冷眼从这些人身上扫过，10多人顿时双腿打颤，冷汗直冒。每人断一臂，以示惩戒。听闻此言，不少人当场瑟瑟发抖，连忙跪地求饶。可一众清兵没有丝毫手软，纷纷手起刀落，霎时间场中鲜血飞洒，惨叫连连。而就在此时，营中涌出大批人影，足有200余人，领头之人林川认识，正是当日在军营与自己作对的刘成。而他身后跟着这些人，正是当日随他一起被开除军籍的士兵。200余人，个个身披甲胄，手中拿的皆是边军制式武器，就算是林川都为之动容。抛开战力不论，仅仅是这200余人的兵甲配置就足以跟边军媲美。按照大周军律，私藏甲胄3件便会按谋反罪论处，更何况是足足几百人，妥妥的灭族大罪。由此可见，如今的大周依旧腐烂到了何种程度。门楼之上也涌现出大批弓箭手，纷纷弯弓搭箭，将林川等人瞄准。见那10多名刘家成员个个捂着断腕惨叫，刘成眼神中闪过一抹杀意，喝道：林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屠戮百姓，今日定要拿你到刺史府问罪。林川，你若实相就立马束手就擒，否则定要让你血溅5步。刘成手持战刀遥指林川。看着气焰嚣张的刘成，林川冷笑道：你还真是健忘啊，短短半个月就忘了自己上次屁滚尿流的惨状了。林川，你欺人太甚。被当众揭短，刘成眼眸中杀意更甚，咬牙喝道：所有人听令，杀一人赏银100两，摘下林川首级者赏银500两。听闻此言，林川有些无语，没想到自己的项上人头只值区500两。随着刘成一声令下，身后200人纷纷把刀，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门楼之上的弓箭手也早已是蓄势待发，苍蝇神色凝重，大喝道：清兵听令，保护校尉大人！一边去！林川瞪了他一眼，依旧站在最前方，看着刘成笑问道：怎么，这是想留下我？哈哈哈哈！刘成放肆大笑，你若老老实实龟缩在军营里，我还真不能拿你怎么样，可你偏偏要送上门来，那就怪不得我以多欺少了。听到以多欺少4个字，林川简直想笑。只见他缓缓抬起手中战刀，遥指刘成，冷声喝道：所有人听令，诛杀反贼，全军冲杀！清兵对所有人战刀出鞘，眼神之中杀意弥漫。林川，就凭你区区几10人也敢动手？刘成不屑冷笑道。忽然地面微微颤动，沉闷的马蹄声宛如战鼓在擂响。众人抬头一看，只见远处一支骑兵飞奔而来，身后扬起大片尘土。这支骑兵足有300余人，领头之人手持一杆马槊，杀气腾腾，身后众人手持刀枪，宛如一面黑色铁墙碾压过来。刘成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而就在此时，林川的声音传来：你不是说要以多欺少吗？那就看看谁的人更多。诛杀反贼，全军冲杀！领头之人大喝一声，宛如惊雷炸响。杀！来人正是薛焕之率领的乙彪。事实上，对于林川来说，就算只用50轻兵队，也足以收拾这群乌合之众，但自身定然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不是林川想看到的，所以临行前才让刘晏去通知一彪人马赶来。300骑全速冲杀，眨眼即至。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他们基本已经能保证锋线整齐。反观刘成等人，早已吓得浑身颤抖。尽管他们都是军武出身，但从未上过战场，就连平时的操练都稀疏平常，哪见过这种阵仗。已经被吓得6神无主的刘成，这时才反应过来，对着门楼上大吼道：快放箭，给我射死林川！咻咻咻！一道道破空声响起，只不过并非是从门楼上传来，而是林川的清兵队率先出手，纷纷举起弓箭进行仰射。聂星寒更是3箭齐发，当场将3名弓箭手射杀。伴随着一声声惨叫传来，门楼上10多名弓箭手全部殒命。杀！林川一声冷喝，也率领清兵营开始冲杀。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准确说都不能称之为战斗，完全就是一边倒的碾压。事实上，薛焕之的乙彪还未冲杀到跟前，对方这200余人的阵型便已经开始乱了。接下来便是一边倒的屠杀，清兵营和乙彪开始肆意收割，全程没有遭到半点有效对抗。片刻间，200多人便有半数被斩杀当场，几十人被马蹄活生生踩死。他们并非是死于战斗，
而是逃得不够快，因为林川已经现已不是带着亲兵队杀到门口，堵死了他们逃回矿营的退路。剩下那几十人见逃生无望，纷纷丢掉兵器，跪地投降。饶命！求大人饶命！校尉大人饶命啊！我们也是云岚军，都是受了刘成的蛊惑。一个个磕头如捣蒜，不断开口求饶。云岚军中没有你们这样的败类。林川冰冷的目光从这些人身上扫过，他自然认得这些人都是当日跟随刘成一起离开军营的云岚军。杀！随着杀字出口，这些人最后一丝活命的希望也被抹灭。不消片刻，200多人尽数被斩杀，现场鲜血淋漓，死尸遍地。薛焕之，属下在。薛焕之抱拳回答道：“你亲自带50人守住门口，其他人随我进去搜，但凡是刘家人全部抓起来。”不到半个时辰，矿区便被搜了个底朝天，30多名刘家人被尽数拿下。林川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刘家想要毁掉账目都来不及。然而让林川惊愕的是，这座矿区远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难怪刘家派出这么多人来看守。紧接着林川便开始查看账目，结果他震惊地发现，账本之中记载，上交给朝廷的铁矿不过是总量的2成，其余8成皆是被刘家自行变卖。把刘武带进来。林川对门口的苍蝇吩咐道。是。很快被五花大绑的刘武便被带了进来，此时的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连门牙都被打掉了几颗，显然刚才没少被招待。我问你答，想活命就说实话。林川盯着刘武沉声说道。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是。此时的刘武再无之前的傲气，眼神中只有恐惧。除了上交朝廷的铁矿之外，剩下的在何处？林川问道。在仓库，足有100万石。刘武颤颤巍巍地回答道。那之前的呢？林川接着问道。刘武眼神闪躲，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不知道。杀！林川对苍蝇招了招手，说道。苍蝇立马走了上来，唰的一声拔出腰间战刀。大人饶命！我说。刘武连忙求饶，说道。之前的都被运走了。运往何处？运往关外。刘武小声回答。林川心中暗道，果真如此。可是卖给了胡杰人。林川强压着心中的杀意，继续追问。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负责将矿石运到关外，放到指定地点便返回，至于对方是谁，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刘武解释道。经过一番审问，刘武把自己知道的差不多都交代了。随后林川让苍蝇将刘武带了下去，又将刘成带了过来审问了一遍。刘成交代的信息与刘武所说大差不差，看来刘武确实没有撒谎。这里有多少矿工？林川对刘成问道。有600余人。刘成回答道。有多少是从云岚军中的士兵？听闻此言，刘成神色顿时一变，惊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林川冷笑道。云岚军近几年一直在招兵，可兵力始终在700-800人，从未参战，可兵册之上却有400余人被标注阵亡，这么明显的漏洞，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从军营带来那200余人，最终也会沦为矿工，对吧？刘成无力地点了点头。他们利用张俊招兵，然后再秘密押送到矿区，给他们下苦力，非但没有工钱，连饭都吃不饱，一旦生病就得看命，熬过去就能活，熬不过去就只有死路一条。反正对于刘家而言，这些人都是免费劳动力，死了就埋在矿井里，回头让张俊发招兵榜文，又有新人送来。原本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有张俊和孙县令帮忙打掩护，没有人怀疑，毕竟进了矿区的人就没有活着出去的。不曾想林川竟然从兵册上的蛛丝马迹推测出了大致原貌。当然矿工之中也不仅仅是张俊以招兵的名义送来的人，还有云岚县中被他们剥夺了田地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这些人动不动就到县衙喊冤，虽然孙县令也是他们的人，但终究是有损刘家名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他们丢到矿营，多少还能创造一些价值。听到这里，林川内心的杀意已经无法控制，他不想以最大的恶去揣摩别人，但刘家人的所作所为彻底刷新了他对恶人的定义。不仅是当朝，历朝历代都严禁将盐铁物资贩卖给外邦，已经发现轻则杀头，重则灭族。可刘家却将大量铁矿卖给世代为敌的胡杰人，此乃资敌之罪，就算将刘家满门抄斩也毫不为过。此外，他们强取豪夺，滥杀无辜，短短几年时间，刘家便将云岚县近半数的良田收入囊中，不仅抢占百姓家业，更是连人也一并抓走，丢进这矿营之中，给他们当免费苦力，到死为止。相比之下，逼良为娼这种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再加上有县令孙文泰和校尉张俊撑腰，刘家更是肆无忌惮，老百姓可谓是喊冤都没地方。林川恨不得将刘家人千刀万剐，可他还是强忍住了，
让苍蝇将二人带下去，严加看管。林川坐在椅子上，内心的杀意许久无法平息。他很清楚，刘家只不过是这天下无数豪强恶霸之一，相比起那些扎根数百年的世家门阀，刘家连个屁都不算。可正是这样一个屁都不算的刘家，便让偌大的云岚县民不聊生。帝国已病入膏肓，若要妙手回春，不但需下猛药，还得自剜腐肉。许久之后，林川才逐渐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把苍蝇叫了进来，通知所有矿工放下手中的事情，集合。林川吩咐道：“是。”一炷香之后，林川出现在矿营中间的空地，被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铁锈味。数百名矿工站在空地上，一个个瘦骨嶙峋，眼神暗淡，破破烂烂的衣服已经被泥土裹得看不清原本的颜色。不少人身上带着伤，有的伤口在淌血，还有的已经开始流脓。这不由让林川想起之前自己在漠北大营看到死字营军奴的场景，甚至这些矿工相比起死字营军奴还要凄惨，还要让人心疼。立马让人做饭，多做些肉。林川对苍蝇交代道：“已经在做了，但整个营地只有几斤猪肉。”苍蝇说道：“很显然，这几斤肉是刘家的嫡系高层吃剩下的，派人去军营取，顺便把军医带过来。”是。苍蝇让孟昭亲自带人去办。林川再次将目光看向这数百名矿工，开口说道：“大家不用紧张，我已经让人在做饭了，一会做好了，让人给你们送过来。”所有人神情木讷吗？唯独在听到做饭二字的时候，眼神中闪过一丝神采。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先做个自我介绍。鄙人林川，半个月前接管云岚县军务，任云岚县校尉。此言一出，不少人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神色。云岚校尉不是张俊吗？怎么换人了？不过这与他们毫无关系，别说是换了个校尉，就算是改朝换代，只要刘家还在，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有任何影响。甚至于就算刘家倒台了，还会有第二个刘家，可他们依然要在这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我知道你们之中一部分是云岚县的百姓，另外都是被前任校尉利用招兵的名义拐骗至此。林川继续说道：“一会吃完饭，你们就回家去吧。”此言一出，现场顿时骚乱起来，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林川，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对于他们来说，回家是连做梦都不敢奢望的事情，因为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算到死都无法离开矿营。很多人都亲眼看到那些饿死或是病死的矿工被丢在一个大坑之中掩埋，几年下来，那个大坑至少埋了上百人。大人，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可以回家了。一名站在前排的汉子颤声问道。大人，你不是跟刘家一伙的，咱们能信你吗？一名身形枯槁的老者用嘶哑的声音问道。林川看着众人，点头说道：“大家放心，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前任校尉张俊已经死了，这矿营里面的刘家人大部分都被斩杀，剩下的也都被我拿下。”听到这句话，现场彻底炸开了锅，难怪现场全是生面孔，以往那些凶神恶煞的刘家人一个都没见到。再联想到之前的喊杀声与惨叫声，种种迹象都让他们逐渐相信林川的话。我在此向大家许诺，你们这份公道，我来替你们讨回。给我3天时间，我会让刘家从云岚县消失。林川郑重许诺。校尉大人，刘家在云岚县手眼通天，就连前任张校尉和孙县令都跟他们走得很近，大人要小心啊。那名枯瘦老汉提醒道。林川笑着说道：“老人家你放心，我连胡家人都杀过，何况是刘家这个地方恶霸。”很快，清兵副队沈觉便带人将饭菜送了过来，浓郁的饭菜香味席卷全场，让这些矿工直咽口水。饭做好了，大家先吃饭吧。听到这话，一众矿工快步围了上去，生怕跑慢了吃不到。这也怪不得他们，只因从进入这里以来吃的都是残羹剩饭，说是猪食都毫不为过。可眼前却是香喷喷的白米饭，仅仅是香味让他们为之疯狂。很多人盛了饭都顾不得用筷子，直接用手抓起来往嘴里送。大家不用急，今天饭菜管够，保证每人都能吃饱。苍蝇大声说道，示意大家不要哄抢。天哪，还有肉！一名瘦得皮包骨头的年轻男子看到锅里的肉，眼睛都直了。肉自然是没办法保证吃饱的，但每人都能吃到4-5块。很多人吃到肉的那一刻，眼泪便止不住地滚落下来。从进入这里之后，他们连半点油腥子都没见过，早就忘了肉是什么味道了。更有甚者，嘴里喊着一块肉，嚼了又嚼，久久舍不得咽下。待所有人吃饱之后，林川又让军医给他们处理伤口。大家先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吧。听到回家，很多人眼神之中再次燃起了希望。就在这时，一名光着上身的年轻男子上前说道：“校尉大人，要不我们留下来帮你吧？刘家势力庞大，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紧接着，不少年轻男子纷纷站了出来，说道：“大人，
我们只有贱命一条，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不瞒大人，我们是看了招兵榜文来投军的，本想为国戍边，没曾想连军营都没见到，却被押到这里当苦力。本是满腔热血的大好男儿，一心为国效力，却沦落到这里成为奴隶，让林川内心杀意更甚。但他还是摇了摇头，说道：大家放心，区刘家我能应付，你们先回去跟家人报个平安，如果信得过我，3日之后再回这里，我将你们这些年的工钱发给你们。林川苦口婆心说了半天，众人才陆续离去，可依旧还有100多人满脸失落地站在原地，没有离开的意思。询问之下才得知，他们大多都是云岚县的百姓，刘家抢占了他们的家产，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杀害了他们的家人。大人，你让我们回家，可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啊！一名面黄肌瘦的中年男子嚎啕大哭，眼神之中满是悲伤与痛苦，一句无家可归顿时戳中了现场所有人的泪点，满心悲伤化作泪水涌出。林川只能让他们在这营地住下，等自己解决了刘家之后，再来妥善安排他们。走出矿营的时候，薛焕之已经带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只有地上隐约能看到一些血迹。见林川出来，薛焕之第一时间迎了上去。这几天你就带以标守在这里，此地对于刘家极为重要，你不可大意。林川对薛焕之交代道。大人放心，保证万无一失。薛焕之抱拳回应道。林川带着亲兵队离开，不仅将刘武与刘成2人带走，连同那些账目也一并带了回去。刘家大院，刘家家主刘同风风火火跑到老宅，面见老家主刘南亭。父亲，出大事了！刘南亭满脸惊慌之色。刘南亭虽年逾古稀，可身子骨依旧健朗。虽然近些年逐渐放权，将家族交给长子刘同打理，但所有刘家人心里都清楚，只要老爷子还健在一天，刘家永远都是他说了算。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遇事要冷静。你这个样子，我如何放心将家族交给你？刘老爷子眼神之中闪过一抹怒意，呵斥道：父亲，林川带人闯矿营，咱们的人全部被杀了。刘同顾不得父亲的怒喝，直接开口说道。哗啦，刘老爷子手中玉盏脱手滑落，当场摔得粉碎。什么？刘老爷子豁然起身问道。刘成和刘武在干什么？他们手下不是有200多人吗？为何轻松让林川得手？林川直接带了300多兵马，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咱们的人杀光。老三和刘成被擒，已经被林川带回大营了。刘同此时已是满头大汗，继续说道。而且林川将那些矿工全部都放走了。轰！刘老爷子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响，随即眼前一黑，踉跄软倒，还好身后有椅子接住了他。父亲！刘同顿时一惊，连忙冲上去扶住刘老爷子。刘老爷子深知矿区有多重要，更明白里面有多少见不得光的秘密，一旦公开，等待刘家的将是满门抄斩，万劫不复。如果林川仅仅是杀了人抢了矿区，他还能强作镇定，毕竟他已经想到了对付林川的办法，无非就是让他嚣张几天。可当得知林川竟然将那些矿工放走之后，饶是见惯大风大浪的刘老爷子也无法保持平静。因为这些矿工知道很多秘密，一旦被放走，这些秘密势必会传遍整个云岚县乃至整个云州，刘家就算有手眼通天，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部杀完。几名侍女闻讯赶来，一边帮老爷子顺气，一边给他喂食蜜水，脸色逐渐缓和了些。父亲，您怎么样？您别吓我啊！刘同被吓得六神无主。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要真有一天我撒手西去，你怎么守住家业？刘老爷子虚弱地说道。把老二召回来，然后派人传讯给先姨，让他务必请动刺史大人前来。刘南亭交代道。是，我这就去办。刘同就要转身离去，却再次被老爷子叫住。记住，多派几路人手去传信，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送到云州。刘老爷子再次叮嘱道。我知道了。刘同恭敬回答道。回到军营，林川让苍蝇去找木匠打一口棺材，3天之后要用。一开始苍蝇也不明白好端端的打什么棺材，可听到3天之后要用，他立马就明白了过来。紧接着林川又让孟昭将几天禄叫了过来。校尉大人，您找我。将斥候小队全部撒出去，监视刘家人的一举一动。林川吩咐道。明白。随后又让聂星寒亲自去一趟飞龙城传信给叶先生。随着将一道命令传达了出去，军营各标也迅速动了起来。云岚县城看似风平浪静，与往日并无任何变化，可一股无形的压力却在悄然凝聚，只不过普通老百姓并未感受到异常。当晚季天禄便来报，刘家派出不少人去往云州送信，被他们截获。林川接过密信，打开看了一眼，直接丢进火炉，开一道口子，让他们把信送出去。季天禄虽有些诧异，但还是遵命照做。如今林川已经在这云岚县布下一张网，但想要网到大鱼，得靠刘家帮忙才行。就在季天禄准备离开的时候，林川叫住了他，问道：
刘家可曾往飞龙城传信？几天路摇了摇头，目前还没有。次日一大早，云岚县大街小巷贴满了街帖，标题是用朱砂书写的4个红色大字“刘家通敌”，下面则是列举了刘家的一条条罪状，如与前任校尉和孙县令勾结，强行掳掠百姓去采矿，还将参军的青壮年押到矿区采矿，对外宣称战死，还将开采出来的绝大部分铁矿贩卖给胡杰人，帮助其攻打大周，强占百姓家产良田，违逆者要么被活活打死，要么将人抓走，男子押到矿场当苦力，女子则是卖到青楼等地方。一大张宣纸上密密麻麻罗列了10多桩罪状，而这样的街帖满城皆是。消息一经传开，云岚县彻底炸了锅。刘家的嚣张跋扈早已是人尽皆知，但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到底做了哪些恶行并不了解，这主要归结于刘家的强大势力威慑，很多受了欺辱的百姓并不敢声张。而另一方面则是归结于刘家一向遵行斩草除根，再加上张俊和孙文泰的存在，但凡是到县衙喊冤之人，不问缘由直接关进大牢，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押送到矿区。如今这漫天街帖如雪花洒满全城，刘家的罪行被公之于众，得知真相的老百姓无不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奈何碍于刘家多年来积累的威慑力，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份罪状存疑，毕竟这其中好几条罪名都是杀头乃至灭族的大罪。刘家虽然豪强一方，但未必有这么大的胆子。可很快便有人出来证实，这上面的罪名全都是真的，而且刘家的罪名罄竹难书，远不止罗列出来的这些。这些出面证实的人，要么是从矿区逃出来的矿工，要么是被刘家卖到青楼的女子，还有一些是被强占了商铺和良田的百姓。随着这越来越多的人出面证实刘家的罪名已经被坐实，而且更多罪恶行径也进一步被深挖出来，霎时间可谓是满城风雨。刘家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派人上街去将这些罪状销毁。可当刘家人上街之后，当场傻眼了，因为这些罪状铺天盖地，贴得满城都是，根本撕不过来。而且前脚刚撕毁，立马又有人悄悄贴上，以至于刘家人忙活了半天，街帖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是越撕越多。半个时辰之后，刘家派出来的100多人竟然离奇消失了，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消息传回刘家，刘同神色巨变，放眼整个云岚县，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且仅有一个人。老二，这可怎么办啊？刘同满脸焦急地看向刘琦。刘琦身着一袭紫色锦服，眼神中不时闪过阴冷之色，只能让县令大人出手了。我就不信他临川敢公然与官府作对。事情愈演愈烈，刘家上下宛如热锅上的蚂蚁，刘同却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刘老爷子，毕竟老爷子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大哥不必如此担心，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而已，就算他侥幸立了些军功，当上校尉又如何？没有根基背景的他根本不足为惧，等刺史大人一到，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刘琦一脸淡然说道。听到这话，刘同的脸色缓和了很多。确实，只要再忍2日，等刺史大人一到，别说他一个小校尉，就算是他背后的叶氏真来了，也得乖乖俯首。很快，县衙派出所有衙役上街，他们对满城百姓喊话，谁敢张贴街帖散布谣言，直接逮捕关进大牢，举报散布谣言者，官府重重有赏。然而这一通操作下来，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显然云岚县的百姓对于这位县令大人已经失望透顶，甚至可以说是憎恨。县衙之中，孙县令与刘家二爷刘琦相对而坐，前者虽为一县之主，此刻却表现得小心翼翼，反观后者则是满脸淡然之色，悠闲饮茶。孙大人，我只有一个要求，天黑之前让那些街帖全部消失。刘琦用冰冷到眼神扫了孙文泰一眼，淡淡说道。后者内心是有苦难言，傻子都知道这街帖的背后主导者是谁，你们刘家都拿他没办法，更何况我这个小县令，难道要让我用这20多名衙役去跟人家1000多兵马拼命不成？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年收了刘家那么多银子，自己早已跟刘家绑在一起，现在想要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二爷，一个时辰前已经将所有衙役派出去了，本官怎么说也是县令，他临川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与我作对。孙县令笑着回应道。最好如此。刘二爷淡淡回应道。就在这时，一名身着捕快服饰的汉子走了进来，正是捕头王许。王捕头，事情办得如何了？孙县令问道。王许躬身抱拳回应道。回禀大人，街帖实在是太多了，兄弟们根本销毁不过来，不过属下已经带人告诫百姓，发现有人张贴街帖立马上报，官府重重有赏。砰！刘家二爷将手中茶盏重重磕在桌上，沉声问道。孙大人，你手下人就是这么办事的？孙县令身体猛然一颤，连忙起身说道。二爷见谅，我这就去亲自督查此事。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沉重的鼓声，
几人神色顿时一变。孙县令连忙对王捕头说道：“快去看看何人在击鼓。”等王捕头来到县衙大门外，只见门外乌泱泱一大片百姓，将县衙围得水泄不通。一众衙役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纷纷上前驱赶。奈何这些往日胆小如鼠的百姓，今日却丝毫不惧，一个个高喊着惩处恶霸，主持公道，一边结队朝着县衙走来。咚咚咚，一名壮汉手持鼓槌，重重敲响鸣冤鼓。有衙役上前将其拉开，可另外一人立马上前捡起鼓槌，继续擂鼓。惩处恶霸，主持公道，惩处恶霸，主持公道。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整齐。一时间，局面即将失控，百姓眼看就要冲进县衙大堂。王许额头冒汗，内心更是焦急万分。正当他准备去内堂通知县令大人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冷喝：“干什么？”只见孙县令带着常师爷走了出来。别看他在刘家二爷面前唯唯诺诺，此时面对老百姓却是满脸威严。孙县令神色冷峻，双手负后，挺着大肚子，缓步走上前来。冷漠的目光从门外一众百姓身上扫过，呵斥道：“大胆刁民，竟敢私闯县衙！你们想造反不成？县令大人，我等皆是云岚县百姓，前来请县令大人主持公道。大人，刘家强占了我们的家产和田地，小人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请大人给我们一家老小一条活路。大人啊，刘家那些畜生打死了我男人，还把我那刚成年的女儿抢走，请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啊！”一时间，各种喊冤的声音此起彼伏。孙县令脸色一片阴沉，一派胡言！你们这些刁民竟敢在此扰乱县衙，本官命你们速速退去，否则棍棒伺候！孙县令呵斥道。然而这一次，这些百姓非但没有退去的意思，反而是继续朝前逼近。大胆！孙县令眼眸中杀机闪烁，谁敢上前一步，就地格杀。随着他一声令下，20余名衙役纷纷拔出腰刀，冲上前去，一字排开，挡住这些百姓。孙县令好大的官威啊！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声音自人群后方传来，百姓自动放开一条通道。只见一名身着青衫、手持一把战刀的少年缓步走来，其身后跟着一众身披铠甲、腰悬战刀的士兵。孙县令目光一凝，说道：“林校尉，是你把这些人聚集到县衙闹事的？”林川连忙摇头，说道：“县令大人，这可就冤枉我了。我不过是路过，正好看到这么多人喊冤，便前来看看热闹。”孙县令冷笑一声，他自然不会相信林川的这些鬼话。不过林川是带兵前来，自己也不敢贸然得罪。特别是昨日，林川才以雷霆之势扫平了刘家的矿山，让他心里对眼前这个少年多了几分忌惮。只见林川缓步上前，扫了这些手持战刀的衙役一眼，问道：“怎么，孙县令这是要拿百姓开刀吗？这几百人可够的杀，要不我借点人给你。”孙文泰脸色不断变换，最终只能无奈挥了挥手，让衙役将刀收起来。林校尉带兵到我县衙，想必不是看热闹这么简单吧？孙文泰看着林川问道。林川一脸和煦的笑容，说道：“果然是什么都瞒不过孙大人。本校尉是接到禀报，说有人围攻县衙，这才带兵前来保护县令大人的安全。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林川指了指身边这些百姓，说道：“他们个个都在喊冤，县令大人难道不打算开堂审理吗？”孙县令直视林川，说道：“这是本官的事情，就不劳林校尉操心了。”孙县令这话就见外了，鄙人作为云岚县校尉，提点云岚一切军务，守卫一线安宁，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岂敢不闻不问？林川面带冷笑，继续架着孙文泰说道：“县令大人赶紧开堂审理吧，若是遇到难题，我也可以帮忙。”见孙文泰依旧没有动作，林川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沉声问道：“莫非今早满城飘飞的罪状所说为真？孙县令收了刘家的银子，与刘家狼狈为奸，鱼肉百姓？”“胡说！”孙文泰义正言辞说道：“本官一身清正廉明，岂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定是有人在污蔑本官。”此时他已经被林川给架了起来，无论他愿不愿意，今日都必须升堂。哪怕他心知肚明，这些人出现在县衙都是林川在背后推波助澜，可眼下也只能将过场走下去。很快，孙县令便升堂审案，而林川则是主动要求听审。看着案台之上堆积如山的状纸，上面所写的冤情皆是跟刘家有关，孙文泰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将求助的目光看向身后的常师爷，后者立马意会，走上前来，在孙县令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啪！只见孙县令拾起金堂木往堂上猛然一拍，说道：“你们的诉求本官已经知晓，不过此事牵连甚多，需要逐步查证，你们先回去吧，等本官查出真相，定会让人通知你们。如果真如你们所说的那般，本官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孙县令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敷衍。正当孙县令准备起身离去之时，林川却叫住了他：“慢着！”孙文泰眼神中闪过一丝怒意，
问道：“林校尉有何指教？”所有百姓的冤情都与刘家有关，难道孙县令不应该传唤刘家的人上堂对质吗？林川看着他问道：“怎么审案？是本官的事情，林校尉未免管得太宽了吧？”林川神色如常，不过声音却逐渐冷漠下来。如此说来，孙县令是准备敷衍了事，等时间久了便不了了之。本官绝无此意，那就是你畏惧刘家，不敢秉公执法，置百姓冤情于不顾。林川步步紧逼，追问道：“无稽之谈，本官身为云岚县令，乃一县百姓的父母官，代表大州律法，无论是谁犯了罪，都会秉公办理，岂有害怕一说？”林川缓缓起身说道：“那在下时再想不明白，为何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你还要百般拖延？莫非你真与刘家坑壑一气，鱼肉百姓？”孙文泰已经被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林川喝道：“林川，你屡次污蔑本官，到底是何居心？”林川指着头顶上方，朗声回应道：“我想斩断遮住云岚县天空那只大手，为他们讨一份公道。”听到林川这番话，场下百姓无不是感激涕零，他们也终于相信这天底下有好官，只是太少太少了。林川看着孙县令，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孙县令不愿意主持这份公道，那我林某人来。林川，你目无法纪，扰乱公堂，本官一定秉名节杜甫，治你的罪。”孙文泰气得浑身颤抖，怒喝道。林川不为所动，冷笑道：“这是孙大人的权利，不过在治我的罪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治刘家的罪？此事本官自有决断，还轮不到你来教本官做事。”孙文泰冷哼一声，衣袖一甩就要离场。唰！只见一道寒芒闪过，苍蝇直接拔出战刀挡住了他的去路。孙文泰双目圆瞪，怒声喝道：“林川，你想干什么？事情解决之前，孙大人不能走。”林川声音逐渐转冷。见此情景，王捕头右手搭在刀柄上就要拔刀，忽然感觉一股凉意传来，只见林川已经用凌厉的目光锁定了他。“王捕头，你也是云岚县百姓，这些年一直跟在他身边，想必比我更清楚你们这位县令大人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你真要摒弃自己的良知，选择站在苍生和正义的对立面吗？”林川这番话宛如一把尖刀，直接扎在王许的胸口，让他整个人呆滞在原地。正如林川所言，这些年孙县令与刘家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他都清楚。事实上，孙县令待他也不错，经常给予奖赏，但他很清楚，赏给他的银子没有一两是干净的。每次收到银子，他的内心就会沉重几分，因为他知道那些银子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这些银子他一分都没花，全部分给了城里一群讨口的孤儿，希望以此能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些。可依旧无数次梦见那些满身鲜血的百姓站在他床前，就这么看着他。可随着跟随孙县令的时间越来越久，对于那些肮脏的交易和鱼肉百姓的事情，他也逐渐麻木。只是每次拿到银子的时候，心底都会感觉一阵刺痛。林川刚才这番话宛如一道惊雷将他惊醒，这才发现自己虽然没有做过一件恶事，但那一幕幕见不得光的血腥，就像一头恶魔正在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良心。他想起自己入职前一天，娘亲帮他整理衣物时，苦口婆心地叮嘱他的那番话：“许儿，以后当了公差，手里有了权力，别丢了良心，要为老百姓做主，因为你也是从百姓家里走出去的。”如今娘亲已经去世多年，自己也将他的叮嘱忘之脑后。王许，你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本官赶出去！孙县令的怒喝声将王许拉回了现实。王许缓缓松开握住刀柄的右手，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大人，这一次我想选正义。”犹记得第一次孙县令将10两银子放到他面前，王许犹豫了许久，内心也挣扎了许久。孙县令告诉他，这个世界本就如此，所谓的正义不过是不同的选择而已。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实力，正义就是一个笑话。他内心经历一番争斗，最终收下了那10两银子。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许感觉自己的脊背不像以往那般笔直，尽管孙大人对他愈发器重，甚至把自己当成他的心腹。你说什么？孙文泰怒目圆瞪，恨不得将王许生吞活剥，而王许却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这一刻，他感觉压在心口的那块大石头消失了，腰板挺得笔直。所有人听令，收刀，后退。王许对身后一众衙役说道：“王许，你个白眼狼，你反了天了！”孙县令气急败坏地大喝道：“把王许给我拿下！”然而一众衙役置若罔闻，他们对于王许这个头儿非常敬重。当王许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些衙役也都跟他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林川看着王许，赞赏地点了点头，随即再次看向孙县令，问道：“孙大人，现在能继续审案了吗？”此时的孙县令已经成为孤家寡人，面对林川手下那明晃晃的战刀，他只能乖乖坐回堂上。就在这时，王许走到林川跟前，说道：“大人，刘家二爷刘琦就在后堂，
卑职这就去把他带过来受审。让我的人去吧。林川却制止了他，说道。沈觉带着2名亲兵直奔县衙后堂，不消片刻，刘琦便被带了出来。其实刘琦一直躲在后堂偷听，当听到王许竟然反水，还把自己供出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不妙，正欲脱身，沈觉便带人闯了进来。林川冷眼从刘琦身上扫过，随即对孙文泰问道：孙大人，是你继续审问，还是我来带你审？本官自己会审，就不劳林校尉了。看着台下的刘琦，孙文泰坐立不安，只见他颤颤巍巍地拿起金堂木，却迟迟未能落下。刘琦站于堂下，双手负后，高昂着头，一副傲然之态。堂下何人？报上名来。孙县令开口问道。刘琦露出不屑之色，冷笑道：孙文泰，你确定要审我？我……孙文泰满脸紧张，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他心里很清楚，在刘家人眼里，自己不过是他们的一条狗，哪怕是维持表面尊重，也不过是想让自己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我累了，烦请县令大人赐个座。这明显是在提醒孙县令，哪怕是在这县衙，他也没资格让自己站着说话。同样也是做给林川看。林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算是见识到刘家人的嚣张了。只见他对亲兵招了招手，说道：既然刘二爷说站累了，那就让他跪下回话吧。苍鹰大步走到堂中，直接一脚踹在刘琦的后背，后者猛然扑倒，双膝重重跪在地上。霎时间，一股剧痛传来，刘琦感觉自己的双膝要碎开一般。正当他准备忍痛起身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战刀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紧接着苍鹰那冰冷而霸道的声音自身后传来：二爷，现在舒服些了吗？顿时刘琦眼底升腾起无边怒火。这么多年来，除了父亲之外，他便只跪过一次，那就是当初侄女成婚之时对刺史大人下过跪。孙文泰蹭的一下站起身来，他哪敢让刘家二爷跪在自己面前。至于堂外的百姓，只感觉无比解气，不少人更是当场拍手叫好。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站出来收拾刘家了。反观跪在堂下的刘琦，眼神中满是阴狠与恼怒。他先是恶狠狠地瞪了孙文泰一眼，随即转过目光看向林川：乳臭未干的小东西，也敢让老子下跪，我记住你了。林川不屑一笑，随即对孙县令说道：孙大人，请继续吧。孙文泰此时已是满头大汗，让他去审刘家二爷，他断然没这个胆子。可这位年纪轻轻却霸道狠辣的校尉大人，同样是他得罪不起的存在。只见孙县令颤颤巍巍地坐回椅子上，然而不等他开口，一道寒芒飞射而出，噗！伴随着一声轻响，刘琦的身体一顿，随即倒在地上。所有人神色一惊，哪怕是站在刘琦身后的苍蝇都没有反应过来。只见他翻过刘琦的身体，发现他双目圆瞪，除了眉心处那个不起眼的小红点之外，看不出任何异常。有杀手！伴随一声惊呼，一众亲兵迅速行动，朝着后堂奔去。奈何后堂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有。沈觉快步来到刘琦的尸体跟前，看了看他眉心那个小红点，然后又用手指沾起鲜血，放在鼻子跟前嗅了嗅。免礼针。苍蝇不解地问道：免礼针是什么东西？血衣堂有7大顶级杀手，分别是井上花、雪中炭、雪上霜、火上油、风中絮、心头刀和免礼针。沈觉本就是江湖中人，对于江湖中的事情远比其他人知道得多。据说这7大顶级杀手神出鬼没，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而这免礼针最擅长的便是飞针杀人，令人防不胜防。杀人了！孙县令吓得瑟瑟发抖。他并不是害怕死人，只是因为死的人是刘家二爷才感到害怕。堂外许多百姓还不明所以，直到听到那句有杀手，才意识到刘家二爷被刺身亡。在听到杀手来自血衣堂的时候，林川眼眸中闪过一抹杀机，不由自主地想到前不久死在血衣堂杀手中的那几名死字营成员。只是他也没想到血衣堂的杀手竟然如此猖獗，竟然敢在公堂之上杀人。对于刘琦的死，他并不感到惋惜，毕竟刘家的罪证已经收集齐全，刘琦招与不招都不妨碍他除掉刘家。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刘家与孙县令反目。如今目的已经达成，刘琦的死活也就不重要了。见孙县令已经被吓傻，常师爷则是连忙站出来，对王许等衙役吩咐道：赶紧把尸体抬下去。王许让几名衙役上前，将刘琦的尸体抬到后堂。常师爷正欲跟上去，却被林川叫住。常师爷真是好手段啊！常师爷身体一顿，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过很快便恢复常色。只见他微微躬身，问道：校尉大人，此话何意？你这一手飞针绝技，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免礼针果然是名不虚传。林川一脸淡笑，看着他说道。常师爷神色如常，说道：校尉大人真会开玩笑，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怎么会是杀手呢？就在二人说话期间，苍蝇已经带着一种亲兵将其围住。
不管他是不是杀死刘琦的免礼针，他们都必须谨慎对待。是与不是，搜一搜就知道了。林川淡淡说道，随即苍蝇几人便朝着他靠近。常师爷依旧是神色不改，可他眼底闪过的一丝慌乱还是被林川捕捉到了。就在此时，只见常师爷猛然抬手，一枚钢针自他的袖口飞出，径直朝着林川射来。大人小心！苍蝇惊呼一声，奈何那钢针速度太快，快到众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叮！一道尖锐之声传来，只见林川手中战刀猛然一挥，将这枚钢针挡住。只见一枚寸余长的钢针掉落在地上，针尖呈暗黑色，显然是淬了毒。拿下他！孟昭一声令下，几名清兵一拥而上。常师爷本想从后门逃走，却已经来不及。他虽为血衣堂的顶级杀手，但平时都是靠飞针杀人，近身战力稀疏平常，很快便被拿下。就在此时，林川也走了上来，以擒拿手熟练地卸掉他的双臂也下巴。前世特种兵执行任务，经常要抓捕一些间谍，抓捕成功后，第一时间便是卸掉他们的双臂和下巴，让他们没办法自杀。因为这些杀手和间谍往往都是心怀死志，最常见的手段便是在嘴里藏毒药，一旦被抓，便可以咬破药包自尽，以此来保守秘密，同时还能减少折磨。上次那几名血衣堂的杀手被唐奎然堵在老房门口，自知逃生无望，便果断选择自尽。这一次，林川又岂会没有防备？常师爷双臂宛如霜打的茄子耷拉着，下巴也严重脱臼，根本闭不拢。看看他嘴里有没有藏毒。林川说道。沈觉上前用刀柄撬开他的嘴巴，随后伸出2根手指在口中一阵摸索，果然一个被羊肠包裹的小药包被掏了出来。这一发现，另一众清兵满脸震惊，心中对于林川的佩服又加深了几分。大人，你怎么知道他嘴里会藏毒的？苍蝇震惊地问道。这些都是杀手惯用的手段。林川淡淡说道，把人带回军营，单独关押，严加看管。